本是一天25小时会所嫩模的纨绔富二代，却在一夜之间变成跟狗抢食的臭乞丐。母亲也被7、8个大汉活活玩死，父亲更是被昔日好友抽筋扒皮，就连校花女友也被迫嫁给害我全家的仇人。为了羞辱我，甚至还把女友各种视频发给我，只因我父亲被他好友刘建军背叛，一夜之间夺走了我的一切。而刘建军的儿子刘振强以前是我的小跟班，可现在他摇身一变取代了傅少栋，还带着我的小弟打断了我的手脚。看着这物是人非的惨状，我几度想直接轻生，可有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世界，那束光便是校花苏梦，一个所有男生心中的女神。在我落魄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像别人那样落井下石，还勇敢站出来鼓励我，这才让我坚持到现在。除了为父母复仇，便是迎娶我的救赎苏梦。但是就在今天，一个噩耗传来，将我所有的信念彻底击垮。校花苏梦要结婚了，而结婚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小人得志的刘振强。呵呵，两情相悦是吧？仅仅是牵过手是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明天他就是我的了。我以后会在苏梦的身上解锁各种姿势，拍摄各种视频给你看。谁让他有个好赌的父亲？谁让他家欠我钱呢？哈哈哈！苏梦有今天全是拜你所赐。就在刚才，刘振强找到了我，说出这些话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紧接着我就收到了苏梦发来的短信，上面只有简单的3句话：我爱你，对不起，忘了我。而我也因为承受不了这个结果，从天台一跃而下。突然一阵白光闪过，我惊奇地发现我竟然重生了，回到了家破人亡的前一天。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多，于是我开着车直奔学校。我要先让刘振强付出代价。此时的我还是有钱有势的富二代，而刘振强也只是我的一条狗，所以只要我解决掉刘振强的父亲刘建军，这一切就能解决。刚到学校，我的跑车就成为了全校焦点，而我的目光则定格在了上一世救赎我的人——校花苏梦。太好了，我的苏梦还在，而我的余光又瞥到了刘振强。此时的刘振强已经知道过了今晚我就会家破人亡，所以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对我远远地竖起了中指。我快步走到刘振强面前就是一巴掌，刘振强瞬间被我扇倒在地，随即疑惑地问我为什么扇他，我则表示刘振强今天左脚先进的学校，居然跟我一样，该打。于是我就让我的跟班上去把刘振强打了个全身。然后带上狗链装上车，解决完刘振强，我便直奔我父亲的公司。我用刘振强的电话把刘建军约了出来。刘建军此时还是带着伪装的笑容冲我说道：“少爷约我出来是有事吗？”我则表示你也不用装，把你准备对付我父亲的计划告诉我，不然你就见不到你儿子。说话间，我把刘振强带上狗链的视频发给了刘建军。刘建军听到我的话，瞬间冷汗直流。他本以为是刘振强太飘，骑到了我头上，我才会找他。毕竟此时的我在他们看来都只是个没脑子的纨绔而已。但他万万没想到，我居然知道了他的计划。想到这，他赶忙摸了摸挂在腰带的手枪，然后对我说道：“换个没人的地方，我告诉你，本就是重生的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他手里有枪？而换个没人的地方，正合我意，可以悄无声息地解决他。前世的我在家破人亡后学习了散打，脑海里全是各种散打技巧，所以现在的我打一个刘建军根本不成问题。我和刘建军来到了一处野外，刘建军率先开口询问：你把强子怎么样了？还有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计划？我则不慌不忙地说道：没什么，也就打个半死锁狗笼里。至于计划，需要你告诉我，否则你可就见不到你儿子。信不信我现在一枪打死你？刘建军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掏出手枪对准了我的后脑勺。见状，我反手夺下了刘建军的枪，然后一脚把他腿踹断，重新把枪抵到了他脑门上。上一世就是这衣冠禽兽待人侮辱我母亲，让我母亲受辱而亡，所以我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刘建军眼看我要开枪，赶忙把自己的计划都告诉我。他的计划很简单，基本就是架空我父亲，然后再用我和我母亲胁迫我父亲交出我。一旦我父亲签下了转让合同，他们就直接翻脸不认人，让我家破人亡。听到这我已经明白，然后冷冷的开口：如果你这个罪魁祸首死了，那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上一世的场面历历在目，这让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刘建军就这样在一声声求饶里结束了生命。然后我给父亲陈胜打了电话，说明了来龙去脉。陈胜听后赶忙带着亲信来到我们这里。处理完尸体后，陈胜把公司账户等都调查了一遍，才发现原来自己差点就失去一切，同时也感叹于我的成长。至于刘振强，我也懒得管，自然会有人解决他。处理完一切的我只觉得一身轻松，随后就开始想怎么拉近我和小苏梦的关系。想着想着，我就开车来到了学校。没想到刚到校门口，就看见一群高年级的围着苏梦，那些人是校内有名的混混。其实凭苏梦的颜值，在学校肯定是少不了被骚扰，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苏梦，所以也不敢动手动脚。但现在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刘振强那混蛋提前告诉他们。三人吹着口哨打量着班中的女生，等看到苏梦的时候，三人都是眼前一亮。为首的飞机头男生夸张地哇了一声说道：校花大美女苏梦果然名不虚传。那飞机头男生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要往苏梦的脸上摸去。苏梦赶忙倒退了一步，避开了对方的手掌，脸上却是吓得有些发白。苏梦作为校花哪里见过这场景，一时间被惊吓得说不出话。站在苏梦身边一位稍显肥胖的女生看不过眼，走上来搂住苏梦，轻声安慰了2句，然后便朝那飞机头男生吼道：你知道苏梦是谁喜欢的人吗？你敢这么对她？呵呵，陈峰嘛，我还实话告诉你，现在这个点，陈峰估计早就成穷光蛋了，所以苏梦你还是乖乖来本大爷怀里吧，我保证让你舒服的。闻言，苏梦很是一愣，陈峰不是富二代吗？难道家里破产了？却没发觉飞机头已经拉开了小胖妞来到他眼前，然后一把握住苏梦白皙的手腕。苏梦吓得大叫，而觉得时机成熟的我赶忙冲了过去。其实我早就可以上去制止，但是为了拉近一下我和苏梦的关系，我决定来一招英雄救美。我对着飞机头的脸就是一拳，然后冷冷对他说道：你刚说谁现在已经变成穷光蛋？飞机头看我居然完好无损的开着豪车来学校，震惊的不敢说话。不过随后又反应过来，我肯定是在虚张声势。特么的，你还以为你是江城第一纨绔陈峰公子？滚你妈的！轮不到你这样和我大哥说话。飞机头带来的其中一个手背刻有纹身的寸头男生跳了出来，对着陈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然后抡起右手便想揪住陈峰的衣领。陈峰冷笑着看着那纹身寸头男，
反手一巴掌扇了出去。自从点亮了格斗术精通技能书后，陈峰便发现自己的神经反射速度快了很多。此时纹身寸头男生飞速伸过来的右手，落在陈峰眼中便仿佛乌龟爬一般，所以他的一掌才能后发先至，直接将那寸头男打翻在地。他妈的，你还敢先动手了！飞机头看到自己的小弟被打翻在地，怒的一声吼：“让我起来，干翻这家伙！”那一直没动手的金发男生听到自己老大飞机头的吩咐，怒吼了一声，便冲了上来。纹身寸头男也从地上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只是身体力量不足，动作完全变形，看不出一丝美感来，显然是装逼失败了。此时飞机头原先抱住陈峰肩头的左手，此时也勒到了陈峰脖子上，生怕被陈峰挣脱出去跑掉。陈峰察觉到飞机头的动作，看着张牙舞爪朝自己扑来的两人，心中暗笑不已。以他如今的神经反应速度，这种街头混混打架的招式真是破绽百出。就当他准备出手处理掉几人时，意外情况却是忽然发生了。只见小胖同学猛地一声吼，便跳到了陈峰面前，似乎是准备替陈峰拦下两人。他瞪着眼前的金发男和寸头男，怒骂道：“狗日的，我们整个高二6班在这里，你们3个奇葩还敢嚣张，真当我们6班的男生是娘们？”随着小胖这一声怒吼，6班的男生似乎才回过神来，心中暗骂道：“对呀，他妈我们整个班都在这里了，还需他们3个人？”想到这里，便有人跟着小胖站了出来，有了第一、第2个，便会第3、第4个。很快，高2 6班20多号男生都站了出来，他们将飞机头3人团团围住，气势是节节攀升。俗话说人多势众，3个人被20多号人围上，谁能不虚？飞机头的表现算是不错了，他松开了勒住陈峰脖子的左手，强压心头的不安，威胁道：“他妈的，你们6班的废物都不要在江城一中混了，老子的老大是宋凯哥，我劝你们别他妈惹事，到时候都不住有你们好看的。”原来是宋凯。此时当事人陈峰站了出来，朝飞机头男生说道：“既然是宋凯想见我，那我便见见呗。不过上课时候我可没空搭理他，让他下课在学校门口等我吧。”“好，算你有种，我们走。”此时飞机头找回了点面子，便也不强撑着，果断带人撤了。要知道他们3人被小胖带着班上20多个男生围在那里，飞机头此时脚底也有些发软了。哇，小胖你好帅！那个微胖的女生夸张地赞美道，班上的其他女生也一同附和道，惹得小胖一脸羞红。他摸了摸自己肥硕的大脸蛋，憨厚一笑，说道：“哈哈，我妈说胖子力量大，就要保护好柔弱的女生。得了吧，就你这一身肥肉，还有力量？”陈峰拍了拍小胖的肚腩，调侃道，惹得班上同学又是一阵大笑。陈峰环视着身边站出来帮他的同学，心中的暖意久久不曾散去，暗自下了决心，这一世除了要守护亲情和爱情之外，这同窗时期纯真的友情也是值得珍惜的。不过陈峰不是那种躲在亲友背后的男人。上一世的时候，刘建军夺去了鼎盛集团，他的儿子也就是陈峰曾经的那条狗刘振强变成了一中霸主，当时宋凯便是刘振强的头号马仔。这一世由于陈峰洞察先机，将刘建军一家人提前解决掉，这部分的历史便被改变了。宋凯从刘振强的头号马仔变成了一中如今全市最大的纨绔子弟，自然便会来挑战陈峰这个昔日的一中霸主。陈峰对一中霸主这种小儿科的名头没什么兴趣，只是他不能容忍有人踩到自己头上来。上一世该受的憋屈已经受够了，这一世既然上天赐予了陈峰一个装逼打脸系统，那他不牛逼起来，不就是逆天行事，哪可是会遭天谴的。上课的时间过得飞快，很快便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此时整个6班都知道陈峰放学的时候约好了要和宋凯见面，不由得便有些担心陈峰。小胖走到他的跟前说道：“要不你就别去了吧，有什么事情我们告诉老师不就完了？”陈峰听闻小胖真切的关心，笑了笑说道：“放心，只有你峰哥耍人的份，你啥时候讲过你峰哥被别人耍的？第20干等。”小胖听了陈峰的话，暗暗想了想，倒也同意对方的说法。在长大2年的同窗记忆中，他还真没翻出陈峰吃瘪受欺负的镜头来。不过陈峰今时毕竟不同往日，他还是有些担心，补了一句说道：“要不我们大伙陪你一起去吧？”“对啊，陈峰，同班兄弟不说二话，你说一声，我们就陪你走一段。”另外几个6班篮球队的男生抱着篮球，准备去操场活动活动。听到小胖的话，回头呼应道：“大家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你们回家去吧。”陈峰脸上露出阳光自信的笑容来。小胖等人见陈峰坚持，便也纷纷离去了。很快，
6班的教室便空了下来，只剩下陈峰和负责整理作业的课代表苏梦。其实苏梦手上那点工作早就已经做完了，她心中在担心陈峰，所以才故意反复将作业堆好又散开，在拖延着时间。苏梦也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看到陈峰忽然从败家子变成富二代，有些同情，还是说早上课间操的时候，陈峰也算为自己出头，担心对方因此受到什么伤害。不过在苏梦脑海中，更多的是陈峰之前的斑斑劣迹，诸如逃课、打架、仗势欺人，只是这些事情陈峰都是对外人做的。在6班之中，陈峰倒更像一个受人欢迎的人，肉钱包数不清的零食和偶尔的班级旅游赞助。其实苏梦也受过不少陈峰的恩惠。就在苏梦反复摆弄着身前作业本，脑海中思绪万千的时候，陈峰却是看到他半天都还没离开，便走了过来，柔声问道：咋了？我的课代表，这些作业本是要搬到老师办公室吗？我帮你吧。苏梦刚才满脑子想着陈峰的事情，此时正主忽然冒了出来，却是将他吓了一跳，他脸色泛起2朵霞云，有些惊慌地说道：啊，不用了，这些我自己来就可以了。说着，他抱起作业本，便仿佛出逃一般，大步往教室外走去。不过他走出2步，还是停在了教室门的位置，停顿了许久，仿佛才鼓足勇气，轻轻对身后的陈峰说道：陈峰，你还是不要去找那个什么宋凯了，有什么事情直接告诉老师吧，太危险了。说完这句，苏梦便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了。只是眼见的陈峰分明看到了苏梦侧脸颊的一抹红光，陈峰见此心情大好，对着苏梦离去的方向轻笑自语道：放心吧，我未来的老婆大人，我会完整无缺的回来的。教室清空之后，陈峰便无所事事地玩着手机，等候着宋凯找上门来。虽然他和宋凯约好了放学在校门口见，可傻子都能猜到，此时等候在校门口的肯定是对方的全副武装的人马，撞上门去不是送死吗？陈峰如今点亮了格斗术精通，主要的提升便是他的神经反应速度和格斗意识的增强。在对敌的过程中，他可以凭借过人的反应和超前的意识去获取巨大的优势。可陈峰的身体依然只是个普通高中生的身体，身高1米76，体重70公斤，这代表着他并非是不可击倒的。要是有3、5个人拿着铁棍菜刀稍微配合一下追着他砍杀，陈峰反应速度和格斗意识再强，也只能夺路而逃。所以今天这个宋凯在校门口设下这个局，陈峰是不可能正面冲破的。他在开始和飞机头说这事的时候，便做好了耍对方一道的意思。反正我是不出去，有种你带几10号人进来学校围我，然后我逃跑，你被处分退学，要么你带几个人来找我谈判，我看谈不谈得拢，再决定揍不揍你宋凯一顿。陈峰心中抱着这个想法，给远在欧洲的父母发去一条短信，说明了一下自己和鼎盛集团如今的情况，然后便顺势拿起一本教材看了起来。若是让数学老师老康看到陈峰手中的书，恐怕又得再吃一惊。曾经的学渣陈峰，如今竟然已经提前预习高3的课程。陈峰在这头看书，校门口外的情况却是截然不同。此时门外的宋凯端坐在一张学生椅上，在他身后站着的便是课间操时间去找陈峰麻烦的飞机头、金毛和寸头3人。除此之外，还有30、50个或穿校服或是便装的男子守在门前，显然有不少是宋凯招募而来的社会人士。这群人都是一脸的凶神恶煞，紧盯着江城一中的校门，让放学离开校门的学生受惊不少。他妈的，那小子该不会是虚了，开溜跑了吧？寸头男生骂骂咧咧道。今天去6班挑事的3人中，就属他寸头最可怜，本以为第一个冲上去可以立功，结果却是被陈峰一巴掌扇翻在地，一张老脸丢了不少。宋凯听到寸头男的话，反倒显得很淡定，他一副识英雄重英雄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年轻人稍安浮躁，陈峰和我在江城一中争锋2年，成绩还算过得去，能成为本少爷敌手的人，自然不可能是你口中的懦夫。宋凯这逼装的不可谓不漂亮，然而其实在陈峰眼前，压根没有他这么1号人物。当初陈峰还是鼎盛集团的太子爷时，宋凯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罢了。即便是当初陈峰脚下的那条忠犬刘振东，都能将宋凯踩在脚下。在上一世的记忆中，刘振东的父亲夺得了鼎盛集团，宋凯便是刘振东脚下的一条狗而已。所以他这番话说的自己一副很欣赏陈峰的样子，实际上却是想在无形中抬高自己，作为他的狗腿子。寸头男自然哈腰点头称是，其余人也纷纷赞同。宋凯十分满意受众人恭维的场面，脸上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来，闭着双眼安然等待着。然而时间很快又过去了1个小时，宋凯脸上那享受的表情如今已经黑了一圈，
他刚还吹牛逼说自己多么了解陈峰，难不成这会儿陈峰真的逃回家去了？然后他像个傻瓜一样在门口蹲了快2个小时。第21，鸡腿逼供。想到这里，宋凯心中最先涌起的不是被耍之后的愤怒，而是扫向四周的小弟，心中生出一股尴尬的恼怒来。要是陈峰真他妈溜了，深深将他打脸在这群小弟面前，以后他宋凯还脸做老大吗？恼羞则容易成怒，宋凯此时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怒的一声朝旁边一个小弟喝道：“你给我滚去高2、6班看看，看那陈峰到底是在干嘛？”他宋凯是坐在那里等，为了突出他的身份地位，旁边的小弟可都是站着的，早就想走动一下，活动筋骨了。那男生听到宋凯的话，立刻应了一声，小跑着便进入了学校。10多分钟过去后，他便再次出现在学校门口，朝宋凯报告道：“老大，陈峰那家伙在课室里睡着了。”睡着了？宋凯猛地站起身来，揪住那小弟的衣领喝问道：“啊，是啊，老大。”我亲眼所见。那小弟见宋凯勃然大怒的样子，心中生怕，连声回答道：“他妈的！”宋凯顺势将身前的小弟推倒在地，大骂道：“陈峰，你个狗日的，竟敢耍我！”宋凯也不傻，他就不信陈峰没事待在学校到7点多8点钟，就是为了睡个大觉。他想了想，猛地回身揪住身后的飞机头，问道：“你们3个确定陈峰是和你说，放学之后和我在校门口见？”“是啊，是啊。”飞机头见宋凯迁怒到自己身上，也是吓得不轻，他连忙回头朝金毛和寸头2个人问道：“你们2个上午不是也听到陈峰的话了吗？”他这一手仇恨转移的不错。宋凯的视线立即从他身上望向了金毛和寸头，金毛连连点头，而寸头的话还是比较多。他朝宋凯说道：“老大，我们3人可都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这事可不赖我们。”他这话一出口，便惹怒了宋凯了。后者此时满腔的羞怒刚好缺一个发泄的口子。只见宋凯3步并作2步走到寸头面前，猛一蹬脚便将寸头踹翻在地，然后便是抡圆了拳头，毫不留情的一拳落到了后者身上。他一边打着寸头，还不忘怒骂发泄道：“不赖你，难不成赖我？你这头猪，难不成当时就听不出陈峰是在耍你们吗？打人是个体力活。”宋凯揍了2分钟，便累得一身大汗，停下了手来。金毛拉起被打成猪头一般的寸头，后者那狼狈的样子让旁边一直偷瞄着的飞机头大哥也感到一阵脸疼。此时已经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了，生怕自己也像寸头一般平白遭殃。可是没人说话的气氛却越发尴尬。最终飞机头作为宋凯的头号马仔，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不过机智如他，自然不会触到宋凯的痛处。他开口说道：“宋凯老大，那陈峰既然敢耍我们3个，那就是不给老大你面子，要不要我带人马进去，活剖了他，给老大你立威？”飞机头开口便承认了错误，倒是让宋凯有了一个台阶可下。冷静下来后的宋凯也不是傻子，他家作为江城煤炭产业的龙头，每年为江城共享的税收就不少，也是因此他在江城一中乃至江城黑白2道中都有一定的特权。可有特权不代表可以无法。若宋凯今天只是带人在学校门口打陈峰一顿，那就也算了，甚至他在学校内联合其他同学海揍陈峰一顿，恐怕也可以被当成是校园冲突处理。以如今2人的身份地位差距，最终宋凯可能连道歉都不需要，倒也就到此为止了。要知道宋凯今天带来堵陈峰的人有一半是社会人士，他们这些家伙大多是高中毕业后辍学的无业青年，受着宋凯金钱上的恩惠，变成了他的马仔。若是他带着这些社会人士进入学校去殴打陈峰，便是触动学校的底线了。那即便他身怀特权，学校忍得下这口气，市政府也不会让他在校园里这种舆论关注的地方胡作非为。再加上江城一中的大门装有隐形监控，证据确凿之下，说不定他宋凯还会连累到他老爸，最终落到和陈峰如今相同的下场。想到这无法承担的后果，宋凯心中便有些虚了。只不过在小弟面前，他自然不能表现出来什么。于是他猛地一敲飞机头的脑袋，骂道：“他妈的，你也蠢吗？我为什么要跟着陈峰的节奏做事？他不是想耍我们，让我们干等吗？走，我们回家去，让他在学校的冷板凳上睡一晚上，看到底是谁耍谁。老大英明！”飞机头挨了一下，却依然贴上笑脸说道。几十号人便在宋凯的命令下各自散了开去。校门外，宋凯等人2个小时的煎熬等待，对陈峰来说只是睡了一觉。等他迷迷糊糊睡醒之后，这才一个机灵，自语道：“哎呦卧槽，看书咋看睡着了？”等他背上书包来到校门时，宋凯等人早就已经散去了。不过陈峰也没当一回事，按照他原先的计划，如果宋凯真有毅力在那里等着，他开着座驾
保时捷911冲出去，倒是想试试谁敢拿身体来拦他。不过宋凯等人散去，总是少了些麻烦，陈峰也不太在意。开车回到了紫座陵，路过麦当劳的时候，没忘记买了4份套餐回去。早上那7个破门而入的壮汉，此时还等着他处理呢。在车库停好车，推开弄坏的大门后，陈峰便回到了家中。他丢下书包，提着麦当劳外卖，然后就走到了后面的私家庭院中。那7个大汉被饿了一天，此时已经安分了许多，忽然间却是闻到一股香喷喷的炸鸡味道，不少人立马眼泛亮光，眼珠子朝四处寻找着香气的来源。回头便看到了陈峰走了进来。陈峰提着几个麦当劳的外卖单子，有意无意地往那些被绑在树上蹲坐在地大汉鼻子上凑，眼中满是饶有趣味的目光在打量着几人。那些人闻到鸡肉香气，纷纷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陈峰，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解开我嘴上的封条，赏根鸡腿吃，其他事情好说。第22，陈峰的惩罚。7双嗷嗷待哺的目光满是期待地看着陈峰。壮汉们闻着特有的烤鸡香味，却不得吃到嘴里，肚子已经开始响起咕咕的不满叫声来。陈峰看着众人的反应，很是满意，他用挑猪仔般的眼神扫了一圈，最后点到一个人，说道：运气不错，好吧，就你了。陈峰见对方嘴巴上的胶带撕开，也不顾手上轻重，胶带扯动嘴巴周边的皮肤，疼得那人倒吸一口凉气。然而他这口凉气吸到一半，却是被满嘴的香气止住了。原来是陈峰将一根小巧的烤鸡腿直接塞到了他的嘴中。这人5大3粗的，身高超过1.8米，体重更是接近250斤。饿了一天那个劲儿让他几乎发狂，此时嘴中有食的，也顾不得那鸡腿还热得发烫，3、5口连肉中的脆骨一起咬断吞了下去。但是麦当劳的缩水小鸡腿怎么能填饱他这么一个壮汉？此时不吃还好，吃下一点可有可无的食物。然而让他的饥饿感越发强烈，他眼巴巴地看着陈峰手中的外卖袋子，单看袋子那鼓胀的样子，便知道里面还有不少吃的。还想吃不？陈峰从外卖袋子中取出一个香辣鸡腿堡来，汉堡外层那薄薄包装纸压根挡不住，飘香四散，惹得那壮汉直咽口水。旁边那几个依然被封住嘴巴的家伙，更是发出激动的声来，试图得到陈峰的注意。然而此时陈峰却忽然将眼前那人的封嘴胶带再次粘上，然后就那般坐在7个大汉中间的草地上，自顾自地吃起了汉堡来。他吃干净一个汉堡后，又拆开了一盒鸡块，就着加冰的可乐和酱汁大块躲移旁边那7个壮汉，便这么饥肠辘辘地看着陈峰进食，活生生体验了一番非人的折磨。喂饱自己后，陈峰这才从别墅中拉出来一把椅子，坐到7人的面前，将手中的外卖袋子随意丢在草地上，说道：接下来我准备和大家玩一个游戏，很简单的抢答游戏，奖品是食物。陈峰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加重了最后食物2个字的读音。果然7人的注意力瞬间便集中过来，陈峰这才开始宣布了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就是我提问，你们用后脑勺撞一下你们身后的大树，谁弄的声响大呢，便算抢到了第一次回答权。谁抢到第一次回答权，我便会解开他嘴上的胶带，同时奖励他一根鸡腿尝尝。说到这里的7个壮汉眼中已经开始发出亮光来了，看他们相互敌视的目光，一会有人将后脑勺撞破都不出奇，强烈的饥饿感已经让他们忘记身后的大树其实是坚硬的银杏树。那么游戏开始，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我想问的是，到底是谁给你们发工资的？本已经做好准备的7个大汉听到陈峰的问题后都是愣了一下，结果还是先去被陈峰喂了一根鸡腿的家伙积极，他轻轻用头撞了撞后背的银杏树，便抢到了这次的回答权。看来还是尝过甜头的人听话啊。陈峰笑了笑，再次解开那人的封嘴胶带，喂了对方一对鸡翅。他看着后者心满意足，囫囵吞枣一般连骨头咽下鸡翅，这才笑眯眯地追问道：现在说吧，谁是你们老大给你们发工资？那人咽了2口唾沫，把嘴角残余的鸡油都吞入腹中，这才一脸讨好的说道：我们其实都是双文会的人，最近我们大老大不知道攀上哪个权贵了，既然有钱开了一个保安公司，我们现在便算是保安公司的员工，为那个大权贵干活，工资自然还是我们大老大给我们开的。此时那个为首的男子不知怎么竟然用舌头顶开了封嘴的胶纸，他大骂道：愣子你个二货，给你口吃的真就忘了老大是谁？你想……为首男子的话还没说完，便被陈峰一脚堵了回去，他直接踩着为首男子的嘴巴，将他整个头踩到了地上，鞋跟几乎塞到了对方的嘴巴之中。陈峰还不满意，脚底用力碾了几下，这下可好了，为首男子的一口牙齿几乎都被扭了下来，嘴巴更是裂了开口，血肉模糊中一声咳嗽，竟然吐出了几颗沾满鲜血的牙齿来。陈峰这才满意的收回了脚，
然后在对方衣服上胡乱蹭几下，擦去血迹，这才满意的说道：“我忘了一点，如果没抢到回答权，擅自作答，或者答非所问，会有一点小小的惩罚。”陈峰用拇指抵着尾指最后一节，比出一个小小的动作的，接着说道：“比如像他这样，饥饿可以摧毁人的意志，却不会让人疯癫。但是恐惧就不一样了，在美食和悲惨下场的选择中，没有人会犯错误。”很快，陈峰便从这群人的口中交叉验证后，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消息。双龙会吗？呵，陈峰将后院那群人喂了个3分饱后，便自己回到了别墅中。他已经报警了，等会警察便会来处理。至于证据方面，陈峰家中便安装有隐形的摄像头，足以证明一切门口那还未维修的门锁，也算是补充的证据之一。当然，陈峰没指望警察能帮他出头，因为他当初好歹也是权贵之一，深知里面的门道。以当初陈峰家的权势，在江城便几乎可以横行，除非犯了滔天大罪，不然法规也奈何不得那南洋邪僧能轻容夺走鼎盛集团。在黑白两道间的能量又怎么会比陈家弱？说不定陈峰前脚把人送到警察局，后脚这群人便从里面大摇大摆离开了。不过这结果也在陈峰的预想当中啊。他还想这群人回去之后，将自己的实力暴露出去，这样一来，南洋邪僧留在江城鼎盛集团的代言人，说不定就会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己身上，而国外的老爸老妈就容易被忽略。有了装逼打脸系统之后，除非那南洋邪僧亲自出手，换做其他人来，陈峰总还是有把握应付的。第23，一中霸主。在等候警察来接受这7个壮汉的时间，陈峰随便通知了物业管理，让他们明天派人来把破损的前门修理一下，然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去，开始思考刚才审问得来的信息。片段式的审问已经获取了所需的必要信息，不过要串在一起，还需要足够的智慧才行。其实陈峰的遗传基因很不错，老爸白手起家，创立了鼎盛集团，老妈也是当年的大学女神，品学兼优遗传到陈峰身上的。除了那张白净秀气的脸之外，该有的学历能力和情商也都遗传了下来。陈峰坐在书桌前，拿出一张白纸，便在上面落笔。金字塔最上层的，便是会下降头的南洋邪僧，往下便是鼎盛集团的代言人。昔日南洋邪僧留在鼎盛集团的代言人，便是陈峰上一世的最大仇人刘建军。不过这一世因为陈峰的缘故，如今刘建军早已经死去了，更是被降头所化的毒虫吞噬尸体化灰而去，可谓死无全尸。但是陈峰刚才从那几个壮汉打手口中得来的消息，却是说他们双龙会的头号老大攀上了一个不知名的权贵人物。江城毕竟只是一个小城市，有权有钱的大多有来历可查，这个莫名空降而来的所谓权贵，恐怕便是南洋邪僧留在鼎盛集团的代言人了。陈峰在南洋邪僧的下面写上了代言人某某几个字眼，并用箭头表明代言人是服从着南洋邪僧了。除此之外，陈峰还了解到了黑帮双龙会上一世的时候，陈峰父亲淫荡入狱，母亲更是不断受人骚扰欺凌。那时候陈峰想找逼死他母亲的仇人，却一直不能得知。如今看来，怕就是这双龙会了。按照那些人的供词，双龙会的结构正如其名，有2位老大头号，老大名为庞军，也是双龙会的会长，谋算过人，但手段残忍，以深不可测的恐怖形象存在于手下的脑海中。2老大叶志曾经是个顶尖地下拳手，在一次泰国黑拳比赛中打死了一名黑帮老大的儿子，被人千里追杀，最后庞军救了回来，从此便加入了庞军的双龙会，成了会中的2老大。传闻当初那黑帮老大追杀叶志1天2夜，却是被反杀了40名手下，要不是庞军最终从中调和，最后谁死谁活还是未知之数。庞军、叶志、陈峰将这2人的名字下在代理人下方，很显然叶志在双龙会中的角色只是庞军的兄弟，或者说保镖。拥有双龙会核心权力的话事人还是庞军，而庞军则是通过某种途径结识了代理人。换而言之，代理人是发出指令之人，而庞军则是策划一切的帮凶。陈峰写下几人的关系和名字后，再次看了一眼，便将纸条收好，在抽屉之中。这些人2世都想谋害自己一家人，是绝不能宽恕的罪人。很快，警察便上门来了。他们看见陈峰小小年纪气度不凡，再加上紫竹林豪宅中的人非富则贵，而且录像和门锁上的损坏一目了然，很简单便信服了陈峰的描述，将那7人带回了警局。陈峰不禁感叹一番，恐怕也只有这些对江城顶层集团变动没什么关注的普通人，才不会对自己投以白眼吧。当然6班中的同学也不会，苏梦更加不会。一觉睡醒，陈峰依旧开着他的豪车出门上学去。今天再次碰到紫竹林大门的保安时，对方客客气气的态度倒是让陈峰暗暗讶异，他怎么也没想到
昨日自己不知觉中变现出来的一股气势，竟然已经让对方折服了。回到学校之后，陈峰一下车，竟然又惹来了一群人带头的人，显然便是昨日久等陈峰却不得见的宋凯。后者一看到陈峰的标志性座驾，便带人围了上来，因此陈峰一下车，便等同是被一群人围住了。陈峰，等你可等得我好辛苦啊！宋凯脸上露出笑意来，大步朝陈峰走了过去。按理说宋凯身后站了20多人，陈峰看见对方走来应该有些害怕，然而两世为人的陈峰阅历和心态都已经摆脱了高中生的志气，心中自信无比，淡然一笑应道：关我屁事。宋凯显然没料想到陈峰的反应，一张笑脸僵在了那里，脚下迈开的步伐也停了下来。陈峰却是懒得搭理他，越过他之后便往人群中挤去。那跟着宋凯同来的小弟们此时没得到命令，却是见陈峰一脸阳光笑容的走来，心中不自觉竟然有些害怕，下意识便想让开路来拦住他。宋凯总算是回过神来，回头逼近陈峰，便怒喝道：陈峰，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我要做一中的新主人。宋凯贴近陈峰，两人几乎是抱在一起，一般只是宋凯比陈峰矮上一些。一番话虽然是怒吼出口，可气势却依然无法改过陈峰。此时陈峰站在宋凯和他20多号手下的中央，宋凯想象的画面当然是羊入狼群，只是现在从气势上看来，却应该是鹤立鸡群。面对宋凯怒吼而出的称霸宣言，陈峰若无其事地看了对方一眼，应付了一句，然后转身便继续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他妈的，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宋凯伸手拉住陈凯的肩膀，不让他离去，继续追问道：没啥意思，你要当一中的校园霸主便当去呗，和我有什么关系？陈峰依然淡然地说道。宋凯已经被陈峰不温不火的态度惹怒了，按照他的剧本，陈峰要么发狂和他单挑一场，要么恻忍一阵，然后号召人马和自己干一场大的。现在这个样子，宋凯更像是一个追着大人要抱抱的孩子，只是大人压根懒得搭理他。此时围观的学生也慢慢开始增加，其中便有不少6班的同学看到陈峰被宋凯围住之后，偷偷的便跑去找老师解围了。宋凯知道再拖下去恐怕又是不了了之，宋凯已经受够这种有力无处发的感觉，直接下令道：装什么逼，给我揍他！第24真是可怜虫，校园里动手打架，走校规至少得挨一个处分。不过如今陈峰一家没落，宋凯便是一中里面最有权势的学生，日后学校要搞什么活动，指不定还要宋凯家里赞助一番，所以宋凯并不太担心校规的事情。听到宋凯的指示，最先动手的便是寸头男。昨天他在课间操时间前去6班找茬，被陈峰一巴掌扇倒在地，让他在圈子里沦为笑柄。这仇他想报很久了，蓄势已久的一击偷袭而去，从陈峰后背右侧打来，直扑陈峰的脸颊而去。这一拳要是打实了，恐怕陈峰的脸得肿上半个月。然而就在寸头正在幻想着陈峰惨叫倒地的画面时，后者却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回身便是一巴掌打来，和昨天那一掌一样。陈峰的手掌后发先至，在寸头的拳头距离自己脸颊不到5厘米的时候，将寸头一巴掌扇倒在地上，也终止了对方的一拳。同样的一巴掌，同样的后发先至，甚至是同样的落点，寸头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直觉，恐怕就连自己脸上的掌印都和昨天的一模一样，无论是大小还是红肿程度，似乎是看穿了寸头男的心思。陈峰居然还朝他笑了一笑，然后才回身应对。宋凯那群汹涌而上的马仔们只是可怜了寸头男，恐怕未来几天的梦魇里出现的都会是陈峰这张淡淡的笑脸。无论反应速度和战斗意识提高了多少，凭着陈峰如今的身体素质，都不可能一口气打垮20多人，那样的话累都会把他累死。然而宋凯的这群马仔也并不可能像军队一般，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陈峰冲入人群中，便如同狼入羊群，待到谁便算谁，不好运他的拳头专盯着这些人的脸部，死命往脸颊和鼻子上招呼而去。不一会儿，一个大好高中青年便会被他揍成猪头。当然这个过程后，他防御不到的后背上自然也少不了挨上几拳，还有不少人想抱住他的手脚，好限制陈峰的行动。不过在完美的格斗意识指导下，陈峰自然不会被别人束缚住手脚，那些试图抓住他手脚或者拦腰抱住他的人，无一例外都被重点招呼了一顿。被他招呼过的人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惨不忍睹，鼻子受到重创时的引发的眼泪鼻涕就着血液流下，不但恶心，还足够吓人。再加上这些高中男生毕竟只是学生而已，受到如此打击哪有不哭喊的道理，一下子场面便乱了起来。那些没受伤的马仔看到身边痛哭流涕，脸上肿得如同猪头的伙伴，心中那股冲动的热血瞬间被浇灭，
有第一个人停下手来，自然便有第二个随着失去战斗意志的人越来越多。陈峰应对起来也越发轻松，那些坚持不停手的家伙只会遭受到更可怕的招呼。兵败如山倒。很快，站在场中的人便剩下陈峰一个，其余的不是哀嚎着捂着口鼻倒在地上，便是被吓破了胆，然后装死倒地的家伙。看到自己的马仔在10分钟内便被打垮了，宋凯脸上的愕然和恐惧交替出现。此时陈峰正在缓缓朝他走来，望着陈峰身上那不知道是别人还是自己的鲜血，宋凯顿时有了尿裤子的冲动，他倒退2步，却是右脚踩上了左脚，一个踉跄便摔了个洗脚朝天。他此时已经顾不得面子，起身便想逃跑，可惜的是他刚撑起了上身，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眼前的阳光便被一道阴影挡住了，那是陈峰笔挺的身影。他妈的，你来啊，打我呀，打死我呀，我倒是看看你能撑多久。你爸破产了，你现在连紫竹院的房屋管理费和保时捷座驾的护养费都交不起了吧？宋凯被陈峰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吓得胆破心惊，一番威胁的话语讲出来，却好像哭泣一般。陈峰心中哭笑不得，但脸上依然是一副冰冷的杀神样子。他一巴掌甩了过去，在宋凯的脸上响起啪的一声脆响，然后才缓缓说道：说实话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喜欢被打的，不打你还叫得那么凄凉的乖不哭，哥现在就喂饱你。说着，陈峰反手又是一巴掌甩了过去，均匀的2道红肿在宋凯脸上浮现，完美的符合圣经中记载的神话。耶和华神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请把左脸也送上去，让他打个均匀。你，宋凯脸上火辣辣的，可心中的耻辱感更是烧穿了他的脑子，无比的羞耻让他压制住了心头的恐惧。他终于是跳了起来，用男生难以发出的尖锐叫声喊道：陈峰，你敢打我！尖锐的声音如同被捏住脖子的太监，落到围观同学的耳中，又引起了一顿狂笑。宋凯脸上烧起了羞恼到极致的火光，怒目环视四周，从牙齿中狠狠地挤出一句话来说道：谁他妈在笑？我保证你全家在江城都待不下来。我宋氏矿业太子爷说到做到。夹带的无比恨意和愤怒的话语终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围观的学生顿时安静了下来，生怕被已经发狂的宋凯惦记上。宋氏矿业是江城的支柱性企业，走到大街小巷中都是宋氏矿业的广告，要不是陈峰的父亲已经突起，以综合性经营的方针发展起鼎盛集团，江城的商业便是宋氏一家说了算。俗话说富可敌国，当一个企业拥有足够强大的能量时，即便是政府的行政力量也会做出让步。要是宋凯真的发了疯要针对谁，恐怕整个江城都没人敢阻拦。别的不说，单单是经济上的封锁，便足以让一个工薪家庭失去一切工作的机会，然后崩溃在经济压力之下。然而陈峰并不害怕，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比他更穷了，除了那套别墅和他那辆保时捷911座驾外，陈峰如今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陈峰的人生已经落到了谷底中，剩下的只有反弹了。在无数人的沉默中，陈峰的笑声便显得无比清晰。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笑了，就对着你笑，可怜虫你奈我何。第25，经济压力。你说什么？宋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今陈峰家道中落，未来的生活费用都成问题，更是因为过往的嚣张跋扈，如今处处受人白眼。这种情况下的陈峰竟敢说他是可怜虫，说他宋氏矿业的继承者，江城纳税大户的继承者是可怜虫。然而陈峰眼中直视着他的悲悯目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宋凯，在对方的心里还真是这么想的。不解、羞怒和无力感充斥在宋凯的心头，让他越加感到无地自容，仿佛真的变得可怜了起来。他强作精神，冷笑着威胁道：陈峰，你在一中校园内打人，我必定让校长按照校规将你处分劝退。你个屁！大伙刚可都听得清楚，分明是你让我打死你的，这是算个人癖好。你告到校办公室，恐怕也说不上理吧。陈峰大笑反击道：谁他妈听见了？站出来！宋凯同样大笑，眼中戏谑的眼神不断扫向四周围观的同学们。凭借他家在校董事会中的关系，谁敢在这种时候出来扫他宋凯的面子？然而总是有人的。在万众瞩目中，小胖同学再次一步跨出了人群，一张微胖稚气的脸上洋溢着正义感，说道：我看到了。宋凯真的有点开始怀疑人生了，难不成他宋氏家族的名头都是假的？他对眼前的胖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能简单粗暴地威胁道：死胖子，你真他妈想找死！我也听到了。莫等宋凯一句话说完，便又有人站了出来。众人循声看去，发现说话人竟然是校花苏梦。陈峰也回头看去，
不禁心头一暖，果然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苏梦依旧是那个不畏权贵，如白兰花般高贵纯洁的苏梦。宋凯同学，你先是待人围堵，试图伤害陈峰，陈峰同学被迫自卫反击，放在哪都有道理，可讲的。这是真闹到校办公室去，我会去作证的。苏梦一脸认真地朝宋凯说道。听到班中女神都这般勇敢地对抗宋凯，在围观的6班同学便嗷嗷地站了出来，纷纷附议。宋凯看见这般场景，便知道今天自己占不到便宜了。江城一中作为是排名第1的高中，除了陈峰、宋凯这种权贵子弟之外，必然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优秀学生来支撑学校的声誉，以权贵学渣的超额学费和赞助费用来维持学校的师资和物资水平，然后反过来补助贫困学霸，再以学霸们的优异成绩撑起整个学校的重点大学升学率。这便是江城一中一向以来的套路。高2 6班正就是这样的尖子班，以苏梦为首的学霸以及特长生聚集其中，是江城一中冲击明年全国前10大学升学的核心战斗力。可以说明年江城一中的脊梁骨能不能挺直，就看高2 6班的表现了。所以即便是宋凯，也不可能让学校将6班的同学都进行处分驱逐。本来这种尖子班是不可能让陈峰这样的纨绔子弟混进去了，然而当初鼎盛集团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陈胜也想自己的儿子在尖子班中耳濡目染，可以慢慢进步。在交纳巨额的赞助费以及动用多方关系后，陈峰这才以绝对差生的身份加入了高2 6班。宋凯此时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了，他颤抖的手指指向陈峰，说道：好啊，好你个陈峰，没想到你还留着这一手，竟然把尖子班的同学都提前收买了，这就是你可怜的地方。陈峰叹了口气，摇着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道。6班同学的友谊是陈峰的意外收获，或许也就是这些沉浸在知识海洋里出身普通的好好学生，才能保持一颗简单的心去对待陈峰。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曾贪图陈峰的财富和权势，今日自然也不在乎陈峰失去了这一切。好，很好，你们给我记住了。宋凯一再受挫，此时不单单是脸上兜不住，精神也快要崩溃了。他脸上露出癫狂般的笑容，带着小弟们一哄而散。这件事情让6班的同学都被宋凯惦记上了。虽然在学校里，宋凯真不能对他们进行像样的报复，可学校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上一世的苏梦，便是因为他父亲欠债的缘故，不得不同意刘振强的逼婚。经济迫害对这些出身普通而言的尖子生，便是最有效的方法。陈峰看懂了宋凯脸上的癫狂笑容，心中如同沉下了一块巨石一般，必须要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来，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无论是同学还是苏梦，陈峰看着宋凯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苏梦以及一群同学，默默在心中定下了一个目标。如今陈峰的处境其实和宋凯说的没有太大出入，即便他通过提前的转名，将紫竹林别墅和那辆保时捷911从父亲陈胜的名下划了过来，可也只能保证了陈峰基本的使用权而已。紫竹林享有完善的园林管理和保安设置，代价便是每月高达数万的管理费。这点钱对曾经的陈峰而言，真的就是一点零花。可如今的他却不得不担心下个月的缴费单。除此之外，陈峰的保时捷911也不是省油的灯，每个季度的保养费和昂贵的保险都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很显然，陈峰现在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支撑这种生活了。他现在有2种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卖掉保时捷911，即便是贱卖，换回来的钱少说有几十万，够他1年半载的花费了。第二个选择便是白手起家，去创造一个有收益的势力，无论是成立公司、开个体户、做些买卖赚钱都好。实际上也只有第2条路才是长远之计，不然陈峰现在卖了保时捷911，以后卖什么？难不成要将他和父母生活了10多年的紫竹林别墅卖掉？那他重生一辈子，不又混得和上一世一般，落得个流浪街头的下场？陈峰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最终落到实处的便是装逼打脸系统。他在心中默念，看来之前存下来的那些装逼打脸值，这次应该用得上了。第26发财大计让宋凯知难而退后，6班的同学们便一起回到教室上课去了。不得不说，经历过昨天课间操事件以及今天早上集体替陈峰出头的事情，6班同学之间的感情又深厚了许多。不少以前摩擦留下的小别扭、小情绪，在这个早上都烟消云散了。似乎大家忽然都懂了，如果某一天自己需要帮助，那么身边这些同学都会像今天帮助陈峰一般，站出来帮自己。在这份信任下，那过往的那些小摩擦、小别扭又算得上什么呢？早上第1节课是生物课，陈峰上一世落魄后明白到知识的重要性，在苏梦的帮助下，已经将高中的课程完全掌握了，所以他现在的心思也不在课堂上，一双眼睁得大大的，仿佛是在看黑板。
可实际眼中却没有焦点，仿佛一个植物人一般。陈峰的意识其实已经集中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的界面上，那便是装逼打脸系统浮现的虚拟界面。装逼打脸系统很是神奇，每当陈峰在意识中下达开启系统的命令，他的视网膜上便会出现一个虚拟平面，直接出现在他视野中，却不会被外人看见。虚拟平面如同一张布幕一样，铺平了打开，在陈峰的视野中，其中有5个分栏栏目挂在视野左侧，仿佛网络游戏中的工具栏一般，分别为人物属性栏、抽奖系统、物品栏、任务栏和商城。在意识中下达指示，进入人物属性栏后，陈峰便看到了一组关于自己的信息。宿主陈峰，身体数据男，18岁，身高176厘米，体重69公斤，骨架偏小，体型高瘦，身体素质综合评分70分，特殊技能格斗术精通，装逼打脸值37700点。原来不知不觉中就积累了37000多的打脸值了。陈峰小小的惊讶了一下，要知道一次抽奖只需要1万点，37700便差不多可以抽取4次奖品。随后陈峰跳过了较为熟悉的抽奖系统和物品栏，便点开任务栏目。这一栏里面依然是空白，不过任务栏这3个字很清晰地告知了陈峰，关于这个栏目的功能既然没有出现可以领取的任务类型，那这个任务系统应该就是单纯触发类的。陈峰曾经也是闲的没事干、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网络游戏自然也玩过不少，这些个任务类型和套路都清楚得很。此时陈峰真正记忆重忘的便是最后一个栏目商城。按照字面意思和游戏经验，很显然商城便是用于购买或者交换物品的，说不定那37000多的装逼打脸值便可以充当货币，从中换取珍稀物品。如果上次我替父亲解毒降头用的一品混元丹，可以通过商城交易获取那么我换取后，拿出去黑市进行拍卖出售，恐怕一颗混元丹就能换来上百万的金钱。要知道，一品混元丹可以解除一切负面状态的功效，除了解毒之外，恐怕还有疗伤治病的功效。这世界上多的是患病的有钱人。想到这里，陈峰心中满是期待，于是他迫不及待的便在意识中下达了点开商城系统的指令。就在他下达指令的几乎同一个瞬间，装逼打脸系统那机械冰冷、不分男女的提示音却久违的响了起来。商城系统尚未激活，激活所需装逼打脸值3万点，请宿主陈峰确认是否激活。3万点打脸值，陈峰在心中惊讶大骂道：若不是装逼打脸系统没有人格意识，恐怕陈峰真会喷他一脸。3万点可就是3次抽奖机会，前2次陈峰抽奖分别得到了格斗术精通技能书和一品混元丹，2样物品都恰好满足了陈峰当时的需求，可谓是雪中送炭，其中含义和价值根本不可计量。得到格斗术精通技能书的好处先不说，若没有一品混元丹，恐怕如今陈峰父亲的下场还和上一世一般，生死都被那南洋邪僧玩弄于股掌之中，哪能像如今这般安然到欧洲游玩。3次抽奖机会和开启商场2个选项，2选1。陈峰在脑中不断的权衡着利弊，最后咬了咬牙，在意识中猛地吼道：他妈的，给我开启商城！没有光芒四射，也没有杀气冲天。就在陈峰确认了开启商城的命令后，本来灰色的商城栏目颜色一亮，变成了可以点击的模样。陈峰看到了变化，接着便下达了再次打开商城的命令。狗日的，康老子啊！随着他的命令落下，进入陈峰视野中的是一组新的小分栏。小分栏建立在商城系统之下，分为装备、技能书、丹药、虚灵兽和杂货。看到虚灵兽这么高大上的名字，陈峰自然是二话不说就想点进去看个究竟。然而此时万恶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这才惹出了陈峰上面那句大骂。毫无感情的系统音说道：商城虚灵兽栏目尚未激活，激活所需50万装逼打脸值，宿主剩余装逼打脸值不足，命令取消。50万。陈峰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肌肉无意识的抽搐了2下。感情系统已经把打脸值当成了白开水一样的东西，以为要多少有多少是吧？无视了这个价值50万的栏目，陈峰依次点击了装备、技能书、丹药3个。商城系统下的小分栏得到的提示分别是尚未开启，对应需要的开启点数是10万、20万和30万。好样的，系统你成功坑了老子的3万点打脸值！陈峰扶额无语，然后完全不抱希望地点向最后一个小分栏杂货类分栏。只是这次久违的人品终于回到了陈峰身上，系统的坑爹提示音没有再次响起，他顺利的进入了杂货类分栏。入目的便是一个个微缩图，代表着各式各样的商品，邻里满目地铺满了整个虚拟荧幕。陈峰暗暗惊喜，快速的浏览了一番杂货类栏目中的商品，
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暗暗赞道：卧槽，这次真要发大财了。第27，无脑刷分。杂货二字看似低端，可在装逼打脸系统之中，却是和成套的装备、技能书、丹药以及那一看就牛逼哄哄的虚灵兽相比而来的。陈峰在杂货类分栏第一页，便看到了一种熟悉的硬通货——黄金。一克黄金只要100点打脸值就便可以兑换。一克黄金现在大概是300块的样子。陈峰脑中飞速的开始了计算，100打脸值换1克黄金，然后可以换3张100的红色票子，也就是1点打脸值价值3块钱。狗日的！那我开启商场花的3万点装逼打脸值，不就是9万块大洋？陈峰的心有点痛了。可不开启商场，又怎么能挖出这么大一个金库呢？前期投入，都是前期投入，没有投入哪来收益呢？莫慌莫慌，陈峰自我安慰道。沉下心神来，很快便想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天才想法来。随着陈峰这个想法开始实践，难得安静了片刻的江城一中，又卷起了一场莫名的风暴来。这场风暴叫做寸头风暴。第二天一早，陈峰便将头发几乎剃光，留了一个干净利落的板寸头，开着他的保时捷911来到了学校，然后借着课间操全校同学集合的机会，他隆重地宣布了一个消息：江城一中学校板寸联盟正式成立。板寸联盟的规矩很简单，理一个干净利落的板寸头便是头号要求很快。板寸联盟便在陈峰昔日余威的带领下蓬勃发展了起来。无论在校道、操场还是课室走廊，几乎校园每一处地方都可以看到陈峰领着他板寸联盟的兄弟在那里学雷锋做好事。试想一下，10来20个几乎光头的男生拿着扫帚在帮校园清洁大妈打扫过道的落叶，抢着给女生打早餐，为老师搬抬教学用品，那场面是何等的风骚且惹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在陈峰的带领下，板寸联盟隐隐与宋凯的那群马仔抗衡着，往往一言不合就是开操。今天陈峰带着身后的寸头兄弟们正准备去帮饭堂阿姨搬运食材，路过篮球场的时候，便看到一个男生不小心撞上了宋凯，此时正被后者一群小弟围着欺凌。看到如此画面，陈峰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朝身后的兄弟一挥手说道：兄弟们，前方同学有难，速速去救。说完，他自己带头便冲了上去。只是在陈峰心中默念的却是：妈的，又是一大批装逼打脸值啊，谁都别和老子抢。就在陈峰带着板寸联盟在江城一中装逼打脸无脑刷分的时间里，陈峰在校园中的风评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来。其中一派便是指责陈峰不务正业，带着一群同学在那里装假着做好事，实际上却是想要出风头。支持这个派别的多半的是老师，特别是陈峰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老康。上次他看到陈峰用15分钟便将数学考题做出满分来，本以为可以推举对方去参加奥数班，帮他赢得一些教学加分，可没想到陈峰直接拒绝了他，然后变成了这个寸头联盟，惹得老康勃然大怒，带头讨伐陈峰。另外一半指责陈峰的便是宋凯的人了，他们是觉得陈峰如今家道中落，没办法凭着前世作威作福了，竟然想出这个办法来装逼，但偏偏陈峰装的这些逼多半是打着宋凯这伙人的脸装出来的，这就让宋凯十分尴尬了。老大，陈峰他这么嚣张，这显然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啊，要不要我们蹲他一波校门口，揍他一顿教育教育。今天宋凯带着小弟溜达的时候，又碰见了陈峰在帮助校园保安种监护栏那一排的寸头男生和保安有说有笑在干活，装逼炫酷不说，那其乐融融的气氛让宋凯都有些羡慕起来。听到身侧纹身寸头男小弟的提议，宋凯莫名就一肚子火上来，他反身一脚将寸头男踹翻，然后吐了口浓痰在后者身上，骂道：他妈的，你个扑街竟然也理了个寸头，是不是想加入陈峰的联盟？有胆子你就给老子走！说完，宋凯便领着其余小弟走远了。去可怜寸头男，他这大光头是在半个月前就理好的了，那时候陈峰的板寸联盟还没有影子呢。然而这事也只能怪他倒霉。飞机头拉起了寸头男，投去一个怜悯的目光，看对方头发的生长速度，恐怕未来1个月内都难以摆脱寸头的定义。换句话说，寸头男恐怕要给宋凯当1个月的出气筒了。想到这里，飞机头男生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飞机头，心中庆幸还好陈峰不是搞出一个飞机头联盟来，不然遭殃的可就变成他了。课间时间风骚游荡，上课的时候陈峰却依然会出席寸头联盟的第2大原则，便是不违反校规，所以一因会触犯校规的事情都是被陈峰禁止的，他自然也会带头做到。此时将近上课，陈峰便解散了队伍，回到了高2 6班中。和他一同回来的还有6班的篮球队的2个男生。不得不说，陈峰这个寸头联盟一不干坏事，2不坏校规，一大群人
华丽拉风的学雷锋。闲着没事，一大伙人还可以聊天打屁，聊聊女生，对高中男生的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强。苏梦看了一眼从课室门进来的陈峰，眼中露出一丝失望的眼神。他本以为陈峰经过这次受挫以后会变得认真起来，好好读书学习上次数学测验。陈峰获得满分的事情不仅仅是惊呆了班主任老康，其实苏梦也很是惊喜。然而转过头来，陈峰又去搞了一个什么寸头联盟。其实寸头联盟在女生中好评是做多的，因为陈峰学雷锋做好事的具体事项很多就是帮助女生打水打早餐，只是不知为何苏梦心中就是有些失望。不对，我为什么要对陈峰感到失望？难不成我原先在期待着什么？苏梦忽然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对劲，仔细想起，脸上忽然又泛起一丝羞红来。第28元材料的价格，原来在陈峰这2年的糖衣炮弹中，其实苏梦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些喜欢陈峰了，只是她这么一个要强的女孩，根本接受不了和陈峰这么一个富家公子谈恋爱。可以想象，若是2人当初真的走在了一起，在旁人看来，苏梦便只是因为贪图陈峰的前世，便出卖了自己的感情，这是苏梦不能接受的事情。本来以陈峰的生活轨迹，在鼎盛集团的助力下，是注定和苏梦没有交叉的，他也早早就已经死了心，打算让这一段情愫埋在青春的记忆中。然而这鼎盛集团易主，陈峰父亲破产出国，这件事情虽然对陈峰百般不利，但实际上苏梦却是有些小高兴的，因为这样陈峰与他那巨大的阶级鸿沟就被填平了，2人重新落在同一起点上。作为江城一中的学生，作为高2、6班的同学，说不定2人最终真的可以走到一起去。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苏梦自己也不曾弄清楚，但是他屡次帮陈峰出头，和默许了对方的接近，其实便已经表露出许多态度来。他期待着陈峰和他一样，开始认真学习，明年考上大学，若陈峰依然喜欢他追求他，他便会同意和陈峰一起了。想到2人在大学校园漫步校道，泛舟湖上于无人之处亲吻的画面，苏梦脸上的红霞越发滚烫，可现实却是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即便陈峰家道中落，对方的生活轨迹依然和自己不一样，寸头联盟现在看似风光无限，可日后他的目标是首都的重点大学，以陈峰如今的作风，恐怕是不准备上大学了。苏梦再次望了陈峰一眼，叹了口气，便也不再多想，整理好桌面准备上课了。这节课是政治课，讲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陈峰依然是装作一副认真看着黑板的样子，实际上则是开启了装逼打脸系统，进行着操作。只是苏梦此时刚好忍不住回头朝他看来，却是发现陈峰眼中失神，压根没在听课，心中的失望又浓厚了几分。陈峰哪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落到苏梦眼中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此时他打开了装逼打脸系统的商场，便开始查看今天的收获。他点开了人物属性的栏目，将目光锁定在装逼打脸值的点数上，12100点，12000出头的样子。看来同类型的装逼打脸重复进行的话，装逼打脸值的增加速度会不断放缓。陈峰这几天在刷打脸值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对系统的反馈进行测试。他很快便发现了，每当针对新的某人或者进行新类型的装逼打脸，获得的装逼打脸值奖励都会有质的变化，而每当重复，比如他对宋凯一伙人进行的无数次打脸，收益便会越来越低，到最后只是几十的增加。换成黄金的价值，也就是大概100块钱一次，可谓毫无价值。要知道他当初第一次打脸宋凯时获得的奖励可是上万点，看来系统的机制还是很完善的，不可能让王小飞进行永无止境的刷分行为。不过12100点换成黄金拿去卖，好歹也能换回来3万块钱了，勉强够他下个月的紫竹林管理费和部分生活费，这还是陈峰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如今陈峰3顿都在学校饭堂吃，一天花不到30块钱，大头其实还是紫竹林别墅的管理费。至于他那辆座驾每月1次的清洁保养惯例，只好暂时打破了。要是下个月的收入还是这般可怜，说不定他连加油费都出不起了，到时候不得不走路上学，那可就尴尬了。除了黄金，会不会还有其他性价比更高的玩意呢？陈峰想到自己辛苦装逼1周，只能换回来3万来块钱，心中便不得舒畅。要是让一般的上班族知道他的想法，恐怕恨不得骂死他。别人1个月辛苦上班能拿1万几千，已经算中产阶级了。陈峰这简单装个逼打个脸，1周就有3万，还想咋样？要飞上天？陈峰再次进入商城，点开杂货类分栏后，便往后面的分页翻了过去。杂货类的商品一次性1000种物品出现，若是不满意出现的物品，右上角还有一个刷新功能。陈峰尝试过1次，每次刷新要3万点装逼打脸值，约等于价值9万的黄金。现在他这个穷逼是消费不起了。1000种物品的微缩图放在虚拟荧幕上，
被分成了20页，第一页是常见的金属，比如铁、铝、银、铜、金等等，价格相当统一，通通只卖10个打脸值每克。对陈峰而言，那自然便是换贵金属，黄金最划算了。其实铂金比黄金还值钱一些，不过这玩意不好出手，毕竟金砖谁都认得，可铂金就难说了。翻过看过的第1页后，第2页到第5页依然是各种金属，不过都偏向于合金类。之后的6到13页便是各种各样的木材。虽说紫岭木和海南黄花梨都是黄金木，可实际上还是没有黄金贵重的。继续往后翻去，便是石材和生物标本。简单而言，从金属、木材、石料到生物标本等原材料，都被装逼打脸系统归类为杂货类商品。对这4种类型原材料的标价，系统都是每一类统一价格的，比如铁和黄金的标价，便都是一样的10个打脸值每克。紫檀木和柳树木一样，都是10个打脸值每千克。至于石料，便是10个打脸值每吨。陈峰估计，在系统的判断中，金属便是金属，不分高低，同样的木材便是木材，石料便是石料，也没有贵贱之分。唯一特殊的，便是生物标本类原材料。系统对每种生物原料的定价都不是一样的，有的上千打脸值1克，比如沙漠红蝎心头血，有的只要10个打脸值便有1吨。比如猪肉，可惜系统只出售不回收，要不然我拖1吨废铁来换1吨黄金，那他妈才是赚大了。陈峰在心中歪歪了片刻，最终还得回归现实，开始研究最有价值的兑换品种。第29，加工空间。研究得从实验开始，陈峰便直接开始了第一兑换。为了摸清楚兑换的情况，第一次陈峰只打算换取1克的黄金，他在脑海下下达了指令。很快便听到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宿主在商场中申请兑换1克黄金，请确认。确认。陈峰直接在脑中回答道：兑换成功，请宿主确定是否需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机械的声音再次在陈峰脑海中响起。什么？还可以加工？陈峰惊讶地问道。可惜系统从来不会回答他的问题，那玩意就是一个死板的程式而已，需要加工。陈峰早已经熟悉系统的脾性，也没有什么脾气，反正只要试验一次，便什么都知道了。确定进入加工程序，系统提示音响起的同时，陈峰眼前的虚拟光幕焕然一变，商城界面被直接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3维影像，一小粒黄金正漂浮在陈峰的视野之中，在那颗黄金粒的上面还漂浮着一行数据，随着黄金粒的浮动而浮动着。标准黄金1克，标准球体形式，半径 0.235 厘米，漂浮的数据如此显示着。那应该怎么加工呢？拉长。陈峰看着漂浮在视野中的小小黄金粒，猜想到随着他脑中的意念移动，眼前的黄金粒竟然便听话的开始了延伸。本来圆滚的一颗金珠开始变长变扁，同时上方漂浮的文字数据也在快速变动着。标准黄金1克，椭球体，长轴 0.3 厘米，短轴 0.21 厘米，扁率 0.3。标准黄金1克，椭球体，长轴 0.4 厘米，短轴 0.14 厘米，扁率 0.65。标准黄金1克，不规则类圆柱，轴长2厘米，最大厚度 0.09。停住！陈峰在脑海中下达命令。果然，这个加工过程是完全对应陈峰的想法的。拉长的过程瞬间停了下来，然后陈峰意念一动，那被拉成金箔条的黄金瞬间恢复成一个球体，长方形、正方形、菱形、锥体。陈峰此时便如同发现玩具玩法的孩童一般，在加工页面中反复折磨着眼前的1克黄金。很快他便将整个加工页面的功能摸清楚了。如果你的想象能力足够强，你甚至可以将这1克黄金雕刻成100朵小金花。问题只有一个，就是那么薄的花瓣，从商场兑换出来到现实环境中，会不会被自身的重力破坏掉？妈的，这下真的发财了！陈峰将雕刻好的1克黄金从商城中兑换了出来，便落到了手掌之中。他小心翼翼地将雕好的那朵金花放在桌面上，薄薄的几片花瓣上，却连叶脉的走势都清晰可见。这种工艺的附加价值还远在这1克黄金之上。可以这么说，这1克黄金价值可能不到300块钱，但这朵金花卖1000块钱，却肯定有人要。兴奋的精神状态刺激了肾上腺素的分泌，陈峰感觉自己整个人乐呵的不行，心脏有力的跳动着，仿佛就要蹦出嗓子来。他想了想，干脆猛地站了起来，朝正在授课的政治老师说道：老师，我肚子疼，可以去上个厕所吗？政治老师是个女老师，向来好说话，点了点头，便放陈峰离开了。离开教室后的陈峰狂奔向校园的东侧围墙，这里翻墙逃课的圣地。在之前2年，陈峰已经翻过上百次了，许久未尝练习的技艺依然熟练。陈峰轻而易举的便翻墙离开了学校，然后拦下一辆出租车，
便来到了江城的南城步行街。江城的发展很有规律，早年的市政府在南边，于是南城便围绕便捷的市政道路，发展成南城商圈了。随着南城的发展潜力慢慢被挖掘一空，如今江城便打起了往北发展的口号，新兴的江城核心商业区便在北城建设了起来，并慢慢取代了南城商圈。于是乎，曾经最为繁华的南城步行街，如今却开始凋零。不过南城步行街的商户虽然有不少搬迁去了北城，但许多老字号的店铺却留在了那里。慢慢的，南城步行街变成了老货淘宝街，许多人便是特地去那些老字号店铺寻宝的。进入了淘宝街，除去街道两边零落的店铺外，更多的是占据了半条街道的地摊店，叫卖声和讲价声此起彼伏。和现代化的快捷不讲价的商业街相比，少了几分繁华，却多了几分烟火气。回收黄金白银饰品，全街最高价，另售一批翻新金饰，纯度有保证。喜欢的来看看。明朝的古铜币，有识货的来看一眼喽。旧书交易中心，有买书卖书的都来看看，指不定就有绝版小说丢在摊上。去年可有人在我这淘着一本宝贝，卖了6万多。陈峰走马观花的在淘宝街中绕了一圈，锁定了几家潜在的交易对象，这才凑近了其中一家。这家地摊上丢了个牌子，写着收购一应艺术品的牌子，然后老板便坐在一边看自己的手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陈峰直觉认为这家店不错，便凑了上去，问道：老板，这玩意你收不收？什么玩意？涂染料的假花我可不要。店主瞥了一眼陈峰手中的金花，摇了摇头，便继续看手机起了。陈峰见他没有兴趣，便转身往第二家目标店铺走去。然后没等他走出3步，那老板便忽然一个机灵跳了起来，险些没把手机甩了出去。等等，年轻人，回来回来！老板连连朝陈峰招手，大声呼喊道。陈峰便反身走了回来。你那金花，再给我看一眼。老板堆起一个笑脸，看向陈峰说道，后者便直接将金花放到了老板的手中。反正以陈峰如今的能耐，倒也不怕一个半百的老头子抢他的东西。老板小心翼翼地接过金花，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个小倍数放大镜看了半天，这才感叹道：天哪，年轻人，你这玩意是从哪找来的？捡来的。陈峰露出一个坏笑来，随意地回答道：第30倍价格。听到陈峰的回答，地摊老板也没有说什么。来淘宝街卖东西的人很多都没有正当职业，换句话来说，小偷流氓抢劫犯什么人都有。老板已经50多岁，一辈子都在南城居住，什么人没见过？除非是显而易见的贼赃，比如印有公司名的金砖之类的赃物，不然他也不担心什么。他见陈峰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意思，自己便直接说开了：年轻人不要担心，我不是追问这玩意的来历，只是好奇到底是哪家的工匠可以将柔软的黄金雕刻到这种精度。为什么是工匠呢？难道不能是机器量产的？现在科技可发达了。老头陈峰故意换上一副痞子的话语说道。小娃子有个屁的常识。老板一脸嫌弃的看着陈峰说道：机械生产不是不能做到这种精度，但那已经是军用的级别了，军用级别的工厂没事会给你做小金花。老板呸了一顿说道：这金花按重量算，我付3倍的价钱买了。3倍？陈峰默默点了点头。这金花重量就是1克，市面上1克黄金是300块钱，那3倍就是900，和陈峰预算的1000差不了多少。老板见陈峰点头，便准备掏钱，不过陈峰却是一笑，止住了老板的动作，说道：别急，老头儿，我总得价比3家吧。随你老头儿摊了摊手臂，显得很随意，也不知道是对自己的报价信心十足，还是不太在乎这笔900块钱的小生意。陈峰又去之前锁定的几家店转了一圈，果然还是老头的报价最高，所以他再次回到老头的摊前，说道：老头，果然是你报价高啊，掏钱拿去。陈峰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将金花递给对方，说道：老头也没有趁机砍价，其实隔壁几家最高给的才是2倍市价，也就是说老头只要给出600往上的价格，陈峰都得卖给他。结果900块钱后，陈峰点了点数目后，便心满意足的收下了。这毕竟是他真正自己赚来的第一笔钱，意义非凡。将钱都入裤袋后，陈峰便看见老头拿出一个锦盒，将金花收了起来。看对方的样子，显然是真的觉得这金花值钱。陈峰想了想，又喊了老头一声，问道：老头，还有点事问你。直接问老头收好金花后，便又在那里玩手机，头也不抬的应了陈峰一句，也不知道他50多岁的年纪，怎么还对手机那么感兴趣的。嘿嘿，陈峰附到对方耳边说道：我是想问，如果这类型的金花还有一大批，你能吃下多少分量？什么？老头显然被惊到了，他讶异道：难不成你
正从哪里偷来了一台军用加工设备，用来生产这种金花。若真是这样，大量生产后的金花价格肯定会下降。老头报出这3倍市价的价格来，其实便是看中金花的艺术性。应该老头判断这朵金花应该是出自哪个大师工匠之手的。不是，是同样的工艺，不同花样的陈峰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来，让老头已经50多岁的小心脏都忍不住漏跳了一拍。你是说，雕刻这朵金花的工匠准备大量出售他的产品？老头追问道。恐怕他想破头也不会猜到，这金花还真是可以量产的类型。当然，如果老头不喜欢量产的产品，陈峰也可以在商城中的加工空间为他量身打造需要的产品。看着陈峰似笑非笑的样子，老头的心跳加快了不少。作为艺术品收购商人，他后背可不缺乏销售渠道，真正缺的便是有价值的产品。若是在陈峰这边可以将供应通道打通，那可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小生意了。他沉吟片刻，低声朝陈峰问道：你背后的工匠会接受定做的任务不？我实话告诉你，我身后有渠道通往一堆有钱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定制的高端工艺品，比如紫檀木雕以及各类饰品。如果你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原料，我甚至可以供应原料给你们，只要你身后的工匠负责雕刻就好。老头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这朵金花是出自陈峰之手的，如此技艺若不是用军用设备定制量产，那就只能是出自老工匠之手。没有20-30年的沉淀和反复练习，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所以陈峰就算在娘胎便开始练手，看他20不到的年纪是怎么都丢不出这朵金花来的。定制或许可以，但是你的报价呢？陈峰笑眯眯地问道。老头儿见陈峰有几分答应的意思，心中狂喜。他说道：金饰的雕刻上不得大台面，如果定做的话，主要是做黄桃木和紫檀木的雕刻品。如果你们出原材料，我可以报原材料市面10倍的价格给你。10倍？陈峰心中迅速算了一笔账。木材的兑换是以1000克公斤算价值的10个装逼打脸值可以换1000克，大概值个100块的样子。按照这样计算，只是黄金价格的1/3左右。但现在老头给的是10倍的报价，那就不一样了，相当于每一个打脸值可以换回来100块钱，比直接兑换黄金划算多了。算清楚这笔账后，陈峰心中的喜悦不比老头少，只是两人都是老练之人，生怕露出了心里的想法被对方砍价，所以才死憋在那里。陈峰想了想，推脱说这是最后还得让师傅来做决定，然后问老头拿了一个名片便回去了。等他翻墙溜回去学校的时候，整个下午课程都已经结束了，他便干脆回教室拎了书包便准备回家。然而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不好，陈峰一走出教室门口便和苏梦撞了一个满怀。相比陈峰的69公斤体重，只有46公斤的苏梦便如同纸一般轻盈，碰撞的力道轻而易举将他撞倒在地，让他手中抱着的作业本也如天外飞仙般洒了一地。第31，苏梦的家。不好意思，苏梦你没事吧？陈峰看清楚自己撞到的人后，连忙伸手想要扶起对方，可惜苏梦自己便很快速地站了起来。陈峰伸出的手落在半空中，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收了回来，然后便俯身去帮苏梦捡起散落在地的作业本。他一边收拾着，一边朝后者问道：话说放学都有半小时了，你怎么还不走呢？我想先把老师批改好的作业拿回来发放下去，那样同学明天早上一来便可以看到了。苏梦低着头检视着地上的作业本，回答道：这样啊，那其实明天早上来的时候再拿也不急啊。陈峰的手脚灵活，很快便将散落的作业本收拾好，叠成一沓递给苏梦，笑道。陈峰的笑容一直很阳光，继承于母亲的2个酒窝和整齐洁白的牙齿，却勾勒出大男生特有的魅力来。以前陈峰的笑只是好看，总感觉缺了点精气神，可如今他重生第2世，心底的那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自信，补充了气质上的缺陷。换句熟悉的话来讲，陈峰如今的笑容充满了正能量。正能量总是吸引人的。苏梦看着近在眼前的阳光笑容，不禁愣了愣神，等回过神来时，便是满脸的红晕和心跳加速。他一把接过陈峰手上的作业本，便逃似的转身进入了6班课室。陈峰一时没察觉苏梦的身体变化，只是觉得对方一惊一乍的表现充满了可爱的气息。他跟着苏梦走进了科室，鼻尖却是闻到了一股芳香，那是苏梦头发上的香气。2个暗怀情愫的家伙便在那假装着无视。苏梦拖着那沓作业本按照座位一个个分发了下去，陈峰则是在门口的位置盯着苏梦的背影发呆，脸上露出有些憨豆的笑容来，却依然好看。等苏梦分发完作业之后，两人便自然而然的一同往校门处走去。迈步虽无声，但路上却都是荷尔蒙碰撞的声音。苏梦将书包抱在胸前，仿佛这样就能遮掩住那激烈的心跳一般。
只是绯红的脸颊已经出卖了他搞笑的事。陈峰此时也紧张了起来，压根没敢往苏梦的脸上瞧一眼。卧槽，搞毛啊！陈峰在心中暗骂。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的反应，按理说上一世两人私定终身，除了最后一步那不可描述的事情之外，拉手亲嘴拥抱可都做过了，现在不过一起散个步，紧张个毛线。两人就这么一路燃烧着荷尔蒙，脚步慢得如同乌龟爬一般，显然都不太愿意离开，只是笑道就那么长。两人就算真是乌龟，也有走到尽头的时候，最终还是陈峰打破了沉默。他朝苏梦说道：苏梦，不如让我送你回家吧。啊！陈峰忽然打破沉默的话让苏梦一惊，然后他犹豫片刻，还是用蚊子般的声音低头嗯了一声。得到苏梦同意之后，陈峰便飞快地跑去将自己的座驾开到了校门前，然后绅士地为苏梦打开车门，护着对方上了车。苏梦还是第一次坐上豪华跑车，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眨巴着，显得好奇心十足。他打量了车内的环境一周，朝陈峰问道：这就是你那辆一直被班里男生传说着的超级跑车？其实这还算不上真正的超级跑车，只能算是摸到了超跑的边而已。陈峰笑了笑回答道：好吧，反正我也不懂。苏梦嘟了嘟嘴，可爱的让人心跳加速。陈峰看呆了眼，被身后的车猛地喷了一通喇叭，这才回过神来，继续开车前进。他一边开车一边说道：不懂也好，这些烧钱的玩意没什么好了解的。陈峰可不像苏梦变成那种宁愿在宝马车上哭都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女人。其实这破车我也快玩不下去了，加油费都该付不起了。陈峰还有下半句话没说，如果不是有装逼打脸系统和商城加工空间的话，那就坐公交车上学呗。苏梦听到陈峰的话，也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眼中闪着点点光芒，认真道：公交车又环保又方便，而且你开个跑车来上课，一点学生样都没有。说句不好听的，其实班里人感觉和你都挺有距离感的，是吗？陈峰笑了笑，似乎不太在意苏梦见他这副反应，便又补充了几句说道：你想想看，同学们都是走路或者公交来上课的，就你开着一个豪华跑车，仿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和大家的距离一样。要是换做以前，你确实和大家有着一些距离，那倒也算了，但你现在……苏梦停了下来，没有直说，生怕碰到陈峰的痛处。他顿了顿，接着说道：你现在难道就不想融入同学们之中，和大家一样认真学习，考上大学，一步步脚踏实地吗？其实苏梦最想说的是，和他苏梦一起考上大学，只是少女的羞涩和矜持，还是没让他说出口来。哎，陈峰叹了一句，没有回答。他何尝不想过这样简单的生活，可惜南洋邪僧的压力顶在头上，如今他还得为紫竹林的管理费和这辆破车的油费去浪费精力，怎么可能安下心来做一个高中生？苏梦感受到陈峰的无奈，可他心头也满是失望。难不成让陈峰放下那些浮华的生活，踏踏实实做人就那么难吗？车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两人都沉默不语，仿佛静止了一般，只有窗外飞逝的风景让画面变得没那般沉闷。很快，陈峰便将苏梦送到了后者居住的小区门前。陈峰打开了车门的保险，说道：好了，到你家了。苏梦还有些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抬头一看窗外，便已经看到熟悉的小区了。他打开车门，便准备下车，然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关上车门，满是讶异的看着陈峰说道：不对啊，我压根没和你说我家怎么走，你怎么就知道这小区是我家？第32昂贵的木雕啊！那个陈峰闻言一窘，他总不能上一世自己已经开车送过你回家千百回了吧？陈峰挠了挠脑袋，说出一个蹩脚却又真实的理由来：那个，我猜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关注，所以……苏梦脸上一红，陈峰后面的话不说他也明白，通讯录又不是什么机密，有心的人总可以翻得出来。其实苏梦也一样，他从来没去过陈峰家中做客，可也知道对方是住在紫竹林那个动辄千万起价的超级别墅区。苏梦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穿着破旧衬衫满是胡渣的中年男人从车窗路过，他无意中的一瞥便看到了苏梦，于是那人用手敲了敲车窗，开始喊着苏梦的名字：爸爸。苏梦看到车外的男子，有些惊慌失措，仿佛在做坏事被抓了正着一般。他快速打开车门下了车，怕父亲误会自己和陈峰，刚要解释两句，却没想到自己一向凶恶的爸爸此时却是换上了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来。此时陈峰也从另一侧下了车，朝苏梦的父亲打招呼道：叔叔你好，我是苏梦的同班同学陈峰。哎，你好。苏梦的福气客气的回应道，然后转而对苏梦说道：苏梦，别人送你回来，得说谢谢。
苏梦此时还没从父亲奇怪的变化中回过神来，但是父亲的话他一般都不敢反驳，便顺着他的意思和陈峰说了声谢谢。叔叔，同学之间不用这么客气了，那你们走好。我也走了。陈峰笑着朝苏梦和他父亲两人说着，自己便上车拐头去了。等他开车走得没影了，苏梦的父亲却依然一脸慈善地朝着陈峰离去的方向摇手，脸上那讨好的神情十分明显。爸，你怎么了？苏梦对父亲一反常态的举动，可真是摸不着头脑。听到女儿的问话，苏梦父亲这才回过神来，他抓着苏梦的肩膀，兴奋地问道：天啊，那是不是保时捷跑车？听说这牌子最便宜的车都要50万，跑车怎么也得80万吧？天哪，比我们的房子还值钱，这不是开着一栋房子在路上跑吗？苏梦的父亲看着是在询问苏梦，可实际上却是自己在喃喃自语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接着朝苏梦问道：那男生叫陈峰是吧？女儿，他是不是喜欢你？爸，你在说什么呢？苏梦脸上的羞红又在泛起，红彤彤的脸颊如同苹果，让人忍不住便想咬上一口。女儿，爸爸可是开放的人，不反对你早恋像这种优质男生，可是稀缺资源，不早早霸占就让别人占去了。两人一边往朱家小区里面走去，苏梦的父亲一边说道，却是惹得女儿一阵羞怒，轻骂做老爸的不正经。其实两人都不太懂车，陈峰的保时捷911是今年最新款跑车，新车价值在250万往上，要是苏梦的父亲明白这一点，恐怕对待陈峰的态度还会再浮夸2倍。将苏梦送回家之后，陈峰打包了一份外卖，便也回到了家中。在以往的日子里，陈峰只要回到家，便会看到母亲做好的家常菜式，洗洗手便可以吃饭了。现在沦落到吃外卖的地步，也是可怜。这一切根源便是那贪婪的南洋邪僧。只是陈峰如今没有实力去报仇，当务之急还是处理好自己的经济危机，保住这栋别墅和跑车为妙。把那盒鸡腿饭吃完之后，陈峰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取出下午那地摊老头给他的名片。此时他已经把整个逻辑结构都设计好了，日后他便打算假装背后有一个雕刻大师，自己的身份则伪装成是大师的弟子，而大师因为一些经济压力，便让陈峰这个弟子到外面去出售工艺品和接受定制雕刻任务。这么一来，整个逻辑便容易让人信服。有才华的大师毕竟是好面子的人，正所谓恃才傲物，即便某位大师真的落魄到要出售工艺品的地步，可能依旧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落魄的事实，因此才让陈峰这个弟子代为出面处理，这也是很好理解的。把逻辑想通之后，陈峰便把注意力回归地摊老头的要求下。显然老头背后的买家想要的是木质类雕刻品。陈峰上网查了一下，常见的名贵木材有4、5种，比如经常听说的紫檀木家具、海南黄花梨雕刻品，其中海南黄花梨雕刻品价值最为高贵，由于这种木材自身带的奇特清香，对人体大有好处，不少达官贵人都喜欢寻求一座海南黄花梨木雕成品，放在家中，既可以附庸风雅，又能改善屋内空气环境，效果比那些香薰香精好上千倍万倍。陈峰从网上搜到的资料显示，在2014年一场拍卖中，一个精致的黄花梨木雕兔被拍出2000万的天价，来按照每公斤的价格计算，便是接近800万1公斤。当然，那具木雕除了艺术价值和木材本身的价值，还夹带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可简单类比。但是黄花梨木雕的价值却是可见一斑。卧槽，每公斤黄花梨木板的价格便是接近1万块钱。陈峰再次看到一个信息，显现没机动吐血在装逼打脸系统之中，每公斤黄花梨木的售价是10个装逼打脸值，同样的打脸值却只能换1颗黄金，兑换成人民币后的差价便是300倍。原来还真有比黄金还贵的木材。陈峰抹了一把汗，冷静下来后便拨通了地摊老头的电话。按照名片上所说，老头的名字叫欧阳华，之前挂在一家拍卖行下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嘟嘟2声后，电话便被接通了。陈峰继续保持白天见面时那副痞子的口味，直接说道：喂，欧阳老头是吗？是我，下午卖给你金花的陈峰大帅。本来接通电话后，欧阳华还是一副慵懒的声音，可一听亲来电人是陈峰，他便是一个机灵，追问道：陈峰，是你？怎样？你师傅他老人家可答应了？第33木料的差别。陈峰听着电话里的声响，便知道欧阳华刚才听到陈峰的名字后是从床上蹦起来的，可见欧阳华对这次交易的重视和期待。如此一来，陈峰更是胸有成竹了。他轻轻一笑说道：欧阳老头，我师傅多年前收藏了2块黄花梨原木，简单处理过后便放在那里有一段年头了，这次听闻你那边对木雕有兴趣，
便打算出手完成原木的雕刻。你看看，你们感兴趣不？什么？电话处传出一声惊呼，险些没把陈峰的耳膜震穿。陈峰连忙将手机拿远，怒吼回去道：妈的，欧阳老头，你是想下笼我？抱歉抱歉。一时激动，此时陈峰在欧阳华眼里便是3个点的交易佣金，是一座小金山，他哪敢得罪陈峰，连忙在电话中赔礼道歉。陈峰绕过了对方，直接说出自己的要求来。这次木雕的重量大概在100公斤左右，底价1000万。我师傅看了你的名片，你不是拍卖行下的一个经理吗？帮我们把这座木雕加入一场拍卖会里去吧。100公斤，天哪！真正的黄花梨树现在已经绝种了，如今大部分是人工培植的代替木具，不完全统计，流转在市面上的真正黄花梨木制品一共才1万多件，其中家具类的占去了大头，纯粹的装饰性木雕可谓少之又少。按照市场价，100公斤的原木只能卖出100万左右，但如果陈峰凭借着商城中的加工系统做出一件100公斤的木雕，那翻上10倍还真不是难事。好，这趟交易我接了。欧阳华显然也被这笔巨额交易激起了热血，他怎么也没想到900块钱收下一朵金花，会引出一笔1000万的生意来。1000万啊！即便过手只有3个百分点的中介费，也已经是30万了，在江城这个3线城市，都足够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欧阳华脑中迅速计算着这次交易自己能得到的好处，一个计划极其迅速的便被他现了出来。他在电话对陈峰说道：拍卖会你帮你搞定，底价1000万没有问题，我的要求是5个点的佣金。5个点？陈峰想了想，这倒不算太多，不过他对拍卖不太熟悉，便追问了一句：除去你这5个点，我们这边还需要付出什么费用吗？拍卖品要上会、鉴定、保险和拍卖费肯定是要给的，加起来大概还要5个点。欧阳华是业内人士，对这一套十分熟悉。好，陈峰了解到必要的咨询后，也没有立刻下决定，因为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弟子，决定权肯定是在那个实际不存在的师傅身上。他对欧阳华说道：费用5个点加5个点，也就是1成的样子。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没有了，费用就是这些，你花了钱，剩下的我们自然会安排好，对应的潜在客户我们会替你邀请过来。欧阳华拍着胸脯保证道。那好，等我师傅有了答复，我再通知你。陈峰说着便掐断了电话。另外一头，欧阳华听到陈峰有挂电话，连忙对着电话喊道：喂，等等，你师傅完工的大致时间，木雕的大致外形设计，这些东西你得给我，好提前准备啊。然而等他一番话喊完，却只听到话筒里传来哔哔的无意义电流声。欧阳华猛地将电话摔倒床上，骂道：这小子还真是拽上天了，等我揪出你背后的师傅是谁，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欧阳华恨得牙痒痒，心中默默又吐槽了陈峰一顿。不管欧阳华那边发什么神经，陈峰挂上电话后便半躺在床上，启动了装逼打脸系统，熟练地进入了系统界面后，陈峰按里去看了一眼人物属性，最下方的装逼打脸只显得在12090的数值上，按照10点每千克的兑换比例，这些打脸值足够换取 1.2 吨的黄花梨木，单单是以原木材料的价格计算，价值便超过了1000万。不过寸头联盟的潜力已经挖掘一空了，日后陈峰想要刷出装逼打脸值来，难度恐怕会直线上升，所以这次他也不准备把这些打脸值花光。他报给欧阳华的数字也只是100公斤而已，只需要消耗1000点打脸值兑换1公斤黄花梨木。陈峰在意识中下达了命令，请选取你需要的部分。就在陈峰下达兑换指示的同时，商城的光幕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和上次提取黄金时一样的一片空间。在空间之中，一颗种子开始发芽，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成长芽变苗，然后开枝散叶，拔地而起。与此同时，树苗上面也是漂浮着一行字，在不断更新描述着树苗的状态。黄花梨木苗条1年份，黄花梨木苗条3年份。停！陈峰直接在意识中下达了命令，那快速生长的黄花梨树苗便应声停止了生长。与此同时，生长定格的树苗开始缓速旋转起来，而陈峰的视线竟然可以深入到树干的内部去，无数个细小的虚线网格出现在树苗的内部，将其分割成一个个标准的正方体，并加以编号。当然，如果陈峰愿意，切割的虚线网格可以变成长方体、球体、六角晶等形状，而且每个网站的小大也是随着陈峰的心意变动的。此时将近2万个小正方体便将整棵树苗切割完毕了，每一个小正方体按照陈峰的意愿化为分 0.5 公斤重，选取编号10001和12008两个单位的方形木块。陈峰再次下达了命令后，那棵树苗便如拼图般开始崩塌，
最终漂浮在空中的只有10001和12008两块合计1公斤的黄花梨木。原来如此，看到这里，陈峰也算明白了金属是纯净物。如果你要1克黄金，那无论是圆是扁，都是黄金。可木材就不一样了，木材是混合物，并不是由单一的物质组成的，其中的成分随着树木生长的年份不同，便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比例来。另外，相同年份、相同种类，甚至同一棵树上，不同部位的结构和纹路也大相径庭。第34邪僧出现，凭借着加工空间神奇的效果，刚才陈峰的视角得以进入到树苗内部一探究竟后，陈峰自然对黄花梨树每个部位的条纹和内部结构都有了直观且深入的认识。那么看看木料的雕刻和金属的揉捏塑形是否也不一样？陈峰将注意力重新放回那两块方形木块上。10001号取自黄花梨树的树心部分，相对而言比较软；12008号标本取自树干中层，硬度较高。陈峰首先尝试着对树心方块进行切割，果然，对木料的切割和对金属的加工是不一样的。1克黄金，无论外形怎么变化，只要保持质量不变就可以了，就和橡皮泥一样。但是木料并不能随意揉捏，其本身的内部纹路是无法改变，除非你想将它碾成木屑还好。加工空间的功能足够强大，只要陈峰的想象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加工空间便能将陈峰的要求完美的呈现在木雕之上。此时，陈峰便来回试了几次，便在树心方块的6个面上雕刻出6版花纹来，然后又将树干方块切割成2半，分别雕成2条小龙，咬在树心方块的2侧，做成了一个2龙夺珠的木雕来。等陈峰完成雕刻之后，便将木雕从装逼打脸系统中拿了出来。只是2条小龙和树心方块毕竟不是一体，一出现在真实世界中，便散了开来，变成了3件独立的木雕。看来要雕刻一个整体的大型木雕，开始变得兑换足够大的一块木料，而且形状得和最终的雕刻目标吻合。搞清楚如何操作之后，陈峰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了，他关上了灯便安然入睡。然而就在陈峰睡眠的时间里，鼎盛集团中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非办公时间，应该彻底关门的鼎盛大厦，此时顶楼的灯光却是亮了起来。若是陈峰在这里，便会发现亮灯的楼层就是他父亲以前的办公室。鼎盛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设在41层，在高楼不多的江城之中，这样的高度已经足以俯览整个城市，作为江城最强企业的最高话事人办公室。鼎盛大厦的41层单单是装修便花费了上千万。环形的办公区域围绕中间的电梯间，被分成了5个空间，正中间的一段便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的区域了。此时，一个身穿热带服饰、皮肤略黑、头发全无的异国僧人，正站在董事长办公桌后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江城的繁华夜景。僧人看着夜景，脸上情绪全无，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在他身后的办公桌对面，还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人陈峰不认识，可要是换作鼎盛集团随便一个员工，都会知道这人便是如今鼎盛集团的新董事长萧展宁。以莫名手段从陈峰父亲陈胜手中夺过4成股份之后，萧展宁又软硬兼施的从其余董事手中买入了15%的股份。如今拿着55%股份的他，是鼎盛集团名副其实的话事人、董事会。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已经被萧展宁直接架空了。许多董事见此，本想直接将股份卖掉，退出鼎盛集团，然而萧展宁却又使起了惊人手段，竟然威胁了几个最大股东的亲人。与此同时，萧展宁又为鼎盛集团签下一笔巨额的政府工程，打一棒子后给个早吃。软硬兼施之下，那些股东也乖乖听话了，直接将手中的权力和渠道放了出去，任由萧展宁控制着整个鼎盛集团。对这些股东而言，此时形势不如人，只要每年有稳定的分红，家人又能平安无事，那便是最好的选择了。搞定了董事会和各大股东后，萧展宁便将魔爪伸向了高管们，那些忠于陈峰父亲的昔日九江，被萧展宁以各种理由进行了清算，不少人落了个现身囹圄的下场。其余那些可以收买的经理们，萧展宁也是不留余力的进行拉拢。很快，鼎盛集团从上而下便完成了一次重整，效率之高，足以列入商学教科书之中。萧展宁的个人能力和手段，由此可见一斑。就这么一个在鼎盛集团呼风唤雨的男人，此时面对着那名眺望窗外风景的僧人，却仿佛面对老师的学生一般，不得自处。他半弓着腰，一双手贴近大腿两侧，显然是朝着那僧人行礼的样子。不过那名僧人却仿佛没有看到一般，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萧展宁也不敢乱动，便保持着这个姿势。只是他年纪已经接近50，腰身的力量不够，这半弯着腰几分钟已经有些撑不住了。他额头和后背上全是冷汗，却不敢伸手去擦。
办公的腰部已经开始乏力发抖，却依然不敢乱动，更不敢出声，生怕打扰僧人看紧的雅兴。就在萧展宁真的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那僧人这才回过头来淡淡说道：“我留在陈胜身上的降头失效了。”僧人的正脸给人的感觉十分诡异，明明不大的年纪，皮肤却极为干枯，一双眼睛更是如同干尸一般深深地陷入了脸庞中。若是陈峰的父亲陈胜在此，便会一眼认出此人正是当初给他下降头的南洋邪僧。降头还会失效？萧展宁惊讶出声，语气中不知觉的还带上了一份惊喜的意味。南洋邪僧看了小狰狞一眼，那双深陷脸颊的双眼仿佛可以看穿他的心思。邪僧淡淡的说道：“我的降头无药可解，不过天地间总有奇妙的事情，或许是陈胜碰巧撞上某种天地异象，才破解了我的降头。比如迎头被雷电劈中而侥幸不死，你要是想试试，大可去试。”哈哈，我怎么会去试这种事情呢？我还想多陪我女儿几年呢。萧展宁被南洋邪僧略带试探的话吓出一身冷汗来。刚才他听闻陈胜身上的降头已经解除了，心中却是期待着自己也能解开身上的降头，话语中那一丝微不可察的惊喜，显然是落入了邪僧耳中了。第35，夺命车手。那就好。南洋邪僧的语气温温吞吞，节奏慢，让人抓狂。不过萧展宁脾气再坏，在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威胁前，也会变得耐心十足。他慢慢等着邪僧的下半段话，虽说是意外，可做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是陈胜背后接触到什么大能人物，偷偷谋算些什么，等着回头寻仇，那可就是麻烦事一件。为了避免这个麻烦，你就帮我解决掉他们一家子吧。从他的儿子陈峰开始。南洋邪僧的语气依然平和，仿佛刚才说的就是吃饭洗碗那般的家常小事一般。萧展宁听完南洋邪僧的话后，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这些年来，被南洋邪僧用降头控制住自己和女儿的生死后，萧展宁便替对方做了许多非法的事情，杀人灭口、谋财害命也不是第一次了。萧展宁本是国外顶尖大学毕业，无论是商业素养和道德素养都极高，然而此时却是轮不得他做主了。即便他心中10000个不愿意，此时也不得不应了一声好，说道：“如您所愿，神僧大人。”随着南洋邪僧这道命令落下，江城的地下世界又涌起了一股暗流来，迎着清晨的阳光，便朝陈峰涌了过去。百事不知的陈峰依然按照既定的闹钟时间起床来，简单的煮了个面吃后，便开车出门上课去了。江城一中作为重点学校，早晨开课的时间也比较早，晨读时间是从7点30分开始，而这个时间，大部分上班族都还赖在床上，距离上班高峰期还有1个多小时的缓冲，因此这个时间段江城的交通还是十分舒畅的。沿着那条闭着眼睛都会开的公路，陈峰百无聊赖的用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却是揉着眼角，唤醒着精神。也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夜梦里陈峰居然都在思考着如何雕刻一个100公斤的木雕，搞得睡眠质量极差。此时一早又得起床，便有些缓不过神来了。陈峰揉着蒙蒙松松的双眼，忽然却是被车前一道黑影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踩住刹车，定眼一看，原来是一条小狗跨过马路从了过去。妈蛋，狗命也是命啊，找死啊！陈峰吐槽那条狗狗一句，本来半睡半醒的状态也彻底吓醒了他，控制着方向盘，等着十字路口的红灯亮起，便准备变道往意中的方向驶去。就在此时，对面车道的一辆推土车却似乎没看到红灯一般，直接冲了过来。江城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处施工建设极多，出现推土车倒也不出奇。陈峰再次骂了一句对方是不是睡糊涂了，便准备停下来让对方先过去。然而随着两人的车距不断变小，那辆推土车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快，方向笔直的指向陈峰的座驾保时捷911。剧烈的危机感瞬间笼罩了陈峰全身，受到刺激的心脏开始疯狂地跳动，与此同时体内肾上腺素不要钱一般分泌。陈峰感觉整个人处于一种奇妙的状态，那飞速而来的推土车似乎也变得缓慢了一些。啪，一脚油门踩到底，陈峰猛地一扭方向盘，保时捷911便如同脱弦之箭般从推土车的侧面冲了过去。价值250万的顶配跑车性能真不是盖的，轻而易举便摆脱了推土车这个大家伙的撞击。然而陈峰还没来得及庆祝躲过一难，一辆轿车便从后方撞了上来。这一次陈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推土车身上，乃还记得看到后镜便被撞了一个牢实，巨大的动能从车尾传来，硬推着保时捷911撞向一旁的大树。受到猛烈撞击的陈峰再次回过神来，一扭方向盘便加速摆脱了身后的轿车。此时旁边车道中又窜出一辆轻型跑车追了上来，3车连环劫。看到这里，陈峰乃还不知道这是有人在收买他的性命。他看着到后镜中逐渐逼近的3辆汽车，
冷笑了一声，自语道：“就你们3个渣，也想和本少爷较量较量车技？”随着这声轻笑落下，陈峰右手连连晃动，便将自动挡切换为手动，随后他一脚油门下去，右手再次拉动摇杆切换车道，一个漂移便转入街口的一条小道之中。陈峰的反应已经算是完全超乎了一个高中生应有的水平了。然而肖展宁安排的击杀力量却仿佛是盯准一个特种兵而来的一辆早早埋伏在街口的轿车。就在陈峰驾驶着保时捷进入拐角的时候撞了上去了，巨大的冲击力让安全气囊全部炸开，那膨胀的气囊抵消了冲击力的同时也挡住了陈峰的视线，还好安全气囊在撞击后很快便漏气落下。陈峰定眼一看，便见那几辆汽车已经再次冲了过来，看到情况越来越危险，陈峰将胸口泛起的那股心田吞了回去，咬了咬牙便将车开上了一条步行街。去早晨的步行街没有什么人，不过狭窄的路口不允许车辆通行，上面堆砌了很多黄色雪糕桶作为警戒。此时陈峰也顾不得那么多，开车便撞了上去。事实证明陈峰的选择很是正确，最起码那辆推土车是进不来了，而那2辆桥车和1辆轻跑虽然可以追进来，但狭窄的步行街只能压根容不下2辆汽车并行。此时算是陈峰的保时捷911，4辆车子连成了一条线，在步行街中横冲直撞，也不知道撞坏了多少摊档和杂物，甚至有一根消防栓都被撞飞了，高压水流喷到满街都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上班族也多了起来。等陈峰再次拐出公路时，路上的汽车已经多了起来，那些杀手似乎也知道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便各自散了开去。陈峰驾驶着严重变形的保时捷911进入校园，第一时间便被校门保安拦了下来。陈峰也懒得搭理他，直接将车停在路边，然后便掏出手机拨通了长途电话。如果他遭遇的是南洋邪僧的追杀，那么远在欧洲的父母恐怕也不安全了。第36交通肇事。在陈峰紧张的等待下，电话嘟嘟响了2声后，总算了接通了。听到话筒那边父亲传来的熟悉声音，陈峰悬在半空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小峰，怎么了？陈胜在电话那头听到陈峰呼气的声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出声问道。陈峰也不打算隐瞒刚才的事情，不过他却是先问了一句：“老爸，你方便聊电话吗？妈妈在你旁边吗？”他刚去睡觉了，你大概是忘了现在欧洲是凌晨吧？放心说吧，是不是鼎盛集团那边又出什么问题了？陈峰的父亲简单的回答道。听到父亲确认的回答后，陈峰便把早上的事情挑重点讲述了一番。当然，其中危及生命的追杀细节都被陈峰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可陈胜还是听出了其中的凶险。远在欧洲心中都为陈峰捏了一把汗。小峰啊，要不然你也到欧洲来算了。鼎盛集团在江城里面能量实在是太大了，要是那些人若真下了决心要针对你，这追杀有了第1次，便会有第2、第3次，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陈胜反复的劝说道。老爸，你放心，江城这边我还应付得来，现在我反而是担心你和老妈2人。现在你们在欧洲的情况到底如何？陈峰有装逼打脸系统在，如今也搭上了欧阳华这条线，未来单凭雕刻这门手艺，在经济上的压力就不会太大，唯一值得真正担心的便是像今天这样的追杀。不过系统商城里面还有装备、技能书、丹药等兑换项目，这些显然可以帮助他变得更强，只要熬过了前期的困难，时间永远是站在陈峰这边的。放心，我和你妈在一个老朋友的帮助下拿到了欧洲的工作签证，现在换了个英文名，在一家公司工作，以你老爸的能耐，到哪都混得开，那南洋邪僧的手估计也伸不到欧洲的政府里面去。现在我和你老妈算是安全了。陈胜给陈峰保证道。那就好，老爸老妈你们万事小心，等着我把鼎盛集团夺回来，让你们回江城老家来养老抱孙子。听到父母的情况甚好，陈峰的心情也舒畅了很多，开了个玩笑后便挂断了电话。此时随着上课时间的来临，校门处出现的学生和老师越来越多，陈峰那辆几乎撞成了废铁的保时捷便十分抢眼了。碰巧一直想夺取陈峰一中霸主名号的宋凯出现在校门前，他看见陈峰一脸狼狈的样子，又瞥到了那辆撞飞了保时捷911，脸上笑开了花来，朝陈峰不怀好意的问道：哟，陈峰少爷，你这是出车祸了？卧槽，你这保时捷911看来是要报废了，保险够不够赔啊？滚！陈峰懒得搭理宋凯，低喝了一声便迈步往校园内走了进去。宋凯被吓了一跳，以为陈峰又要动手，可想想如今校门口可是一大堆师生，若是陈峰动手，刚好就给了他理由，动员自己一方的校董事将陈峰驱逐出校。在校内他奈何不了陈峰，可落到了社会上，如今陈峰没钱没势，他随便找来几个混混就能把陈峰的手脚打断。
于是他壮着胆子，便和身后的小弟一起追了上去，走在陈峰旁边，开始了冷嘲热讽：“陈峰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就剩下这辆保时捷值点钱了，拿去卖了换点零花钱也好了，这怎么就撞坏了呢？”宋凯一脸认真的说道：“陈总是什么人？鼎盛集团的公子爷啊，没事喜欢砸车玩呗。”旁边的小弟及时回应道。两人一唱一和，就是想要激怒陈峰，可惜陈峰将两人当成了空中恼人的苍蝇，完全没有搭理，自顾自的大步走进了教学楼。宋凯两人见陈峰不上当，便也自觉无趣，停了下来。不过宋凯显然还是对陈峰为何撞坏了保时捷的事情很有兴趣，他朝那小弟说道：“你马上给我去查一下，刚才到底出什么事故了？若是有对陈峰不利的证据，可记得给我收集好了。”这小弟跟了宋凯1年多，乃还不知道宋凯做梦都想撬翻陈峰，此时一听宋凯的话，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抱着胸脯保证道：“老大你放心，这次陈峰可没这么容易过关了。”嘿嘿，宋凯对小弟的聪明十分满意，两人对视一笑，仿佛已经将陈峰踩在了脚下一般。宋凯的阴谋，此时陈峰自然不知道，他回到教室中去坐在后排呆坐着，心中却是燃着了熊熊怒火。南洋邪僧代理人，陈峰在心中咬牙切齿道：这两人夺了鼎盛集团，逼得父母双亲出国逃亡也就算了，现在他还没来得及找两人的麻烦，对方竟然还要派人来杀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陈峰在心中大骂道。如果不做出一些回应，陈峰自己都无法咽下这口气来。只是陈峰此时身上的技能便只有开车和格斗术精通，要想找回场子来，恐怕不是那么简单。黄花梨木雕留着2000多的打脸值应该就够用了，我还有12000多的装逼打脸值，干脆抽一次奖看看运气。陈峰启动了装逼打脸系统，麻利的进入了抽奖系统。抽奖系统的界面是一个漂浮着的大转轮，偌大的转盘上有36个分区，12点指针方向的风格便代表着中奖的奖品。不过在没有开启之前，36个分区都是漆黑一片的。显然这个抽奖系统分为2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便是宿主确认进行抽奖后，先从奖品库中取出36个奖品，放置在转盘上，然后第2个步骤才是宿主转动转盘，从36个奖品中抽出一个确定的项目来，请宿主确认，花费1万点装逼打脸值，进行一次抽奖。机械的系统提示音在抽奖空间中响了起来。确定。陈峰之前2次抽奖得到的奖励都恰好可解燃眉之急，显然最近他的运气不错。第37前行术精通，随着他确认了抽奖，系统便扣除了他1万点装逼打脸值。与此同时，转盘上本来漆黑的36个分区一一点亮，上面图文并茂的显示着奖品的外形和文字说明。虚灵兽黑麒麟幼体，传说究极体的黑麒麟拥有阵风星辰的能力，幼体附带能力区域践踏，技能书枪斗术残缺，双枪在手天下我有，如果你残本你也能练成的话。丹药破气丹量产，传说中针对上古仙人炼制的毒药，珍品可破坏仙人的防御功法，确保毒性发作。量产的盗版丹药药效未知。看着琳琅满目的奖品，陈峰恨不得将它们全部拿下。比如破气丹，只要找机会让南洋邪僧服下，即便是量产的盗版丹药，可出自装逼打脸系统，陈峰还是很有信心，即便毒他不死，也能让他吃到足够的苦头。还有黑麒麟这种一听就牛逼哄哄的神兽，虽然只是幼体，可明显是具备成长性的，而且单看幼体能力的名字区域践踏便知道威力非凡。来吧，破气丹！陈峰心中满是期待的转动了抽奖轮，滚轮飞速旋转片刻后，便进入了减速段。不同的奖品随着旋转出现在12点方向指针的位置上。黑麒麟、巨灵丹、黄金百两、破气丹。就在滚轮即将停下的时候，代表着破气丹奖品的区域艰难地迈入了指针的位置中。然而莫等陈峰发出胜利的欢呼，转盘残余的动能便将代表破气丹的区域推离了指针。最后落在12点指针方向的奖品是技能书前行术精通。前行术精通没有抽中期待的破气丹，陈峰有些失望，不过很快便将注意力投放在奖品前行术精通技能书上了。和之前的格斗术精通一般，这本前行术精通也是记忆类的技能书，并不会直接增强宿主的身体素质，但是却会让宿主领悟到某一方面的战斗技艺和对应的战斗意识。确认奖品之中，那部前行术精通技能书便以一本古籍的模样朝陈峰飘了过来，随后炸成无数光线，缓缓融入陈峰投射在系统空间中的身体内。陈峰只觉得眼前一亮，下意识地闭上眼，再睁开后，脑海中便多出了一股深入脊髓的本能，仿佛吃饭喝水的能力一般。前行术精通，看来是个惊喜啊！
陈峰过了一遍脑中冒出的信息，这才发现这本技能书也是物有所值。就在陈峰刚从装逼打脸系统空间中离开的同时，教室门口处便出现了几个男子，为首一人正是校务主任。他朝着高二6班里面喊道：“陈峰，是你们6班的吧？出来一下！”被打断了晨读的6班同学闻言，便都纷纷望向坐在后排的陈峰。后者扫了一眼校务主任身后2名身穿警服的警察，莫名涌起不好的预感，心中咯噔一声沉了下去。他一边尽力思考着这2名警察的来意，一边缓步朝教室门口走去。等来到门口时，他才装作乖学生的样子，朝校务主任问道：“主任，有什么事情吗？别废话，跟我来。”那校务主任看见陈峰出来后，很是不客气地说道，然后便带头往楼上一间独立办公室走了过去。然而当他转头看向那2位警察时，却又是变了一张脸。只见他一脸讨好的说道：“2位警官，人已经带到了，接下去的事情我看我不太方便参与。知道了，你走吧，我会替你向宋少爷说一声的。”不就是承包校里小卖部那点破事吗？一个高壮的警察不耐烦的朝校务主任甩了甩手，仿佛驱赶烦人的蚊子一般。那校务主任却是丝毫不生气，再次说道：“哎，好，那就麻烦2位警官了。”说完这句，校务主任这才离开了独立办公室，还不忘带上了门。此时只有一个独立办公桌的小房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审问点，2个穿着警服的家伙便开始原形毕露。其中一人守着身后的木门，另一人则是换上一副痞子的态度的朝陈峰喝道：“你就是陈峰对吧？呵呵，年纪轻轻胆子不小啊，刚满18岁，驾照都没考到手，就敢肇事逃逸。”那高个的警察坐在办公桌上，二话不说便给陈峰套了偌大一个罪名上去。陈峰刚才听到这人提及宋公子的这样的称呼，便知道这2人是宋凯找来的。此时对方给自己盖上这么一个罪名，看来是早有准备了。既然知道来者不善，陈峰也懒得伪装乖学生了，他直接反问道：“说我肇事逃逸，证据呢？”“哼，给你脸你还不要脸？要是有证据，直接便把你抓回去了。现在便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守在门前的矮个子警察装出一个为陈峰着想的样子，大声嚷嚷道：“你无证驾驶可是铁打的事实，难不成你还敢不认？”陈峰的驾驶证是上一世考的，重生到18岁才短短1周时间，哪有那空闲功夫去考驾驶证？这些其实都是小事，找到空余时间补考一个证书就可以了。但巧就巧在今天陈峰被人开车追杀，这事便被宋凯查了出来，便算是不大不小的一个违规事件。陈峰沉默着，他开车上课放学的事情被无数同学看过，可毕竟没有被交警当场抓住这无证驾驶是行为罪，没有被当场抓住便算没有证据，所以陈峰压根不打算理会。那2个警察见陈峰沉默不语，便又使起了威吓吓唬的手段的，只是来来回回无非是那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废话。若陈峰真的只是个普通高中生，说不定便会唬住了。可2世为人，经历过人生巅峰到低谷的陈峰，阅历比这眼前这2个警察还丰富，怎么会上这种当？看着陈峰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那2个警察对视一笑，眼中却是闪过一丝戏谑的笑意。来陈峰的眼角瞄到2人的动静，心头再次笼上一层迷雾来。第38警局，陈峰没有回答2人的问题，这2个穿着警服的家伙似乎也没打算再搭理陈峰的样子，竟然就这般和陈峰耗在这间独立办公室中。陈峰下意识觉得不妥，想了想便站起身来说道：“2位警察大哥，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想先回去上课了。”“得了吧，就你个败家子，还上什么课？”那高个的警察伸手拦住陈峰，嗤笑道。陈峰被他拦下，心中一怒，便想动手。他右拳虚握，眼中闪烁过危险的光芒，目光不断往高个子警官的脖子、腋下等要害瞄去。这是格斗术精通技能书带给他的超强格斗意识。在陈峰的潜意识计算中，此时动手只需要2秒便可以放倒这个看似高大，实际毫无防备的家伙。不过陈峰的眼角却是瞄到了守在门前那矮个子警员腰间的配枪。在华夏国这种严禁非法枪支弹药的国家，敢驮着枪四处溜达的多半不会是假冒警员、袭警和无证驾驶，那可不在一个程度上。陈峰虚握的右拳一松一紧，一松一紧，最后还是彻底的放松了下来。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便干脆看这2个明显和宋凯有关联的警员能给他堆砌出什么罪名来。很快时间便过去了2个小时，一整个上午，陈峰等同就被软禁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了。就在陈峰忍无可忍的时候，那矮个子警员怀中的电话却是响起来。矮子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上便露出了喜色，朝高个子递去了一个眼神，然后他接通电话，便默默地听了2分钟，然后很是间接地回答道：“好，明白了。小子，你不是很嘚瑟吗？
现在我的同事找齐证据了，走吧，到警察局去看看你的证据去。你被正式拘捕了。矮个子警察挂上电话，嗤笑着说道。高个警员闻言也是一笑，从腰间取出手铐，晃了晃朝陈峰说道：你总不会喜欢被挂上这玩意吧？乖乖跟着来吧。陈峰看到对方一人守在门前，一身做好了拒捕的准备，便知道自己逃不掉了，除非他决心袭警，然后逃离江城。他脑中快速思考着对策。如今他在江城无依无靠，想了许久，却只有一个无奈的办法。他站起了身来，朝那2个警员说道：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呵呵，随你。高个子警员一副随意的样子，陈峰便直接拨通了欧阳华的电话。这是他如今认识唯一有可能帮他的人了。喂，欧阳华，我被警察抓走了，想完成黄花梨木雕的交易，就找个律师来警局斗我出来。说完这段话，陈峰便直接挂断了电话。要是讲的太多，按欧阳华那滑头的样子，要是知道他得罪的是宋氏矿业的太子爷，恐怕不一定会来帮自己。挂上电话后，陈峰便随着2名警员离开了教学楼。此时上午最后一节课刚好结束，不少学生便趴在教学楼的走廊栏杆上，看着底下陈峰被2名警察带走，不禁议论纷纭。有的人投以好奇八卦的目光，有的人则是关心担忧，当然还有人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比如在3楼的宋凯，老大，这次陈峰难逃一劫了吧？早上负责调查陈峰车祸来龙去脉的小弟一脸讨好的朝宋凯说道：你这次干得不错。嘿嘿，那高个警官可是我表哥。这下陈峰是插翅难飞了。宋凯看着楼下的陈峰，眼中讥讽之色不加掩饰，他似乎还不够过瘾，对身后的小弟说道：反正是午休时间，我们干脆也去警察局凑凑热闹好了。明白。小弟听到宋凯的话，连忙拿出手机准备叫车。他心里明白，宋凯这是准备抓住机会当面羞辱陈峰一番。这头陈峰被带往警察局，欧阳华那边却是一头雾水。他刚才正在拍卖行几个高管筹备最近一期拍卖会的事情，陈峰便忽然拨通了他的电话。接通之后，陈峰噼里啪啦一番话讲完便挂断了，甚至不给欧阳华反问一句的机会，真是让欧阳华半天摸不着头脑。此时欧阳华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老板看他走到一边听了个电话后愣在那边，便笑着问道：怎么了，老欧阳，是不是藏着什么好玩意没告诉我呀？听到老板开玩笑的话语，欧阳华哈哈一笑，回答道：哈哈，就我收藏的那些破玩意，能入林老板你的眼？乍一听2人的对话，仿佛是老板和员工的上下级关系，然而2人话语间的语气却很是随便，仿佛从小到大的兄弟一般。欧阳华坐回去会议长桌的边上，便将陈峰的事情和坐在首位姓林的老板说了一遍。陈峰，虽然欧阳华重点介绍的内容是那朵工艺精湛的金花和陈峰准备出手的黄花梨木雕，不过这林老板显然对陈峰这个名字更感兴趣，他轻声喃喃了一句，却是被欧阳华听到了耳中去。怎么了，老板，你该不会认识那小子吧？欧阳华反问了一句。那林姓老板笑了笑，朝欧阳华说道：陈峰这名字你不知道倒也正常，不过鼎盛集团之前的老总陈胜，你总该知道吧？陈峰就是他儿子。听到这话，欧阳华的表情甚是精彩，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在淘宝街对自己装的痞里痞气的小男生，居然是昔日江城的最强纨绔，鼎盛集团的陈峰公子。江城的警局距离一中不是很远，矮个子警员在驾驶座，高个子警员则是和陈峰一起坐在后排，转过2条街道之后，便到了江城警察局了。警局的门匾上挂着特有的公安标志，上一世陈峰惹过不少麻烦，唯独是没经过警局，没想到这一世重生没几天，便体验了一回。想到这里，陈峰不自觉地笑了笑，却是让那个高个警官看在了眼里。他想起表弟宋凯的吩咐，在心头狞笑暗语：陈峰，你小子倒是会珍惜最后的机会，等会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第39，林老。警局内的格局很简单，入门就是个大厅，旁边左侧靠墙的位置放着一排木沙发，让人歇息，用右侧便是报警中心，装有玻璃防护栏和一个小窗口，用以让人沟通报警。报警中心旁边有一个入口，被一道大钢门用密码锁死，进门后可以直通2楼的警员办公室。除此之外，大厅正对着的方向还有一扇铁门，里面便是办案处和临时拘留点了。陈峰被2人带到了铁门后的办案处内，迎面右边走来了一个警员，和高个子打着招呼说道：嘿，来了呀，视频都放在电脑库里面了，你们自己调出来看吧，确定要立案就找老李签名去。放心，流程都熟练着呢。高个子应了一声，然后便和矮子一同领着陈峰进入了一个办案处，然后打开电脑，将一个剪切好的视频合集给陈峰播放了一次。
正是早晨陈峰被人开车追撞，在路上横冲直撞的视频剪辑的重点，便是陈峰逃亡过程撞坏各种物品的场景。看清楚了吧？视频很清楚看到你的车型和车牌，你无证驾驶，开车驶入步行街，撞坏公共设施。现在我们可以依法立案拘捕你了。矮子个警员将视频画面暂停在陈峰撞飞步行街保险栓的画面上，用手敲打着屏幕，朝陈峰说道：除此之外，难道你们就没看到后面有3辆车在不断冲击追杀我？陈峰不敢置信道：呵呵，你们这些纨绔子弟飙车闹事，又不是第一第二次，我倒是劝你把同伙都给供出来，说不定还能将功折罪，争取个从轻处理。高个警员接着说道。呵呵，陈峰已经对两人的无耻彻底无语了，他气急反笑说道：那好啊，宋氏矿业的宋凯便是其中一个。哎呦呦，还带上我了。不过我也猜到你会这么说，还好我有人证。就在陈峰说话的同时，宋凯带着他的那个小弟不知何时也出现在了办案区内。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普通人不能进入的区域，朝高个子警员打招呼：表哥，大中午想找你吃饭，还忙着呢，很快就好了。表弟你等会。高个子警员大声应道，然后和宋凯两人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看到这画面，陈峰哪还不知道，这次事件明显就是宋凯主导他动用自己的关系，让早晨发生的追杀事件变成了一次非法赛车，然后污蔑陈峰。本来这些都不算什么大事，换做以前陈峰还是鼎盛集团太子爷的时候，这点破事压根落不到他头上，便被各种关系化大为小，化小为无消除掉了。可现在对他身上，那便难受至极了。不过此时宋凯在场，陈峰即便是为了一口气，也不会在表情上露出一丝变化来。宋凯期待中，陈峰恼怒的表情没有出现，心中莫名有些不爽。不过想着陈峰接下来的下场，他很快便又开心了起来。陈峰，我再重复一次，你非法赛车，撞毁公物，现在我正式拘捕你，你将拥有合理的休息和饮食等生存权利，同时你拥有寻找律师替你辩护的权利。高个子再次说了一次，抓着陈峰的肩膀，便打算将他送到旁边的临时拘留点。啧，真是可怜啊！宋凯笑得如同脸上开花了一般，用额外夸张的音量说道：这座不坐牢就不说了，赔钱你都赔不起吧？他顿了顿，又摇了摇头，自顾自地演绎着：哦，不对，你名下好歹还有一套紫竹林的别墅，到时候充公拍卖，估计够还上赔偿了，你放心。同学一场，到时候法院举行拍卖，我肯定去给你捧场，到时候多给你报几万块的差价，也算尽一份心意。陈峰无视对方的冷嘲热讽，脑海中却是在飞速思考着对策。如今自己无权无势，非法赛车虽然不是重罪，可依然可以行政拘留15天，在拘留所里待15天的话，宋凯又可以得到足够多的机会来陷害自己，到时候就真无翻身之日了。而且自己到了拘留所里，黄花梨木雕的交易自然也就取消了，到时候罚款自己交不出来，辛辛苦苦守住的紫竹林别墅肯定会被拍卖。等他行政拘留期结束出去之后，恐怕便会看到宋凯住在自己家中了。等一下，就在陈峰苦思冥想之际，办案区的大门忽然打开，并传来一个声音：谁在那里嚷嚷？小心我告你妨碍公务！宋凯的高个子表哥朝门口喊道。他一听便知道来人不是警局的人，直接吼道：然而莫等他再说一句，一个肥胖的中年警官却是飞奔着从2楼办公区中冲了出来，道：林老你怎么来了？此时陈峰顺势看了过去，出现在警局的是2个中年男人，其中一人便是欧阳华。此时欧阳华站在另一人的右后侧，显然地位不同。而肥胖警官此时显然也没注意到欧阳华，目光中的讨好全部放在前面医生身上。听说有个后辈闹了点事，被你们分局抓了，便过来看一眼。那被肥胖警官叫做林老的男子自圆腔正地说道，一副长期位于高位的雍容气质展现。不会吧，林老你的后辈还会为非作歹？肥胖警员开了个小玩笑，迎着林老到一旁坐下。这姓林的中年人也不客气，自己坐了下来不说，还招手让欧阳华也落座随后。林老才缓缓说道：我倒不怕后辈们犯些错吃点教训，但怕就怕是被人冤枉的。哈哈，谁敢冤枉您的后辈啊？肥胖警员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壶茶来，给林老倒了一杯，笑道。然而后者却是一脸认真地看着他。肥胖警员这才回过神来，恐怕林老这次还真是认真的。他心中捏了把汗，连忙问道：林老的后辈叫什么名字？我帮您查看一下。不用查了，诺，就是那边那个陈峰。林老笑着和那肥胖警员说道。第40，父亲的旧友。其实警局办案区并不大，也就4个独立的小房间用来审问和交流，
陈峰他们的房间没有关门，林老和欧阳华早早便看到了。肥胖警察闻言，连忙说道：“那林老你稍安勿躁，我去问问情况。”说着，肥胖警官便走进了陈峰5人的办案点，关上了房门，开始朝那高个子警官问道：“这他妈是怎么回事？”高个子警官见上司发火，连忙解释了一番，一口气将他们给陈峰预定的非法赛车罪名和过程说了一遍，当然还不忘提及接到各处摄像头得来的所谓证据。肥胖警官点开电脑，看了一遍录像，阴沉的脸上神色变幻不一，他似乎这才想起来屋内还有宋凯和他的小弟2人，便再次朝高个子警官咆哮道：“这2个家伙待在这里又是什么事情？”队长，这是我的表弟。宋氏矿业的宋凯高个子警员谄媚地回答道：“他跟着这队长已经2年了，十分清楚对方现在心情不大好。”宋凯听到表哥提及自己的名号，整理了衣服，刚想保持绅士礼貌的回应，然而肥胖警员却没给他这个机会。只见那肥胖队长再次吼道：“表弟，你他妈让你表弟进来办公区，真当警察局是你家了？”肥胖队长接连咆哮道：“让你的表弟给我滚蛋！现在把案子处理一下。陈峰的汽车被人偷了，后续一连串事件和陈峰无直接责任，陈峰只承担连带的经济赔偿责任。”队长，这不合规矩啊！高个子警官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反驳了一句：“很好，你现在学会用规矩来质疑我了，别忘了你刚刚才将你的表弟带入办公区。”肥胖警员劈头盖脸又是一堆骂。说完这句，他压根没理会脸色发青的高个子金、古野和宋凯，便推门走了出去。等他走到林老面前的时候，便已经将那张怒极的面容收了起来，换上一副和蔼的笑容，朝对方说道：“小事情一件，你那子值的车被别人偷走，违规驾驶撞坏了不少东西，不过责任不在陈身上，到时候联系保险公司赔钱就可以了，是吗？”林老满意的笑了笑，他朝对方伸出手去说道：“这么点小事，那真是麻烦林队长你了。”好说好说，肥胖警官双手握过林老的手掌，笑盈盈的回答道。2人寒暄一番，那肥胖警官便上楼去了。矮个子警员和陈峰没什么私人矛盾，听到队长的命令后，很快便打出一份结案书来，让陈峰签名，便将事情定性为偷车后的非法驾驶了。至于各类受损公物的赔偿金额，暂时还没有定量，到时候会有罚单寄到陈峰家中去，按常理来说，陈峰拿着公安盖被偷车的证明以及罚单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就可以了。可惜的是，陈峰这车从父亲名下转过来的时候太急，保险等手续都还没办好，这笔钱便只好自己出了。不过相对行政拘留的结局来说，已经好了无数倍。签字之后，陈峰便在欧阳华的招呼下，和林老一起离开了。矮个子警员也随着那肥胖队长上楼去了。一层的办案区便只剩下高个警察和他的表弟宋凯。表哥，那老头子到底什么来历？你不是说你们队长是军区出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感觉见了那人却一副后背的样子？宋凯看着陈峰安然离去，脸色黑得如同烫过的猪皮。我也不知道高个警察此时心情也不好，他家出身贫穷，本想这次帮了这个表弟宋凯，日后可以捞点好处，可如今莫名其妙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恐怕好处捞不着不说，日后难处都会多不少。他想到这里，也没脾气招呼宋凯了，自顾自的便也上楼去了。看着表哥也没能解答自己的问题，宋凯心中越发不爽。他看着陈峰离去的背影，心中恨得牙痒痒，骂道：“该死！陈峰明明已经家道中落，怎么还会有大人物帮他？那老头到底是谁？”此时其实陈峰心中也满是好奇，他跟着欧阳华走在林老的身后，眼光却是不断往对方身上瞄去。他朝欧阳华试探性的问道：“欧阳老头，前面那家伙是谁啊？看着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啊！”欧阳华听了陈峰的话，却是笑而不语，让陈峰对林老的好奇越发浓厚。在后者的带领下，3人走到路边一辆等候多时的轿车上，便直接来到了饭馆吃饭去了。大中午了，你这小子也算是搞得我们2个老头连顿午饭都吃得不安宁了。开了个雅间落座之后，林老却是主动的打开了话匣子，朝陈峰打趣道：“在这个一个气质雍容华贵的老者面前，陈峰活了2世也不得不扮演好谦虚小朋友角色。”他追问道：“老爷子，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警局那个肥队长那么怕你？”“我是什么人？”林老头子笑了笑，回答道：“林文通，俗人一个。”陈峰见对方不愿意细说，便掏出手机来自己上网查去了。等他输入林文通这个名字后，跳出来的第一条字条便带有眼前林老的头像配图。原来这林老原名林文通，英国大学法学系首席荣誉生毕业，回国后攻读华夏的法学硕士，26岁拿到博士证书后入职江城市法院，
从一名公诉律师开始，林文通只花了短短9年时间，在35岁的时候便当上了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无论是学识、智商和交际情商都可谓绝顶，是真正的人才。后来因为个人的原因从法院离职，成立了私人律师事务所，转接名门大案，现在可谓钱权两得。卧槽，这样牛逼的家伙是怎么认识我的？陈峰看完林文通的简介，心中暗暗诧异，林文通显然对他有善意，所以他也不怕，直接便开口问道：林文通老爷子，我好像不认识你啊。你确实不认识我。林文通叫来服务员，熟练的点了几个菜后，这才回答陈峰说道：不过你爹和我有点交情，你又和欧阳华有点交情，这2点交情加起来便值得我来看你一眼了。第41反击进行时，陈峰听到林文通说自己认识陈胜，心下顿时恍然，父亲好歹也做了这么多年鼎盛集团的当家人，而林文通又是江城法律界的领军人物，两人有些交集也是正常。原来如此，小侄在这里谢过林世伯方才的援手之恩了。转瞬间陈峰已经心思百转，既然林文通愿意出手帮自己，那么何不打蛇随棍上的受了这份恩？一来自己现在无钱无势，二来在江城也没有半点可用的人脉，如果能搭上林文通这条线，往后自己想要在江城干点啥也必然会方便许多。林文通摆摆手，小事罢了，不必如此谢我。欧阳华也笑道：今天才知道你小子居然是鼎盛集团的太子爷啊，那老头子我以后可不跟你客气了。陈峰原本的那点小算盘也暂时的搁下，秀气的俊脸浮现出真诚的笑意，举起酒杯对着林文通和欧阳华道：啥也不说了，今后有用的这小子的地方尽管开口，说完一饮而尽。欧阳华一听这话乐了，半真半假的说道：既是如此，那不如下次叫上你师傅他老人家出来吃个便饭吧。陈峰一听这话，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句：老不死的，敢算计你大爷，毕竟是活过一世的人，前世见多了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情。欧阳华心里的想法陈峰也能猜到一二，实在是对不住了，师傅他老人家早已经退隐多年，除了我这个关门弟子之外，并不想过多的跟外人联系。听陈峰这样一说，欧阳华便知道这小子是个人精，看来所有的小心思还是收起来为好，毕竟这以后还要靠这小子赚钱呢。好说好说，既然前辈不想被打扰，那咱们也不能勉强。小峰啊，前些天说的黄花梨木的事情，你那边进展如何？欧阳华说道。陈峰先吃了一筷子菜，才满不在意的说：欧阳大叔你就放心吧，我这边完全没问题，你那边安排妥当了，到了时间我这边就把货送过去。林文通听他二人提到黄花梨木也来了精神，欧阳华今天正好带着陈峰先前给的那朵金花，便拿出来给林文通看，结果两人旁若无人的开始兴致勃勃的讨论各种雕刻手法来了。陈峰心里一阵无语，如果他俩知道这都是他用装逼系统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师傅，不知道会是个什么表情。三人吃喝一顿，走出饭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快4点了。陈峰跟两人告别，准备拦一辆出租车去学校，毕竟有些事还是要还回去的好。谁知林文通知道他的车被撞得面目全非之后，早就让司机回家去开了一辆新的车过来。陈峰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毕竟自己如果老是坐出租车或者公交车去上学，不方便不说，还会让宋凯那个小人看他的笑话，狠狠地嘲笑他。因此陈峰也不矫情地拒绝了。这年头接受人的帮助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之类的，因为大家都是互惠互利的嘛。这世上朋友也分两种，一种是毫无利益关系的，一种则是由利益牵扯出的。目前在陈峰眼里，林文通和欧阳华就是这后一种朋友。本来陈峰想着先回学校去看看，宋凯花了些力气想要陷害他进局子里，谁知他福星高照，被林文通救了出来，宋凯的希望落空。这时候也不知道被气成什么样子了。结果陈峰在去学校的路上，居然看见宋凯跟他的马仔一起进了一间酒店。陈峰计上心头，赶紧跟了过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停好车出来的时候，正好看见酒店门口来了几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陈峰本来也没有在意，跟着他们身后进去酒店，没想到听到这几个女人在说宋凯。哎，你知道咱们今天要去见谁吗？一个染得满头金发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旁边一个穿着绿色低胸装的女人。你居然不知道，今天喊我们来的可是宋氏企业的太子爷爷，要是能跟他来一夜，那就发达了。绿衣女人眼里冒出金钱的符号，宋氏毕竟是江城除了鼎盛集团最大的企业，多年积累下来的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些女人会看上宋凯的钱也实属正常。这下有意思了，宋凯居然在这里乱来，估计是觉得刚才在他那失了面子，找些女人来发泄。既然这样，那就别怪他还回去了。想到这里，
陈峰马上在意识中召唤出了装逼系统。他记得系统有个实时截图的功能，还有录像功能。不过录像功能还没开启，但是要对付宋凯，截图就够他受的了。确定可以截图之后，陈峰假装不经意地跟着那2个女人一起进了电梯，看他们按了6楼，跟着2人一起到了6楼。陈峰自然不会老是跟着他们，于是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先藏了起来。看到2人进了603的房间，来开门的是跟着宋凯的那个飞机头马仔。陈峰心中一动，立刻运转前行术，如果这时候有人在这里，立马就能发现陈峰居然凭空消失了。也是陈峰运气好，这个转角恰好是酒店监控摄像的死角，不然他说不定就惹上麻烦了。趁着2个女人跟飞机头马仔在门口调情的空档，陈峰运用格斗术的速度迅速的闪身进了603房间。这时候的宋凯一脸怨气，气愤的脸色铁青，明明都已经将陈峰那个装逼的混蛋送进了警察局，结果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领老匠人给救走了。看见进来的2个女人，宋凯不耐烦的挥一挥手，随便扯过一个女人。这个正好是刚刚在大厅说话的绿衣女人。飞机头马仔马上点头哈腰的搂着另一个女人退出了这个房间，而宋凯却早已经迫不及待的推倒绿衣女人。2人很快的就开始了大战。陈峰冷眼旁观，不停的用系统截图。宋凯既然有胆子陷害他，就要有胆子承担后果。第42，送你个礼物。陈峰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一下午在这听着宋凯跟别人的嚎叫，也是受够了。不过也让陈峰发现一个秘密，宋凯哈哈，刚看到的时候陈峰真是差点憋不住笑，难得的是那女人居然还能叫得那样大声，果然是专业的呀。宋凯退房后，陈峰也跟着一起出去了。现在他打算回家制作一份礼物给宋凯，相信他收到之后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当陈峰被警察带走之后，高2、6班的同学全都炸开了，郭苏梦更是忧心忡忡了一整天。小胖和其他同学都非常担心陈峰会不会真的出事。要说陈峰故意肇事逃逸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信的。陈峰这些日子以来跟大家的相处，让同学们都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绝对是那种敢做敢当的人，不可能会肇事逃逸的。而班主任老康因为最近陈峰的表现，在校长说要给陈峰记一个大过的时候，极力的劝说校长，还是等事情弄清楚之后再来定处分的事情。最后校长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延迟处分。等第2天一大早，陈峰神清气爽的来到学校的时候，果然宋凯已经带着一批人堵在了校门口。陈峰开着林文通暂时借给他的奥迪 S4 跑车，一个漂亮的甩尾，在校门口停了下来，正好停在宋凯的椅子前，慢条斯理的拿出昨晚从所有截图中选的一张他觉得最有看点的照片做成的广告板。陈峰优雅的下了车。哟，这昨天被请进去警察局的人，今天还敢来上学啊？马仔甲忍不住嘲讽的开口。哎呀，彪哥你不知道吧？听说是有人去保了他出来呢。啧，没想到撞坏一辆保时捷，又开来一辆奥迪了。马仔乙不屑的假装瞟了一眼陈峰的车说道，以为这样就能顺利进去学校。飞机头马仔一脸鄙夷的看着陈峰。宋凯心里现在是气得肺都要炸了，这个陈峰居然还能开车来，还以为今天能看见陈峰坐公交车或者出租车到学校呢，没想到居然还是开了一辆跑车来。到底是谁在帮他？就算开来了车又能怎样？今天自己可是给他准备了点乐子的，等一下看他怎么嚣张。飞机，咱们要讲理，今天咱们可是请陈少来切磋的。宋凯开口制止马仔们对陈峰的挑衅，同时身后出现2个一看就是当过兵的凶神恶煞的男子。陈峰一看这架势，看来宋凯今天是想在校门口和他干一架了。不过他陈峰可不是怕事的人，等等还不知道是谁没面子呢。我这个人呢，向来提倡以德报怨，所以对于昨天某人让他表哥陷害我的事，就既往不咎了。顺便送你个礼物。说完这话，陈峰就把手上的广告板翻了开来，正对着宋凯的脸。就在大家都在猜陈峰送了怎样的礼物给宋凯时，所有小弟自然是迫不及待的探头来看陈峰手上的东西了。霎时，学校门口一片寂静，有机警的马仔已经偷偷转身往学校里面溜去。妈呀，这个陈峰胆子真大，家里落魄了还敢拍这样的照片来羞辱宋少，他还是赶紧溜了，免得等一下被无辜波及。而看到陈峰手上的东西，宋凯当场就愣住了，接着就是极度的愤怒。宋凯扬手想要抢过陈峰手里的广告板，可陈峰哪里是那么容易让他得手的人，轻松的一个转身就避开了宋凯毫无法的一抓。陈峰，你不要欺人太甚！宋凯怒极，脸上的表情已经扭曲到了极致。呵呵，宋少这话说的，我一个破产的屌丝，怎么能欺负你这个江城大少呢？我给你准备的这份礼物可不止这一张呢，要想收到后面的，宋少你就继续来招惹我，我不介意
把所有照片发到网上去，让宋少不花钱也能出一把名。陈峰摇晃着手上1平米大的广告板，丝毫不在意宋凯被气得铁青的脸。你好卑鄙！宋凯已经气得口无遮拦了。到底是谁卑鄙的算计陈峰的？陈峰不在意的将手上的广告板举起来，痞痞地说：“没想到宋少平时威风八面的，这下面的小兄弟却给宋少你漏气，真是该罚啊！不如割了吧，也算给自己找个工作。宋少说是不是啊？”说完这话后，陈峰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宋凯，将广告板丢给了他，然后趁着众人都还在发呆的时候，慢悠悠地走进了学校。此时陈峰的脑海里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装逼反击成功，特奖励装逼点5万点。听到这个声音，陈峰一愣，卧槽，5万点！这次系统也太大方了吧？难道是因为自己被对方陷害，然后这次装逼就被判定为复仇装逼，所以奖励是平时的5倍？有这个可能。而此时校门口已经从一片鸦雀无声中回过神来，只是机警的小弟们都溜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跑得慢的，可想而知会被宋凯怎样对待才能封口。陈峰可是从差不多1000张截图里面挑了这最具代表性的一张出来呢，这个效果也不枉费昨晚花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挑图了。只见宋凯发疯似的用手抓烂广告板上的照片，扔到地上不断的踩，可仍然不够发泄他心里的愤怒，于是随手拉过来一个小弟就开揍。结果倒霉的正是那个寸头小弟，被揍得半死不活的。现场其他人在心里可怜他，但是没有谁会傻到去惹盛怒中的宋凯。只是看过照片的所有小弟心里都忍不住的偷笑，没想到宋少平时耀武扬威的，结果他家小弟弟那么不争气。不管是大小还是，陈峰也不知道怎么拍的照片，清晰无比的把那点东西全都显露在了照片上。这下估计宋凯短时间内再也不敢去惹陈峰了。于是一中门口原本气势汹汹的一群人，在宋凯的暴怒下飞快的散了。没过几天，整个学校都知道了宋凯是个表面中看的，其实下面根本不行，估计以后也难娶老婆了。第43，还好你没事。陈峰还是跟往常一样，慢吞吞的卡着点走进了教室。跟往常不同的是，今天他一进去，全班同学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大家都跑上来围住他，七嘴八舌的问他有没有事，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连已经上课了都顾不得了。看着围在自己身边的同学，陈峰发自内心的淡淡的笑了，然后等大家都问完了才说：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昨天只是一场误会，我是出了点车祸，不过却不是肇事逃逸，是他们拿错监控了。我就说嘛，陈峰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好了，大家都去上课了。下课后再说。小胖听到陈峰说没事，也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上课。这时候语文老师也恰好走进教室。下课后，陈峰走到苏梦的桌前，微笑着说道：苏梦同学，我今天来得及，忘记带数学课本，下节课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坐在你的旁边呢？苏梦好看的秀眉蹙了蹙，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就当报答他前几天送他回家好了。幸好你没事。陈峰刚坐下，就听到苏梦低声的说了这么一句，于是陈峰淡淡一笑，看了苏梦一眼，并没有回话，因为此时上课铃声已经响了。于是当老康走进教室的时候，就发现苏梦的旁边坐着陈峰，不过老康也没有说什么。通过这段日子的事情，他对陈峰已经完全改观，这是个好孩子，以前虽然纨绔，但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现在家道中落，不但没有低落，反而更自信上进了。这样的学生老师都是喜欢的，所以看着陈峰跟苏梦坐在一起，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毕竟谁不曾年少。而陈峰在开始上课后，很快就从儿女情长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因为他知道这一世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苏梦，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掉所有会阻碍他们幸福的潜在敌人，以后才能有安稳的日子过。苏梦从上课开始脸就微微的有些发红，使她本来就清丽的容貌看起来更增添了一丝妩媚。看到陈峰没事，苏梦心里止不住的雀跃兴奋，看他对别人的挑衅应对自如，看着老师和同学都越来越喜欢他，苏梦仿佛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这个喜欢他的男孩被这么多人喜欢，他很高兴，偷偷转头看一眼身边的陈峰，结果居然发现他又在走神。苏梦心里刚刚升起的那一丝甜蜜瞬间消失无踪哼。果然是这样，想要陈峰认真听课，他真是太高估自己的影响了。于是苏梦气哼哼的扭过头，自己专心听课去了，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管他了。哼，如果陈峰知道苏梦的想法，估计会郁闷的吐血。他真是比窦娥都冤枉啊！昨天早上追杀他的人明显就不是一般的江城帮派的成员，那就可能是外地来的。
甚至是杀手都有可能。到底是谁想要他的命呢？以前有个刘建国，现在刘建国已经死了，刘三被他废了，刘振强也不像是能做得出来这种事的人。那么剩下的想要自己命的，就只剩下南洋邪僧那批人了。看来赚钱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必须尽快了，不然说不定哪天就被他们得手了，到时候自己重生一世就白费了。估计装逼系统都会鄙视他。想到这里，陈峰心念一动，召唤出了系统界面，准备看看还能用什么迅速的赚一笔钱。刚刚打脸宋凯还得了5万点装逼点，这个积分必须要合理的利用起来。现在的自己真是什么都需要，装逼打脸这种事看来还是要多多的去做，不然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大好的金手指。看到生物标本那几页，陈峰忽然心里一动，他怎么没想到去卖珍稀的生物标本呢？这可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比起黄花梨木雕这种耗时费力的来说，赚钱可是快多了。当然价格肯定没有艺术品昂贵，不过至少也能解解燃眉之急了，毕竟自己现在手上有6万多的装逼值，生物标本最贵的也才1000每克，完全够用了。看来今天放学后得去一趟地下市场，看看有没有什么人需要这样的标本或者材料的。下课后，陈峰礼貌地对苏梦说谢谢，不过苏梦并没有理会他，而是把头偏向窗外，生气却又带点无奈地说：陈峰，你上课就不能专心吗？明年就要高考了，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样，那我是说，那你不就不能上大学了吗？说完这话，苏梦有点慌乱地低下头。其实他想说的是，如果陈峰不好好学习，那他们就不能念同一所大学了。陈峰听到苏梦这样说，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校花妹纸现在就已经喜欢他了呀。呵呵，看来今生已经有很多变化了。苏梦，我陈峰在这里郑重地承诺你，我一定会跟你上同一所大学的，请你相信我。看着一脸认真的陈峰，苏梦愣住了，他没想到陈峰居然这么郑重地对他许诺。或许你觉得我上课并不认真，但是我有我的苦衷，以后有机会我会告诉你原因，不过无论如何，请你相信，我是真的很爱你，这辈子也认定你一个人，请你给我这个机会。陈峰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压低音量，于是全班同学都迅速地围了过来。苏大美人，快答应吧，我们风少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啊。小胖首先带头起哄，是啊是啊，现在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多了，而且还对你一往情深呢。胖妹紧跟在后，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班里其他同学也反应过来，纷纷帮着陈峰。苏梦被同学们说的脸都红到脖子上了，只能把头垂得更低。幸好这时候上课铃声响起，物理老师也走进了教室，大家一哄而散的回去上课了。陈峰也坐回了自己座位，他知道这种时候需要给苏梦时间，让他自己想清楚。第44，江城地下市场。放学后，陈峰开车回家，稍作变装就出了小区。为了测试变装效果，陈峰还特地去保安面前转了一圈，假装问路。结果那个2逼保安硬是没有认出他来，这下陈峰放心了。走出小区一段路之后，随手招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往江城地下市场而去。这个地方前世陈峰听说过，却没来过，这还是第一次来，外人绝对想不到，江城地下市场居然就在市中心的地下停车场下面，只不过普通人就到地下1层就不再往下了，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在停车场的东南角最角落里有一个小电梯，这部电梯是直达地下3层的。陈峰也是前世躲避刘振强的狗腿子，追杀才误打误撞的进去过一次，怪不得会说不管是苦是甜，上天都是别有用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曾经遇到的最不起眼的小事，也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陈峰顺利的来到地下市场，前世自己只是一晃而过，并没有细看这里到底都有些什么。现在细细打量才发现，这里真是什么都有啊。入口处是一个市场管理中心，估计是防止混乱的吧。在管理中心对面是一个拍卖行，接下来就是一些古玩店面、稀有木材行、字画店，街道尽头是一个跳蚤市场。陈峰简单的看了一下，对古玩字画木材之类的都不感兴趣，便直接来到跳蚤市场。这里的跳蚤市场看起来还是非常规范的，有专门发布信息的信息中心，虽然只有一张电子布告板，其余就是各种各样的格子铺式的自由摊位，摊位费是每天100元。陈峰大概看了一下跳蚤市场都有什么卖的，心里暂时有个大概的想法，又站在电子布告板前面看了半天，无非是各种需求信息和求购信息，前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最后一条信息居然有人求购沙漠红蟹心头血和飞马脚，这一下陈峰不淡定了，系统里面的生物标本里不就有这2样东西吗？他记得这2样一起使用，传说可以解除任何蛊毒，并且以后也不会再中蛊，这可是好东西啊。一看求购者出的价格，陈峰差点给跪了。沙漠红蟹心头血居然100万每克，而飞马脚则是300万一个，
这下发财了。陈峰现在心里那是一个兴奋啊，不过他也并没有失去理智。人都说财不露白，何况还是这地下市场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幸好今天出门时变了装，不然指不定会惹来什么麻烦呢。陈峰仔细看了一下求购者的信息，上面并没有写联系方式，只说有消息的人可以去拍卖行大登记信息。陈峰想了想，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还是尽量不要暴露出来比较好，毕竟自己要顾及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打算先去拍卖行看看再说。来到拍卖行，陈峰先看了一下拍卖守则，看完之后松了一口气。原来为了避免买卖双方的麻烦，所有进拍卖行的人都要佩戴统一的面具。买家将钱给拍卖行，拍卖行抽取其中1%的手续费，再把剩下的钱给卖方，这样一来，买卖双方互不接触，就算有什么也不会出现互相撕逼的情况，减少了很多麻烦。换出装逼系统，陈峰快速地兑换了沙漠红蝎心头血和天马角。系统很贴心的将沙漠红蝎的心头血装在了一个流光溢彩的透明瓶子里，而天马角装在了一个玉盒里，换了3克血1个角，就花了陈峰5000的装逼点。但是现在急需用钱，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陈峰戴上拍卖行门口放置的统一面具，缓步走到接待处，说明了自己有买家 X 先生求购的东西，想知道怎么交易。接待处的是一个端庄大方的古典美女，听到陈峰说这个 X 先生就一脸震惊，听到他居然有 X 先生求购了10年的东西，更是万分惊讶，连忙说他需要打个电话问一下。陈峰看对方的表情就知道这2样东西看来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于是心里对于卖个高价更有底气。先生，请您跟我来，打完电话。接待小姐笑容满面的对陈峰说。陈峰跟着接待小姐来到一间贵宾接待室，填了一个信息表，接下来就是喝茶等待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一个30几岁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谭先生，你真的有沙漠红蝎的心头血和天马角？这人一进来就激动地握住陈峰的手，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陈峰登记的个人信息肯定是假的，这种地方如果暴露自己的真实资料，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陈峰从一脸懵逼中回神，轻轻抽出自己的手，点点头，说道：我有。激动的男人也渐渐平复下来，两人分别落座。谭先生您好，毕姓沈，您手中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不知您今天有没有带来？自然是带来了，不过我想请沈先生回答我一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谭先生请说。我知道的一定告诉您。沙漠红蝎心头血和天马角虽然难得，但并不是找不到，为何你们要花这么高的价钱收购？陈峰问出了自己心里的疑问，也是想看看卖这个价格值不值得。谭先生有所不知，这2样虽然容易取得，但是想要保存到能用上却非常不易。沙漠红蝎的心头血必须刚取到的时候就使用，或者用7彩琉璃瓶保存密封好，直到用的时候才能打开。而天马角更是传说中存在的天马的角，虽然有人见过天马，但是并没有那么好找，更别提取到它的角了。另外，为了最好的发挥效果，天马角必须用千年冰玉盒来保存，而制作这2样东西的材料却非常难寻。我们在这里挂求购信息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所以我们出的这个价格只是拍卖起价。如果您真的有这2样，最后的成交价格我们可以再商量。说完这话，姓沈的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当然必须要达到我刚才说的条件才能出得起这个价格，我可以保证我们出的价格绝对是最高的，第45好货不愁卖。听他说完，陈峰在心里忍不住咂舌，我的乖乖，没想到系统大神随便给的容器都这么有来头，这一下是真的要发财了。搞了半天，原来瓶子和盒子才是关键啊。想到这里，陈峰心里已经有底了，看来这东西卖500万还是亏了，先探探底，再决定是否要卖给面前这人。于是陈峰开口说道，东西我的确有，就看你们能不能出得起我要的价了。说完，伸手拿出沙漠红蝎的心头血和天马角。姓沈的一看到就激动万分，语无伦次地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谭先生您开价吧。看着7彩琉璃瓶里面带着金色的鲜红血液，陈峰默默计算着要多少钱合适，差不多花了5000的装逼点，一点换100块钱就赚翻了。不过开价吗？当然是往高了喊。这样吧，我这里有3克的沙漠红蝎心头血，天马角也是完整的一个，加上7彩琉璃瓶和千年冰玉盒，最少也要1000万吧，不然我也太吃亏了。陈峰开了个他自认为的天价。对面的人犹豫了一下，略带忐忑地说道，谭先生，超过1000万我就需要跟上面汇报，我先打个电话问问。陈峰刚想说什么，结果这时候贵宾室的门被人推开了，进来的人二话不说，直接说了一句2000万，我要了。陈峰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姓沈的人就急忙说道，肖总，
总要讲个先来后到吧。我们沈总找这2样东西10几年了，您看这次能不能手下留情？来人霸气地说道：你们既然出不起这个钱，我们鼎盛集团自然不会客气。萧总，我们也没说不要啊。再说，我们沈氏也不是出不起这个价，只是我还需要请示一下上面。来人正是鼎盛集团新任总裁萧展宁。陈峰一听他说到鼎盛集团，就知道眼前这个就是南洋邪僧的代理人，前世的种种又快速在陈峰眼前划过。如今看见仇人出现在自己面前，陈峰死死地忍住一拳打过去的冲动，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跟鼎盛集团的人做生意，萧总还是请回吧。这下不仅是萧展宁愣住了，正在打电话的沈小兵也愣住了。萧展宁是不知道，居然有人敢公开说出不跟鼎盛集团做生意，而沈小兵则是诧异，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能够顶得住金钱的诱惑。毕竟萧展宁出价2000万，他们沈氏虽然志在必得，也不是出不起这个钱，但是他做不了这个主。本来以为会被萧展宁抢走，结果没想到峰回路转，无论如何他也一定要拿下沙漠红蝎的心头血和天马角，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更让几人没想到的是，气氛尴尬的时候，又有人出现在贵宾室。我还以为是谁在这里跟我抢东西呢，原来是鼎盛集团的萧总啊，真是久仰大名啊。进来这人单看长相便知道不是一个普通人，斜飞入鬓的剑眉，笔挺的鼻梁，微微上扬的薄唇，一双大眼充满玩味的笑意，正毫不客气地打量着萧展宁。沈少，您怎么来了？沈小兵一见这人出现，立马两眼放光，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这下不管结果如何，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我路过江城，听说这里有了沙漠红蝎的心头血和天马角的消息，便过来看看，没想到居然看到有人连我沈氏要的东西也敢抢，看来老爷子太久不理事，有些人已经忘记我们沈氏的存在了。萧展宁听到他这样一说，背上冷汗直冒。鼎盛集团或许在江城可以一手遮天，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地位，但比起一向以霸道示人的沈氏来说，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哪里，沈少真会说笑，我这不是不知道这东西对沈少这么重要吗？如果知道的话，自然不会抢沈少的东西了。萧展宁心里苦啊，他想买这沙漠红蝎心头血和天马角，也是因为想要看看是不是能解除自己身上的降头，毕竟他也不想一直被人控制。哦，看来我刚刚是误会萧总了，既然这样，萧总还是请吧。说完这话，沈少略一抬手，懒洋洋地指着门口，萧展宁只能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候沈世清才认真打量眼前的少年，只见他长得白净秀气，俊雅非凡，然而那双略带凌厉的眼睛却说明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少年。你好，我是沈世清。一瞬间，沈世清已经决定对这个少年不能小看，既然不愿意做敌人，那就只能做朋友了。你好，我是陈峰。陈峰也伸出手与沈世清交握，他看得出来，这个沈世清一身正气，绝对不是什么人面兽心的小人，并且自己现在缺的就是人脉。而沈氏，据他所知，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传说沈氏的老爷子是开国将军，政治背景非常强大，可以说在国内无人能与沈氏抗衡。沈小兵听陈峰说出真名也没有多少惊讶，毕竟都是出来混的，懂得自我保护的人才能走得长远。刚刚萧展宁既然愿意出2000万买你的沙漠红蝎心头血和天马角，那我自然不会让你吃亏，我们也出这个价吧。沈世清心里频频点头，不错，这个少年果然没有看错，值得一交。沈少客气了，其实这东西我也是机缘巧合得来的，不用那么多钱，就当大家交个朋友吧。800万成交，本来陈峰就是想要800万卖出去的，现在就当做个顺水人情了。哈哈，好，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实话告诉你，这东西对我非常重要，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既然你真心交我这个朋友，那也不用叫什么沈少，喊我世清就好，我叫你小峰吧。沈世清拍着陈峰的肩膀，真诚却又随意地说。陈峰自然没有不答应的心想，这个沈世清看来也是一个豪爽的人，他却不知道沈家本就是将门，军队作风严谨，性格大多豪迈。第46，骷髅匕首，也是陈峰合了他眼缘，不然哪里能这么轻易搭上沈家这条线。也正是今天这突如其来的偶遇，让日后的陈峰少了很多麻烦，甚至还救了他多次。当然，此时的陈峰可不知道这些。此时的陈峰脸上的表情淡然，装逼系统中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深莫测，而这更让沈世清对陈峰高看了一眼。很快两人在拍卖会的人主持下进行了交易，交易过程中陈峰和沈世清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好了，既然这样，事情我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了。交易结束，
陈峰一脸笑意的道，而后长腿一迈，就准备快速离开。但就在此时，沈世清却突然阻拦道：“小峰，你就这么走了？那萧斩宁可不会轻易放过你。”“哼，是吗？那就让他来吧，我就让他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冷冽的声音，肃杀的气息。此时陈峰那杀伐果决的气势一出现，顿时就让沈世清瞳孔紧缩，嘴角勾起了爽朗的笑容，道：“哈哈，好，既然如此，就此别过。这是我的名片，记得有事请找我就是了。放心，有需要我是会去找你的。”世清话音落，陈峰身影快速消失在沈世清面前。而此时沈世清看着陈峰的背影，叹息道：“英雄出少年啊，这小子不一般。那个大少，我们快走吧，时间不等人啊，再不走怕时间不赶趟啊。”而此时沈小兵面色潮红，激动的道：“这一刻，沈小兵已经感觉自己呼吸困难了，过度的激动让他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而此时沈世清其实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但是沈世清毕竟是沈家大少，在面上能够忍住这些。面上冷静的沈世清此时也决定快速行动，毕竟已经找了10年了，人生能有几个10年？这一刻，沈世清握紧了手中的东西，长腿一迈，快速的行动起来。很快，沈世清的身影就消失在这个地下世界中。而此时的陈峰呢，嘴角勾起冷笑，停在了一个摊位前，假装看着上面的古董，但实际3个，眼角扫视身后，一眼就看到了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不仅如此，陈峰还发现自己的前方也有那么2个嚣张的身影。对此，陈峰不屑地想着，哼，就这手段，真是垃圾。看我的装逼系统，我可以再换装啊！呵呵。冷笑中，陈峰快速动作，直接拐进了这个古董店铺中，找了一个房间中的死角站好。下一秒，陈峰快速地脱掉了身上的衣服，直接反着穿，顿时他一身衣服就换了。而后再抬头，陈峰已经换了个样子。当然，这是在外人眼中的，这个脸和刚才的可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身形都跟着调整了，健硕的体格，硕长的身材，完美的比例。此时的陈峰已经和刚才的模样差了10万8千里，就这，恐怕任何人都认不出来吧。这一刻，陈峰真的很想看看那些跟踪他的人，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哼，想跟踪我，也要看我让不让你们跟踪啊！冷冽的笑着，陈峰恶劣的勾起唇角，森冷的杀意在眼中一闪而过，走到了古董店的一面展示墙上。这里展示的不是别的东西，匕首，锋利森冷寒芒的匕首。见此，陈峰嘴角笑意更浓，眼底深处的杀意更加浓重。此时的陈峰决定给这些人一个教训。想着，陈峰直接拿起自己看中的一把乌黑的，看起来没有任何开刃的匕首，冷冽地对着店主道：“老板，多少钱？”老板见此，懒洋洋的道：“50万不二价。”这话一说，顿时在现场的人都有些诧异起来，一个个都好奇的看着这把不起眼的匕首。哇，居然这么贵！这是什么做的匕首啊？古董吗？哪个朝代的呀？还有没有？这小子不买我买了，看起来很是珍贵的样子，值得收藏啊！这得什么运气，一下子就见到好东西了，真是运气啊！不管了，先看看，这小子买不起，我们买了吧？我喜欢啊。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好了，他不买我买。议论声充斥耳边，顿时让陈峰整个人都不好了，心中疯狂嘶吼靠：“50万，抢钱啊！我刚刚才赚了800万，这一下子就用去50万，该死的，真是抢钱啊！”啪啪！突然，就在此时，古董店外传来了疯狂的奔跑声音，这让陈峰明白，那些久没见他出去的打手们出动了。想到此，陈峰一咬牙决定买了，毕竟时间不等人啊！这要是自己没有武器，再被人发现，肯定是被弄成尸骨无存。陈峰自认自己还没活够，所以听到这个声音，当机立断的决定买了匕首，然后将这些打手们一个个都给抢劫了。想到就做，陈峰痛快的直接拿出卡片，刷卡。这可是沈世清刚刚给的不记名的卡片，里面是陈峰刚刚赚的800万。懒洋洋的老板听到此话，才真正的抬头看了看陈峰，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而后痛快的收款。滴滴，提示音响起，付款完毕。陈峰抓着卡片和匕首抬脚就走，而此时那些打手们也来到了店铺，
哼，给我找，肯定在这里，这里面可没有后门。说着，那些追踪陈峰的人就要进入店铺，但就在此时，店铺老板懒洋洋的道：“怎么，你们的胆子肥了，连我的店铺都敢抢，真是活腻歪了。”说着，懒洋洋的店老板不懒了，冷冽的视线如刀锋，看着进入房间的几人，同时迅速的按下了一个按钮，顿时整个店铺都跟着封锁起来。砰砰砰的声音中，店铺顿时被隔绝了起来。见此，那几个打手一个个傻眼，惊恐起来，因为此时他们看见了店铺老板手中那把骷髅匕首。顿时，这些打手们一个个全身紧绷，恐惧的颤抖起来。第47，霸气七爷。古董店的老板此时气势大变，从一个懒洋洋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出鞘的利剑般锋芒毕露，气势骇人，与之前一比，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霸道凌厉。几个萧斩雨的打手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原本想要直接就把那个败家子陈峰给做掉的，但是一看到这个陡然间气势大变的男人，却像是绵羊见到了饿狼一样，一下子就被呆住了，瞬间就是神色大变。特别是等他们看清楚了古董店老板手里那一把寒光烁烁的古刃之后，几个打手更是吓得差点就要尿了，几个胆小一点的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鬼刃老七，竟然是七爷！几个脸色大变的打手看着拿着骷髅古刃的老板，眼里有着浓郁的恐惧之色，咕咚一声咽了咽口水，惊惧无比。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男人是谁。鬼刃老七，江城道上凶名赫赫的大佬，一手刀功出神入化，背景强大神秘。据传言，就连江城的大领导都拿他没有丝毫办法，即使是他们的老板萧斩雨见到了他，也要恭恭敬敬的叫一声七爷。几个打手怎么也想不到，陈峰那小子竟然无意中闯进了七爷的店里了，这直接就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几个人当场就懵逼了，怎么，你们几个气势汹汹的是想要抢我的东西吗？鬼刃老七看着几个打手，眼里闪过一丝寒光，淡淡的说道：难不成我最近表现的太过于和气，你们这些小杂鱼都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吗？误会。那个一马当先的冲进来的打手一听鬼刃老七的话，脸色顿时大变，一脸惶恐的对着他说道：我们就是脑子有坑也不可能来找七爷您的麻烦啊。七爷您误会我们了，我们并不是要来抢你们的东西的。对，七爷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几个打手一听自己小头头的话，立刻就附和了起来。他们可不想让鬼刃老七真认为自己是来打劫他的，因为那样他们死得很惨的。现在大门已经被鬼刃老给关上了，要是真让鬼刃老七认定他们是来抢劫的话，他们即使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虽然有5、6个人，但是他们可不认为自己这一群人是凶名赫赫的鬼刃老七的对手。如果和他作对，他们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缺胳膊断腿。还没来得及走出去的陈峰看着眼前这一幕，眼里有着浓浓的惊讶之色，看着气势在一瞬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的老板，心里面很是惊讶。他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古董店里竟然还隐藏了一尊大神。看着几个凶神恶煞的打手，一看到他就变得跟鹌鹑一样瑟瑟发抖了起来。陈峰对这个几个打手叫做鬼爷的人一下子就好奇了起来。那你们想要干什么？鬼刃老七看着几个被自己吓得脸色都发白的打手，轻哼了一声，淡淡的说道。他对自己现在这么一站出来，就把几个宵小给吓得屁滚尿流，很是满意。这证明他鬼刃老七在道上的威名并没有因为他的低调减弱。七爷，其实我们是来找这小子的。打手头子李天一听七爷的话，立刻一指站在一边的陈峰说道：这小子得罪了我们家老板，老板让我们教训他一下。天哥说的没有错，我们确实是来找这小子，并不是来找七爷您的麻烦。一听李天的话，另外几个打手立刻附和了起来。陈峰一见这些人指着自己，眼里闪过了一丝寒光，这些人果然是冲着自己来的，看来自己的猜测并没有出错，这些人应该就是萧斩雨这个狗东西的手下了。刚才在交易天马脚的时候，那老东西因为沈世清的存在而不敢找自己麻烦，现在自己一出来，这老东西立刻就迫不及待地找自己麻烦来了。哦，这位是我的大客户，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情？鬼刃老七一听这些打手的话，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淡淡的说道：这小子得罪了我们老板，所以我们要教训他一下。李天看着陈峰，眼里闪过一丝凶光，萧斩雨可是交代过他要把陈峰除掉的。七爷听了李天的话，转头看了陈峰一眼，嘴角露出了一笑容，呵呵一笑，对着李天说道：现在你不能动他。七爷的话不仅仅是让的李天等人脸色大变，就连陈峰也是一阵惊愕的看着七爷，这个老板是怎么回事？他竟然在帮自己。陈峰看着七爷，
心里面的惊讶无比。他可以确定，这个七爷他不认识，难不成这个人也是自己老爹陈破的朋友？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帮自己？陈峰很清楚，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个七爷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帮自己的。为什么？李天一听鬼刃老七的话，虽然心里面对于七爷妨碍自己很是愤怒，但是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表现，而是一脸为难的看着七爷说道：七爷，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还请您不要为难我们几个。滚！然而七爷听了李天的话之后，却是霸气无比的直接就让他滚。我鬼刃老七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和你解释为什么吗？要不想死立刻就给老子滚！你们是不是忘记我的规矩了？说完，七爷直接就把大门给打开了。几个打手一听七爷的话，额头之上的冷汗刷的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了。这时候他们想起了七爷的规矩，在他的店里，谁敢对他的顾客动手，谁就是他的敌人，不死不休。几个打手毫不犹豫，在七爷打开门的一瞬间，他们就灰溜溜的冲出了大门，那速度快的就像有人拿刀在后面追砍他们一样。多谢七爷仗义直言。陈峰虽然觉得自己并不需要七爷的帮助，但是人家既然已经帮了自己，他还是需要表示一下的。不用谢，我刚坑了你几十万，随手帮你一下罢了。听了陈峰的话，七爷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就像是在看一个冤大头一样。第48，这可是个大宝贝，我刚坑了你几十万，随手帮你一下罢了。陈峰一听七爷这话，顿时就是无语了，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七爷原本在他眼里霸气的形象，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流氓无赖形象。呵呵，陈峰一脸无语，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混蛋坑了自己，竟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陈峰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把黑漆漆，一看就俩是没有开封的匕首，心里面在滴血。自己竟然情急之下，竟然没有考虑太多，就花了50万买了这么一件破铜烂铁，这真是亏掉了底裤了啊！我可没有逼着你买我的东西，是你自己要买的，一经售出，概不退货。七爷看着陈峰脸上一脸郁闷的表情，呵呵一笑，笑得有些玩味。对于坑了陈峰50万，他是一点也没有负罪感，这种事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早就已经熟能生巧了。哈哈，七爷说的没有错，这里的东西一点交易成功就从来都没有退货过的。小子，能被七爷坑一把算是你的福气，下次眼睛放亮一点。七爷的话一落，边上几个之前一直在装死的顾客们立刻就活了过来，哈哈大笑的看着陈峰，脸上都有着幸灾乐祸的笑容。这些家伙都是之前陈峰问了价之后，纷纷表示他们也看上了这把匕首的人，只是此时他们已经不是一脸热切，好像非常想要陈峰看中的匕首的表情了。所有人都是一副看冤大头的表情看着陈峰。陈峰一看这情况，哪里还不明白？丫的，感情这群混蛋根本就不是什么顾客呀，这些全都是托啊！陈峰感受到了社会深深的恶意。叮，经系统扫描检测，宿主手中的匕首蕴含有特殊能量，激活之后可拥有销金断铁的威力。就在陈峰在为自己被坑了一把而郁闷的时候，他脑海里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什么？这不起眼的匕首竟然还蕴含着特殊能量？陈峰一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顿时就是一喜，在心里面惊呼了起来，眼里更是露出了一抹喜色。叮，对着，经系统检测，只需要将鲜血涂抹到匕首之上，匕首之上的封印将会消失，匕首就会露出了原来的面目。对于陈峰的在脑海里的提问，系统给出了让他惊喜无比的答案。赚大了！陈峰一听系统的提示音，原本因为被坑而造成的郁闷，在一瞬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却是兴奋与惊喜。他原本还以为自己这一次被坑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不仅没有被坑到，反而是捡漏了。这小子怎么了？不会是被坑傻了吧？七爷的几个小弟们看着陈峰一脸莫名其妙的笑容的站在原地发呆，不由得觉得一阵好笑。在他们看来，陈峰肯定是被坑傻了。年轻人，虽然你这一次吃了一个大亏，但是这对于你来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七爷看着陈峰的样子，也认为陈峰这是被自己给坑傻了，心里面竟然有了一丝不好意思，暗道自己是不是下手太狠了？不行，下次遇到这种傻小子接着坑。陈峰听到七爷的话，一下子就回过了神来，眼里闪过了一丝笑容。这混蛋竟然敢坑自己，不行，一定要坑回来，起码也要恶心膈应死这混蛋。而且陈峰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刷装逼打脸奋直的好机会。七爷，你说过这东西这里买的东西是概不退货的吧？陈峰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笑着对七爷说道。
没错，我鬼人老七说的话，那就是一口唾沫一个钉，说过的话绝对不会收回，只要我答应了事情，绝对是100%做到。你不要不信，可以到道上打听打听。七爷一听陈峰的话，再看陈峰一脸淡淡的笑容，心里面愣了一下，按道这小子不会是真傻了吧？那你会不会要回自己卖出去的东西？陈峰对于七爷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的眼神，心里面不由得轻哼了一声，把自己当傻子？等下有你哭的。不会，绝对不会，我卖出去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要回来的，你放10000个心。哈哈，七爷一听陈峰的话，先是一愣，随后就哈哈大笑了起来。现在他可以肯定，眼前这小子已经被自己坑傻了，自己卖出去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拿回来？他卖出去的东西是什么，他自己最清楚了，全都是坑人的东西，他煞笔了才会要回来呢。七爷的小弟们此时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皆是一脸玩味的看着陈峰。在他们的眼里，现在的陈峰就是一个十足十的愣头青，是那种被人卖了还会替人数钱的笨蛋。陈峰看着众人都是看白痴一样看着自己，心里面却是不以为然。按道等下看你们还能笑出来不？哈哈，小子你放心，既然你花了50万，那你手里的东西就已经完全属于你了，我是不会打你的主意的。七爷笑眯眯的看着陈峰，像这种傻小子他最喜欢了，如果每天都有10个8个这种大傻蛋来被自己坑的话，那他就真是赚钱赚到手软了。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七爷你会耍无赖把自己的东西要回去呢。陈峰看着七爷那一张得意的脸，按到现在该是自己的装逼时间了，所以他一改被坑的郁闷表情，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神色，笑眯眯对着七爷，你可能不知道，这一次你亏大了呢，这东西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宝贝呢，千金不换。啊，这东西还是什么了不得了的宝贝？你逗我呢？这东西是宝贝的话，我会不知道？陈峰的话让的七爷愣了一下，一随即却是不屑的轻哼一声道，这东西只不过是我200块钱淘来的东西，能是什么宝贝？如果是宝贝的话，还轮得到你？七爷对于自己这个店里的东西可都是了如指掌的。陈峰手里的那把匕首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古玩，但是那只不过他手下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个东西而已，完全不值钱，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宝贝。第49 20万，200块钱淘来的你竟然给我开价50万，而且还不还价。陈峰一听七爷的喜欢，嘴角抽搐了一下，心里面暗骂这混蛋真是够黑心的，这一次要不是自己有着神秘的系统，那还真是让这个混蛋给坑惨了呀。既然这个七爷这么黑心，那就不要怪自己狠狠的打你脸了。七爷你这一次还真就是看走眼了呢，200块钱买来了这么一个大宝贝，自己不知道珍惜，竟然50万卖给了我。哈哈，陈峰一脸笑容的看着七爷，只是这笑容里却像是在看一个冤大头一样，得意的说道，这次我可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七爷你才行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捡到这么大的一个漏呢。七爷一听陈峰的话，心里面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让他觉得很是莫名其妙，但是这种感觉却是非常的清晰强烈，这让得他的眉头不由得轻轻的皱了起来，看着陈峰道，小子，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其实他还是不怎么相信陈峰的话，毕竟这东西他可是让他的手下最厉害的鉴宝师长过眼的，如果是什么好东西，他不可能不知道。七爷，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这东西我可是亲自仔细研究过的，这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工业产品，虽然经过做旧处理，但是根本就不值钱。就在这时候，一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走到了七爷的身边，一脸鄙视的看着陈峰说道，这小子现在一定是因为自己花大价钱买了一个没有的东西，所以被气疯了，再说一些傻话呢。说着，这个中年男人看了陈峰手里的匕首，轻哼一声道，凡是被我张衡看过的东西，如果是宝贝，我没有一个能够从我的眼下溜走。张衡有着自己足够的自信，他可是七爷高价聘请来的古董鉴宝师，出道这么多年，经手的宝贝无数，还从来都没有被打过眼呢。陈峰手里的东西，他可是认真研究过的，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宝贝。陈峰见这个中年男人一脸鄙视的看着自己，心里面有些不爽，这家伙也真是太狂了一点吧，不行，必须要给他一点教训。哼，再牛逼的鉴宝师也会有打眼的时候。陈峰轻哼了一声，对着这个扬了扬下巴，对着张衡道，我说这东西是宝贝，它就是宝贝，别以为就你自己会鉴宝，我也会，就你，简直笑死人了。张衡一听陈峰的话，撇了撇嘴，一脸不屑的说道，你以为鉴宝师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吗？你也会鉴宝，简直笑死人了。
不仅是张衡，就连七爷等人听了陈峰的话也是呵呵一笑，对陈峰的话一脸不以为然。显然他们也不认为陈峰会是什么鉴宝师，毕竟陈诚的现在也就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是一个鉴宝师？要不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陈峰看着一脸鄙视的看着自己的张衡，忽然计上心头，笑眯眯的说道：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宝贝的实话，算你说，你给我20万；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垃圾的话，是我说，我给你20万。一听到陈峰的话，张衡眼里顿时就涌现出了一抹惊喜的神色，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天上掉钱的好事啊！成交！如果你输了，必须要给我20万。张衡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就答应了陈峰的赌约。20万，那可是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了呀！所以他兴奋地转头对着七爷说道：七爷，还请你给我做个公证人。小子，你是认真的吗？如果我真的做公证人，那你输了可是要掏钱的，不然我七爷可不答应。七爷一脸严肃地看着陈峰，他看着陈峰的眼神之中有了一丝惊疑之色。要是他输了，你能确保让他拿钱？那我就确定。陈峰一脸自信地说道。七爷点了点头，他实在不知道陈峰哪里来的自信，竟然敢和自己手下的首席鉴宝师比拼眼力，这不是实力做大死吗？在他看来，陈峰这20万是掏定了。小子，我是认定了这东西不是什么宝贝了，你现在快点证明它是宝贝吧。如果你证明不了，那就乖乖的给我20万吧。张衡一脸得意的看着陈峰，既然七爷都已经答应了，那这个赌约肯定是要生效了。如果陈峰真的能够证明这东西宝贝，那他就要给陈峰20万的。不过他可不认为自己会输，陈峰这20万在他看来，他已经拿定了。陈峰看着七爷一脸的人，一脸同情的看着自己，再看看这个张衡，更是一脸已经吃定了自己的表情，心里面冷哼了一声，笑吧笑吧，等下有你哭的。陈峰也不再墨迹，他要用铁一般的事实去打这些家伙的脸。既然系统说要用鲜血去将匕首上的封印破解，陈峰自然不再犹豫，直接在七爷等人莫名其妙的表情之，直接就弄破了自己的手指，然后将2滴鲜血直接就滴到了不起眼的匕首之上。这小子在干什么？他干嘛把自己的手指划破了？这小子该不会是被坑傻了，想不开自残吧？我看着这小子或许小说看到多了，想学着那些小说里一样，想要来一个滴血认主激活神器吧。看来这小子是真傻了。嘿嘿，一伙人见陈峰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给弄破了，并且还把血给滴到了匕首之上，全都是忍不住翻起了白眼，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一样，嘿嘿笑了起来，小声之中充满了讥讽和不屑之意。只是下一刻，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唰！当陈峰把自己的鲜血滴到了匕首上的时候，匕首之上忽然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荧光，强烈的荧光一下子就让他们眼睛都不由自主地闭了上去。这道荧光来忽然，消失的也快，只是一晃眼就消失了。哗啦啦，一阵座椅碰撞声响起，只见一直淡定地坐着的七爷，就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猛地冲到了陈峰的身边，看着陈峰手里的东西，一脸震惊的大叫道：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50谁才是冤大头？看着陈峰手里的已经有了天翻地覆一样变化的匕首，七爷再也不能淡定了，他脸上有着浓浓的震惊之色，就像是大白天见了鬼一样。此时陈峰手上那一把漆黑毫不起眼的匕首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闪烁着幽幽冷光，给人一种巧夺天工般的感觉的银色匕首。这把匕首就这么拿着，就有一种强烈的煞气从他的刀身之上散发了出来。只是这么一看，就给人一种这把匕首是一把引了无数鲜血的凶兵，和之前那一把平淡无奇的刀有着天与地般的差别。如果不是亲眼看着，七爷都不敢相信这一把匕首竟然是那一把破刀变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七爷看着这一把刀，心里面震惊的无以复加，眼里更露出了炙热的光芒。对于他这种爱刀如命的人来说，这把一看就不是凡物的匕首，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呵呵，我只是随手把它上面的封印解开了而已。陈峰看着七爷一脸震惊的表情，心里面很是得意，让你的看不起老子现在懵逼了吧？陈峰拿起匕首，蹲下身子，然后用匕首轻轻的一扎地面，嗤的一声，匕首竟然犹如扎豆腐渣一样，轻而易举的把铺着瓷砖的混凝土地板直接给扎透了，刀刃直接就全部没入了地面，只剩下一个刀柄留在外面。嘶！看着这一幕，七爷嘶的一声倒抽了一口凉气，眼里闪过了一抹惊骇之色。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把匕首竟然锋利到了这一个地步。他手里的骷髅匕首，他就已经觉得牛逼的不行了，但是现在和陈峰手里的这一把匕首比起来，自己的鬼刃简直就是垃圾一样。果然是好东西，我没有看走眼。陈峰将匕首拔了出来，看着上面依旧是锋利无比，没丝毫损坏迹象，甚至连灰尘都没有留下一点的刀刃，欣喜的点了点头。系统果然牛逼啊，竟然让自己捡了这么一个好东西。陈峰感觉这把匕首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说不定有着什么神秘的来头呢，价值也绝对不只是50万，即使翻倍价钱也买不来如此神兵利刃。陈峰满意的看着自己手里的匕首，其余人也是目瞪口呆的看着陈峰手里的匕首，他们觉得自己一定是做梦了。陈峰这家伙竟然用2滴鲜血，直接就把这么一把废刀给变成了神兵利刃，这事情怎么看都有点玄乎。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什么有着神秘来头的人不成？一时间，那些七爷的小弟们看着陈峰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不再是那种鄙视不屑，反而是变得有了一丝丝的敬畏。未知的东西很容易让人产生敬畏之心。怎么样，你现在觉得你是不是输了？陈峰转过头看着张恒，笑呵呵地说道，我的20万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我张恒此时已经懵逼了，他看着陈峰那笑眯眯的表情，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很不想承认，但是他真的输了，而且还是输的底裤都没有了。他知道陈峰这一次真的捡到了一个大漏了，这东西真的是一个大宝贝，是一个千金难求的宝贝。他虽然很想说这东西不值钱，是个垃圾，但是他不敢，因为只是七爷正用一种杀人的目光看着自己，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是栽了。张恒，你他妈的立刻给他钱，废物东西，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七爷用一种杀人的一般的眼神看着张恒，咬牙切齿地说道。现在七爷心里面别提多恼火了，眼看着这么好的宝贝竟然就这么从自己手里溜掉了，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眼前这个张恒。亏他还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有多牛逼呢，结果转眼就把自己的宝贝给贱卖了。七爷现在都想打人了，如果不是因为看在张恒给自己卖力做事多年的份上，他一定要打断张恒的狗腿。好的。张恒一听七爷的话，顿时就吓得差点就尿了，哪里还敢有半句废话。现在因为自己，七爷损失了这么一件好东西，七爷不打断他狗腿就已经仁慈了，他哪里还敢多说啊？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这把匕首的不凡的？张恒一脸沮丧地对着陈峰问道。他觉得自己输得不明不白，如果他不问清楚的话，他今晚都会睡不着觉的。怎么看？随便看2眼就看出来了呗。陈峰看着张恒一脸郁闷的表情，却是一脸淡然地说道。随便看2眼就看出来了。张恒听了陈峰的话，眼角抽搐了一下，心里面忍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马勒戈壁，你丫的就装逼吧，随便看2眼你就能看出来了，你特么的在逗我玩呢？如果随便看2眼就能看出来，那还要老子这些鉴宝师做什么？张恒觉得陈峰一定是有着什么神秘的手段，能够轻易的鉴别宝物，不然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分辨出宝贝来的。至于什么看2眼就看出来的，张恒是根本不相信的。只是他即使再不相信，也拿陈峰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这种独门绝技，陈峰是不可能告诉他的。英雄出少年啊，我认栽了。张恒对着陈峰苦笑了一声，也没有多说什么，愿赌服输。他直接就通过自己的渠道给陈峰转账了20万。陈峰看到自己手机发来的信息，心里面顿时就乐歪歪了起来，自己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又赚了20万，这速度真是捡钱都没这么快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得到了一把非常牛逼的匕首。好了，我还有事情，先走了。既然钱已经到手，陈峰自然没有兴趣再留在这个黑店里了，对着张恒得意的笑了一笑，然后就要离去。这位小兄弟，请等一下，我有点事情想要和你商量一下。然而陈峰刚想走，一个笑得跟狗尾巴花一样的男人却是一下子拦在了他的面前。第51天价匕首，这位小兄弟，请你等一下，我有点事情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七爷见陈峰要走，却是直接将他拦了下来，一张脸都要笑成狗尾巴花一样了，笑呵呵的对着陈峰说道。陈峰见这个七爷忽然把自己拦了下来，眉头不由得轻轻皱了一下，虽然心里面有些不高兴这家伙阻自己去路，不过他也没有发作，而是一脸疑惑的看着七爷问道。七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想要出尔反尔吗？你可是亲口向我保证不会耍无赖的。七爷把自己拦下来，陈峰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家伙想要搞点什么幺蛾子了，毕竟像这种能够明目张胆的坑自己的人，陈峰对他的第一印象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印象。
虽然这家伙想坑自己，结果却是自己掉坑里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陈峰认为这货想要找自己麻烦了，所以陈峰的神经在一瞬间就绷紧了。毕竟眼前这个男人可不是什么善茬。哈哈，看小兄弟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会耍无赖呢？七爷一听陈峰的话，嘴角抽搐了一下，按道自己的真的就这么像是那种会耍无赖的人吗？那你有什么事情呢？陈峰见这个七爷不是想要耍无赖，心里面也是松了一口。这个七爷显然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物，如果他真的想要对自己下手的话，那还真是一个麻烦。那个，我明人不说暗话。七爷看着陈峰警惕的神色放松了一些，不由得笑着说道，我看上你手里的东西了，你开个价吧。说着，七爷眼睛不由得自主地落在了陈峰手里那一把寒光烁烁的匕首之上，眼里有着浓浓的渴望之色，就像是恨不得直接就动手抢一样。七爷现在的心里面的心情那可谓是五味杂陈的。妈的，自己手里有着这么好的宝贝，自己没有发现，现在却被眼前这个小子捡了一个大漏，这简直就像是在他身上捅一刀一样，让他肉疼无比。他先前还洋洋得意自己坑了一个愣头青几十万呢，结果人家转头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自己不仅没有坑到人家，反而是把自己坑得吐血了。你想要这匕首？陈峰一听七爷的话，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的神色。对，我鬼刃老七对于极品匕首有着极大的爱好，所以我想让你把手里的匕首转让给我，当然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七爷一脸蛋疼地说道。虽然这东西是他几百块钱弄来的，现在也卖了几十万，算是赚大了，但是他一点也不开心。对于他来说，区区几十万一点也比不上自己爱好。陈峰看着七爷那一脸蛋疼郁闷的表情，心里面就像是大热天吃了冰激凌一样舒爽。丫的，让你坑老子，现在自己掉坑里吧，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吧。陈峰觉得自己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混蛋面前装一个大大的逼，让他更加的郁闷蛋疼。这个啊，陈峰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匕首，眉头轻轻的皱了起来，像是在思考着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卖给他。我出60万。七爷一看陈峰的表情，顿时觉得有戏，心里面顿时一喜，好像生怕陈峰下不了决定一样，给陈峰看开了价，大声道，只要你现在把这个匕首转让给我，我立刻就给出你60万。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你已经赚了10万。60万。陈峰一听七爷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只是笑意之中却是隐藏着一丝不屑。对，60万，只要你愿意把这匕首转让给我，我立刻就给你开一张60万的支票。七爷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匕首之上，并没有注意到陈峰笑容里的那一抹不屑，还以为陈峰心动了呢。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多了10万块。七爷觉得陈峰这个小年轻一定会答应，毕竟在他看来，年轻人几乎大多都是短视且无知的，要不然陈峰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花了50万买一个他只看了一样的东西呢？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就在七爷幻想着自己得到这一把匕首之后，实力将会提升多少的时候，陈峰却是不屑的轻哼了一声，淡淡的道，呵呵，七爷，你这是把我当傻子忽悠呢？60万就想要我手里的东西，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60万就想要自己手里的匕首？陈峰只想给这个逗逼一个呵呵，再加60万都是不可能，系统已经给他估价了，这匕首远超这个价格。这七爷要么是一点诚意都没有，要么就是这混蛋直接把他当成不谙世事的愣头青来看待了。既然这货如此没有诚意，陈峰自然不可能和他好好说话了。小兄弟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会忽悠你呢？只是你这匕首确实只是值这个价钱而已。七爷一听陈峰的，愣了一下，其实他也觉得自己开价60万有些坑人，不过他却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意思，毕竟作为一个商人，黑心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呀。既然七爷这么没有诚意，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陈峰见这个混蛋竟然还把自己当傻子来忽悠，哪里有心思和他磨叽，所以他面无表情的说道，我还有事情，所以我先走了。七爷只是想着和陈峰讨价还价一下，哪里想到陈峰竟然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直接就要走。这下子他是真的急了，他是真想要这把匕首的呀。哎，小兄弟你等一下。七爷再一次拉住了陈峰，一脸无奈的说道，我是真的看上了这把匕首，你就开个价吧。陈峰看着七爷的表情，心里面冷笑了一下，让你丫的想要坑老子500万。陈峰斩钉截铁的开出了自己的价格。死！陈峰的价格一出口，店里顿时就响起了一阵抽冷气的声音。七爷的小弟们全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陈峰。500万！陈峰竟然直接就开出了500万的价格，尼玛，这是抢钱吗？你小子买的时候只是50万，这才几分钟过去啊，你丫的竟然直接就把价格涨到了500万，
你丫的，你这已经不是在抢钱了，你丫这是在要命啊！第52，我的东西我做主。听了陈峰的报价，七爷也是忍不住心头一跳。你是认真的？七爷的脸色有一些不高兴了起来。陈峰开出的价格实在是超出了他的心头承受最高价，他原本只是打算最高给出100万的价格的，但是现在陈峰却是直接就把他的最高价给翻了几倍，这个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七爷觉得，如果他是黑心的话，那欧阳这个价格已经不只是黑心那么简单了。麻蛋的，这混蛋简直由里到外都黑了，黑到冒坏水了。认真的。陈峰看着七爷的变得有些阴沉的脸色，却是一脸淡定的说道，因为他觉得自己手里的这把匕首是真的值得这个价格，毕竟这可是系统发现的好东西，怎么可能是不好的东西呢？卧槽，你小子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竟然要500万？妈的，这小子给脸不要脸。七爷看上他的东西是他的福气，不知道乖乖交出来也就算了，竟然敢坑七爷，你是不是想死啊？七爷，和这小子废话那么多干什么？直接把他那50万还给他，让他把匕首还回来就可以了。陈峰开出来的价格，直接就把七爷的小弟们给惊到了，回过神来之后便是愤怒，纷纷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在他们看来，陈峰这是在坑七爷。七爷听到小弟们的叫骂的声音，却没有阻止，而是默许了。显然他也觉得陈峰在坑自己。小兄弟，有时候太贪婪了可不是什么好事。七爷看着陈峰，淡淡的说道，虽然脸上面无表情，但是语气之中却有着一丝威胁的意味了。显然他对于陈峰非常的不满意，他七爷还从来没有被人坑过呢，现在这小子却敢坑自己，这让的一直在道上作威作福的七爷如何能够忍受？什么叫做太贪婪了？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做主，我想卖多少价格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又没有强迫你买。陈峰对于七爷的变化却是冷笑了一下道，难不成你七爷还想要强买强卖不成？200万。七爷听了陈峰的话，眉头跳动了一下，心里面有些恼火。不过他是一个讲信用的人，起码在他的店里面是讲信用的，所以他咬了咬牙说道，我开价200万，你把你手里的匕首转让给我。七爷直接就把价格从60万提到了200万，这让陈峰心里面很是惊讶，看着这个七爷对着这把匕首是真爱啊。既然如此，陈峰怎么可能不趁着这机会大赚一把？其实这把匕首对于他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有着系统，他只要有足够装逼打脸值，什么武器买不到？现在当务之急是赚钱，如果能够赚个几百万的话，他还是很乐意让出去的。400万，最少400万，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算了。陈峰将自己的价格降低了100万，系统给出的这把匕首的价格大概在300万上下，所以他出了这个价格。400万，太高了，我最多给你200万，这样你已经赚了150万了，已经够多了。七爷对于这个价格还是很不满意。你真的不打算加价了？陈峰对于七爷的话却是毫不在意，耸了耸肩问道，不加，就200万。七爷他虽然有钱，他却不认为自己可以让陈峰这么坑自己。妈的，这东西本来就是自己的，现在却被这小子用他来坑自己的钱，这让七爷心里面很是不爽。而且现在他已经把钱提到了200万了，他认为陈峰应该知足了，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陈峰呵呵一笑，直接就走，200万就想要自己的东西，做梦吧。七爷见陈峰竟然直接就走了，他的眼神顿时一凛，一抹愤怒的火光从他的眼里爆发了出来。看着陈峰的背影，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小弟。七爷觉得他必须要给这个不识抬举的小子一点教训才行了，不然他都不知天高地厚了，在江城这么1亩3分地之上，竟然也敢坑他七爷的钱。七爷的小弟们一看七爷的眼神，立即就领会了七爷的意思，几个人点了点头，直接就朝着陈峰追了过去。陈峰刚走到门口，5、6个小弟却是一下子就把他的给围住了。小子，难不成你就想这么走了？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条大链子，壮得跟头牛犊子一样的你男人拦住了陈峰之后，眯着眼睛对着陈峰说道。陈峰被这几个人一下子就拦住了，脚步也不由得停了下来，心里面也是冒起了一丝怒火。这些混蛋还想对自己动手不成？陈峰没有理会金链子男，而是转过头看向了店里，对着此时正在优雅的倒着茶的七爷说道，七爷，难道你还想动粗不成？七爷只是正在慢慢的清洗着茶杯，然后优雅的倒着茶水，对于陈峰的话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这让陈峰的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看着这家伙是打定主意想要对自己下手了。小子，识相点，赶紧把匕首转让给七爷，这样你还能赚一点，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
金链子男一脸冷冽地看着陈峰，冷言威胁道：“没错，你这小子最好识相点，七爷可不是你能够招惹的。现在乖乖把东西交出来，不然就不要怪兄弟我们几个心狠手辣了。”其余几个打手小弟也是一脸狰狞地看着陈峰，语气之中充满了威胁的意味。这些人的威胁让得陈峰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锐利了起来。他这个人向来吃软不吃硬，这些人嚣张地威胁他，反而激起了他心里面的傲气。现在的他可不是上一世的那个一无是处的败家子富二代了，这一世他已经有了强大的底气了。虽然他现在不是南洋邪僧的对手，但是对于一个局限于江城的道上人物，他可是没有多大的忌惮的。他已经决定了，这一世他要随心所欲，对于那些敢找自己的麻烦的人，一定要以最霸道野蛮的姿态去将他们碾碎。陈峰挺直了腰身，身上的气势陡然间一变，一个自信霸道的气场瞬间出现在他的身边。他仰起头颅，斜视着这个金莲男，淡淡的说道：“我要是说不呢？你想怎么样？第53，我打断你狗爪。我要是说不呢？你能怎么样？”陈峰的话说得铿锵有力，气势十足。说完之后，就这么一脸淡然地看着金链男，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而陈峰的这一番话，却是让得金链男等人微微一愣。随后他便变得愤怒了起来，盯着陈峰冷冷地说道：“小子，你知道你在跟什么人说话吗？我就曹了，这小子真尼玛够嚣张的，麻蛋，老子想弄死他！”不仅是金链男，就是其他4、5个打手也是一脸愤怒地看着陈峰叫骂了起来。陈峰的态度让他们很是不爽，这小子实在是嚣张的没有边了。现在这小子被他们这么多的兄弟围着，竟然还敢这么猖狂，这简直就是在找死！你又不是国家的领导，我用得着知道你是谁吗？陈峰一听金链男的话，却是不屑地笑了笑。这些人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如果这些人好好的和他说话的话，陈峰的反应肯定是不会这么激烈的。但是这些人的态度这么嚣张，陈峰自然也不会给他们老脸色了。好，小子你有种！金链男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了起来，咬牙切齿地看着陈峰：“你已经成功的激怒我了，那又怎么样？有种你打我呀，还激怒你了，你真当你了不起啊？”陈峰对于金链男的话很是不屑：“有种你打我呀！”陈峰这话简直就是气死人不偿命。金链男气得头冒青烟，年轻就是不知道轻重，没有吃过亏就不会知道该怎么做人。阿虎，教教这个小伙子怎么做人。就在这时候，七爷悠悠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而他依旧是头也不抬的在那里慢悠悠的品着茶，就像是在和空气说话一样。好脸！气得不行的金链男一听七爷的话，却是狞笑了一下，舔了舔嘴唇，嘿嘿笑着对陈峰说道：“小子，七爷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这可是你天大的荣幸，你该好好感谢一下七爷。”陈峰一听七爷的话，眼神顿时一凝，心中更是一瞬间就升腾起了一团怒火。这混蛋竟然还想教我做人，这是想要在自己面前装逼吗？小子，我的教育方式有点暴力，希望你能扛下来，残废了可不要怪我。阿虎看着陈峰狞笑了一声，他现在看陈峰已经是不爽到了极点了，这小子竟然敢坑七爷的钱，简直就是不知死活。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打断你狗爪。陈峰看着一脸狞笑的看着自己的阿虎，轻哼了一声，一脸傲然的看着阿虎：“不就是装逼吗？这可是老子的老本行。”哈哈，这小子说了什么？我是不是出现了幻听了？陈峰的话一出口，阿虎脸上的神色先是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之后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之中充满了不屑，看着陈峰的眼神更像是在看一个沙比一样。哈哈，虎哥你没有出现幻听，这小子他说你要是敢动手就打断你的手，这小子脑子一定是有坑，竟然想要打断虎哥的手，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不行了，我要笑死了，这小子实在是太搞笑了，他是白痴吗？竟然说出了这么搞笑的话来。其余的打手小弟们听了陈峰的话之后，全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因为他们觉得陈峰说的话实在是太搞笑了。一个学生崽子竟然想要打断虎哥的手，这不是在开玩笑吗？人家虎哥可是七爷手下最厉害的打手之一，10个8个大汉都近身不了的强无敌存在，是普通人能够对付得了得吗？陈峰看起来就是清清秀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这就让他们觉得陈峰说出这话来更是搞笑了。呵呵，不知无畏。七爷听了陈峰的话之后，摇了摇头，轻笑了一下，他也觉得陈峰这小子实在是嚣张过头了，或者说是不知无畏。阿虎，不要不知轻重，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就好了。七爷终于转过头了，
淡淡的看了陈峰一眼之后，对着阿虎说道：“七爷放心，我懂得。”嘿嘿，阿虎眼里闪过一抹怒色。陈峰的态度已经成功的激怒了他了，他决定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这个小子，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老虎的厉害。阿虎一下子就摆开了架势，一脸玩味的看着陈峰：“小子，等下可不要哭着找妈妈哦。”其余打手一看阿虎摆开了架势，立刻就后退了好几步，把空位给阿虎让了出来。这些人眼里都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意，因为他们知道阿虎又要玩猫戏老鼠的游戏了。这事情阿虎干的可不少，每一次都把你那些不开眼的家伙玩得心里崩溃，最后跪地求饶。七，装模作样，有本事就放马过来。陈峰看着阿虎的举动，不屑一笑，对着他勾了勾手指头，一脸挑衅的说道：“他现在可是精通格斗技巧的高手，怎么可能怕这些街头混子？就连刘振强表弟那种雇佣军高手在自己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更何况阿虎这种一看就是野路子的人。”陈峰勾勾手指头的挑衅动作可谓是装逼无比，这一下子就让阿虎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其余的小弟们也是纷纷大骂了起来，他们觉得陈峰这混蛋实在是太能装逼了，明明就是一个臭小子，偏偏要这么目中无人。卧槽，老子废了你！老虎再也忍不住了，一脸怒容，犹如一头猎豹一样，猛地朝着陈峰冲了过去。他要把眼前这个嚣张无比的小子给摁在地上狠狠的摩擦。眼看着阿虎愤怒地朝着陈峰袭去，七爷的小弟们全都是一脸怜悯地看着陈峰，在他们眼里，陈峰这一次肯定是会被阿虎打得半死的，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得出来，阿虎这一次是真的怒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不知道分寸。七爷轻轻抿了一口香醇的茶水，轻轻叹息了一声。如果陈峰能够100-200万成交的话，他咬咬牙也就认栽了，但是陈峰却咬死了400万，这让他很是恼火，所以他觉得自己该给陈峰一个教训，让他知道自己鬼刃老七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第54，我说到做到。七爷依旧悠哉悠哉地品着香茗，他觉得自己已经能够看到事情的结果了。阿虎作为他的得力手下，七爷对于阿虎的实力可是一清二楚的。现在阿虎含怒出手，虎爷认为陈峰这一次肯定会被狠狠地教训一次的。七爷还有他的手下都一致认为陈峰这次会被教训得很惨，但是陈峰自己会这么认为吗？这显然是否定的。给老子躺下吧！阿虎眨眼就冲到了陈峰面前，看着陈峰一脸平静，他心里面愤怒的无以复加，因为陈峰这神情在他看来是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是在蔑视自己。作为横行江城地下世界的七爷的得力助手，阿虎可是傲气的很的，他最讨厌别人看不起他了。现在陈峰这种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姿态让他出离了愤怒。阿虎冲到陈峰的面前，直接对着陈峰就是一击强有力的腿鞭，就像是一条钢鞭一样，直接对着陈峰的身上甩来，气势骇人。哼！陈峰自然没有把这个阿虎放在眼里，他现在的身手虽然不是无敌，但是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而且他的反应速度也因为系统的原因而变得灵敏无比。呼！阿虎的腿鞭横扫而来，眼看就要扫到了陈峰了。七爷的小弟们看着这一幕，皆是一脸怜悯地看着陈峰，他们仿佛已经看到陈峰就像是一块破布一样被阿虎踢飞了。然而下一刻，他们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就僵硬住了。唰！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陈峰会被踢飞的时候，陈峰却是唰的一下原地消失了，阿虎的腿鞭直接就扫空了。怎么回事？那小子呢？陈峰忽然从自己面前消失，踢了一个空的阿虎，眼里顿时露出了一抹惊骇的神情，几乎惊叫了起来。刚才他只看到了一道残影，陈峰就这么从他的面前消失了。好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阿虎眼里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茫然之色。你在发什么呆呢？打架的时候发呆可是要挨板砖的。就在阿虎愣神的一瞬间，一个充满了讥讽意味的声音忽然传入了他的耳中。一听到这个声音，阿虎顿时一个机灵，立刻就清醒了过来，想要躲开，但是为时已晚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像是被八爪鱼缠住了一样，随即一股距离传来，他整个人都被一股巧力掀了起来。随后他便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破布一样，被人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咚！一声闷响，阿虎起码200斤的身体直接就被一个过肩摔砸在了地上，砸得他五脏六腑就像是移位了一样，剧痛无比。然而还莫等他叫出声来，咔嚓一声骨裂声出来，他便感觉自己的手腕处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阿虎的手腕之上，咔嚓一声瘆人的脆响，直接把他的手骨给打断了，断裂的骨头甚至刺破了肌肉，渗出了嫣红的鲜血。阿虎再也忍不住了，嗷呜的一声惨叫了起来。说来话长，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从阿虎发现陈峰忽然消失，到他的手腕被打断，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静，死一般的寂静。这一切发生的太过于突然，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看着躺在地上哀嚎的阿虎，一时间所有人都懵逼了，他们被这事情给震惊到了。哗啦一声座椅碰撞的声音传来，一直老神在在的坐着的七爷猛地站了起来，一张粗犷的大脸变得漆黑如墨，阴沉的仿佛能够滴下水来，直接大步的朝着陈峰的方向走了过去。七爷死死的盯着正一脸玩味的看着自己的陈峰，语气寒怒的对着陈峰道：年轻人，你不觉得你做的太过火了吗？七爷此时心里面非常的震惊，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眼前这个你小子竟然这妖牛逼，竟然能在一瞬间就把阿虎给干掉了。虽然他也可以做到，但是他可是一个练了20多年武功的高手，而陈峰呢，这只是个20岁都没有的年轻人，这就是让人不得不吃惊了。过火？我可不觉得。陈峰看着一脸阴沉的七爷，轻哼了一声，傲气凛然的说道：我这人向来说到做到，我既然说了要打断他的狗爪，那就必须打断他的狗爪，这一点都不过分。陈峰的话刚说完，他的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宿主强势装逼成功，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获得装逼打脸值10000点。一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陈峰心里面顿时就是乐歪歪，这已经是在这个店里的第几次提示了，陈峰都忘记数了。他只知道自己在这个店里的装逼，让他得到了很多的装逼打脸值，让他赚大了。如果每天都这样，那他就可以开心的到系统商城里去买了。七爷一听陈峰的话，嘴角狠狠的抽搐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真是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小子给打死。妈的，这小子实在是太能装逼了。七爷的小弟们听到陈峰的话，看着陈峰在那里装逼，也是气得牙根痒痒，个个都是恨不得把陈峰给打死。见过能装逼的，没见过能这么能装逼。如果陈峰只是装逼也就罢了，他们虽然不爽，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让他们受不了的是，陈峰不仅仅是装逼那么简单，尼玛这小子还打他们的脸啊！这就让他们很不开心了。原本他们都以为陈峰会被狠狠的教训的，结果陈峰屁事没有，阿虎却是被打断了手。七爷，现在你还想拦着我吗？陈峰看着七爷难看无比的神色，笑眯眯的说道：你可要考虑好哦，如果你对我出手的话，我可能会把你的手也给打断哦。小子，你说什么？陈峰的话就像是在火药桶里丢了一个火把，一下子就让的七爷的小弟们原地爆炸了，几个人瞬间就变得怒容满面了起来，就像是陈峰刨了他们家祖坟一样。第55霸到陈峰，陈峰的话彻底的把七爷的小弟们激怒了。这小子说了什么？他竟然敢说要把七爷的手给打断！尼玛，这小子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在江城竟然有人敢说要把七爷的手给打断，这简直就是花样做大死。七爷的小弟们在这一瞬间就像是一头头被激怒了的野兽一样，死死的盯着陈峰，只要七爷一声命令，这些人就会扑上去把陈峰给撕碎。但是七爷却没有给他们下这个命令，而是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了。年轻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整个江城敢说这话的基本都已经沉了江了。七爷的眼睛微微的眯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凌冽的寒光，看着陈峰淡淡的说道，语气之中听不出喜怒哀乐。但是熟悉七爷的人都知道，七爷这是真的动怒了。七爷现在心里面确实是很生气，他恨不得一巴掌就把陈峰这小子给拍死，但是他却没有轻举妄动，因为刚才陈峰以雷霆之势把阿虎给废掉，给了他很大的震慑。现在他已经有点拿捏不住陈峰的底细了。呵呵，别人敢不敢说与我何关？我想说什么都是我的自由。陈峰看着七爷的眼里的那一丝冷冽的光芒，却是淡然一笑，一副丝毫没有把七爷放在眼里的表情，说道，如果你不信朕会打断你狗爪，你大可出手来试试。陈峰现在的态度不可谓不装逼。七爷看着陈峰装的那个模样，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过敢在他的面前如此装逼的人了。陈峰敢这么装，自然是有着自己的底气所在的。他现在可是精通格斗技巧，而且还是潜行术精通潜伏伪装大师，他就算是装逼失败了，依旧能够轻而易举地离开这里，丝毫不会担心这个七爷能拿自己怎么样。现在陈峰装逼，一个原因是他决定这辈子随心所欲的生活而随性而为，一个是因为装逼可以获得大量的装逼打脸值，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装逼既可使让他快乐，也可以让他变强，他自然要大大方方的装逼了。陈峰装逼成功，他自然是很爽了，但是七爷却是很不爽了。妈蛋的，
这小子在自己面前这么装逼，他怎么可能高兴？我最后一次加价，250万。七爷因为陈峰表现出来的身手，因此再一次让步，咬着牙道：250万，把你手里的匕首转让给我，然后你给阿虎赔礼道歉。今天这事情我就当作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大家皆大欢喜。七爷心里面憋了一口气，要不是因为陈峰刚才瞬秒阿虎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他是不可能再做让步的。他鬼刃老七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400万，少一个字我都不会让给你。陈峰一听七爷的话，却是呵呵一笑，看了一眼还在那里痛苦呻吟的阿虎，却是不屑一笑道：至于道歉，那就更加不可能的了。我陈峰这辈子都不会给人道歉。陈峰的态度强硬霸道，显然是不打算给七爷面子了。七爷一听陈峰的话，怒气终于忍不住了，他一让再让，但是眼前这个小子却是完全没有给他让步的意思，这让他心里面怒火一下就像是喷发了的火山一样，怎么也压抑不住了。不识抬举，七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了下来，看着陈峰了，冷冷的说道：真是一点家教都没有，今天我就要替你父母好好教训你一下，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狂妄到没有边了，替我父母教训我，你也配？陈峰一听七爷的话，七的一声，不屑的说道：叫你一声七爷，你还真把你自己当爷了？给你面子你就是爷，不给你面子你就什么都不是。自己老子可是能够白手起家缔造出鼎盛集团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牛逼人物，这个七爷竟然敢说替自己父母教训自己，这让陈峰心里面很是不爽。重生之后知道了上一世父亲为自己和母亲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陈峰对于父亲可是无比敬重的，有种今天我必须要教教你怎么做人。陈峰的话气得七爷鼻子都歪了，在他看来陈峰实在是嚣张的没有边了。妈的，这个小子这是完全不把他鬼刃老七放在眼里啊，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才行，不然他以后都没法见人了。堂堂鬼刃老七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看不起了，而且自己还拿对方没有丝毫办法，这简直就是丢脸。七爷的眼神瞬间变得犹如一头猛虎一样，充满了攻击性，怒喝了一声，直接就朝着陈峰扑了上去。扑到陈峰的面前之后，直接就是一巴掌朝着陈峰的脸上招呼了上去。现在七爷是真的被陈峰给激怒了，他觉得陈峰这小子不仅是贪得无厌，而且还嚣张的没边，实在是需要狠狠的敲打一下才行，不然他都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混蛋！陈峰见七爷一出手就想要打自己的脸，一下子就怒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这个七爷一动手就朝着自己的脸招呼而来，显然是这个七爷想要用最羞辱的手段来让自己屈服。被人当众打耳光无疑是最屈辱丢脸的事情之一了，如果真的被当众扇了耳光，陈峰肯定是要疯的，所以他不可能让七爷打到自己的耳光的。小崽子，下次记得不要在你七爷面前装逼，不然你会很凄惨的。七爷一巴掌就朝着陈峰的脸上招呼了过去，脸上冷笑连连。对于这种不开眼的小子，他最喜欢事情就是用这种最羞辱的人方式来把他们的尊严践踏到泥土里去了，因为这样之后，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就会知道他们在自己面前就跟蝼蚁差不多了。然而想法很美，现实却是残酷的。当七爷一脸冷笑的以为自己就要狠狠地打陈峰的脸的时候，陈峰却动了。只见他身体微微移动了一下，却直接就躲开了七爷的耳刮子。怎么可能？七爷见这一幕，顿时心头就是一惊。第56就打你，你不服？七爷看着陈峰的身影，只是轻轻地躲避了一下，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躲过了他的攻击，这让他心里面一下子就震惊了起来，差点就是惊叫了出来。他自己的速度有多快，他可是很清楚的。他自认为在这江城没有几个人的速度能够比得上他，这也是他能够在江城道上叱咤风云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他引以为傲的速度，却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给躲过去了。这时候七爷心里面是震惊，但是下一刻他却是暴怒了起来，因为陈峰在躲开七爷的攻击之后，并没有选择后退，反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只见他的身体犹如鬼魅一样，再一次出现在了七爷的面前，嘴角露出了一丝冰冷无比的笑容，直接就扬起了巴掌，对着七爷的脸上就抽了上去。啪！这一巴掌又快又狠，而且还是在七爷愣神震惊的时候打出去的，所以轻而易举的就直接扇在了七爷的脸上。啪的一声，七爷的脑袋直接就被抽的一下子转了过去，一个鲜红的巴掌印立刻就出现在他的脸上。静！犹如死一般的寂静。陈峰直接一巴掌就抽在了七爷的脸上，店里面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凝固了起来，所有人在这一瞬间都惊骇的瞪大了眼睛，死死的看着这一幕，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七爷竟然被这小子的扇了耳光，
七爷的小弟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他们心目之中的犹如神一般无敌的七爷，现在竟然被人给打了耳光，这怎么可能？几个小弟们心里面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根本就无法相信，但是七爷瞪大了眼睛捂着脸的样子，却是在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真的。七爷真的被人打了耳光，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打了耳光。在这一刻，这些小弟们看着陈峰，不由得咽了咽口水，眼里面既有惊骇，也有幸灾乐祸。惊骇的是，他们想不到陈峰既然这样牛逼，竟然可是打到七爷；幸灾乐祸的是，这小子完蛋了，竟然敢打七爷的脸，一定会被七爷弄死的。不仅仅是七爷的小弟对于他被打脸的事情不敢置信，就连七爷也是无法置信，他竟然被人给打脸了，而且还是被一个20岁不到的小子给打脸了。你竟然敢打我的脸！七爷愣了好一会之后才回过了神来，看向了陈峰，语气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语气。长这么大，他老子都没打过他的脸，现在却被陈峰这个小子给抽了一耳光。我就是打你了，你不服还是怎么的？陈峰看着七爷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心里面不屑地冷笑了一下。这货自己就想着打自己的脸，自己打他怎么了？对于想打自己脸的人，陈峰是一定会狠狠地打回去，一点也不会犹豫。君子动手不动口，我要弄死你！七爷一听陈峰的话，一瞬间就暴怒了。这一次他是真的怒了。作为道上的大佬，被人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他怎么可能不怒？唰的一下，七爷手里立刻出现了一把泛着森森冷光的骷髅匕首，眼里有着愤怒无比的炽烈火焰，怒吼一声，唰的一下直接就扑向了陈峰。骷髅匕首直接就刺向了陈峰的心脏部位。显然，这一次七爷是真的愤怒了，他已经对于陈峰动了杀心了。作为一个凶名赫赫的大佬，对于敢打他脸的人，他那里能够放过？这小子完蛋了！这下子七爷是真的动了真火了，竟然用上了他的骷髅匕首。骷髅匕首一出，那就是不见血绝不会归鞘的。七爷一拿出骷髅匕首，对于陈峰，痛得脸色发白的阿虎，眼里顿时闪过了抹惊骇之色，心中默默的给陈峰判了一个死刑。其实阿虎心里面对于陈峰还是很畏惧的，陈峰在他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呢，直接就把他手给打断了，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一直以七爷手下第一高手自居，但是现在却被陈峰一招给秒了。七爷的小弟们不约而同的给陈峰判了死刑，陈峰自然是不会知道的，不过他肯定不会让这个七爷弄死自己的。在七爷拿出骷髅匕首的一瞬间，他的神色立刻就变得认真凝重了起来。他现在虽然因为系统的原因，反应速度很牛逼，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刚才之所以轻松的扇了这货的一个耳光，但是这还是因为七爷轻敌的原因，不然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成功的。来吧，让我看看这江城道上的大佬到底有多牛逼。陈峰虽然脸色凝重，但是心里面却没有什么畏惧，反而是有了一丝兴奋与热血。他想要看看自己现在到底有多牛逼。唰！含怒出击的七爷，骷髅匕首直接就刺向了陈峰心脏。陈峰见此不慌不忙的直接右手握着他的匕首，猛地格挡了一下，当的一声直接就将七爷的骷髅匕首的给打偏了。七爷见陈峰的反应速度竟然这么快，心里面大吃一惊，不过瞬间就回过了神来，眼里闪过一抹寒光，匕首顺势就朝着陈峰的脖子抹了过去。哼，不过如此。陈峰接了一招之后，瞬间就摸清了七爷的底细，眼里闪过了一抹冷笑，他毫不犹豫的立刻出手，唰的一下，以一种快的让七爷恐惧的速度出刀，后发先至，唰的一下，锋利无比的匕首直接就在七爷握刀的手上划了一下。啊！七爷握刀的手被陈峰的匕首划了一下，他立刻忍不住一声惨叫，下意识的松开了手，手里的骷髅匕首当啷的一声直接掉到了地上。七爷小心！七爷后面，小后面！七爷的小弟们原本以为陈峰这次死定了，但是现在却看到七爷2个回合就被陈峰给伤了，就连手里的武器都掉了，全都惊骇欲绝的大叫了起来，脸上全都是满满的恐惧之色。七爷听到了小弟们的惊骇叫喊声，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他却感觉自己的脖子之上被一个冰冷无比的锋锐之物给抵住了。与此同时，一个仿佛来自地狱里的恶魔一般的低语传入了他的耳中：现在你还想替我父母教育我吗？第57精神损失费。现在你还想替我父母教育我吗？七爷听到这个森冷的声音，再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丝丝寒气，他的身子一下子就僵硬了，就连身上的汗毛都在一瞬间炸裂了起来，一种恐惧的情绪瞬间就充斥满了他的心头。在这一瞬间，
七爷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栽了，彻彻底底的栽了。他栽在了一个他一直都没有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手里。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那一丝丝的寒气，七爷咕咚的咽了一口口水。他知道只是一把利刃正抵着自己的脖子，只要自己身后的那个年轻人轻轻的用力，自己就要身首异处了。大哥，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七爷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笑容，声音有些尴尬的说道：我刚才的话只是在开玩笑的而已，你不要当真，不要当真。七爷再怎么牛逼，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也不得软下来。呵呵，误会。陈峰站在七爷的身后，手里的匕首死死地抵着他的脖子，脸上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淡淡的说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是认真的呢？说着，陈峰的手轻轻动了一下，锋利无比的匕首轻而易举的就将七爷脖子上的肌肤给划破了，一丝丝的鲜血瞬间就从伤口流了出来，慢慢的顺着他的脖子在流淌。误会，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大哥你别冲动，咱有话好好说。陈峰的举动直接就让七爷差点吓尿了，他是真怕陈峰一个不高兴直接就把他给抹脖子了，他还没活够呢。作为一个能屈能伸的男人，他立刻就求饶了起来。七爷现在心里面那可真是又惊又怒，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陈峰给拿下来。要知道他在江城可是没有几个对手的，难道是自己老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吗？陈峰听了他的话，却是冷笑了一下，心到浑黑的就是浑黑的，根本上不了台面。刚才这个七爷还牛逼哄哄的呢，现在却怂得跟条狗一样，没有一点骨气。不过陈峰显然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的。你说误会就是误会吗？我可不觉得这是一个误会呢。陈峰冷笑了一下说道：我刚才可是明显感觉到你的杀意的，你说这是个误会，你觉得我能够相信？大哥，这真的是个误会啊，你先把刀子拿开，我立刻给你赔礼道歉，一定会让你满意的。七爷听了陈峰的话，差点都要哭出来了。妈的，他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是造了什么孽，要不然怎么会惹到这个一个煞星？陈峰一听这七爷的话，直接就放了他。现在他已经完全摸清这七爷的实力了，他有100%的自信能够轻而易举的再次制服他，所以他根本不担心这厮整什么幺蛾子，他倒要看看这厮怎么能让自己满意。陈峰拿开匕首的一瞬间，七爷下意识的想要反击，不过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的瞬间就被他镇压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肯定更惨的。陈峰放开了七爷之后，却是大大咧咧的走到了他的七爷的专属老板位上，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然后看了一眼七爷，再看看桌面上的茶具。大哥，这大热天的，我给你泡一壶茶润润喉。七爷一看到陈峰的样子，哪里不明白陈峰的意思啊？虽然心里面很是不愿意，但是他却不敢表现出来，而是飞快的跑到了陈峰的面前，麻利的给陈峰泡起了茶来。泡好茶之后，七爷非常殷勤的跟个二大爷一样坐在哪里的陈峰倒了一杯茶，然后又恭恭敬敬的把茶端给了陈峰。七爷的小弟们看着这一幕，有一种跌破眼镜的感觉。一直威风八面高高在上的七爷，现在却是像个狗腿子一样殷勤无比的给陈峰倒茶，这让他们很是难以接受。七爷这是闹哪样啊？你这是打算不要脸的跪舔那个小子了吗？如果七爷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会委屈的要死的。我还能怎么样？我也很绝望啊。如果可以，七爷也不打算这样子做，但是现在他的小命都捏在陈峰的手里的，他只能这么做了。陈峰能够2招之内取他性命，这已经把他的胆子都给吓破了。作为一个惜命的人，七爷很清楚自己现在该怎么做。陈峰装模作样的抿了一口茶水，却是眉头一皱，呸的一下就把茶水给吐了出来，一脸不悦的大骂道：你跑的什么垃圾茶，难喝的要死，简直就是在喝烧水，你这是在表达对我的不满吗？说着，陈峰咚的一下直接就把茶杯往桌子上一震，直接就把杯子给震裂了。大哥息怒，大哥息怒，我技术不行，泡出来的茶不行，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学习茶道，然后给大哥泡出更美味的茶。七爷一听陈峰的话，顿时欲哭无泪。七爷可是学过几年茶道的，所以他泡的茶其实还是很可以的，他的不少哥们都跑来他这里蹭茶喝。现在陈峰把他的茶贬得一文不值，七爷自然知道这是陈峰在找他的麻烦了，不过他现在哪里敢狡辩啊，只能一个劲的对陈峰道歉了。哼！陈峰看着七爷的样子，不爽的哼了一声，算这小子识相，他就是在找麻烦，算是先收一点利息罢了。这厮竟然敢打算强买强卖到自己的头上，不成功之后竟然还想对自己出手，陈峰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陈峰瞧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
看着神色尴尬的七爷，淡淡的说道：“你现在打算怎么让我满意啊？你要知道，可是让我耽误了不少时间的。”七爷一看陈峰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这一次肯定是要大出血，才有可能把眼前这尊煞神打发走了。七爷已经决定了，自己以后绝对不要和这个臭小子碰面。妈的，这小子实在是太变态了！大哥，你是分分钟收入100万的牛逼人物，小弟耽误了你的时间，实在是该死。为了表示抱歉，我愿意给大哥500万精神损失费，还请大哥你不要计较今天的事情。七爷咬了咬牙，一脸肉疼的说道：“他已经打算破财免灾了。第58想死别带上我，500万精神损失费。”陈峰一听到七爷开出来的条件，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惊喜之色。他现在正缺钱呢，如果这个七爷真愿意给自己500万来善了的话，那可是已经值得他惊喜的事情啊！现在他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富二代了，只是一个富二代，而且他的大别墅可是每个月都需要天价的物业费的。如果有了这500万，加上之前卖材料赚的几百万，那他的经济压力就可以打得缓解了。总之，这个条件陈峰还是非常满意的。不过陈峰却不会表现出什么欣喜的表情，瞥了一眼七爷，淡淡的说道：“500万，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老子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打发的人吗？”七爷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嘴角一抽，心里面一阵肉痛。他的身价也就是1-2个亿而已，但是这些都是包括了各种不动产的，现金他也没有多少。现在拿出500万来，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了。现在一看陈峰一脸不满意的表情，他只能咬咬牙，打算报出来一个更高的价格。他已经认栽了，自己惹到狠角色，那他也只能自认倒霉。不过就在七爷想要咬咬牙报出一个更高的价格的时候，陈峰却是悠悠的开口了：“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大度，看在你认错态度不错的份上，我就勉强接受你这个条件了。”陈峰一副我很大度，你快来感谢我吧的表情，看着七爷，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容，笑眯眯的看着七爷。他确实很高兴，莫名其妙的又赚了几百万，而且还没有浪费装逼打脸值，这等好事当然值得他高兴了。大哥你真是深明大义，小弟多谢大哥。七爷看着陈峰那一脸我快来感谢我的表情，心里面腻歪无比。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破口大骂了：“妈个鸡的，你他妈的就是一个恶魔，还好意思说自己大度呢？不仅需要白白给钱陈峰，还要感谢陈峰的大度。”说实在的，这种感觉让七爷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但是现在人在屋檐之下，他也只能认了，要不然陈峰一不高兴，他就杀笔了。现在他可不认为自己是陈峰的对手，七爷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于比自己牛逼的人，他是果断的选择臣服的，因为这样才能活得长久。刚那个账号，别跟我耍花样。陈峰没有和他废话那么多，而是淡淡的说道：“知道知道，我现在就让人给你转账，绝不会耍花样。”七爷一听陈峰的话，立刻一脸讪笑的动作了起来。七爷一脸肉疼的让自己的手下给陈峰转账了500万，看着自己账户了一下子少了500万，七爷现在真是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巴子，自己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如果他刚才乖乖的400万就买了陈峰手里的匕首，哪里会有现在这破事啊？现在不仅匕首没有得到，而且还白白损失了500万，这让七爷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傻逼，净做一些逗逼事情。七爷知道自己现在肯定是没有机会得到那把他心仪的匕首了。陈峰看着七爷一脸蛋疼郁闷的表情，心里面却是很高兴，因为他不仅白白赚了几百万，而且这时候他脑海里不断传来系统的装逼成功的提示，装逼打脸值正在蹭蹭的往上涨，让他真真切切的赚了一个盆满钵满。我赚了你几百万，你是不是很不服？陈峰心里爽歪歪的同时，看着一脸蛋疼的七爷，似笑非笑的问道。七爷一听到陈峰的话，再看到陈峰那似笑非笑的表情，顿时心头一跳，赶紧的摆了摆手：“大哥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会不服气呢？能够被大哥你坑那是我的福气，我心里面那是绝对不会有半点不服气的。”呵呵，陈峰听了七爷的话，呵呵一笑，撇了撇嘴道：“我可没有坑你，这是你自己赔给我的精神损失费，知道了吗？”“对对对，这都是我赔给大哥你的精神损失费，是精神损失费。”七爷一听陈峰的话，脸色僵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满脸笑容的说道：“记住，以后千万不要来找我麻烦，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陈峰却不管这厮怎么想，眼神一变，死死地盯着七爷的眼睛，然后淡淡的说道。陈峰身上的气势在这一瞬间陡然大变，变得浩瀚如海一般深不可测，给人一种在他的面前就像是自己就是一粒微不可察的尘埃一样渺小。这种变化让的七爷心头顿时一阵惊骇，竟然直接就呆立在了原地。就
就像是被施了定身符一样。陈峰看着七爷呆呆地立在了原地，轻哼了一声，站了起来，直接就朝着店门口走了出去。而那些七爷的小弟们见陈峰走来，立刻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道路，看着陈峰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惧之色。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他们想不到这个丝毫不起眼的清秀少年竟然这么恐怖，把七爷都给逼得低头服软。陈峰走出了门之后，七爷才一个机灵地回过了神来，眼底深处闪过了一丝恐惧的神色，脸色竟然也变得有些发白了起来。七爷，难道就这么让那小子走了吗？就在这时候，一个七爷的小弟走到了七爷的身边，一脸不忿地对着七爷说道：“那小子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完全不把七爷您放在眼里。七爷，要不要让小弟我带兄弟去搞这小子一波？”啪！这小弟刚说完话，却是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而抽他的人正是七爷。七爷，您为什么打我啊？小弟捂着脸，一脸委屈地看着七爷，他不知道七爷为什么要打自己。你他妈想死别拉上老子！七爷一脸怒色地看着这个小弟，破口大骂道：“那个小子妖得很，他的实力能够轻易地秒杀我，你想死就去找他吧。不过你别说你是老子的手下，老子可不想被你连累。”刚才陈峰那一道仿佛不蕴含任何感情的眼神，和陈峰身上流露出来的那一股气势，让的七爷彻底的放弃了报复的想法。他现在最希望的是这辈子都不要和陈峰碰面，他不想报复，他认栽了。第59开启技能书商城。七爷看着陈峰离去方向，虽然心里面很是憋屈，但是他却没有想过要去报复什么的。他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对于未知的危险，他是从来不想去招惹的。陈峰所表现出的强大和神秘，已经完全震慑住了他，让他彻底的放弃了报复的想法。七爷转过头，脸色阴沉的看着自己的几个小弟们，用一种充满警告味道的语气说道：“虽然我也很不甘心，但是这事情却只能这么认了，因为那小子不是我们能够招惹的，他的强大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你们不想死，就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是，我们知道了。”七爷的小弟们听到七爷严厉无比的话语，不由得心头一寒。他们还是第一见到七爷对于一个人这么畏惧，竟然畏惧到了报复的想法都没有了。这一刻，七爷的小弟们对于那个清清秀秀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抹发自心底的敬畏之情。连七爷都不敢招惹的人们，他们自然是更加的不敢去招惹了。七爷见到小弟们的反应，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小弟出什么意外。陈峰不知道自己强势霸道的表现，给七爷留下了无法言喻的震慑和浓重的心理阴影。不过他此时已经没有玩兴趣去想那么多了，现在他已经被接连不断的惊喜给冲击的懵逼了。叮咚，宿主强势装逼成功，获得装逼打脸值1万点。叮咚，宿主强势打脸成功，获得装逼打脸值15000点。叮咚，陈峰一走出古董店还没有几步，他脑海里就像是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响起来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却全都是获得装逼打脸值的提示。这一次他在古董店里装逼成功，并且狠狠地打了七爷的和他的手下的脸，获得了大量的装逼打脸值。这些经验值在这一刻陡然间爆发了出来，让得他的装逼打脸值蹭蹭蹭的往上涨。陈峰原本只剩下1万点左右的装逼打脸值，但是现在只是随便奖励了一下，就是几千上万点的打脸值，实在是太爽了。陈峰的装逼打脸值从2万不断的增长，3万、4万、5万，最终装逼打脸值在15多万的时候，终于停了下来了。我靠，赚大了，竟然一次性就赚到了15万的装逼打脸值。陈峰看着自己系统面板上的装逼打脸值，眼里有着强烈的光芒，差点就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这一次他是真的赚大了，不仅得到了一把极品匕首，而且还白白赚了500万，最重要的是得了10多万的装逼打脸值。装逼打脸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装逼打脸值，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系统，这一次的装逼打脸值为什么提升的这么快？陈峰对于装逼打脸值的暴涨虽然很高兴，但是他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在学校为了刷装逼打脸值，他弄了一个寸头联盟，忙死忙活也就是赚那么一可怜的装逼打脸值，但是现在只是几个小时不到，他就赚到了10多万的装逼打脸值，两者之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叮咚，宿主之前因为是在高中生面前重复装逼，所以获得装逼打脸值比较少，而这一次是在社会人员面前首次装逼，所以奖励值有了相应的提高。系统简单暴力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一听到这个回答，陈峰明悟地点了点头，有了了解，知道了自己以后改在一些什么人面前装逼获得装逼打脸值会更多。管他那么多嘛，能有装逼打脸值就好。
陈峰明白了原因之后，就懒得想那么多了。现在他的那么多的装逼打脸值，要好好利用一下才行。想在他的处境虽然看起来很安全，但是暗中确实危机四伏。为了自保和干掉南洋邪僧，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他必须要快速变强，而表情就必须要靠系统。所以陈峰立刻对着系统问道：系统，开启商城技能书分类需要多少装逼打脸值了？陈峰现在只有一个格斗技巧精通的技能，陈峰觉得这远远不够，所以他现在想要多学几样劲，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10万系统言简意赅地回答了陈峰：系统，帮我开启技能书分栏。陈峰一听自己现在的条件已经满足了，立刻就让系统给自己开启。叮咚，宿主花费10万装逼打脸值开启系统商城技能书分类，是否确认？确认。陈峰满怀激动的确认。与此同时，意识立刻打开了系统商城。在他确认之后，他就发现原本一直灰暗的技能书分栏立刻就亮了起来，而且里面竟然还出现了2个小分类：低武世界、高武世界。技能书分栏之下出现了2个小分类，低武世界和高武世界有什么区别？陈峰看到这2个小分类，心里面顿时一喜，下意识地选了高武世界。等他一看到里面的东西，双眼顿时就爆发了强烈的光芒。筋斗云、如来神掌、72变等等只存在传说之中仙家术法，竟然倒出现在了里面。我靠，这是要逆天啊！陈峰看着这些技能的名字，咕咚地咽了一下口水，心脏扑通通的猛跳。如果这些东西的任何一样让他得到了，那将会让他实力一步成仙啊！不过很快，陈峰就被一盆冷水给浇醒了。看着这些技能书所需要的技能点，陈峰觉得自己的是绝望的，因为这些技能书竟然是1000万打脸值为起点，最便宜的一个72变竟然需要1350点的装逼打脸值。妈的，我就是天天装逼，这辈子也弄不来这么多的装逼打脸值吧。陈峰看着那个亮瞎钛合金狗眼的价格，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有种撞墙的冲动。陈峰看了几眼之后，果断地一看了眼睛，不再看了，反正看了自己也买不起，只会让自己心里面纠结，还不如不看算了。陈峰的麻利的点开了低武世界的分类，他想要看看低武世界有些什么好东西。高武世界他现在攀不起，还是实实在在的看一下低武世界。第60凌波微步，陈峰麻利的打开了低武世界的分类，琳琅满目的技能书立刻就映入了陈峰的眼眸之中。降龙18掌、打狗棒法、九阳神功、一阳指。一看这些技能书的名字，陈峰眼里不由得闪过了一丝惊讶的神色，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武侠世界里的武功绝技。看来这个所谓的低武世界应该就是指的武侠世界了，而所谓的高武世界指的就是仙幻玄幻世界，这些动不动就翻山倒海的牛逼世界了。被高武世界那种逆天的价格打击刺激到了的陈峰，下意识的就看起了价格。只是当他一看那价格的时候，差点就忍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最低价格10万。陈峰看着那个10万的最低价，真是欲哭无泪啊！他现在身上就只有5万的装逼打脸值，根本就买不起啊！看着那一本本牛逼无比的技能书，陈峰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系统，这些技能书怎么都这么贵啊？陈峰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我冒着生命危险去装逼才赚来的一点装逼打脸值，转眼就花没了。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所有物品童叟无欺，1分钱1分货。系统对于陈峰的吐槽却是用冰冷冷的机械音回应他。陈峰无奈一笑，他也是只是郁闷了吐槽一句而已，并不是有什么不满。系统的强大他还是很清楚的，没什么值得抱怨的。现在我还剩5万多的装逼打脸值，我是存着留来买技能书呢，还是直接用来抽奖呢？陈峰看着自己那5万多的装逼打脸值，皱着眉头思考了起来，权衡着利弊，抽奖拼一把吧。想了一下之后，陈峰觉得自己还是用着装逼打脸值来抽奖好了，虽然有点冒险，但是现在时间紧迫，他需要尽快变牛逼，所以也只能拼了。系统，我要抽奖5次。既然已经决定了，陈峰自然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立刻就让系统帮他开始准备一下。叮，抽奖5次需要花费5万点装逼打脸值，是否确认？系统径直地提醒着陈峰。确定。陈峰深吸了一口气，如果这次抽不到好东西，那他可就是要一朝回到解放前了。得到陈峰的确定，系统的抽奖盘立刻就开始转动了起来。一定要抽到好东西啊！陈峰盯着轮盘，眼里竟然有了一丝紧张的神色。转盘不停地转动，最后在陈峰想一脸蛋疼的脸色之下，停在了谢谢惠顾那个选项之上。陈峰一脸肉疼的再一次继续，1万点装逼打脸值就这么没有了。谢谢惠顾。第2次依旧是谢谢惠顾。我操！见自己第2次依旧是血本无归，陈峰心里面等于不由得骂了一句娘，心疼的就像是在滴血，咬了咬牙，
开始了第3次，而这一次依旧是那个刺眼无比的谢惠顾。勿草啊！难不成老子是非球不成？陈峰见自己3次竟然都是抽到谢惠顾，那真是蛋都要碎了。给老子接着转！老子还真不信邪了。上几次抽奖都获得了不错的东西，这一次却这么倒霉。陈峰是真的不信邪了，哄着眼看让系统接着给自己抽。在陈峰的命令之下，系统立刻就开始转动了抽奖盘。陈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转盘，眼里已经有了一丝血丝。3万装逼打脸值就这么毛都没有捞到一根，让他很是不爽，有着抓狂的感觉。在陈峰紧紧的注视之下，转盘的速度也是变得原来也慢了下来。陈峰的心也是跟着揪了起来，看着那慢慢转动的指针，他有一种伸手去拨动几下的冲动。叮咚，恭喜宿主获得凌波微步技能书。当指针停了下来之后，系统机械无比的提示声停在陈峰耳里，却是仿若天籁之音一般动听。凌波微步，我竟然抽到了凌波微步，是天龙八部里段誉的那个凌波微步吗？陈峰眼里有着兴奋的光芒，连忙对着系统问道：是的，此技能书在商城中购买需要20万装逼打脸值点数。系统回答道。赚大了！陈峰一听到系统的话，之前所有的郁闷顿时就是一扫而空，变成了兴奋和激动。刚才他还以为自己是飞球，结果转眼他就变成了欧皇，直接就来了一个大爆。20万啊！凌波微步购买需要20万，但是现在却被他1万点给抽了出来了。学习凌波微步，陈峰二话不说，立刻就开始学习凌波微步。唰，一道金光没入陈峰的身体之中，他便感觉到了一阵暖暖的感觉，脑海之中也是关于凌波微步的感悟。随之而来的是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变得轻弱无物了起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自己的身体。陈峰活动了2下，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灵活协调了起来。叮咚，恭喜宿主抽到灵脑丸1瓶。就在陈峰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再一次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他总共购买了5次抽奖机会，现在这是最后一次，竟然又抽中了。陈峰一听到系统的提示，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笑道：看着这语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前面3次全都没中奖，差点让他怀疑人生，现在却是直接就连中2次。这灵脑丸有什么用？陈峰的注意力一下子就收了回来，对着系统提问道。这时候他手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白玉瓶子，握在手里有一种温凉温凉的感觉，很是舒服。陈峰一问，系统立刻就回答了他的疑问，服用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开发大脑，让人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我去，好东西啊！陈峰一听这灵脑丸竟然还有这功效，不由得就是一阵惊喜。过目不忘啊，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而现在自己只要吃1枚灵脑丸就可以获得过目不忘的本事。陈峰之前虽然也觉得自己能够在高考的时候考出一个好成绩，和苏梦一起上同一所大学，但是很多时候事情都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美好的，说不定自己一个发挥失常就考不好了。不过现在有了灵脑丸，陈峰的信心却是变得无比充足了起来。这辈子他一定要和苏梦考到同一所大学。第61，你谁啊你？陈峰握了握手里的小玉瓶，脸上露出了自信的表情。有了这个灵脑丸，他就有绝对的把握能够考出一个牛逼的成绩来了。这样一来，陈峰就可以和苏梦同一所学校了。上辈子他没能和苏梦一起，这一辈子他一定要和苏梦白头偕老。现在有了1000多万，经济压力也暂时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好好考虑怎么把隐藏在暗中的黑手揪出来消灭掉了。陈峰的眼神慢慢的变得凌厉起来，对于侵夺自己家产的南洋邪僧等人，陈峰是不会放过的。陈峰大步的出了地下市场，朝着自己停车位置而去。而就在陈峰一出现在停车场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一个年轻人看了几眼陈峰之后，立刻一溜烟的就跑了。陈峰直接就上了自己的车子，并没有发现那个人。上了车之后，陈峰启动了车子，朝着停车场车口开去。陈峰驾着车出了停车场，然后就朝着市役中的方向驶去。他现在是逃课出来的，先是在事情办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办好了，那就要回到学校去了，因为他想要给苏梦一个好的印象。陈峰已经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了，他现在已经能够隐隐感觉得出来，苏梦这时候已经有些喜欢他了，所以他需要好好加把劲，然后一举把这个上辈子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愿意陪伴自己的女孩拿下。陈峰4平8稳的驾驶着车子行进，只是当他的车子开到一个小岔道的时候，忽然从前面冲出来了几辆黑色的轿车，狠狠地朝着他的车子撞到了过来。嘎吱！陈峰看到忽然有车子朝着自己迎面冲了过来了，立刻猛地刹了车。嘎吱一声，车子几乎原地转了一个弯之后，直接就停了下来。砰！陈峰的车子停了下来，但是迎面来的车子却是没有停下来。
而是直接就指到了陈峰车子的尾灯之上，砰的一声，直接就把他的车子撞出了一段距离。那辆撞了他的黑色轿车这才停了下来，嘎吱嘎吱，一阵阵的刺耳的刹车声响起，其余3、4辆轿车也相继停了下来，然后车门哗啦啦的打开，15、16个提着棒球棍的男人呼啦啦的从车上走了下来，然后迅速朝着陈峰的位置围了过来。陈峰此时还坐在车子里，看着这一副情景，眉头不由得轻轻皱了起来，眼里闪过了一丝冷光，看来有人已经忍不住想要除掉自己了啊！咚！就在这时候，咚的一声巨响，陈峰车顶被一根棒球棍狠狠地砸了一下，直接就砸得凹下去了一块。一个眼角有着一道狰狞的伤疤的男人，一脸狞笑地对着车子里的陈峰狞笑道：“陈少，别来无恙啊！”陈峰转过头，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男人，他觉得这个男人有些面熟，但是一时间却没想得起来这个家伙到底是谁。怎么，陈少见了我也不打一声招呼？中年男人看着陈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眼里闪过一丝冷笑，一脸玩味地说道。看着眼前这个犹如丧家之犬一样的败家子，中年男人心里面有着无限的快感。这一幕他已经幻想了好久了，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现在他终于可是随意蹂躏这个废物了。你谁啊你？我怕认识你吗？陈峰仔细看了这家伙几眼，还是没有认出来这个家伙是谁，不由得撇了撇嘴，淡淡的说道：“什么？你说你不认识我？”中年男人正一脸讥讽玩味的看着陈峰，却忽然听到陈峰说他不认识自己，这让他的神色不由得一下子就僵硬了起来。这个男人以前是陈峰老子公司保安部的一个高管，名为樊童，后来贪污挪用公司的款项，所以直接就被陈峰老子给踢出了公司，这让他对于陈破一下子就记恨了起来，最后更是加入了肖展宇的手下，一起谋害陈破。樊童原本还以为陈峰记得自己的，正想要好好的在陈峰的面前装逼呢，结果陈峰根本就不记得他了，这让他有一种自己是跳梁小丑的感觉。你很牛逼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搞笑。陈峰见到这个人表情，只觉得一阵无语。他虽然对这个家伙点印象，但是还真想不起来这家伙到底是谁。小子你好胆色，竟然敢说不认识我！樊童气的脸色一阵铁青，脸上的伤疤更是一阵蠕动，甚是恐怖。既然你不认识老子，那老子今天就让你好好认识一下我。咚！樊童眼里闪过一丝狠厉的神色，咚的一声，手里的铁棍狠狠地再一次砸在了陈峰的车顶之上，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见这个混蛋竟然又砸自己的车子，陈峰的眼里闪过一丝怒火，猛地用力一脚踹开了车门。砰！樊童犹豫站得很近，陈峰忽然用力地踹开车门，车门砰的一声，直接就撞在了他的身上，直接就把他撞得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陈峰直接就面无表情地下了车。妈的，老子打死你败家子！樊童原本是想要来装逼的，但是现在却被陈峰弄得灰头土脸的，这让他变得愤怒了起来，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然后冲到了陈峰的面前，直接一棍子就朝着陈峰的脑袋之上招呼了过来。见此，陈峰的而眼神一凝，这个樊童显然是想要把自己往死里打呀。既然这货想要自己的命，那陈峰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讲究的。见这个樊童的棒球棍砸向自己，他也是丝毫都没慌乱，而是一个巧妙的躲避，直接就躲了过去，然后一步迈出，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臂，直接一个过肩摔，直接就把他给砸到了地面上。砰！一声闷响，樊童200斤的身体直接被陈峰抡破布袋一样猛地砸到了地面之上。咚的一声，樊童嗷的一声就惨叫了起来，脸色也是瞬间就变得灰白了起来。一个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过肩摔，将这个樊童摔倒了地上之后，陈峰却是没有罢休，而是一脚踩到了他的脸上，冷笑道：“就你这垃圾还想打死我？你是不是想多了？”第62牛皮轰轰的黑狼，陈峰狠狠地踩着这个樊童的脸，用力碾了碾，一脸冷笑地看着他。就这种垃圾还想要自己的小命，这还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现在他可不仅仅是精通格斗技巧，而且还学会了凌波微步，这种垃圾就连自己的衣角都不可能摸到，怎么可能要得了自己的小命？你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厉害了？樊童被陈峰踩着脸，眼里露出一抹惊骇的神色，语气惊骇地说道：“以前作为最能够拍陈破马屁的他，可是很清楚陈峰的底细的。这家伙只不过是一个整天就知道声色犬马的败家子而已，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身手了？要知道，他樊童虽然不是什么很牛逼的人物，绝对作为一个在境外雇佣兵组织混过几年的人，对付3、5个人还是很轻松的。对于像是陈峰这种败家子，
在他看来，那更是手到擒来的。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他被陈峰一个照面就给干趴下了，这让他很是难以接受。哼！陈峰听了这货的话，却是冷冷一笑，他根本就没有兴趣而和他解释那么多，而是冷冷地说道：“看来你是来要我的命的吧？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这辈子就当给废人吧。”唰的一下，一把泛着悠悠寒光的匕首出现在了陈峰的手里。陈峰眼里闪过一丝厉色，你想干什么？陈峰忽然掏出匕首，这让被他狠狠地踩在地上的樊童顿时就大叫了起来，眼里露出了一抹惊骇的神色。你小子要是敢动我，你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是啊！然而樊童威胁的话刚说完，陈峰却是直接用匕首猛地刺入了的大腿，嫣红的鲜血立刻汩汩而流，一阵剧痛传来，樊童啊的一声就惨叫了起来。我现在就对你动手了，你想怎么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呢？陈峰转动了一下匕首，露出了恶魔一般的笑容，看着大声惨叫的樊童，小子你干什么？快住手！妈的，现在你想死是不是？快放开樊哥！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陈峰一言不合的就动刀，在樊童的大腿之上开了一个大口子，这让那10几个围着陈峰的人都懵逼了。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樊童的大腿已经被陈峰狠狠地来了一刀了。这些人回过神来之后，立刻脸色大变的对着陈峰怒喝了起来，让陈峰放了樊童。10多个人都是蠢蠢欲动，大有一拥而上的架势。不过他们一看到陈峰手里那一把鲜血淋漓的匕首，却又是不敢上，只能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陈峰听到这些人的叫骂声，眼里闪过一丝冷芒。他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这些人都是萧展宇的打手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之前跟在萧展宇身后的身影。谁不怕死的就上来。陈峰扫视了他们一眼，淡淡的说道。这些人一被陈峰的眼神一看，全都是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因为陈峰此时的眼神竟像是一头丛林里的猛虎一样，凶性十足。好几个和陈峰眼神对视的久一点的人，都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们心里面惊骇无比。他们想不明白，陈峰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冷漠可怕的眼神？这和他们知道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得到的资料里，陈峰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纨绔大少，但是现在这情况却是完全不一样。这那里是什么一无是处的纨绔大少？这分明就是一个少年王者。哼！陈峰见这些人被自己眼神看了一下之后就不出声了，心里面不由得不屑地冷哼了一下。一群乌合之众，不过如此，知道吗？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叛徒了，而且你的背叛差点让我父亲差点丧命。陈峰转过头，看向了脸色惨白的捂着大腿的樊童，冷冷一笑道：所以今天我要废了你。说着，陈峰慢慢的就举起了匕首，他要废掉这个樊童。不要！樊童见听到陈峰的话，立刻大声的求饶了起来，挣扎着想要逃跑，但是腿上的剧痛却让他根本就移动不了。情急之下，樊童立刻就大叫了起来：黑狼哥救我！快救我！黑狼哥？什么玩意？陈峰听到樊童的求救，眉头一皱，难不成还有更厉害的人在这里？陈哥不由得抬起了头，想要看看是自己是不是真的看漏了什么人。废物东西，一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要你何用？就在陈峰抬头的一瞬间，一辆停在最后面的轿车车门忽然被人打开，一个壮硕的身影从车上走了下来。与此同时，一道霸道凌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黑狼哥救我！樊童一看到这个走下车的男人，眼里顿时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来，就像是见到了大救星一样，大声叫道：我被这小子偷袭了！黑狼哥救我！一般大喊着。樊童还想要朝着那个男人爬去，但是他刚爬了2步，陈峰却是狠狠的一脚踩到了他的背上，冷笑道：我让你走了吗？樊童被陈峰这一脚给直接就踩得趴倒了地上，面门直接就磕到了路面之上，牙齿都给磕掉了2颗，瞬间就变得满口是血了起来，痛得他嗷嗷直叫：小子，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时候，那个跟头大狗熊一样雄壮的男人走到了陈峰的面前，一张粗犷无比的大饼脸之上露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看着陈峰淡淡的说道：给你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你算什么东西？陈峰看着眼前这个起码有2米高的大汉，撇撇嘴，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说道。黑狼一听陈峰的话，微微眯起了眼睛，上下打量了几眼陈峰之后，直接就从身后的一个打手手里拿过了一根棒球棍，当啷一声丢在了陈峰的面前，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对着陈峰道：小子，看在你年轻不懂事的份上，
自己打断双腿，我饶你一命。第63不服你打我呀！自己打断双腿，我怕饶你一命。黑狼一脸玩味地看着陈峰，淡淡地说出了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一样。陈峰听了这句话，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过一看黑狼那一脸玩味的表情，还有黑狼身边的小弟们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的情形，他就知道自己并没有听错，这个黑狼是真的想让自己自断双腿。呵呵，陈峰简直气笑了。麻蛋，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能装逼了，但是现在和这个黑狼一比，自己简直就是差了10万8千里啊！这混蛋才是装逼宗师啊！小子，你没听到黑狼哥的话吗？快点捡起棍子打断自己的狗腿！哈哈，黑狼哥就是霸气！小子，你再墨迹黑狼哥就要生气了。黑狼哥一生气，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黑狼的话一出，那些被陈峰雷霆手段所震慑到的小弟们，立刻就是一脸得意地对着陈峰叫嚣了起来，让陈峰赶紧自行了断，不然会死得很惨。看他们的样子，好像陈峰捡了大便宜一样，让我自断双腿。陈峰看着一脸玩味地看着自己的黑狼，眼里闪过一丝冷冽，嘴角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你确定你没有在开玩笑？开玩笑？谁他妈跟你开玩笑？黑狼一听陈峰的话，却是脸色一冷，怒哼了一声道：你看老子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老子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再磨磨唧唧老子弄死你！黑狼哥，不要和这小子废话那么多了，老板交代的是直接弄死的他。凡凡一脸仇恨地看着陈峰，用他漏风的嘴对着黑狼大声地说道：只要弄死了这小子，那我们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樊童现在心里面已经恨死陈峰了，他原本以为陈峰只是一个纨绔大少，自己随便就能把他干掉，所以在陈峰的面前装逼，哪里想到陈峰这小子却是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自己刚装了一个逼，结果就被陈峰打成了大傻逼。现在他的大腿好在不停地流着血，一张脸也被陈峰弄得满脸血迹，失血让的他脑子已经有些发晕了。现在他只想着陈峰被黑狼直接打死。砰！然而让樊童绝望惊怒无比的是，他这句话刚说完，一个硕大的脚板却是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脸上，直接就是一脚把他给踹翻在地了。嗷的一声，直接就躺在地上捂着脸哀嚎了起来。因为陈峰这一脚一点都没有留手，直接就把他的鼻梁骨给踢断了。想弄死我？老子先弄死你！陈峰看着倒在地上捂着脸不停地哀嚎的樊童，嘴角露出了一丝冷冽的笑容，冷冷地说道：对于这种想要自己小命的人，陈峰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好话说的，能打死那就要绝不留后患的打死，只要也要把他弄成对自己再也没有任何威胁的废人，让他病床上受一辈子的折磨。陈峰二话不说的就对樊童出手，这一举动让得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所有打手都是一脸呆滞的看着犹如一尊煞神一样站在原地的陈峰，久久无语。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子竟然敢这么做。他是没看到黑狼哥就在这里吗？你竟然敢把黑狼哥当成空气？你知道黑狼哥有多么的牛逼吗？小子，你有种，你可以的。黑狼此时的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锅底一样漆黑，眼神之中有着一抹强烈的杀意。陈峰的举动把他给激怒了。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陈峰现在在他警告了之后，竟然还当着他的面还对樊童出手，这简直就是一点都不给他樊童面子啊！这让他心里面的怒火就像是火山爆发了一样，怎么也压抑不住。怎么，你很不爽？不服你来打我呀！陈峰看着黑狼那一张漆黑的脸，却是呵呵一笑，这货还想在自己面前装逼，简直就是搞笑。妈的，小子，你是不是真的想死？你他妈的怎么和狼哥说话的？信不信兄弟们弄死你？狼哥，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让兄弟们一起上，废了这小子！陈峰嚣张的毫不把黑狼放在眼里的态度，不仅是让黑狼气得脸色铁青，就连黑狼的手下们也是气得不轻，纷纷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10几个人全都是变得像是一头头被激怒了的疯狗一样，死死地盯着陈峰，大有一呼而上把陈峰给撕碎的架势。小子，你竟然给脸不要脸，那就不要怪我了。黑狼看着陈峰一脸讥讽地看着自己，心里面气得不行，眼睛一眯，眼里闪过一丝冰冷的光芒，挥了挥手大喝道：一起上，给我废了他！操！老子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老子要弄死他！上啊，把这小子给打出翔来！10几个如狼似虎的小弟们一听到黑狼的话，立刻就是一脸狞笑的嗷嗷兴奋大叫了起来，直接拎起了棒球棍就朝着陈峰冲了上去。哼，不自量力！陈峰见这些人要对自己出手，不仅没有丝毫的慌张之色，
反而是有一丝疯狂的兴奋之色。他刚学会了凌波微步，正想试试凌波微波和格斗精通结合起来的威力呢，这些白痴就送上门来给他当磨刀石了。这正好合他的心意。小子，去死吧！一个穿着鼻环、一脸凶厉的打手，一马当先的冲到了陈峰的面前，直接用手里的棒球棍一棍子就朝着陈峰的脑袋之上招呼了过来。看着就像是没有反应过来的陈峰，这货眼里有着一抹病态的兴奋之色。他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陈峰被自己砸得头破血流的样子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他想多了，陈峰怎么可能会被他这种杂鱼一样的垃圾打到自己呢？陈峰定定地看着棒球棍向着自己脑袋砸来，眼里没有丝毫的慌张之色，神色也像是千年古井一般毫无波澜。而这一刻，所以人都以为陈峰这一次肯定会被狠狠的一棍子砸在脑袋之上了。第64跪下叫爷爷，饶你不死！呼！坚硬的棒球棍朝着陈峰脑袋砸来，而陈峰就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一样，看着这一幕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应。这一情景落在了其余人的眼里，却是陈峰反应不过来。哼，我还以为这小子这多么厉害呢，原来只不过是装样子罢了。黑狼看着陈峰没有反应过来，眼里闪过一丝不屑的冷笑之意，心里面对于陈峰一下子就看清了起来。原本陈峰以雷霆手段把樊童给废了，会有一些本事呢，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了。现在黑狼觉得陈峰之所以能够一出手就把樊童给废了，不是陈峰有多牛逼，而是樊童自己名如其人，是一个真正的饭桶，没有一点用处。什么？然而下一刻，黑狼不屑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甚至忍不住小声惊呼了起来，一双大眼睛瞬间就猛地暴突了起来，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只见那个鼻环男的棒球棍带着凌厉无比的劲力直接砸向了陈峰的脑袋，而且离陈峰的脑袋越来越近了。然而就在那个棒球棍就要砸到陈峰的时候，陈峰的身子却是诡异无比，犹如一根软绵绵的面条一样，一下子就往后倒了下去。陈峰的身体就像是没有了骨骼一样，后背竟然都接触到了地面，然而他的脚却是依旧直直的站着的，就像是一个钉子一样死死的钉在地面之上，纹丝不动。这种幅度如此之大的动作，好像丝毫都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影响一样。死！黑狼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峰竟然能够在一瞬间做出了这么夸张的动作。而那个一棍子朝着陈峰抡砸过来的鼻环男，此时却是被陈峰的动作给吓得懵逼了。他原本拿9稳的袭击，现在却扑了一个空，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度果然变得很牛逼了呀。这些人被陈峰的激动给吓得半死，而陈峰感觉自己的双脚站立，却能够往后弯腰，让自己背部都贴到地面之上，心里面却是很满意。系统真的把他的身体改造的完全适应凌波微步了。既然如此，陈峰自然是要开始凌厉的反击了。在这一瞬间陈峰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是和周围的环境融入了一起一样，周围的任的风吹草动他都能够轻易的感受得到。嗖！在棒球棍抡过去了之后，陈峰的身体就像是一根弹簧一样，嗖的一下猛地弹了起来，再一次直接就站得笔直了起来。给老子躺下吧！陈峰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这种牛逼的举动直接就让的黑狼的手下们一下子就懵逼了。然而陈峰可不会管他懵逼不懵逼，看着一脸惊骇的看着自己的鼻环男，陈峰却是冷冷一笑，直接一个爆锤就砸在他的脸上。咔嚓一声，这鼻环男的鼻梁骨瞬间就被陈哥给砸断了。哎呀！鼻环男犹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就被陈峰砸得惨叫一声飞了出去。当啷一声，他的棒球棍直接就掉落在了地面之上。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从陈峰弯腰到把鼻环男一拳打飞，也只不过是短短的1秒多的一剑。这一情况让的其余的那些打手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看着鼻环男一个照面就被陈峰给打飞了，这让的他们一下子就愣住了。然而陈峰可不会给他们反应过来的时间，他虽然对自己的身手很是自信，他可不会傻逼逼的拿自己安全来开玩笑，所以他要速战速决。陈峰唰的一下捡起了鼻环男掉在地上的棒球棍，然后猛地冲了出去，就像是一头猛虎冲入了羊群之中一样，眼神冰冷的抡起手里的棒球棍，毫不留情的直接就对着一个打手的身上狠狠的砸了下去。砰！一声闷响，一个被陈峰狠狠的砸了一棍的打手闷哼了一声，直接就飞了出去，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先是脸色一白，而后啊的一声，一口鲜血就这么吐了出来，整个人弯着腰躺在地上，痛苦无比的呻吟了起来。解决掉一个人，陈峰就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他并没有就此停手，而是转身就对着一个想要偷袭自己的打手，就是一棍子砸在了他的狗头之上。咚的一声，直接把他砸得晕死了过去。咚咚咚，啊呀！陈峰就像是一个战神一样，手里的棒球棍抡得虎虎生风，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打击肉体的声音和一阵阵凄厉的惨嚎声。10几个打手就像是狂风席卷的稻苗一样，接连不断的倒下了。砰！最后一个打手被陈峰狠狠一棍子砸在了后脑勺之上，就连惨叫都没有来得及惨叫一下，直接两眼一黑，软绵绵的就这么倒下去了。1分钟不到，10几个打手就这么全都被陈峰给赶干趴下了，不是躺在地上哀嚎着，就是直接昏死了过去，连哀嚎声都没有发得出来。黑狼看着这一幕，脸上浮现出了惊愕的神色，他感觉自己就俩是做梦一眼，眼前的这一切真的是太不真实了。1分钟都不到，他手下10几个精英打手竟然就这么被陈峰给干趴下了。陈峰甩了甩沾染了一下鲜血的棒球棍，然后一步步的朝着呆呆的看着这一切黑狼，嘴角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怎么，现在是不是还想弄死我呢？一听到陈峰的声音，黑狼猛地一个机灵回过了神来，看着犹如一尊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站在自己的面前的陈峰，他狠狠的咽一口口水，强压心里面的震惊，定定的看着陈峰，你很厉害，厉害的超乎我的想象，今天这事情我认栽了，现在你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的，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果。认栽就这么结果？呵呵。陈峰一听这厮的话，眼里闪过一丝不屑，一脸讥讽的呵呵笑道，只要你跪在我面前叫几声爷爷，然后自己抽自己100个耳光，我就饶你不死。第65一脚都摸不到，跪下叫几声爷爷，而且还要自抽100个耳光。黑狼听了陈峰的话，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不敢置信的表情，双眼一下子就瞪得跟灯泡一样巨大，死死地盯着陈峰。你是认真的，不是在开玩笑？黑狼简直不敢相信陈峰的话，这小子竟然要自己跪下叫他爷爷，而且还要自抽耳光，这让他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他黑狼是什么人？他可是江城的地下拳王，连续3年都没有人能够打破他的记录，无数人见了他都得叫恭恭敬敬的叫一声狼哥，而现在眼前这个小子却让他跪下叫爷爷，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让他心里面的怒火一下子就爆炸了，他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犹如一头恶狼一样凶厉了起来，充满了攻击性。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陈峰看着黑狼，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凶厉了起来，却是丝毫不惧，一脸不屑地看着他，如果你不想死的，就乖乖按照老子说的去做。卧槽！黑狼听着陈峰的话，气得额头上的青筋都在不停地抽动了起来，心里面的怒火汹涌澎湃。看着陈峰那嚣张无比的表情，黑狼忽然嘿嘿冷笑了起来，小子，你很能装逼，是我见过最能装逼的人了。不过在老子这个江城地下拳王面前装逼的人，一般都会非常的凄惨的。唰！黑狼的身影一下子就从原地消失了，直接扑向陈峰，一个沙波大的拳头直接就朝着陈峰的脸上招呼了过来。哼！陈峰见这个黑狼直接就向自己攻击，不惜欧的冷哼了一声，凌波微步瞬间发动，只见他的身体以一个诡异无比的动作轻轻去一扭，黑狼的拳头直接就扑了一个空。小子，有点本事，不过我看你能够躲几下。黑狼见自己忽然袭击竟然被陈峰躲过了，心里面有些惊讶，不过也没有当一回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无论任何东西都能够轻而易举的碾碎。一击不成，黑狼立刻改变攻势，再一次朝着陈峰扑了上去。他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把陈峰这个嚣张到没边的小子给狠狠地摁在地上摩擦，让他知道他地下拳王黑狼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惹的。别以为打败了他的手下就能够在自己的面前嚣张了。呼呼呼呼！黑狼的攻势是大力沉，拳头挥舞之时，空气之中发出了阵阵的挤压空气爆鸣声，可见他的力道有多么的巨大。而且这一切对于学会了凌波微步的陈峰来说没有丝毫的作用。你力气再大，但是打不到别人的话也是没有丝毫的作用。陈峰踩着玄奥的步伐，就像是猫戏老鼠一样，轻而易举地躲避着黑狼的攻击。妈的，小子，你很能躲是不是？陈峰滑溜的就像是一条泥鳅一样，黑狼不停地挥舞着拳头，却是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这让的黑狼顿时就气得嗷嗷大叫了起来。你他妈一直躲着算什么本事？有种和我正面打！黑狼已经要气疯了，发了狂一样不停地对着陈峰进攻，但是就在他眼看就要击中陈峰的时候，陈峰却是巧妙地躲一下，他的攻击就直接扑了一个空。
这种连人都摸不到的感觉，让他非常的抓狂暴怒。然而就在黑虎刚吼完，陈峰却是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见陈峰忽然出现，显然是想要主动攻击了。见此，黑虎眼里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小子，竟然敢和老子刚正面，老子弄不死你！如果陈峰一直躲着的他的话，黑狼反而是一点都没办法。现在陈峰竟然要主动和他正面对决，这在黑虎看来就是找死。给老子去死吧！黑虎眼里闪过一丝阴寒的光芒，倾尽全力，直接一拳就朝着陈峰的脑袋砸了过去。白痴！陈峰见黑狼攻向自己，却是不屑一笑。现在他已经可以确定自己的凌波微不牛逼无比了。如果自己不愿意，那眼前这个所谓的拳王，连自己的衣角都碰不到。黑狼拳头砸来，陈峰却又是一个巧妙的躲避，他的拳头又落空了。而这时候就是陈峰的反击时候了。啪！黑狼一拳落空，心里愤怒，正想收拳再一次攻击，但是就在这时候，一个大巴掌啪的一下，直接就抽在了他的脸上。啪的一声大响，他的脸上直接就被抽出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陈峰的反击很是简单，那就是抽耳光。你竟然敢打我耳光！啪的被抽了一个耳光，脸上传来的火辣辣的疼痛，直接就让黑狼愣住了。他竟然就这么站在原地，一脸不敢置信看着陈峰。他黑狼竟然被人抽了耳光！啪！然而他的话刚说完，啪的一声，他的另一边脸却又被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巨大的力道直接就把黑狼给抽的直接一个趔趄，直接就倒在地上。狼哥！黑狼直接被陈峰一个耳光给抽的摔在了地上，这让的几个稍微缓过神来的小弟顿时就惊骇的大叫了起来，连忙连滚带爬的朝着黑狼走了过去，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这些小弟们心里面震惊无比，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狼哥竟然被人打了耳光。樊童看着陈峰的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一种看怪物的神色，他现在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他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死定了。打你耳光又怎样？打你耳光很奇怪吗？陈哥看着被几个小弟扶着的黑狼，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我要杀了你！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让黑狼感到了无尽的屈辱，他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血红了起来，猛地推开了扶着自己的小弟，怒吼着朝陈峰冲了过去。黑狼现在的理智已经被怒火给覆盖了，他黑狼一直以来都是威风凛凛的，何时受过被人当众扇耳光的这屈辱？他现在已经恨不得要把陈峰给生吞活剥了。第66爷爷，我错了，我再也不装逼了。黑狼一辈子都没有被人当众这样打过耳光，但是现在一个他之前丝毫都没会放在眼里的毛头小子，却是接连扇了他2个耳光，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他现在只想把陈峰被千刀万剐了，只有这样才能够洗刷他受到的侮辱。怒吼一声，黑狼就像是一头暴怒的蛮牛一样，红着双眼朝着陈峰冲了过去。小王八蛋，你给老子去死！黑狼眨眼间就冲到了陈峰的面前，红着眼看看一拳对着陈峰砸了过去。白痴！陈峰看着黑狼还想要打倒自己，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不屑的冷光。只见他的脚步轻轻地迈动了一个玄奥的步伐，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他黑狼的攻击，而后反手就是一个巴掌，啪的一声直接就抽在了他的脸上。啪！只一次陈峰巴掌力道很大，直接就把他给抽飞了出去。啪的一声，只见黑狼就像是一条死狗一样，直接就被他抽飞了出去。王八蛋！再一次被陈峰抽飞，黑狼怒火中烧，怒吼了一声，再一次扑上来，而陈峰自然不会客气，啪的一声再一次将这厮给抽飞。黑狼已经被气疯了，他就是不信了，自己竟然连陈峰的衣角都碰不到。被抽飞了之后，他就像是疯了一样，再一次冲了上来，然后毫无疑问的再一次被陈峰抽飞。啪！砰！啪！砰！一次接着一次，不服气的黑狼一次次的冲上来，然后又一次次的被陈峰抽飞。怒吼连连的黑狼此时一张脸早已经被陈峰抽的都不看不出人形了。老子不服！老子不服！黑狼已经不知道自己这是第几次被陈峰抽飞了，他感觉自己已经眼冒金星了，但是愤怒还是驱使着他站了起来，想要再一次冲向陈峰。如果今天不能碰到陈峰一次，他觉得自己会憋屈死的。没完没了了是吧？陈峰抽的自己的巴掌都有些痛了，现在见这个黑狼又再一次冲上来，他的眼里立刻就浮现出了一抹厉色，他已经玩腻了。唰！陈峰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已经出现在了黑狼的身边，而且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接架在了黑虎的脖子之上。再动一下，老子宰了你！
陈峰紧紧握住手里的匕首，脸色冰冷地看着黑狼，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语气淡淡地说道。这句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落在了黑狼的耳朵里，却是犹如天雷一般滚滚作响，让得刚想要再一次冲向陈峰的黑狼身子猛地僵硬了下来。脖子上出来的刺痛感，染得黑狼的身体就像是被冰封了一样，瞬间就僵硬了下来。因为被陈峰招惹而产生的怒火，也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立刻恢复了清醒。眼里的怒色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却是深深的恐惧之色。咕咚，回过神来之后，感受到脖子上那刺骨的寒意，黑狼咕咚的一声咽了咽口水，一时间竟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是动作僵硬的抬起头看了一眼陈峰。地下拳王不过如此。陈峰看着见黑狼看着自己，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神色。就这点本事还想在自己面前装逼，真是寿星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是陈峰，陈峰只是一个纨绔大少，根本不可能这么厉害。黑狼听到陈峰的话，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陈峰的实在是太伤他的自尊了，他已经很牛逼了好不好？只是陈峰这货强的没天理而已。黑狼现在都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碰到了一个假陈峰了。对于陈峰他们可是有着很多资料的，在他们的资料里，陈峰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纨绔公子哥而已，根本就不可能制妖牛逼。我是什么人？你们处心积虑的想要弄死我，你们会不知道我是谁？陈峰一听黑狼的话，冷笑了一下，就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陈破真是好福气，竟然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这次真是我们走眼了。黑狼一听陈峰的话，咬了咬牙道，这次算是我失算了，说吧，你想怎么样？被陈峰单方面吊打，而且还毫无还手之力，这让的黑狼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虽然他不想承认，但是他知道自己在陈峰的面前就像是婴儿面对巨汉一样，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我想怎么样，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陈峰看着一脸死灰的黑狼，冷笑地看着他道，跪下或者死。不可能，有种你弄死我，想要我下跪绝无可能。黑狼一听陈峰的话，却是一脸愤怒地大吼了起来，别以为你打赢了我就很了不起了，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棋子而已，你根本就无法理解你所面对的到底是一股多么恐怖的势力。是。然而黑狼的话刚说完，陈峰的匕首却是直接扎透了他的大腿，瞬间传来的剧痛让的黑狼啊的一声惨叫了起来，直接就倒在了地上，鲜血很快就染红了他的大腿。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陈峰看着倒在地上打滚的黑狼，冷冷一笑说道，这些人还真以为自己的耐心很好不成？狠，太狠了。陈峰一言不合就伤了一刀黑狼，这一幕让他躺在地上还没有晕过去的黑狼小弟们一时间吓得噤如寒蝉了起来。他们算是见识到了陈峰的狠辣了。尼玛，这哪里是什么一无是处的纨绔公子啊，你妈的，这就是一个一言不合就动刀子疯子狠人啊！陈峰蹲下身子，用带血的匕首轻轻拍了拍黑狼的脸，冷笑着说道，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作为一个打死过人的狠人，黑狼对于杀意可是非常清楚的。看到陈峰眼里那一抹浓重的杀意，黑狼这次真的怕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是在吓唬自己，他是真的对自己动了杀心了。爷爷，我错了，我再也不装逼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黑狼立刻就做出了最正确的做法。他猛地忍着剧痛从地上爬了起来，扑通一下跪倒在了陈峰面前，哭嚎道，爷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装逼了，求你饶了我吧。第67，谁让你自作主张？感受到陈峰浓重的杀机，在死亡的威胁之下，黑狼果断抛弃了他的尊严和骨气，扑通一声直接就跪在了陈峰的面前，大声的叫起了爷爷，那语气谦卑无比，就差要给陈峰磕头了。我去，这尼玛什么情况？我的天，黑狼哥真的跪了。黑狼跪得如此干脆，跪得如此果敢，让的黑狼的那小弟们全都是懵逼了。前一秒他们还觉得自己的老大够硬气，即使被揍得那么的狠，依旧不向陈峰这个大佬低头，哪里想到黑狼转眼的功夫直接就跪了。那么牛逼的黑狼哥竟然就这么跪了，这一情况让的黑狼的小弟们直接就懵逼了。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在崩溃，自己崇拜的人这么毫无骨气的跪在一个刚成年的年轻人面前叫爷爷，这实在是太难以让人接受了。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他们不接受也得接受。黑狼此时就是跪在陈峰面前叫爷爷，跟一条狗一样谦卑的跪在陈峰的面前。爷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装逼了，求你这一次就把我当屁发了吧，既然已经跪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黑狼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什么尊严了，直接就抱着陈峰的大腿求饶了起来。
陈峰厌恶地把抱着自己大腿的黑狼踢开，一脸玩味地看着他，怎么，你不是想要宁死不屈吗？风爷，我知道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还请风爷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被陈峰一脚蹬开，黑狼又想要重新抱大腿，但是一看陈峰的眼神，他又只能停了下来，一脸忐忑地看着陈峰。他现在心里面真是有苦说不出来啊！妈的，老子只是想要来这小子面前装装逼而已，结果却变成了这一个后果。他不仅威风扫地，而且现在小命都捏在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手里，只要这家伙一个不高兴，自己就随时玩完。我之前所想要我饶你不死，你需要怎么做来着？陈峰看着哈巴狗一样的黑狼，语气玩味地说道。需要怎么做？黑狼一听陈峰的话，一时间没有反应得过来，不过一看陈峰那玩味的表情，他立刻就想起了陈峰之前说的话来。他一咬牙，直接就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啪！黑狼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与此同时嘴里还大喊着，峰哥我错了，我不该在你面前装逼的，我傻逼，我该打。啪！说一句，黑狼就狠狠抽自己一巴掌，一点也不敢留手，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要是不能够让陈峰满意的话，他一定会很惨的，小命都有可能保不住，所以他非常的卖力，好像打的不是自己的脸一样。啪啪啪啪，非常有节奏的巴掌声，一声接着一声的响起，而陈峰则是一脸玩味的看着黑狼不停的抽着自己的耳光，丝毫没有叫停的意思，而是露出了笑眯眯的表情，看着好戏。97、78、99、100。黑狼一边抽着自己的耳光，一边在数数，他感觉自己的脸已经麻木了，狠狠的抽一巴掌竟然感受不到多少的疼痛了。黑狼麻木的数着数，等他抽到了100下的时候，竟然停不下来，而是接着抽了一耳光才停下来。峰哥，我已经抽了自己100个耳光了，可以了吗？黑狼抽了自己101个耳光之后，终于停了下来，可怜兮兮的看着陈峰问道。此时陈峰的脸早就已经不成人形了，一张脸肿的就像是一个猪头一样，眼睛只剩下一道缝隙。够数了，没少吧？陈峰看着这个大猪头一样的黑狼，笑眯眯的说道。够了够了。黑狼一听陈峰的话，立刻就像是邀功一样说道，我不仅打够了，而且还多打了一下，所以我打了101次。啪！然而黑狼刚说完，却狠狠地挨了一巴掌，直接就被抽翻在了地上。打他的正是陈峰。峰哥，你为什么还要打我啊？被陈峰这么一巴掌抽上去，黑狼直接就懵逼了，心里面既是愤怒又是憋屈。为什么打你？因为你自作主张。陈峰看着愤怒的黑狼，冷哼了一下道，老子让你打100下，你特么的多打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是吧？谁给你的权利让你自作主张了？啊！黑狼一听陈峰的这个话，顿时就傻眼了，就因为老子多打了自己一耳光，你就要抽我？这尼玛这世道还有没有一点道理可讲了？这一刻，黑狼觉得自己真想要大哭一场。尼玛，这小子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他简直就不是人啊，实在是太坏了。怎么，你好像很不服？陈峰看着黑狼的反应，淡淡的说道。没有，我没有不服，峰哥你打得好，打得妙，我不该自作主张，我应该认真的贯彻落实峰哥的任何指导，下次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黑狼一看陈峰的脸色，顿时吓得冷汗都冒了出来，都已经到了这时候了，他那里还敢和陈峰狡辩啊？即使现在说香是香的，让他去吃，他也得乖乖的吃啊。听到黑狼的话，陈峰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面有些想笑。对于横整这些人，陈峰是没有一点心理压力的，这些人上辈子可是害死他的父亲，害得他无家可归，这辈子同样让的自己父亲失去了他亲手创立的事业，所以陈峰即使杀了他们也不会觉得受什么不妥。黑狼虽然心里面憋屈的想要仰天嚎哭，但是一见陈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心里面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像是一条哈巴狗一样对着陈峰说道，峰哥，现在我过关了吗？可以走了吗？黑狼觉得陈峰自己按照陈峰说的做了，应该可以得到陈峰的谅解了。然而陈峰的下一句话却是直接让他如遭雷击，谁说你可以走了？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第68式魂散，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一听到陈峰的这句话，黑狼只觉得自己的心波凉波凉的。峰哥，我不是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吗？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啊？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黑狼觉得自己的现在真是委屈的想哭。大爷，你让我跪下叫爷爷，我麻利的跪下叫了。你让我自抽耳光，我抽了，但是现在一切做完了，你却还是不肯放过我，你这不是欺负人玩吗？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呀！你脑子是不是被自己打傻了？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陈峰一脸鄙视地看着黑狼，淡淡的说道：“我说的是可以饶你一命，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么就放过你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对于这个萧展宇的手下，陈峰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啊！这个黑狼一听陈峰的话，这下子真是傻眼了。陈峰说的没有错，他之前一直都只是说饶他一条活路，并没有说过不和自己计较。妈个蛋，难不成自己又是磕头又是打自己耳光，结果依旧是那么悲剧吗？黑狼心里面就像是被10000头草泥马拉回奔腾蹂躏一样难受，想要仰天大哭一顿。那峰哥，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放过我？只要你今天肯放我一马，那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了。黑狼心里面很是郁闷憋屈，但是他现在却是没有丝毫的办法，只能求着陈峰放他一马，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现在对于黑狼来说，面子尊严什么的他都已经抛弃了，他都已经给陈峰了跪了，那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讲的？现在让陈峰放自己一马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才能放过你？陈峰看了一眼黑狼，心里面冷笑了一下，他是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个黑狼的。虽然自己答应了不要他的小命，但是自己可没答应过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不过到底该怎么处置这个黑狼，陈峰却是需要好好想一下。即使不杀他，也不能让他好过。这个黑狼应该是萧展宇手下一个比较厉害的打手了，狗腿子了吧？一想到萧展宇，陈峰眼里忽然闪过一丝金光，或许自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萧展宇的身边钉上一个钉子。只是自己该怎么控制这个家伙呢？这就需要好好考虑了。系统，商城里可不可以买到控制别人的药物？陈峰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系统，或许系统可以帮自己一把呢。叮咚，只要宿主装逼打脸值充足，理论上可以买到任何药物。陈峰的意念刚起来，系统立刻就给了一个让他欣喜的答案。系统，请你给推荐一种可以控制这些人的药物。陈峰眼里闪过一丝光芒，连忙让系统给自己推荐一种药物。系统里的东西浩如烟海，如果要他自己去找的话，那还不得找到懵逼啊！叮咚，宿主可以购买噬魂散等药物。系统没有让陈峰失望，立刻就从杂项里面挑出了适合陈峰目前使用的药物。陈峰的注意力立刻就转移到了系统商城面板之上，看到了系统给他推荐的药物。等他一看药物的介绍，不由得一喜，按道系统就是牛逼，竟然有这样牛逼的东西！噬魂散可以灼烧灵魂和肉体，服用的人将会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痛苦，肉体也会腐烂。只要中了噬魂散，那么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服用解药，那将会生不如死，绝对是可以控制人的牛逼药物。解药分2种，一种是缓解，一种是彻底解毒。这对于陈峰来说简直就是让黑狼听命于自己的好东西。只要有了这东西，陈峰就不怕这个黑狼不对自己言听计从了，除非这个黑狼不怕死。不过陈峰可不认为这个黑狼能够在噬魂散的折磨下和自己作对，他要是那么牛逼，就不会乖乖的给自己跪下唱征服了。峰哥，峰哥，峰哥你怎么了？黑狼正忐忑的等待着陈峰的决定，却发现陈峰竟然一时间待在那里发起了呆，这让他不得不出声叫一下陈峰。现在他的小命都已经捏在了陈峰的手里，看着陈峰即使发呆走神了，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异动。正在研究着噬魂散的陈峰一听到黑狼的话，立刻就回过了神了，淡淡的看了一眼黑狼，然后就直接选择了购买噬魂散。因为在黑狼和他的10多个手下的面前装逼，并且狠狠地打了他的脸，现在陈峰已经又有了1万左右的装逼打脸值，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购买了需要把钱点打脸值的一瓶噬魂散和相应的解药。在黑狼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陈峰的手中唰的一下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小瓶子，瓶子之上刻着一道道诡异的纹路，一看就给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黑狼看着忽然出现在陈峰手里的黑色小瓶子，看着瓶子上的那些诡异的纹路，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竟然打了一个寒战，这是在变戏法。黑狼实在想不明白，陈峰手里为什么会忽然出现一个小瓶子，而且这东西还如此的诡异，让人一看就头皮发麻的感觉。陈峰没有理会黑狼的反应，而是直接打开小瓶子，倒出了一枚只有黄豆大小的红色小药丸，然后直接递给了黑狼，面无表情的说道：“吃掉它。”黑狼看着陈峰手里那一枚红的小药丸，咕咚的咽了咽口水，声音颤抖的对着陈峰道：“那个，峰哥，这是什么东西？”看着红的发炎的小药丸，黑狼就觉得这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吃这个玩意。我让你吃你就吃，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陈峰一脸不耐烦地对着黑狼呵斥道：“峰哥，我可以不吃吗？你不是说了不杀我的吗？”黑狼一看陈峰的脸色，吓得身子抖了一下。陈峰手里的东西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那里敢就着吃下去啊？黑狼觉得陈峰让自己吃的这颗小药丸，说不定就是什么鹤顶红什么的剧毒呢。第69痛不欲生。黑狼觉得陈峰这是要毒死自己，他不想死，所以他不想吃陈峰手里的噬魂散。不过现在他还有的选择吗？显然现在吃不吃已经由不得他选择了。你确定你真的不吃？陈峰眼睛一眯，一丝冰冷的光芒从眼里掠过，淡淡的对着黑狼说道：“难不成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我现在再问你一句，你吃还是不吃？”陈峰身上的气势陡然大变，一股霸道凌厉的气势就像是海潮一样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一个无形的气场陡然溅出，现在了陈峰的身边，一股重若泰山的压力陡然间压在了黑狼的身上。陈峰气势的变化让得黑狼神色陡然大变，心里面掀起了惊天骇浪。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峰的身上竟然有着这么恐怖的气场，这种气势绝对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陈峰眼看就这么定定地看着黑狼，眼神之中充满了蔑视的意外，就像是在看一只蝼蚁一样，这让黑狼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黑狼知道，如果自己现在敢说一个不字的话，眼前这个年轻人真的有可能要了自己的小命。黑狼的心里面挣扎了一会之后，最终还是咬了咬牙，语气无奈地说道：“吃，我吃。峰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虽然知道陈峰让自己吃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现在他黑狼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不吃就会死，那还不如吃。黑狼颤抖着手，拿起了陈峰手里的那一颗黄豆粒大小的红色聚魂散，眼里有着一种悔恨之色。今天他算是面子丢尽了，现在还被逼着吃这一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药丸，而这一切是因为他想要在萧展宇面前表现一下，如果自己不接着一档子差事，哪里会有现在这事情发生。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了，即使黑狼再怎么悔恨特也是无济于事了，他只能颤抖着手，硬着头皮接过了陈峰给他的聚魂散。快点，别浪费老子时间。陈峰见黑狼结果聚魂散之后犹犹豫豫不敢尽吃掉，立刻就是不满的冷哼了一声：“我这就吃，我这就吃。”黑狼一看陈峰冰冷的眼神，差点吓得手一抖，把聚魂散都给抖掉了，赶紧哆哆嗦嗦的把聚魂散一把塞入了自己的嘴里。聚魂散入口即化，一下子就顺着黑狼的喉咙进入了他的肚子里面，唇齿之间留下了淡淡的血腥味，让黑狼有种想吐的冲动。感觉怎么样？陈峰见黑狼吃掉聚魂散之后，出声问道。虽然系统介绍的聚魂散很牛逼，但是没有亲眼见过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的。他可是想着靠这个聚魂散控制这个黑狼呢，如果没有用就坑爹了。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黑狼咂巴了一下嘴巴，除了嘴里面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让他心里面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不知道陈峰给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目前来看是不会要了他的小命的了。只要不是要了他的小命，那就什么都好说。只是黑狼高兴的太早了，好热，怎么回事？大概就是1分钟的时间之后，黑狼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忽然变得很热了起来，而且这种感觉越强烈。狼哥，你脸上出现了红斑。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弟看着黑狼脸上忽然出现一大片红斑，顿时就惊呼了起来。什么？啊，好疼啊！黑狼一听小弟的话，顿时就是一惊，而下一刻他忽然就啊的一声惨叫了起来，一股无法言喻的剧痛由内到外立刻就从他身上爆发了出来。黑狼整个人扑通一声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发出了凄惨无比的哀嚎声，身体更是不停地抽搐了起来。好热，好痛啊！黑狼躺在地上不停地挣扎惨叫了起来。在这一刻，他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丢进了一个滚烫的油锅之中油炸一样。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就像是在一大群恶鬼在啃噬，他痛得他生不如死。黑狼凄惨的哀嚎声直接就将那些被陈峰打昏迷的打手们都给吵醒了过来。他们看着黑狼就像是一条被扔上沙滩的鱼一样不停地挣扎哀嚎，全都是吓得一脸懵逼，浑身发抖，因为此时的黑狼看起来实在是太过于凄惨吓人了。看来这个噬魂散是真的有用啊。陈峰看着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哀嚎的黑狼，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自己花大价钱买的噬魂散还是很给力的。峰哥，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呀！黑狼面容扭曲狰狞，抬起头来看着陈峰，
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黑狼感觉自己实在是太过于痛苦了，简直就是痛不欲生。如果可以，他真想一巴掌把自己拍死，但是他现在的根本就没有那个力气，只能苦苦地忍受着噬魂散的折磨。好东西，陈峰看着黑狼痛苦的样子，呵呵一笑。上辈子这些混蛋就害得自己悲惨无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依旧是含着怨恨而死。所以对于折磨这个黑狼，他是一点心理负担也没有的。峰哥，给我一个痛快，杀了我吧！黑狼感觉自己的精神已经变得混糊了，现在他算是清楚了，陈峰根本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与其受到这种非人的折磨，还不如直接让陈峰一巴掌把自己拍死。想死？你现在还不能死？陈峰看着黑狼的求情的样子，却是不屑一笑道：你这垃圾对我还有点用处，所以你不能死。说完，陈峰拿出一枚噬魂散的解药，直接塞入了黑狼的嘴里。解药一入口，立刻化作一道清凉的气流，一下子就流入了黑狼的身体之中。而随着这一道暖流进入身体，黑狼便感觉自己身之中的痛处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70心狠手辣，不痛了。好了，那种涩痛入骨髓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黑狼便感觉自己一身轻松，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让得他的神色不由得一松，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狼哥，你脸上的红斑也消失不见了。一个小弟走到黑狼的身边，一脸惊喜地看着黑狼说道。此时陈峰脸上的红斑也是消失得一干二净，就像是什么都没出现过一样。黑狼摸了摸自己的脸，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那种刺痛的感觉了。你以为你已经好了吗？陈峰看着黑狼一脸惊喜的样子，却是不屑地轻笑了一下道：我只是让你噬魂散的功效暂时潜伏了下去而已，如果1个月内不服用我的特制解药，那你还会体验到刚才那种酸爽的感觉的。什么？黑狼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是脸色大变，猛地他起头，咬牙切齿地看着陈峰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我已经完全按照你说的做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放过你？我放过你？谁放过我们陈家父子？陈峰一听黑狼的话，冷冷一笑道：你们害得我们现在变得一无所有，老子不杀你就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你还想和老子讨价还价？黑狼一听陈峰的话，神色不由得一僵。陈峰说的没有，他们这帮人一起陈破给弄得一无所有，虽然他不是主谋，但是依旧是罪不可赦。现在陈峰即使弄死他，那也只是他活该而已。说吧，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黑狼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陈峰，他现在也是能够看明白了，陈峰暂时还没想杀死自己的想法，要不然也不会这样绕弯子整自己了，直接一刀什么都搞定了。既然陈峰说他还有些价值，那就说明陈峰肯定是要用到他，只是他现在活命的救命稻草。黑狼不想死，所以他打算死死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陈峰然他做什么他就什么，给我做事。潜伏到萧展宇的身边去，陈峰看着黑狼，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他之所以留这个黑狼一条命，就是想要他给自己做内应。现在萧展宇是鼎盛集团的掌控者，在江城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自己现在的实力，想要彻底的把他扳倒，然后把自家产业夺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让这个黑狼潜伏到萧展宇的身边去，在关键时候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陈哥，我黑狼从今往后就是你的最忠心的走狗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黑狼一听到陈峰的话，顿时松了一口气。他原本还会担心陈峰会让自己做一些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呢，现在陈峰只是让他做内应而已，这事情他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立刻就对陈峰表起来态度来。你忠心不忠心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性，我只要你办好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就好了。陈峰对于黑狼的态度丝毫不在意，冷笑了一下说道：如果你稍有异动，你这辈子就别想彻底的解掉噬魂丹的毒了。峰哥放心，我黑狼一定竭尽全力办好您的事情。黑狼一听陈峰的话，脸色顿时就是一白，心里面就是惊怒又是无奈。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在了陈峰的手里，如果他不能够让陈峰满意，他将会死得很凄惨。刚才是魂散发作的那种痛苦，黑狼这辈子都不想享受第二次了，那种感觉简直就是比杀了他还要难以接受。只要一想起来，他就感觉自己的脚底板在冒寒气。如此最好，如果你让我满意了，我就帮你彻底的解掉噬魂散的毒素。陈峰对于黑狼的话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句，他现在是完全不怕这个黑狼再跟自己整什么幺蛾子了。他的噬魂散毒素可不是去医院就能够治得好的，这个黑狼去医院检查也不会检查得出任何毛病。峰哥，这些人怎么办？黑狼既然已经决定倒向陈峰了，自然需要站在陈峰的角度考虑事情了。看着他那10几个小弟，对着陈峰问道。
这些人可都是目睹了所有事情的。黑狼很怕这件事情会因为他们而泄露出去。一人一颗噬魂伞，陈峰淡淡的说道。他不可能把这10几个人一下子都给宰了。为了防止这些人会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陈峰直接就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一人一颗噬魂伞，直接把他们给控制住了算了。黑狼的小弟们一听到陈峰的话，顿时脸色大变。他们俩不知道陈峰竟然要他们也吃那个诡异的药丸。峰哥，你放心好了，我们绝对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对，我们一定会守口如瓶的。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带到坟墓里去的。所以峰哥你就不需要浪费宝贵的神药给我们了。这些小弟们可不想吃那噬魂伞，刚才黑狼的样子可是历历在目。现在一听陈峰说要给他们吃噬魂伞，个个都吓得不停地对着陈峰讨好了起来。对于我来说，只有死人才有守口如瓶。陈峰看着一众小弟们，眼里闪过了一丝冷光，淡淡的说道，如果你们想死的话，可以不吃。啪！陈峰的话一出，黑狼的小弟们顿时吓得脸色大变。陈峰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他们不吃这个药丸，陈峰就要杀了他们。妈的，你这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一点？我们明明都已经说了我们不会泄露消息的，你还要逼着我们吃那个药丸。樊童心里面对于陈峰那是又恨又怕，先见陈峰逼着他们吃噬魂伞，这让的他立刻就愤怒的大骂了起来，吃。然而樊童刚说完，唰的一下，一把利刃直接就在他的脖子之上抹了一下，一点鲜红的血线喷了出来，射到了边上一个打手脸上。你好狠！发樊童捂着自己不停的涌出鲜血的脖子，死死的开着站着站，在面前的陈峰抽搐了2下之后，整个人直挺挺的倒了下去。第71，我们誓死追随峰哥。现在还有谁要质疑我的话吗？陈峰看着躺在地上抽搐了2下直接就不动了的樊童，然后抬起头看向了其余的人，眼神之中有着冰冷无比的神色，看着这些打手，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样。哗啦啦，这些人被陈峰的眼神一看，顿时就吓得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眼里有着浓浓的恐惧之色，脸色也是一阵发白。这些人是真的被陈峰给吓坏了，看着手里还握着一把滴血的利刃的陈峰，他们就像是在看一个地狱里杀出来的恶魔一样，他们的心里面惊骇无比，简直不敢置信，一个2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竟然能够做到这么杀伐果断，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樊童给宰了。怎么没人说话吗？陈峰看着这些被自己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的打手，心里面冷哼了一声，一群垃圾竟然还想要对自己出手，简直就是不知死活。陈峰的眼神向着目瞪口呆的黑狼看去，黑狼被陈峰的眼神一看，顿时浑身一个机灵，立刻就回过了神来，反手就给了边上的一个小弟一个耳光。啪！黑狼狠狠地抽了自己边上的一个小弟的一个耳光，声色俱厉地吼了起来，妈的，你们这些废物没有听到峰哥的话吗？全都想死是不是？黑狼现在真是恨不得把自己这些个笨蛋手下全都给狠狠地抽一顿。妈的，你们这些白痴是真不怕死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敢和这个煞星唱反调，都特么的想死是吧？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的听从陈峰的话，陈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峰哥饶命！我知道错了。黑狼这一巴掌直接就把他的小弟们都给抽醒了，让他知道了自己现在该怎么做。10几个人全都是脸色大变，直接扑通扑通的直接就给陈峰给跪了。不跪不行啊，他们都怕陈峰下一个会对他们下杀手，他们可没有自信能够从陈峰的手下逃命。陈峰二话不说直接宰了樊童，这给了他们极大的心灵震撼，也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了自己现在该怎么做。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了，他们只能听从陈峰的，不然就有可能被陈峰给宰了。妈的，你们这帮傻叉，早这样不就好了吗？黑狼见这些小弟们全都扑通扑通的给陈峰跪下了，气得一脚踢在了一个小弟的身上，破口大骂了起来。骂了几句之后，黑狼立刻一脸讨好的笑容的走到了陈峰的面前，峰哥，这些混蛋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是不是可是放他们一马？现在黑狼已经被陈峰的心狠手辣给搞得有了心理阴影，他怕陈峰真的会因为自己的这些手下的不开眼，直接就把他们都给宰了，所以他就想要替他的小弟们求求情，他不可能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小弟全都扑街了不是？哼，下次我说什么谁还敢跟我逼逼，老子宰了他！陈峰看着跪了一地的黑狼小弟们，不爽的冷哼了一声，然后直接就噬魂伞的小瓶子扔给了他，淡淡的说道，让他们一人吃一颗。是，我这就让他们吃下去。黑狼哪里还敢犹豫，拿着陈峰给他的聚魂伞，转身就走到了一个小弟面前，倒出了一个二话不说直接就塞进了他的嘴里，一捏嘴巴，
这小弟直接就把聚魂伞给吞了下去，一个接着一个，10几个小弟全都被黑狼一人塞了一颗聚魂伞。没一会，地上就躺了10几个不停的哀嚎挣扎的人，那叫声凄惨无比。妈的，这东西真是可怕！黑狼看着躺在地上不停的哀嚎的10几个小弟，心里面感觉一阵阵的发冷。他可是很清楚这些小弟们现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的，那种痛苦简直生不如死。2分钟之后，陈峰觉得折磨的差不多了，又把解药给了黑狼，让他把解药给这些小弟们喂下去。黑狼一拿到陈峰给他的解药的那一刻，情不自禁地升起了偷偷藏起来一颗解药的想法，看看能不能够回去让人研究一下这个解药的成分什么的。只是他刚升起这个想法，就感觉到自己的背后被一道冰冷的目光在注视着，就像是被一头史前巨兽盯着一样，这让他心头顿时一冷，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乖乖地将解药拿去给那些小弟们服用。哼，算你识相。陈峰自认是一直在注意的黑狼的，对于他的反应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这厮真的敢偷偷藏起一颗解药的话，他肯定不会留着这厮的。不过这黑狼显然没有那个胆子在自己面前玩花招，这让他很满意。黑狼麻利的将解药都给小弟们吃下去之后，这些小弟们终于恢复了过来。从今天开始，你们的生死全在掌握在我的手里了。陈峰看着这些恢复过来后心有余悸的打手们，声音冷漠的说道：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那就乖乖的替我好好办事，只要你们听话，每个月我都会把解药给你们。如果表现得好，我甚至可是彻底的把你们体内的噬魂散毒素排除。峰哥你放心，我们以后一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您的。黑狼一听陈峰的话，立刻就大声的表态了起来，我们誓死追随峰哥，我们愿意为峰哥赴汤蹈火。黑狼一表态，其余的小弟们立刻就跟着表态，即使他们现在心里面把陈峰给恨到骨子里去了，也不得不表态，因为陈峰现在捏着他的小命，如果陈峰不高兴，那么他们就完蛋了。这样最好。陈峰看着众人的表态，满意的点了点头。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心的，他一点都不在意，反正这些人即使再恨自己，也要乖乖的听自己的话，只要他们听自己的话，这就足够了。陈峰看了看天色，发现天色已经不早了，是时候该回去了。只是他一看自己的车子，顿时就无语了，因为他的车子已经被撞的车头都毁掉了，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回去了。你过来林文通送的自己开的车子，就这么被撞坏了，这让陈峰心里很是不爽，所以他脸色不善的对着黑狼勾了勾手指头，让他滚过来。第72慢走，不送。自己的车子再一次被报废，这让的陈峰心里面很是不爽，所以他的语气也是很不高兴。黑狼一见到陈峰用这种不爽的语气叫自己，心里面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他却不敢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屁颠屁颠的朝着陈峰走了过来。峰哥，你有什么吩咐？黑狼走到陈峰的身边，一脸讨好的谄媚笑容看着陈峰，他心里面不停的在猜测着陈峰找自己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不是想要让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情。不过他却没有想到陈峰到底想要说什么。我现在想要回学校，陈峰淡淡的说道。好的峰哥，慢走不送。黑狼一听陈峰说的是要回学校，心里面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按道你这个小祖宗赶紧走吧，我现在真是不希望见到你了。慢走你妹啊！然而黑狼的话刚说完，却是被狠狠的踹了一脚，直接就把他踹了一个狗啃泥。而踹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脸不爽的陈峰。一脚把他踹翻了之后，陈峰还一脸不爽的骂了一句：峰哥，你为什么打踹我呀？我做错了什么吗？被陈峰一脚踹翻，而且还被一顿臭骂。黑狼觉得自己委屈极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又做错了什么。峰哥为什么又要揍自己？为什么打你？老子打你还需要理由吗？陈峰见这个笨蛋竟然这么不懂得看脸色行事，心里面顿时更加不爽了，抬起脚对着他又是一脚。不需要，不需要。峰哥您打得好，打得妙。又被陈峰踹了一脚，黑狼心里面无限委屈憋屈，他真想要放声大哭一场。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啊。峰哥这是完全不把自己当人看啊，一言不合就揍自己。峰哥，您要回学校，我来开车送您回去。然而就在黑狼心里面委屈的想哭的时候，一个铲着一个飞机头的年轻人看了一眼陈峰被撞得不成样子的车头，眼里闪过一丝明悟，立刻就走到了陈峰的面前，一脸讨好的对着陈峰说道。这个小弟忽然站出来，黑狼脑海里面顿时就闪过了一丝闪电，他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陈峰揍了。妈的，原来这个峰哥是想要自己把他送回去啊，结果自己傻愣愣的没有回过神了。陈峰见总算有一个眼力见的人还能够理解自己的意思，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
而后掏出了一枚小药丸，递给了这个飞机头，淡淡的说道：“这是给你的奖励，吃了之后可以让你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素质翻倍，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风哥，这是真的吗？飞机头一听到陈峰的话，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抹不敢置信的惊喜之色，双眼死死地盯着手里的黑色小药丸。他想不到自己只是第一个领悟了峰哥的想法，竟然就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处，身体素质翻倍啊！这可是非常牛逼的功效啊！你这是在质疑我吗？陈峰听到飞机头的话，却是不悦地看了他一眼，道：“如果你质疑我，那大可将东西还给我。”嗖！一听到陈峰的话，飞机头嗖的一下，直接就将手里的小药丸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咕咚一下就咽了下去，而又便是一脸谄媚的笑容，对着陈峰说道：“峰哥，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会质疑你呢？您说的任何话都是正确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陈峰看着这小子的反应，心里面有些无语，按道这小子也是精明，竟然直接就把药丸给吃了。这样一来，自己肯定就不可能再把东西要回来了，人家都已经吃掉了，你总不能破开人家肚子挖出来吧？身体好热啊！忽然，飞机头的惊呼了一声，因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火炉一样，非常的热。与此同时，他的身上竟然冒出了一阵阵的热气，就像是一个蒸汽机一样，浑身肌肤也是通红无比，跟快烧红了炭火一样。与此同时，汗水不停地从飞机头的毛孔之中冒了出来，很快就将他的衣服打湿了。他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一样，地下很快就流淌了一股股的小水流。这是怎么回事？黑狼等人看着这一幕，直接就懵逼了，全都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他们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陈峰则是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他给这个飞机头吃的小药丸，是他刚从系统顺手购买的一枚强身健体丸，一枚只要几百点的装逼打脸值。现在这个飞机头其实是被他拿来当小白鼠了。我的天，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我感觉我现在能够一拳打死一头牛。1分钟之后，飞机头恢复了正常，此时他一脸兴奋的，他感觉自己的身上充满了力量感。你感觉怎么样？黑狼一听到这个飞机头小弟的话，立刻冲了过去，一把抓着了他的肩膀，一脸不敢置信的问道：“狼哥，我感觉自己的力量真的变强了，而且浑身上下都感觉轻松无比，我感觉自己的以前留下的暗伤已经完全好了，峰哥的神药实在太牛逼了。”飞机头一脸激动的说道。黑狼一听，也顿时震惊的张大了嘴巴，心里面震撼无比，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现在陈峰在黑狼的眼里已经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个年轻人不仅有着让他绝望的身手，而且还能够拿出来治妖牛逼的神药，绝对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在这一刻，周围的人全都是一脸羡慕的看着飞机头，他们现在都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刮子。妈的，自己怎么就不能快点反应过来呢？竟然让这个飞机头抢先得到了峰哥的奖赏，只要你们好好给我做事，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陈峰看着周围人的一脸羡慕的看着飞机头，心里面很是满意，看来自己的萝卜加大棒会让这些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峰哥，我亲自开车送你回去。陈峰的话一落，黑狼猛地反应了过来，直接一把将身前的飞机头推开，一脸讨好无比的笑容对着陈峰说道：“他们的车子都是垃圾车子，我的是奔驰，坐起来更加舒服一点。第73我这车，您先开着。”亲眼看着飞机头就因为领会了陈峰的意思，就得到陈峰的好处，这让的黑狼眼热无比，所以他也试了，立刻就站了出来，想要得到陈峰的好处。一颗吃了之后可以让身体素质翻1倍的神药，这让黑狼垂涎无比。如果自己的也得到了陈峰的一枚神药的话，那他的实力是不是也可是瞬间提高1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黑狼在江城的地位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峰哥，坐我的车子吧。我的车子坐着舒服。黑狼一脸讨好的看着陈峰说道。他现在心里面很是懊恼，自己刚才的反应怎么就不能快一点呢？如果自己反应快一点，那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枚峰哥的神药呢？黑狼的小弟们看着黑狼的举动，眼里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羡慕的神色。他们也很想上去毛遂自荐，但是这也只是想想而已，他们可没有真和黑狼争抢的胆子。看着黑狼的反应，淡淡的应了一声。黑狼的一听到陈峰的答应，眼里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狂喜的神色，立刻就小跑着跑到他的奔驰面前，直接将车门给打开了，然弯着腰对陈峰做了一个请的举动。峰哥，请上座。黑狼的一张脸都已经笑得跟狗尾巴花一样灿烂了，原本就被他自己抽得一片浮肿的脸，这么一笑，整张脸就挤成了一团，看起来滑稽可笑。陈峰看着这一幕，
眼里不由得掠过了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自己这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的行为，看来是把这个黑狼给收拾得服服帖帖了呀。不知道自己现在让这小子去跳粪坑，他会不会去跳？陈峰也没有犹豫，直接就走到了车前，直接就坐上了车子。黑狼一见陈峰上了车，立刻轻轻地帮陈峰关上了门，然后就麻利地上了驾驶座，接着就转过了头，满脸笑容地对着陈峰问道：“峰哥，是一中？”“对。”陈峰点了点头。“好脸，我这就送您回去。”黑狼一听到陈峰的话，立刻点了点头，就要启动车子。而就这时候，陈峰却是忽然出声道：“那个樊童，你们处理好不？”陈峰的目光透过车窗，看了躺在地上的樊童，淡淡的问道：“放心，我们一定会处理得妥妥的。”黑狼一听陈峰的话，立刻就拍着胸膛对着陈峰保证道：“这种脏活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等下我的手下会把他沉江底的。”把这个倒到尸体上，陈峰对于黑狼这些人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他直接就从系统花费了几百点的装逼打脸值，直接购买了一瓶化骨散，直接扔给了黑狼。黑狼接过陈峰扔给自己的东西，虽然心里面很是好奇陈峰哥给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却不敢多问，对着陈峰点了点头之后，立刻就下了车，走到樊童尸体边上，打开陈峰给他的小瓶子，将一些白色的粉末倒到了樊童身上。黑狼的小弟们看着黑狼将一些白色的粉末倒到樊童的身上，全都是露出了好奇的神情。他们不知道那个让他们心惊胆战的可怕恶魔又拿出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们紧紧地盯着眼前的东西看，只是下一刻，他们的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骇无比的神色。滋吱滋，只见黑狼将那些白色的粉末倒到了樊童的身上之后，樊童身上竟然冒出了一阵阵的白烟，并且发出了一阵阵的滋滋声，一阵难闻的烧焦味传来。樊童尸体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挥发了起来，半分钟不到的时间，樊童的尸体就从他的眼前消失了，连一根毛都没有留下来。死！看着这一幕，黑狼和他的小弟们全都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凉气，眼里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脸色吓得一阵发白。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东西？黑狼看着这一幕，差点吓得把手里的小瓶子直接扔掉了，就像生怕自己沾染到一点那种白色的粉末，然后直接就气化了。黑狼的小弟们看着黑狼的手里的东西，也是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亲眼看着樊童气化掉了，他们自然是生怕沾染上一丁点这种可怕的东西了。那东西对活人无效。陈峰看着一脸惊恐的众人，淡淡的说道：“有了这东西，以后他处理一下事情也好收尾了。”这就好。黑狼听了陈峰的话，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开车！”陈峰见黑狼还在那里发呆，不满地呵斥了一句：“来了，来了！”黑狼一听到陈峰不满的语气，顿时就是一惊，立刻屁颠颠地朝着奔驰小跑了过去，然后就坐到了车子里面，迅速启动了车子，然后直接就朝着市一中的方向行驶了起来。黑狼的那些小弟们见此，哪里敢犹豫，立刻就上了车，跟了上来。至于陈峰的车子，自然也是有人去开的，他们可不敢把这位小祖宗的车子留在这里，他们不仅要把车子开回去，而且还要把车子给陈峰送去修好了咯，不然陈峰都不会让他们好过。在路上，陈峰简单的和黑狼交代了一下以后他需要做的事情。陈峰让他做的事情也是很简单，就是让他继续待在萧展宇的身边，开始收集能够扳倒萧展宇的罪证。听着陈峰的话，黑狼频频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一定会替陈峰把事情都办好的，不敢说任何拒绝的话。当然，现在他也没有任何资格拒绝陈峰的话，就算是陈峰现在让他舔自己鞋底，他也得乖乖趴下去舔，而且还得一边舔一边夸赞陈峰的鞋底很美味。现在已经是午休之后，开始上课了。陈峰直接让黑狼把自己送到学校门口不远处就下了车，然后直接就让黑狼滚蛋，自己走着进学校。峰哥，等一下！黑狼一见陈峰下车，立刻就对着他叫了一声：“什么事？”陈峰回过头看着他淡淡的说道：“峰哥，我们不是把你的车子给弄坏了吗？这样一来你上学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打算把我这辆车送给你开着先。”黑狼一脸谄媚的笑容看着陈峰说道：“第74，你这是对你自己不负责，要把车子送给自己。”陈峰一听这个黑狼的话，心里面很是惊讶，看了几眼黑狼的车子，这辆车子配置可不低，起码 S 级别的配置吧，几百万的车子，这货竟然就这么送给自己了，为了讨好自己，也真是下了血本啊！怎么了大哥，你难道不喜欢奔驰吗？如果你不喜欢的，我家里还有一辆兰博基尼跑车，虽然配置不是很高，但是用来代步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喜欢，
我立马让人给您送过来。黑狼看着陈峰惊讶的眼神，立刻笑着说道：“其实，将这辆大几百万的车子就这么送出去，他黑狼也是非常肉疼的。但是他现在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啊？为了讨好陈峰，即使陈峰现在让他把闺女给陈峰做媳妇，他都愿意啊。就是不是知道陈峰看不看得上他的闺女了。”开车载陈峰回来的这一段路上，黑狼已经想开了，现在他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了陈峰的手里了。他现在与其说想着怎么摆脱陈峰的控制，还不如想着怎么好好巴结陈峰呢。陈峰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和神秘本事，让黑狼觉得自己这一次或许是走了狗屎运了。如果什么时候陈峰上自己一枚神药，他就赚大了。车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要是要了你的车子，指不定你就会被肖展宇怀疑了。陈峰看着黑狼，呵呵一笑说道：“不过我现在没有车子，确实是不方便，所以你没人就让人来接送我上下学好了。”陈峰觉得自己还是需要一个专职司机好了。黑狼这辆车子虽然价值好几百万，但是他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当然，最大的原因是他真的要了黑狼的奔驰。黑狼被陈峰控制的事情，就有可能让肖展宇的人知道了。峰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的事情受到阻碍的。我已经想要了应付肖展宇那乖孙子的措辞了。黑狼一听陈峰竟然不要自己的车子，心里面很是惊讶。暗道峰哥就是大气，竟然对自己几百万的车子都是这么不屑一顾。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肯定就是兴高采烈的接受了吧。峰哥就是峰哥，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好了，废话少说，记得每天都让人来接送我回去。陈峰对着黑狼挥了挥手，让他赶紧滚蛋，之后看都不看他一眼，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学校大门之中。峰哥你放心，你交代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好的。黑狼看着陈峰的背影，立刻对着陈峰大声的喊道，那语气充满了讨好的意思。陈峰对于他的话却是置若未闻，径直的走进了学校的大门，然后向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现在下午的第一节课都已经上了好久了，陈峰才慢悠悠的回到学校。但是当他进校门的时候，那些门卫保安却是没有一个人敢来找他的麻烦，因为陈峰现在在学校里的名头那可是非常响的。下午的第一节课正好是班主任老康的数学课，陈峰一出现在教室门口，正在等着学生们解题的老康立刻就看到了他。一看到陈峰，老康的眼里先是闪过了一丝无奈，而后便是变成了愤怒之色，直接就朝着陈峰走了过来。陈峰，老康走到陈峰的面前，咬牙切齿地盯着陈峰，有些气急败坏的趋势。老师你怎么了？陈峰看着脸色愤怒的老康，嘿嘿一笑说道，虽然我知道老师你很关心我，但是你也用不着这样来欢迎我吧。混蛋，谁欢迎你了？老康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像是一个被扔了一把火的炸药桶一样爆炸了，指着陈峰怒道，你今天为什么有旷课？而且下午还到这个时间才出现，你还把学校校规放在眼里了？现在已经是高考最后的一个学期了，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紧迫感吗？老康现在对于陈峰真的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陈峰家里面失事的事情，老康也是知道的。他原本还以为陈峰会因为家里面的巨变，从而变得成熟一点呢。结果陈峰不仅没有好好学习，反而是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了起来，经常一旷课就是大半天。他原本还在陈峰家里出了事，想要好好帮陈峰一把，好好帮他辅导一下，让他能够考一个好成绩，这样一来以后就可以上个好点的大学呢。结果陈峰表现确实让他恨不得把陈峰给摁地上狠狠的摩擦。老康的和陈峰的声响一下子就让班里面所有的学生都将目光朝着这边看了过来，就连认认真真的在做题的苏梦也是忍不住抬起头朝着陈峰的方向看了过来。小胖等同学看到陈峰又被老康教训，不由得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其实他们也是很不理解，陈峰为什么明明家里出事了，也还是这样玩世不恭。当然他们并不是看不起什么陈峰什么的，他们只是出于对同学的关心而已。同学们看好戏的目光，陈峰自然也注意到了，而且他还注意到了苏梦的也看向自己，这让他心里面不由得一喜，对着苏梦眨了眨眼睛，露出了一丝笑容。苏梦看到陈峰对自己眨眼睛，小心脏莫名的一阵剧烈跳动，这让他脸颊之上浮现了一抹红晕。这种感觉让的苏梦猛地低下了小脑袋，只是在他低下头的一瞬间，苏梦心里面却是叹了一口气，这个笨蛋怎么就不知道长进一点呢？苏梦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滋味，对于陈峰现在这种完全不把学习放在眼里的态度，他很是无奈。至于陈峰说的什么一点也不相信，一个渣到不能再渣的学渣，在高三的时候跟你说他一定能够和年级第1名考同一个学校，你会相信吗？换谁都不会相信啊。陈峰，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连一个大专都考不上，我跟你说，你这样不仅会拖我们班的后腿，也是对你以后人生的不负责。老康看着陈峰竟然还在自己面前对苏梦勾勾搭搭，这让他一下子就爆炸了。第75，我很牛的，朽木不可雕也，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现在老康对于陈峰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陈峰在他眼里已经是一块腐朽的破木头，根本就没有丝毫的价值了。即使是再牛逼的雕刻大师，也不可能把这块朽木雕刻成艺术品了，连大专都考不上。陈峰一听老康的话，陈峰顿时就无语了。自己这妖牛逼的人，怎么可能连一个大专都考不上呢？如果不是陈峰能够感觉得到老康确实是在关心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陈峰在早就对他的了。不过自己虽然不能够对老康，但是陈峰觉得自己是时候装逼，不是，是时候证明自己一波了。自己只有证明了自己是真的牛逼，这样老康以后才不会逮着自己不放，这样自己才能够更加的自在。老师，你怎么可是说我连一个大专都考不上呢？陈峰腰杆一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对着老康说道，我就算是想要考上清华北大，也10分钟的事情而已，怎么可能好考不上一个二本？考上清华北大也是分钟的事情而已。陈峰的这话一出，不仅仅是老康呆了一下，就连班里面的同学也是惊了，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陈峰。陈峰到底是什么水平，班里的同学可都是知道的。虽然早段时间陈峰话里的考了一个数学满分的成绩，但是他们却不认为陈峰现在能够考得上无数人只能够幻想一下的顶尖学府。一个学渣说他能够轻易的考上清华北大，这事情怎么看都是那么的搞笑。所以班里的学生们回过了神来了之后，却是轰然大笑了起来。他们直接把这事情当成了陈峰开玩笑逗他们玩而已。然而陈峰是在开玩笑吗？当然不是啊，陈峰可是认真的，他现在可是有着系统和灵脑丸辅助的，所以他想要考一个清华北大还是很简单的。开挂的人生就是这么彪悍。陈峰一脸认真的看着哄堂大笑的同学们道，你们笑啥呢？我可是认真的，我说我能够考上清华北大就能够考上，可不是和你们吹牛逼的。原本笑得不行的同学吗？一看陈峰一脸认真的说出了这话，全都是不由得一愣，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陈峰。不是吧，陈峰竟然是认真的，他不是在开玩笑。陈峰，你不会是今天出门的时候脑子不小心被门夹了吧？小胖看着一脸认真的陈峰，一脸怀疑的看着陈峰，想要看看陈峰脑门有没有被夹过的痕迹。说什么呢？你才被门夹了呢？陈峰一听小胖这话，顿时就是无语了。这小胖子是讨打呀。其实这话不仅仅是小胖，班上不少的同学也想这么说来的。如果陈峰只是开玩笑，他们也就笑笑就过去了。但是陈峰这明显是认真的表情，却让他们觉得陈峰是不是真的被门夹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这么想，因为陈峰的成绩实在是太烂了。就他那成绩，即使一个3本都够呛，怎么可能考清华北大？要是陈峰都能考到清华北大的话，那么他们岂不是要上天？苏梦抬起头来看了陈峰一眼，眼里闪过一丝失望之色，随后脸色有些黯然的低下了头。这个混蛋实在是没救了，不仅不肯努力，而且还如此的自大狂妄，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混蛋动心，想想就是可笑。醒醒吧，苏梦，你和这个人是绝对没有未来的。苏梦觉得自己的心里很难受，捏着笔的手指头都有些发白，一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陈峰此时自然是不知道苏梦的心理变化的，他正一脸笑意的看着一张脸气的亲子交加的老康呢。没救了，你没救了，你这块朽木，我实在是管不了你了。老康感觉自己真是要被这个陈峰给气死了，气得直哆嗦。老子以后再也不管你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反正你又不是老子儿子。看着气得发抖的老康，陈峰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把一个关心自己的老师气到这样，实在是罪孽深重啊。作为一个性情中人，陈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老师，我真的没有吹牛，我真的很牛逼的，什么清华北大对于我来说都是小意思而已，你不信，高考我就考个状元给你看。陈峰一脸认真的对着老康说道。还考状元？哈哈，真是自大到没边了，你凭什么还考状元？就拿你常年倒数第一的成绩。对于陈峰一脸认真的表情，老康真是又蛋疼又生气，这个小混蛋真是能把人气死，就他那渣成绩还想考状元，你咋不说你能上天呢？班里的同学们也觉得陈峰这个逼装的有些大了，看着陈峰的眼神也是有些无语了起来。暗道陈峰是不是因为家里面的事情刺激太大，精神都出现问题了呢？凭什么？就凭我过目不忘的本事和超强的大脑。陈峰拍了拍胸膛，装逼的谁比的说道。什么？过目不忘？
陈峰的话一出，老康不由得愣了一下。陈峰能够过目不忘？开什么玩笑？如果陈峰真的能过目不忘的话，他的成绩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这么扎笔？对于陈峰的话，老康是一点也不相信的。什么过目不忘，什么超强大脑，简直就是笑话。不仅是老康，班上的同学们对于陈峰的话也是一点都不相信的。看着陈峰拍着胸痛说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们都是不由得翻了翻白眼。就你还能过目不忘呢？老康一脸没好气的看着陈峰道：你怎么干脆说你能够上天，能够和太阳肩并肩？老师，指不定哪天我真的就可以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哦。老康的话一出，陈峰却是一脸认真的说道。噗嗤，一听陈峰的一脸认真的说出来的话，班上的同学们直接就笑喷了。他们觉得陈峰实在是太逗了，这是在逗老康玩呢。滚回你的位子上去！老康一听陈峰的话，顿时脸色一黑，嘴角也是狠狠的抽搐了一下，有些气急败坏的说道：下课我就去找校长，让他把你调到其他班级去，反正我是教不了你了。第76装逼开始了。老康要把自己调到踢到其他班级去。陈峰一听这话，顿时就不淡定了。苏梦可就在这个班里面呢，陈峰怎么可能愿意到其他班级去呢？所以为了不让老康真的发了狠把自己给弄到其他班级去，他现在必须要好好证明自己一波才行。正好陈峰的落到了讲堂上的一张纸上，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就将报纸给拿了过来。你干什么？我让你立刻回到座位上去，别在了这里影响我上课。老康现在已经被陈峰气得不行了，现在见陈峰竟然还不赶紧滚蛋，而是莫名其妙拿起了自己讲台上的一份报纸，立刻就双眼一瞪，对着陈峰吼了起来：老师，你不是不相信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吗？既然如此，我就好好证明给你看。我陈峰并没有吹牛，我是真的这样牛逼。陈峰看着一脸怒容的瞪着自己的老康，也没有生气，而是对他笑了一下。证明？你怎么证明啊？陈峰的话让得老康愣了一下子，不过他很快就回过了神来了，没好气的瞪了陈峰一眼道：你到底有完没完？别再胡闹了。显然老康根本就不像是陈峰，他认为陈峰现在就是在胡闹而已，这让他心里面既是无奈又是恼火。他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什么孽了，不然怎么会摊上这么一给让人头疼的学生？其实不只是老康不相信陈峰，就连班上的同学们此时一脸无语的看着陈峰，他们也觉得陈峰这么无理取闹有些过分了。没有一个人认为陈峰真的如说的那样会有什么过目不忘的本事，毕竟和陈峰同班那么久，他们可是没见过陈峰以往表现出过有超强记忆力的迹象。没有一个人认为陈峰真的有什么过目不忘的本事，即使是苏梦也是如此。看着拿着报纸的陈峰，苏梦眼里有种浓浓的失望之情。此时的陈峰在他眼里的形象越来越差了，原本他只认为陈峰只是一个不想学习的人而已，现在陈峰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人了。陈峰，别闹了，还是下来吧。对呀，陈峰，你就别闹了，影响到大家的学习了。终于有同学看着班主任老康气的铁青的脸，看不下去了，开始出声劝陈峰赶紧下来，不然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有一个人出声，立刻就要不少人附和了起来，让陈峰赶紧坐好。一时间整个教室里都变得闹哄哄了起来。看到没有，同学都已经看不下了，你还不赶紧回去坐好？老康看到这一幕，对于陈峰的胡闹更加的不满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到这一幕，陈峰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看来这些同学们都不肯相信自己啊。既然如此，自己必须要拿出点真本事了。老师，给我2分钟，我证明给你看。陈峰一脸认真地对着老康说了一句，然后直接就看起了报纸来。老康看着陈峰一脸认真地说了一句之后，直接就看起了报纸来，这让得他的不由得一愣。这货干什么呢？这证明？你怎么证明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证明啊。看着陈峰认真看报纸的样子，老康想说出口的呵斥也咽了回去，眼里闪过一丝不屑地看了陈峰一眼。如果陈峰这一次不能够证明点什么，他是无论如何都要把陈峰给弄走的。这样的学生留在自己班级了，那简直就是害群之马，会带坏自己的好学生的。和老康一样，同学们看着陈峰竟然一脸认真地看起了报纸，全都是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眼神。他们不知道陈峰到底想要干什么。陈峰没有理会同学们好奇的眼神，而是认真地扫视起了报纸上的媒人。他要用这一份报纸来证明自己真的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把灵脑丸给吃了一枚了，吃了之后他能够明显的感觉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加的清明了，而且脑海里竟然接连不断的浮现出了一些以前看过的东西，而且还非常的清晰。
这样的结果让陈峰知道自己现在是真的有了过目不忘的本事了。而且不止如此，但陈峰拿起报纸一看，他就发现自己能够一目十行地将报纸上的内容记下来，就像是一个扫面仪一样，将报纸上的内容直接地扫描到了他的脑海里，想忘记都忘记不了那种。陈峰一目十行地快速扫视着报纸，班上的同学们则是议论纷纷地看着陈峰，至于老康却是脸带不屑地看着陈峰，装模作样。这是老康此时对于陈峰的想法。然而2分钟都不到的时间，陈峰就已经完工了。他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然后一脸笑容地将报纸递给了老康，说道：老师，现在我就来给你证明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过目不忘吧。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我已经能在将报纸上的所有内容倒背如流了。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老康下意识的结果陈峰的报纸，一听陈峰的话，却是直接一脸不屑的说道：这么短的已经，你就连报纸都看不完，还想倒背如流，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你能够背出这份报纸的内容，我以后名字倒着念。老康觉得陈峰已经不是在捣乱胡闹了，这混蛋现在是在侮辱他智商了。2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想要把一份人民日报的全部内容记得倒背如流，你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了吧？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是神啊？班上的同学也是一阵哗然，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峰。麻蛋，见过吹牛逼的，没见过你这么能吹牛逼的。陈峰，你这是要上天啊！陈峰看着众人的反应，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没有和众人争辩，而是直接选择了用事实让他们知道峰哥到底是多么牛逼的。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咳嗽了一声，直接开口道：现在我开始背了，你们听好了。陈峰一开口，立刻就滔滔不绝地背诵了起来。看着陈峰竟然真的背诵了起来，老康一愣，下意识地拿起报纸看起了内容了来。只是等他一看内容，双眼立刻就猛地瞪得像是牛眼一样巨大，一脸的不敢置信之色。第77，给跪了。老康听着陈峰滔滔不绝地在那里背诵，眼睛死死地盯着报纸上的报内容。等他看见报纸上的内容和陈峰所背诵的内容完全一样的时候，老康懵逼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再怎么不愿意相信，陈峰依旧是真真切切的把刚看过一次的报纸内容完完全全的给背了出来。这就让的老康觉得陈非常的不可思议了。不仅仅老康，班上的同学们看竟然能够没有一点磕巴，流畅无比的在哪里背诵着报纸的内容，也全都是吃惊的长大了嘴巴，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靠，我没有看错吧？陈峰竟然真的能够看一次报纸就把报纸的内容都给背下来，他真的能够过目不忘。那张报纸的内容我看过哦，大概的内容就是陈峰现在所背出来的内容，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一字不漏的背出来了。即使不是一字不错的背出来也很牛逼了，毕竟他看报纸的时间都不够2分钟。在这一刻，班上的同学们全都不由自主的小声议论了起来，人人的脸上都有着一种见到鬼一样的表情，他们都觉得现在的事情实在是太过于不可思议了。老康此时对于班上学生们的议论声丝毫没有在意，他此时正在死死地盯着报纸上的内容，陈峰背诵到哪里他就看到哪里，他想要找出陈峰到底有没有背错的。只是让他心里面惊骇无比的是，陈峰竟然一字不漏地将整张报纸的内容都给背诵了下来，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出错的，就是让他照着报纸念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几分钟之后，当陈峰把报纸上最后一个字给念出了之后，陈峰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一口气念一面报纸，还是让人有些喘不过气了的。不过陈峰看着目瞪口呆的老师和同学们，心里面却是很满意，这波逼装得很强势，脑海里正不停地传来奖励的装逼打脸值的声音。老师，怎么样？现在可是相信我了吗？陈峰看着拿着报纸，整个人都没有回过神来的老康，嘿嘿一笑说道：你有没有看到我背错的地方啊？陈峰的话一出口，班上的同学们立刻就回过了神来，轰的一声，整个班级一下子就变成了菜市场。老师，陈峰有没有出错？他是不是全都背下来了？这些同学们一回过神来之后，立刻就对着老康问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在这一刻全都集中到了老康的身上，他们都很好奇陈峰是不是真的把整张的报纸都给背了下来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实在就是有点吓人了。咕咚，老康被同学们一叫，立刻就从震惊之中回过了神来了。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有些艰难地说道：对了，全对了，没有一丝的错误。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老康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眼前这个混账学生是真的有着过不忘的本事，这种让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本事。哇！老康的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
陈峰竟然真的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这事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放在眼前，他们即使不信也得信。陈峰，你该不会是为了装逼，在家里的时候偷偷把整张报纸都给背下来了吧？就在班里的同学们全都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陈峰的时候，一个同学忽然间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一句话一出，陡然间整个教室的声音一下子就消失了，所有人的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了一抹疑惑的表情，齐刷刷的都把目光放在了陈峰的脸上。这事情还真是有可能的。陈峰为了装逼，回去的时候把这张报纸的内容都给偷偷背下来了。毕竟这张报纸不是什么新报纸，内容都已经是上一周的了。陈峰即使家里面有着一张报纸也是不奇怪的。在这一刻，同学们看着陈峰的眼神之中不由得有了一丝质疑之色了。如果真如他们所想，那这事情就有意思了。陈峰，是不是这样？老康的神色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对于陈峰那就是真真正正的死心了。一个为了装逼而故意撒谎的人，在他看来是不值得拯救的。陈峰看着忽然大变的气氛，心里面有些无语。老师，我可以保证这份报纸是我今天第一次看。陈峰耸了耸肩，一脸无语的说道，你们觉得像我这种懒人，回到家里面有可能会看报纸吗？不可能，这是同学们心里面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想法。陈峰平时在学校里就是上课睡觉，下课撒欢，那些书本一个学期下来跟新的一样，这种人怎么可能回去看报纸呢？陈峰，我这里有一份今天刚买的报纸，要不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它背出来。就在陈峰对于同学们不相信自己有些郁闷的时候，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陈峰顺着声音看去，立刻就看到了苏梦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啊，看到苏梦竟然会在班里面站出来，这让的陈峰心里面顿时一喜。自己之所以一点教室里面装逼，其实说穿了还是想要在苏梦面前表现而已。苏梦看了一眼老康，征求了一下老康的意见之后，立刻就让同学们把报纸给传递了上来，最后交到了陈峰的手里。陈峰也没有废话，拿起报纸之后，立刻就飞快的阅读记忆了起来。这一次依旧是2分钟的时间，记忆完了之后，陈峰立刻就把报纸给了老康，然后又开始背诵了起来。老师，怎么样？有没有出现什么遗漏的内容？几分钟之后，陈峰看着目瞪口呆的骂着报纸的老康，眼里露出了一丝得意的表情，笑眯眯的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老康深深吸了一口气，用一种就像是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陈峰，语气复杂的说道，你有这么厉害的记忆，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如果你稍微努力一点，你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考上一个好大学吧。第78，我的目标是第1名。老康现在看着陈峰的眼神，满满都是痛心疾首的意味。现在他已经可以肯定，陈峰是真的拥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了。然而，这个拥有着过不忘的本事的人，学习成绩竟然如此的渣渣，这简直就是对自己天赋的亵渎啊！想到陈峰之前能够在半小时以内将一份数学试卷做满分，老康就知道陈峰的脑子绝对不笨。而现在陈峰又表现出来过目不忘的神迹，如果陈峰能够稍微用点功，他的成绩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老康可以预见，如果陈峰真的像是班里那些同学一样认真学习，自己班里面绝对会多出来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生。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美梦吧，因为陈峰一直以来就没有试过有一天是认真学习的。他每天上课除了睡觉还是睡觉。以前我没有兴趣学习啊。陈峰听了老康的话之后，却是嘿嘿一笑说道，以前的我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学习，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要好好学习了。为了一个人，我必须要认真学习。真的？老康一听陈峰的话，眼里顿时就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你现在真的愿意认真学习了？你没有骗我。老康一听陈峰愿意认真学习，顿时就是大喜过望。至于陈峰为什么愿意好好学习的原因，他直接就忽略了。对于他来说，陈峰愿意学习，这比什么都重要。真的？陈峰看着激动的老康，笑着点了点头，心里面有些惊叹。老康这个班主任也是不容易啊，为了自己这个渣渣学生，想必是没少掉头发吧。好，浪子回头金不换。老康得到陈峰回答，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笑着到陈峰说道，以后你有什么学习上的难题，随时可以来找我。虽然你现在基础有点差，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想肯努力，一定可以取得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的。我的目标是可以考全校第1名的。陈峰嘿嘿一笑道说道。陈峰的话一出，同学们都是一脸无语的看着陈峰，对于陈峰的牛皮很是无语。你有这个志向很好，
不过学习却不是一件可以好高骛远的事情，需要一步步踏实的来。老康听到陈峰的狂妄的话也是很无语。全校第1名，你小子当时一中的第1名是公交车呀，你想上就能上。虽然你有着过目不忘的牛逼本事嘛，但是学习又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行的，你短时间内根本就不可能考得上第1名。不过陈峰难得表示要好好学习，这让老康很是满意，所以他也没有过于打击陈峰，而是难得的对他露出了笑容，说道：好了好了，你想要考第1名，那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好好努力了。现在立刻回到座位上去吧。陈峰一看老康的眼神，就知道老康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了，不过他也没有狡辩，以后等我的成绩出来，吓不死你们。陈峰现在的对于自己有着强大的自信，上辈子在苏梦的帮助下，他就已经好好学习了高3的内容，现在吃了灵脑丸之后，那些记忆全都想起来了，且因为他的大脑被灵脑丸开发过了之后，变得更加的厉害了，对于这些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知。陈峰没有和老康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就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他知道现在嘴炮是没有用的，只要下一次考试，他拿出了亮瞎所有人眼睛的成绩，他们才会相信自己。陈峰向着自己的座位走去，而这时候他发现苏梦竟然抬头定定地看着他，漂亮的大眼睛里好像有着一抹陌生的神色。显然陈峰的表现让他有一种见到了陌生人的感觉，这让他有些发呆。陈峰看着苏梦，看着自己，不由对着他咧嘴一笑，心里面有些得意。看来苏梦现在一直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啊。苏梦一看陈峰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回过神了，耳根子唰的一下就浮现出了一抹红晕，而后立刻飞快地低下脑袋，心脏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了起来。看着苏梦如此可爱的害羞表现，陈峰心里面更是乐开了花了。老看着陈峰回到了座位上，立刻就开始接着讲起了课来，期间更是提问了陈峰2个问题。见陈峰轻而易举地回答出来之后，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快下课时间就到了，老康很好厚道的没有拖堂。下课铃声一响起，他立刻就抱着教科室走了。而老康一走，班上的同学们一下子就撒欢了起来了，一下子就围到了陈峰的身边，七嘴八舌的问起了陈峰问题。刚才陈峰的表现让得他们震惊无比，现在他们对于陈峰充满了好奇。对了，陈峰，刚才你说为了一个人要努力学习对吧？这个人是谁啊？小胖笑嘻嘻的走到了陈峰的桌子前，一脸贱笑的对着陈峰问道。小胖的这个问题一出，围在陈峰身边的同学们立刻就是来劲了，一脸八卦的看着陈峰，让他快点说说到底是为了谁。而此时正低着头整理着自己的东西的苏梦，一听到这个话题，他的身子不由得僵硬了一下，心里面竟然有了一丝莫名的惊慌，小耳朵更是竖立了起来，低着头下意识的轻轻咬住了嘴唇。快说快说！几个同学一脸八卦的催促着陈峰，其中有人更是不着痕迹的瞄了一眼苏梦。这个啊，陈峰看着一脸八卦的同学们，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笑着说道：当然是为了我家小梦梦啊，如果不是为了我家小梦梦的，我怎么可能会认真学习呢？同学们一听陈峰的话，立刻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看向了陈峰。现在能让陈峰愿意学习的人也只有苏梦了吧。混蛋，谁是你家小梦梦了？你别乱叫。然而就是在这时候，苏梦一听陈峰的话，却是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满脸通红的瞪着陈峰。第79，低调，要低调。苏梦忽然站起来，让的所有人都是愣了一下，随后那些围在陈峰身边的同学们全都是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了起来。原来苏梦你一直都在注意着陈峰啊，你们2个干脆在一起好了，陈峰这样牛逼，和你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啊。小胖等人立刻就开始起哄了起来，谁关注他了？你们别胡说。其实苏梦一站起来，他就已经有些后悔了，现在一听小胖他们调笑的话，更是耳根子都红透了，狠狠瞪了他们一眼，然后又瞪了陈峰一眼，直接坐了回去，根本就不和他们多说什么。只是他的脸红的就像是一个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现在他的心里面慌乱无比，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然站起了。这样一来你就证明了自己一直都在注意着陈峰的一举一动吗？哈哈，你们就不要开他的玩笑了。陈峰看着苏梦那脸红红的可爱样子，不忍让他被同学们说得无地自容，所以赶紧出声让他们不要多说了。同学们也知道分寸，一听陈峰的话，他们也是笑了笑之后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了。他们都知道陈峰现在一直在追苏梦，所以刚才就助攻了一下。不过现在陈峰既然已经开口了，他们自然不会说多了，不然把苏梦逼急了，那可就不好玩了。陈峰，你既然能够过目不忘，那你以前为什么一直不表现出来啊？
小胖机智地转移了话题，一脸好奇地对着陈峰问道：“对啊，对啊，这么厉害的本事，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早就是人尽皆知了。陈峰你倒好，竟然掩藏得这么深，刚才你的表现实在是帅呆了，整张报纸竟然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给记了下来。如果我也有真本事，那该多好啊！”小胖问出了大家的心里面共同的问题，一瞬间一道道的目光一下子就集中到了陈峰的身上。陈峰能够过目不忘，这让饱受学习摧残的同学们羡慕无比。如果他们也能够像陈峰一样，那他们绝壁个个都能够上名校啊！低调，低调，一切都因为低调。陈峰看着同学们羡慕崇拜的眼神，心里面得意无比，嘿嘿一笑，一脸臭屁的说道：“切！”陈峰的话顿时引来了一阵鄙视的眼神。你还低调呢？刚才出尽风头，差点就让一大群同学都给你跪了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需要低调呢？陈峰看着同学们鄙视的眼神，有些无奈。他总不能和这些同学们说自己是因为吃了灵脑丸才这样牛逼的吧？既然不能说，那他也就只能够装逼了。不过一大群同学们也没有和陈峰纠结这个问题，而且这时候上课铃声也响起来了，化学老师已经拎着课本走了进来了。同学们也就一溜烟的全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之上。这一节课，陈峰破天荒的开始认真听课了。陈峰同学，你是不是不舒服了？需要去医务室吗？化学老师见陈峰竟然打开了课本，然后一脸认真的盯着自己，像极了一个乖乖学生在认真听课，心里面很是吃惊，还以为陈峰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所以一脸关心的问道：“靠！”陈峰听到化学老师的话，不由得嘴角一抽。丫的，你什么意思呢？老师，我很好，不需要去医务室，我正在认真听你讲课呢。陈峰不知道自己破天荒的认真学习，把化学老师给惊到了，所以他心里面对于老师的话很是郁闷无语。哦，那就好，那就好，你能够好好听课，老师很高兴。化学老师看到陈峰一脸郁闷的表情，也知道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所以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说了一句。这一情况让得班上的同学们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陈峰认真学习的样子，对于那些老师们来说还是一件不小的冲击啊。苏梦偷偷的瞥了陈峰一眼，看到陈峰一脸郁闷的表情，心里面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不过他心里面更多的却是高兴，他在为陈峰能够认真学习而高兴。难道他真的会为了我认真学习吗？苏梦心里面忽然升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即使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陈峰开始用功了，担忧的是陈峰现在的这个样子只是装出来的，转个身陈峰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苏梦现在心里面很是忐忑，整个下午的课，苏梦竟然都是在心情复杂的情况之下度过的，而陈峰整个下午却是都在认真的听课。其实这些内容，他在前世的时候就让苏梦帮自己复习过了。现在他之所以认真学习，一个是为了在苏梦妹子面前有一个好的形象，另一个则是为了能够加深记忆和理解，这样一来以后就可以考出一个更好的成绩。000，最后一节课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一出教室之后，学生们立刻就像是撒了欢的兔子一样窜出了教室。很快教室里就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咦，苏梦，今天是你大少卫生吗？正要站起来的陈峰忽然看到了苏梦拿起了地拖，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容，笑嘻嘻的对着他说道：陈峰忽然出声叫自己，让得苏梦吓了一跳，不过他这一次却没有继续无视。陈峰二是轻轻的一声，然后低下头继续拖起了地板了。我来帮你吧。陈峰立刻就站了起来，朝着苏梦走了过去。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苏梦见陈峰忽然朝着自己走过来，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不停的对着他摇头。我看你挺忙的，所以就不用你帮了。现在教室里已经走的只剩下了值日生苏梦和陈峰了，这让苏梦有一种他和陈峰独处的感觉，所以他直接拒绝了陈峰的好意。然而陈峰哪里容得他拒绝啊，霸道的直接抢过了他手里的拖把道：你去撒点水，拖地这种累活还是让我来好了，快点。第8是苏梦的条件。陈峰忽然一把将自己手里的拖把给抢了过去，这让的苏梦一时间愣一下。苏梦想不到陈峰竟然会这么霸道，这和他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这个混蛋虽然一直都缠着他，但是却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硬的态度，现在陈峰这样子反而让他一时间都没有反应的过来了。怎么了？陈峰看着苏梦一时间竟然愣在了那里，不由得笑着说道：难不成你就这么讨厌我不成？其实陈峰也知道自己这么忽然变得霸道充满侵略性起来，肯定会让苏梦有些吃惊的，不过他对于自己这么做
却是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前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懦弱，以至于到了最后都没有能够将自己想要对他说的话说出口，所以陈峰觉得自己这辈子一定不能够那样了。这辈子他要主动进攻，绝不能让苏梦再一次和自己错身而过，不然他会后悔一辈子的。哼！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立刻就回过了神来，看着笑眯眯的陈峰，轻哼了一声，然后直接就去拿水桶洒水去了。显然苏梦这一次没有拒绝陈峰的好意，对于这个结果陈峰很是满意，他相信自己只要一点点的改变，苏梦最后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苏梦给地面洒水，陈峰则是拖地，很快就把地面给拖好了。放好扫把之后，苏梦对着陈峰谢了一声，然后拿起自己的书包就要走。现在教室里就是他和陈峰两个人，这让他有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然而他刚走一步，陈峰却是忽然对着他叫道：梦梦，我送你回去吧。混！你乱叫什么？梦梦是你能够叫的吗？苏梦一听到陈峰竟然叫自己梦梦，猛地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陈峰一眼，眼里有着一抹羞涩的神色。嘿嘿，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你迟早都要是我女朋友的，我这叫有什么不可以吗？陈峰看着苏梦眼里的那一抹羞涩的神色，不由得嘿嘿笑了一下，说道：谁是你女朋友了？你想的倒是美，臭不要脸！苏梦一听陈峰的话，顿时气急，这家伙脸皮是不是太厚了？自己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做他女朋友了？陈峰看着苏梦，也不是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红彤彤的小脸却是一步走到了他的面前，直接一把抓起了他的手。呀，你干什么？快放开我！陈峰的这一个举动直接就让的苏梦顿时脸色大变，下意识的小声惊呼了一声，猛地回退了一步，想要挣脱陈峰的手，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手此时正被陈峰死死的抓着，根本就挣脱不了。这下子苏梦一下子就急了，他不知道陈峰这混蛋到底想要干什么，这家伙该不会是因为自己一直都不答应他，所以现在气急败坏想要动强了吧？一想到这个，苏梦一下子就急了。陈峰以前那可是有名的纨绔大少的，苏梦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混蛋做不出来的。看着我！然而就在苏梦想要大声惊叫的时候，陈峰却是忽然用一种深沉无比的语气忽然对着他大声说了一句。陈峰忽然加大了声音，让的苏梦下意识地听从了他的话，一双略带惊慌之色的美眸一下子就和陈峰对视了起来。等他一看到陈峰的眼神的之后，心头不由得一颤，这是一双深邃无比的眼神，包含着浓郁到苏梦无法理解的感情，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苏梦被陈峰的这种眼神一看，不知为何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胸口就像是有着一只小鹿在狂奔一样。梦梦，做我女朋友吧，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陈峰异常认真地看着苏梦，用一种神情无比的语气对他说道：上辈子我无法给你幸福，但是这辈子我绝对有能力给你幸福，所以做我女朋友好吗？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苏梦对于陈峰忽然说的什么上辈子不明所以，但是他却是知道现在陈峰现在是在对他告白，这让他一下子就慌乱了起来，直接将小脑袋避开了，红着脸不知所措。我知道，其实你也喜欢我的。陈峰用两只手把苏梦的脸给转了过来，让他指示自己，笑着说道：既然我们两情相悦，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呢？谁喜欢你了？你别自作多情了。苏梦被陈峰那带着笑意的眼神一看，就觉得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全都被陈峰看透了，心里面又羞又怒。羞的是自己的心意竟然被这个家伙知道了，怒的是这家伙忽然变得这么充满攻击性了，和以前一点都不一眼，让他措手不及。真的吗？你敢说我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陈峰听到苏梦的话，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他，一点都没有。哼！苏梦被陈峰的眼神看得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直接一把打开他的手，哼了一声，直接就想要逃跑。不过陈峰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跑掉呢？他一个侧身，直接就拦在了苏梦的面前。你到底想干嘛啊？快让开，不然我就要生气了。苏梦见陈峰竟然拦在了自己面前，又气又急，呲着牙狠狠地瞪着他。你还没答应我呢。陈峰笑嘻嘻地看着苏梦说道：如果你今天不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就一直缠着你，跟到你家里去。我可是知道你爸爸对我印象不错哦。你无耻！苏梦见陈峰这家伙又把他以前的那种无赖行径拿了出来，不由得有些气结，也有些无可奈何。我无耻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的。陈峰依旧是笑眯眯地看着苏梦。苏梦看陈峰一脸无赖的样子，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要表态了，
所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陈峰说道：“陈峰，如果你能考到同一所大学，我就答应和你就往；如果不行，那我们就只能做一般的同学了。”第81自信爆棚的宋凯，苏梦知道自己确实是喜欢的陈峰的。之前因为他和陈峰巨大阶级鸿沟，他为了不被别人说成是看上了陈峰的钱而和陈峰在一起，所以一直隐藏着自己的感情，不答应陈峰的追求。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苏梦却是一直都在幻想着，如果陈峰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和陈峰或许就可以在一起了。而现在，他自认为陈峰和他已经是同一个阶级的人了，所以他的感情又再一次不可抑制地浮现在了心头。只是对于陈峰的不求上进，他也是有些苦恼。他虽然不介意现在陈峰已经变成了富二代，但是他却很介意陈峰不好好学习，整天一副不求上进的样子，所以他觉得自己需要刺激一下陈峰。真的？你没有骗我吧？陈峰一听到苏梦的话，眼里顿时浮现出了一抹喜色，一脸认真地看着苏梦说道：“如果我真的和你考到了同一所大学，你真的愿意和我交往？不会耍赖吧？”“不会。”“哼。”苏梦看着陈峰一脸欣喜的表情，他嘟起嘴狠狠地白了一眼他，然后直接就从陈峰的身边走了过去。其实苏梦也并不是一定要陈峰考到和他同一所大学，他只是想要陈峰能够好好努力而已。毕竟苏梦也知道，以现在的陈峰和自己直接的成绩差距，想要考到同一所大学可以说可能性非常的小。苏梦只是想要看到陈峰变得积极向上，这就够了。只要陈峰肯努力，那他就愿意和陈峰在一起，努力经营两人的未来。苏梦认为陈峰没办法考到和他一样的大学，陈峰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可以肯定自己一定可以考得到自己想要的分数，所以他觉得苏梦现在已经相当于答应了自己了，让他心里面很是高兴。梦梦，等等，我送你回去吧。陈峰回过神了之后，立刻笑嘻嘻地朝着苏梦追了上去。苏梦一听到陈峰的话，顿时加快了脚步。刚才因为被陈峰逼到了死角，一口气就把自己所想的都说了出来。现在冷静了下来之后，他顿时就有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该死，我都说了一些什么啊？苏梦，你疯了吧？苏梦不由得加快脚步，他已经恨不得远远地躲着了陈峰了，哪里还想让他送自己回去啊？不过苏梦哪里拧得过陈峰啊？最后苏梦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让陈峰送自己回去的事情。两人一起走出了校门。凯哥，那个苏大美女出来了。就在陈峰和苏梦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校门不远处几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立刻就发现了门。宋凯手下的头号头腿子立刻一脸兴奋地对着身边的宋凯叫了起来。正在低头抽烟的宋凯一听到小弟的话，立刻就站了起来。苏梦出来了。在哪儿呢？那不就是吗？宋凯的小弟一手指向校门口的方向，不过等他一看苏梦身边的那个人的时候，脸色却是微微一变。凯哥，你看苏梦边上的那个不是陈峰那个王八蛋吗？这王八蛋什么时候跟苏梦走得这么近了？卧槽，这狗日的！宋凯显然此时已经看到了陈峰了，这让的他欣喜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了起来。他今晚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堵着苏梦，然后邀请苏梦去玩了。他为了今天这事情已经准备了好久了，但是现在陈峰却忽然杀了出来，让他心里面很是不爽。自从陈峰重生回来之后，宋凯就没有在陈峰的手下占过一丝便宜，这让的陈峰心里面非常的不爽。上次原本以为自己把陈峰给弄到局子里了，就能让陈峰永无翻身之日了，结果陈峰这厮却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个灵文通，直接就安然无恙的从句子里面大摇大摆的出来了，这让的他心里面很是不爽。他堂堂宋家大少，竟然让一个丧家之犬弄得无可奈何，这让宋开心里面很是愤怒，所以他就想要精心策划一出对着陈峰的诡计，然后让陈峰彻底的完蛋。宋凯他知道陈峰一直在追苏梦，而他的这一次计划就是想要从苏梦下手。宋凯已经对苏梦进行了调查，得知了苏梦的家庭情况之后，宋凯就觉得自己的这一次计划肯定能够成功的。只是现在的情况却让的宋凯心里面觉得自己的计划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了。苏梦竟然和陈峰一起走，难道陈峰已经得手了，成功抱得美人归了？这样的宋凯很是意外，也很是愤怒。他的计划之中可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在他的计划里，他可是要让苏梦成为自己的女人的。苏梦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的妹子，宋凯自然是很垂涎的。凯哥，现在怎么办？陈峰那小子，我们还过去邀请苏梦吗？宋凯的小弟看着宋凯，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了起来，不由得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过去？为什么不过去？难不成我宋凯害怕了他陈峰不成？宋凯一听到小弟的话，却是很不爽地瞪了他一眼，说道：
你这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知道不？凯哥说的是，陈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穷得一逼的富二代而已，他老子都跑路了，我们怕他干毛啊？现在只要我们凯哥愿意，分分钟一个手指头捏死那个煞笔。对对对，咱凯哥可是宋氏集团的太子爷，在凯哥的面前，这个陈峰就是垃圾，给凯哥提鞋都不配。其余的小弟们一听到宋凯的话，立刻就狂拍起了他的马屁了起来。宋凯一听手下的小弟们的恭维声，顿时就有种骨头都轻了2两的感觉。走，砸过去邀请苏梦，我就不信我宋大少亲自出马，苏梦会不给我面子？宋凯豪气干云的对着小弟们一挥手，然后直接带头昂头阔步的朝着苏梦和陈峰走了过去，而他的小弟们则是欢呼跟在宋凯的身后。宋凯大步走到了苏梦和陈峰的面前，直接拦住了2人，而后宋凯直接无视苏梦身边的陈峰，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一脸真诚的对着苏梦说道：苏梦，今天我在我家别墅了举办了一个联谊舞会，我想要邀请你一起参加，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第82这就很尴尬了。宋凯对于自己的这次邀请可是充满了自信心的，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对苏梦做了调查，对于苏梦家里的情况那可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苏梦只是一个家境一般的女孩子，而一个家境普通的女孩子，宋凯觉得自己这个宋氏集团的太子爷只要随便对着她勾勾手指头，苏梦就会屁颠屁颠的跟他走的。毕竟在宋凯看来，苏梦也就是一个普通女孩罢了，而现在又有几个女孩能够抵得住他宋氏大少的金钱攻势？一脸真诚的邀请了苏梦之后，宋凯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满满的表情，就这么看着苏梦，胸有成竹的等待着苏梦答应自己的邀请。苏梦忽然看到宋凯拦在了自己的面前，而后对自己发出了邀请，这让得他的秀眉不由得轻轻皱了起来，他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之色，看了一眼宋凯之后，终于开口了：不好意思，你谁啊？苏梦用一种充满疑惑的眼神看着宋凯，朱唇轻启，淡淡的说道：不好意思，你谁啊？原本自信满满的宋凯一听苏梦的这一句话，顿时就傻眼了。他感觉苏梦的话就像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就抽了他一个晕头转向。一瞬间，宋凯的眼神就像是吃了一口热翔一样，变得尴尬难看了起来，眉头一抽一抽的。显然苏梦的这一句话让他措手不及，也让他想要在陈峰面前装逼的他丢尽了面子。这就是所谓的装逼不成反被日了吧？噗！陈峰原本看着这个宋凯竟然敢在自己面前对苏梦下手，正想一巴掌把这小子给抽飞的，只是一听苏梦的话，他反而是没有出手了，而是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一脸玩味讥讽的对着宋凯道：宋大少，你听到没有？我家梦梦根本就不认识你，哈哈，我家梦梦不认识你哦。苏梦一听陈峰又说自己是他家的梦梦，顿时没有好气的白了陈峰一眼，这混蛋真是讨厌。不过这一次苏梦并没有当场反驳陈峰，她是个心思灵灵的女孩，她知道现在不能够让陈峰丢面子，所以只是悄悄的白了他一眼，给他一个警告之后就没有多说什么。而他的这一个嗔怒的眼神落在宋凯的眼里，却是他和陈峰在眉目传情，打情骂俏一样，这让的宋凯心里面顿时就是更加腻歪了。苏梦，你真是会开玩笑，我可是宋凯啊，你怎么会不认识呢？宋凯强忍心里面的怒气，挤出了一抹略带尴尬的笑容，对着苏梦说道：我现在不仅是市一中的扛把子，而且还是宋氏集团的太子爷，你怎么可能会不认识我呢？宋凯对于苏梦说他不认识，几是很不愿意相信的。他宋凯是谁啊？他现在可是能够把原来的一中霸主陈峰给踩到脚底之下的牛逼人物啊！苏梦却说不认识他，这怎么可能？在宋凯看来，整个市一中没有人是会不认识他的。陈峰看着宋凯一脸尴尬的想要在苏梦面前挽回自己的面子的逗逼样子，眼里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样，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在那里装逼，就这货还想打自家梦梦的主意，呵呵哒。苏梦要是会因为你有2个钱就看上你，那只能说你想太多了。哦，听你这么说，你好像很厉害，不过我确实不认识你。苏梦听了宋凯的话，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没有丝毫的情绪起伏。对于苏梦来说，宋凯再牛逼也不关他任何事情，所以他表现得非常的平常。而苏梦这种表现，对于宋凯来说，却是狠狠的一脚踩了脸上一样难堪。他是绝不相信苏梦真的不认识自己的。苏梦现在这么做，完全就是不给他面子而已，这让得他心里面不由得有了一丝愤怒。他宋凯何时被一个女入如此看轻过？宋凯虽然心里面对于苏梦不给自己面子有些恼怒，不过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够生气，
不然就会打乱自己计划。所以他挤出了一抹笑容。苏梦，你真会看玩笑。哈哈，不好意思，我没有开玩笑。苏梦依旧面无表情，用一种淡淡的语气说道。操！宋凯一听苏梦的话，差点就气得原地爆炸了。他真想上去就对这个女人一巴掌。妈的，你个死婊子，就不能给老子一点面子吗？老子现在好歹也是市一中的扛把子，而且还是宋氏集团的太子爷，你特么的给自己一个面子会死吗？你让老子在陈峰这个头号敌人面前丢面子，老子很不爽，你知不知道？哈哈，陈峰在一旁看着宋凯在苏梦面前吃瘪的样子，不由得哈哈笑了起来。就你这衰样，还想追我家梦梦，简直就是自取其辱。陈峰，你笑个毛线啊！宋凯原本心里面就是很不爽了，一听到陈峰的小声，宋凯就像是一只被人激怒的野狗一样，脸色阴沉的瞪了陈峰一眼。我在笑你不自量力啊！陈峰对着宋凯不屑一笑道，就你这熊样，还想追我家梦梦？也不会去找个镜子照照你到底长啥样？草你妈！陈峰想死是不是？竟然敢这么给我家凯哥说话！妈的，凯哥，让我们家训一下这狗日的！陈峰的话一出，宋凯的小弟们立刻就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个个都是一脸愤怒，就像是陈峰扒了他们家祖坟一样。宋凯听了陈峰的话，脸色也是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他也想直接把陈峰这货给打个半死，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这么冲动，不然会影响自己的计划。小不忍则乱大谋。宋凯强行安慰了自己一波，而后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对着苏梦说道，苏梦，现在我们算是认识了吧？所以我现在真诚的邀请你参加我的私人举办的联谊会。宋凯还是打算从苏梦入手，他相信自己现在报上了自己身份背景之后，苏梦一定会答应自己的邀请的。第83奶凉快奶待着去。宋凯对苏梦再一次发出了邀请之后，立刻转过狗头，目露讥讽地看着陈峰，满满的挑衅意味。他觉得自己的邀请一定会成功的。现在陈峰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值的富二代了，根本就无法和自己这个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的公子哥相比。他相信苏梦一定会做出非常正确的决定的，他就不相信苏梦会眼瞎，自己的高富帅不选，会选陈峰这个已经落魄的富二代，选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只要苏梦选了自己，他一定要好好奚落羞辱陈峰一番，让他知道他现在和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存在了。陈峰看着宋凯眼里那一抹挑衅之色，心头不由得冷笑了一下，这厮竟然敢在自己面前装逼，真是无知不畏。陈峰直接一把拉起了苏梦的小手，苏梦被陈峰忽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大跳，他想不到陈峰竟然会忽然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举动了。他下意识的想要挣脱陈峰的手，但是陈峰却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小手，并且对着他露出了一丝笑容。看着陈峰眼里的神色，苏梦立刻就读懂了陈峰眼神里的意思。陈峰让他配合一下，苏梦的脸蛋儿一下子就变得红彤彤的，心里面羞涩无比。不过为了摆脱宋凯的纠缠，还有就是为了陈峰的面子，他最后还是没有挣脱陈峰，而是直接的低下了脑袋。这个混蛋竟然敢趁机占我便宜，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苏梦心里面既是羞涩又是气恼，他发现陈峰这个家伙最近真是越来越大胆了，现在都敢不征求自己的同意就对自己动手动脚了。陈峰现在没有去想苏梦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一把抓起苏梦的小手之后，立刻一脸得意的对着宋凯说道，等下我要和梦梦去约会，所以你那什么狗屁联谊舞会还是什么的，还是你自己玩吧，梦梦是不会去的。约会？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去约会了？苏梦一听到陈峰的话，立刻猛地抬起了头，一脸惊愕的看着陈峰，他可不记得自己说过要和这个混蛋去约会啊。宋凯可不知道陈峰是不是真的要和苏梦去约会的，他一听陈峰的话，一张脸一下子就变得锅底一样的漆黑了起来，看着陈峰握着苏梦的小手，而苏梦则是一脸脸红娇羞的样子。宋凯心里面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的难受，更多的是羡慕。他想不到这个陈峰这个失败者竟然真的追到了苏梦这个校花。苏梦，你真的要和陈峰去约会？宋凯觉得这事情是不可能，苏梦这种女神级别的美女怎么可能会看上陈峰这种已经一无所有的废物呢？怎么可能？苏梦一听到宋凯的话，心里面直接就否定了这个说法，她可没有答应陈峰去约会什么的。不过苏梦也就是在心里面否认了而已，她不可能现在拆陈峰的台的，所以她抬起了头，看着宋凯淡淡的说道，没错，我等下要和陈峰去约会，你有什么问题吗？啪！苏梦的话就像是一个响亮的巴掌，直接就抽到了宋凯的脸上。他一直都不愿意相信苏梦竟然会真的看得上陈峰，但是苏梦现在的话却告诉他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宋凯这下子
有些恼怒了，指着陈峰大声道：“你为什么看上他？他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鼎盛集团的太子爷了，他现在就是一个丧家之犬。你竟然会喜欢一个废物一般的丧家之犬？”宋凯非常的难以理解，苏梦为什么会看上的陈峰这个废物？现在陈峰还有什么资格和自己比较？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宋氏集团太子爷，而他陈峰却毛都不是。我喜欢什么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吗？苏梦一听宋凯这么说，陈峰心里面顿时就是不高兴了，眉头一皱的对着宋凯说道：“你管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听到没有？我家梦梦就是喜欢我，你还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陈峰一听苏梦的话，再看着宋凯那一张就像是便秘一样难看的脸，心情就像是三伏天喝冰镇饮料一样，爽得飞起。宋凯看着陈峰一脸得意的表情，心里面恨得牙根痒痒。他又再一次在陈峰面前丢了面子，这让得他的很愤怒。他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总是被这个混蛋压一头？以前陈峰老子还没有失势的时候也就算了，现在陈峰已经一无所有了，自己还被陈峰压着，这就让他们难以接受了，必须要找回一点面子来，不然他宋凯以后还怎么混？宋凯盯着陈峰看了一会儿，嘴角忽然露出了一抹笑容，笑得阴险无比。陈峰，你打算和苏梦去哪里约会啊？宋凯看着陈峰，眼里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道：“你现在连饭都要快吃不起了吧？你有钱和苏梦去约会，我没钱和苏梦一起去约会。”陈峰一听宋凯的话，顿时就是一阵无语。他今天一天就赚了1000多万，这宋凯竟然敢说自己没钱，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谁说约会一定要钱的？我又不需要陈峰给我买什么东西。然而听了宋凯的话，陈峰还没有说话呢，苏梦却是先开口了：“只要我开心，钱不钱的真的那么重要吗？”陈峰，我们走，别理会他。说完，苏梦直接就要拉着陈峰离开。苏梦知道陈峰现在家里出了事情，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富裕阔绰了，所以他怕宋凯的话会让陈峰心里面难受，所以直接就要拉着陈峰走。苏梦想的什么，陈峰这时候自然是清楚的。前世苏梦就因为他自己丢面子，只要一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他就会像现在这种反应。前世陈峰一直被刘家反骨仔打压，穷困潦倒，面对这种的情况，虽然心里面非常不爽和愤怒，但是也只能忍受。不过现在的陈峰还是前世的陈峰吗？显然不是啊。所以对于这种想要踩自己脸的人，陈峰肯定是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为止。第84老子日入千万。苏梦不想让陈峰被宋凯羞辱，所以他破天荒的直接主动拉着陈峰，想要直接摆脱宋凯的纠缠。对于苏梦的好意，陈峰自然是很清楚的，心里面也是很高兴，自家梦梦妹子还是很在意我弟。不过陈峰有可能这么灰溜溜的跑路吗？显然不会啊。所以陈峰直接拉住了苏梦，先是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而后转过头看向了宋凯，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屑的冷笑。你很有钱？宋凯一听到陈峰的好，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表情，得意的轻哼了一声道：“没错，老子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你不服吗？老子一天的零花钱都要比现在的你1个月的生活费。你现在1个月能有2000块吗？老子现在1个月的零花钱都是几万块。”宋凯对于自己是不是很有钱这个问题，他还是很有自信的。他身为宋氏集团的太子爷，而且家里人对于他也是宠溺无比，自然是有大把的零花钱的。他只要没钱了，只要回去和自己老子知会一声，半个小时不到他的账号里就会出现一笔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一般的巨款，几万块钱1个月就敢跑到我面前来装逼了。陈峰一听宋凯的话，嗤的一声就冷笑了起来了：“老子一天赚的钱，买你狗命都够了，1个月几万块钱也敢来老子面前装逼，你不觉得害臊？真当老子没见过钱？老子今天1个上午就进账了1000多万，你敢在老子面前炫富？1个上午进账了1000多万。”陈峰的话一出口，让得宋凯等人先是愣了一下，就像是被吓倒了一样，就连苏梦也是惊了一下，睁大了可爱的眼睛看着陈峰。不过很快，宋凯和他的小弟们就回过了神来了。回过神来的宋凯直接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脸鄙视的看着陈峰，哈哈大笑道：“1个上午进账1000多万，你怎么不干脆说1个亿呢？吹牛逼也不打草稿，笑死我了，哈哈！”宋凯的小弟们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之中充满了不屑的嘲讽之意，看着陈峰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一样。陈峰说他1个上午就赚了1000多万，对此他们只想说呵呵，就算是满地钱让他捡，他1个早上也不可能捡得到1000万。陈峰，你胡说什么呢？苏梦对于陈峰说出这话也是有些无语，
不过他看来，陈峰说出来这话，纯粹就是因为陈峰不想在宋凯面前失了面子而已。至于陈峰说的什么，他一个早上赚了1000万的事情，苏梦是一点也不相信的。这是换做谁都不可能相信啊！一个高中生一个早上赚了1000万，你信吗？我没有胡说啊，我今天真的赚了1000多万啊！陈峰见苏梦拉了自己一下，不由得笑着说道：“足足有1300万呢，不过我花了50万，所以现在只剩下1250多万了。”陈峰说的事实，他今天确实赚了1000多万。然而，对于颠覆三观的事实，苏梦哪里能相信呢？对于家境普通的他来说，10万块的现金他都没有见过，1000万的到底是什么概念，他都不清楚。所以对于陈峰说他一个上午赚了1000万的巨款，第一感觉就是陈峰在吹牛逼。就你还想一个上午赚1000万？就算你把你家紫竹林里的那套大别墅卖了都不行。宋凯一脸鄙视地看着陈峰，在他看现在的陈峰就是打肿脸在自己面前的装胖子。如果陈峰能够赚1000万，那他岂不是能够赚他1个亿？我可没卖别墅，我的钱都是靠着我自己赚来的。陈峰一听宋凯的话，却是不屑地一笑道：“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的废物一样？如果没了你老子，你就狗屁不是！不仅赚了1000多万，而且还都是靠自己赚来的。”宋凯听着陈峰的话，只觉得自己听到了这世上最搞笑的笑话。他陈峰凭什么能够在一个上午赚到1000万？卖屁股吗？宋凯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陈峰就是在吹牛逼了，所以他一脸不屑地看着陈峰道：“就你这垃圾也能够赚到1000万的话，老子直播吃屎，老子直播裸奔，老子直播剁掉！”哈哈！宋凯的话一出，他的小弟们也是纷纷附和了起来，对着陈峰极尽嘲讽了起来。现在陈峰就是一个没落的富二代，所以他们已经完全不把陈峰放在眼里了。以前陈峰高高在上，他们不敢招惹陈峰，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他们自然要上来踩陈峰几脚了。此话当真？陈峰一听这宋凯竟然说他要吃翔，顿时就是眼神一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道：“如果我今天早上真的赚到了1000万，你直播吃翔？”既然宋凯想要作死，陈峰自然是很乐意看着他去死的。哼，你还来劲了是吧？宋凯一听陈峰的话，眼神顿时一寒，冷笑地看着陈峰说道：“你以为你跟老子胡搅蛮缠就能够挽回你的面子吗？苏梦，我就是想不明白了，像这种只会吹牛逼的人有什么好的？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苏梦虽然对于陈峰死要面子有些无奈，但是这可不等于他能够忍受宋凯对陈峰的诋毁，所以他冷着脸对宋凯说道。苏梦对于陈峰的维护，让得宋凯心里面既是愤怒又是嫉妒，他就想不明白了，苏梦为什么会看得上陈峰现在一个落魄到只能吹牛逼的男人，对于自己这个高富帅不屑一顾，这个女人是眼睛瞎了吗？陈峰对于苏梦的表现，心里面很是感动。苏梦还是那个苏梦，陈峰轻轻捏了一下苏梦的手掌，让她安心，而后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宋凯，淡淡的说道：“你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是？如果我真的赚了1000万，你是不是要直播吃翔？”呵呵，老子说话算数。宋凯看着陈峰咄咄逼人的眼神，心里面不由得一惊，不过他只是一瞬间就镇定了下来。陈峰是什么人？他斗了这么久，他能不知道？陈峰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本事。第85大哥，我给你跪了。宋凯一脸不屑地看着陈峰，就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一样。没错，现在的陈峰在宋凯的眼里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样，陈峰行为在他的眼里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一个高中生还想要在毫无家人支持的情况之下一天赚1000万，尼玛，比尔盖茨都做不到，陈峰能做到。如果陈峰能够做到，那他就不会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败家子了。你要是一个上午赚到1000万，老子直播吃翔。宋凯一脸讥讽地看着陈峰道：“如果你不能呢？你是不是也要直播吃翔？这么恶心的事情，我可不做。”陈峰一听宋凯的话，却是耸了耸肩膀，道：“我又不是狗，怎么可能去吃屎？哈哈，龟孙你怂了吗？”宋凯一听陈峰的话，却是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陈峰的话听在他的耳里，无疑就是陈峰认怂了，这让得他的一下子就得意了起来，哈哈大笑着对陈峰挖苦嘲笑：“看来你老子被人弄下去了，对你的打击不小啊！现在都已经变得精神失常了。”凯哥说的没错，这小子一定是因为打击太大，已经被打击成傻逼了，竟说一些不经脑子的话。就这白痴还想要和凯哥争锋，这简直就是对凯哥最大的侮辱啊！苏大美女，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傻逼，投入我们凯哥的怀抱吧，不然你迟早会后悔的。
宋凯的小弟们也是对着陈峰一阵落井下石般的挖苦嘲笑，就像是在给宋凯表忠心一样，对着陈峰极尽讥讽。宋凯听着小弟们的话，心里面得意无比。以前他被陈峰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总算让他找到了一个尽情羞辱陈峰的机会，这让他心里面畅快极了，一脸讥讽地看着陈峰，想要欣赏陈峰气急败坏的表情。然而下一刻，宋凯的脸上的笑容却是凝固了，因为陈峰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手机银行发来的信息，然后直接就手机递到了宋凯的面前。这是宋航看到陈峰递过来的内容，最先只是疑惑陈峰搞什么鬼，只是等他一看陈峰手机屏幕上的内容的时候，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就变得僵硬了起来了，眼里面更是有着浓浓的不敢置信的神色，几乎是脱口而出，这怎么可能？看着陈峰手机公行短信的内容，看着那个长长的一串零的余额，宋凯直接就是大声惊叫了起来，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凯哥，怎么了？宋凯的小弟们看到宋凯的神情变化，不由得一惊，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样，现在你相信了吗？陈峰看着宋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眼里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冷冷的说道：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直播吃翔了？一听陈峰的话，众人立刻就反应了过来，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全都聚集在了陈峰的身上，一脸惊骇的看陈峰，心里面不由得一阵惊骇。陈峰真的在一个上午的时赚到了1000万，这怎么可能呢？宋凯的小弟们看着陈峰，眼里有种浓浓的不敢置信之色，他们是不相信陈峰是真的有这样牛逼的，但是此时宋凯的表现却是让他们不得不相信陈峰真的就是那么牛逼。咕咚，几个小弟们用一种看着神一样的眼神看着陈峰，如果陈峰真的能够在一个上午弄来1000万的，那陈峰对于他们来说，那就真的跟神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了。不可能，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短短的一瞬间，宋凯就从震惊之中回过了神来了，他脸色难看的看着陈峰说道：这只不过是你试的小伎俩而已，你绝对不可能赚这么多钱，不愿意相信事实是吧？那老子就让你彻底的绝望。陈峰也不废话，直接就拨打了银行的客服，经过验证之后，陈峰直接开通了免提，然后直接一脸笑容的就把手机递给了宋凯，笑眯眯的说道：你来听听客服怎么说的。当银行的客服热情的超出了陈峰账户里的余额，并且还说了有1000多万的资金是今天上午到账之后，整个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下来。宋凯的小弟们在这一刻看着陈峰，眼神顿时就充满了敬畏之色。陈峰真的在一个上午的时间赚了1000万，大哥，我给你跪了，土豪，腿上还缺挂件不？这是宋凯的小弟们在这一瞬间的想法。一个早上就赚了1000万，这种事情对于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超乎了他的想象。现在你觉得这事情还有假吗？陈峰看着拿着自己手机一脸呆滞之色的宋凯，眼里满满的讥讽之色。对于这种不知死活想要对自己妹子下手的人，陈峰自然是不会让他好受的。啪！宋凯一听到陈峰的话，立刻就回过了神来，直接将陈峰的手机直接就往地上狠狠的一砸，一脸惊怒说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都是假的。宋凯是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事情是真的。你什么意思啊？陈峰见宋凯竟然直接把自己的手机给砸了，脸色一下子就变得不好看了。他的手机可是刚买了的，现在却一下子就让宋凯给砸了，这自然让他很是不高兴了。陈峰不高兴，自然不会放过让自己不开心的人了。陈峰直接一把揪住了宋凯的衣领，直接就把宋凯给提了起来，脸色阴沉的看着他：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要一个交代，老子废了你！宋凯只是一时间难以接受事实，导致怒火冲去了李这儿时，现在被陈峰一把给提了起来，这让得他瞬间就清醒了过来。你干什么？放开我！宋凯见自己竟然被陈峰给一把提了起来，顿时就是又惊又怒，脸色涨红的对着陈峰大吼了起来，让陈峰放开他。啪！然而他的这话刚吼完，陈峰却是直接一巴掌就抽到了他的脸上，啪的一声，直接就把他的半边脸都给抽肿了起来。第86给我废了他！啪的一巴掌，直接就把宋凯给打懵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陈峰竟然当众对他大打出手，只是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还有耳朵里的传来的嗡嗡响声，让他知道陈峰真的敢打他。你竟然敢打我！宋凯双眼一下子就变得通红了起来，死死地瞪着陈峰大吼道：我妈都没打过我，你竟然敢打我！啪！宋凯这话一出口，啪的一声，他的另一边脸上
却是又被陈峰抽了一巴掌，直接把他的另一边脸也给抽得肿了起来了。我为什么不敢打你？陈峰就像是拎着一只小鸡仔一样揪着宋凯的衣领，一脸讥笑地看着他说道：难不成打你很稀奇？陈峰的这一耳光直接就把宋凯给打得晕头转向，但是也把他的怒火给打了出来了。他的双眼就像是一头被斗牛士彻底激怒的公牛一样，怒吼一声：老子跟你拼了！怒吼了一声之后，宋凯直接一拳朝着陈峰的脸上砸了过去。陈峰的2巴掌直接就把他的怒火给打了出来。从小娇生惯养的他，现在却被陈峰给当众打了脸，这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哼！陈峰见这个宋凯竟然还想打自己，心里面不屑地冷哼了一声，脑袋一偏，直接就躲过了宋凯的攻击。然而抬起脚对着宋凯的肚子就是吃一脚，直接就把他一脚给踢飞了出去，轰的一声直接就砸在了地面之上。凯哥！陈峰一言不合就抽宋凯的脸，这让的宋凯的小弟们直接就惊呆了。而现在见宋凯竟然被陈峰一脚给踢飞了出去之后，他们更是惊恐的大叫了起来，直接就朝着宋凯扑了过去，手忙脚乱的把他宋凯扶了起来。凯哥，您感觉怎么样？凯哥，你有没有受伤？小弟们手忙脚乱的把宋凯扶了起来之后，立刻就对着他嘘寒问暖了起来。宋凯现在感觉自己不仅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肚子也是一阵阵的绞痛。陈峰的这一脚差点没有把他的五脏六腑给踢碎了，痛得他冷汗一下子就疯狂的从额头之上冒了出来，豆大的汗水顷刻间把他的衣服都给打湿了。王八蛋，你们都是傻逼吗？老子都被人打了，你们还问老子有没有事？宋凯被自己的小弟扶了起来，听到自己的小弟的话，只觉得怒火中烧，一脸狰狞的对着他们破口大骂了起来。废物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去把这王八蛋废了，给老子报仇啊！宋凯的几个小弟们被宋凯大发雷霆的样子吓得不轻，哪里还敢犹豫？几个人立刻嗷嗷大叫的对着陈峰就冲了过去。妈的，废了这小子，给开个报仇！这几个小弟们虽然对于陈峰轻而易举的就把牛高马大的宋凯一脚给踢飞了出去，心里面很是吃惊，但是现在他们可想不了那么多了。宋凯让他们上去教训陈峰，他们也只能够上了，要不然宋凯会教他们做人的。他们不上，宋凯教他们做人。不过他们一上，陈峰也是要教他们做人的。陈峰看着几个小弟一下子就朝着自己冲了过来，眼里闪过一丝冷光。对于宋凯的这些小弟，他是一点好感都没有的。陈峰小心！看着宋凯的几个小弟气势汹汹地朝着陈峰扑来，被这一连串事情弄得晕晕乎乎的苏梦终于回过了神了，一脸慌张地对着陈峰惊叫了起来。在这一刻，苏梦感觉自己的心都要揪了起来了。宋凯的手下起码有5、6个人，而陈峰只有1个人。苏梦觉得陈峰现在危险无比。放心，不会有事的。陈峰听到苏梦的惊呼声，不由得转过头对着他露出了一丝笑容。小心，快闪开！苏梦见陈峰这时候了，竟然还回过头来看自己，心里面顿时就是又急又气。这混蛋就不能让自己省心一点吗？看着一个小弟已经一脸狞笑的冲到了陈峰的面前，并且一拳砸向了陈峰的头部，苏梦吓得脸色都在一瞬间发白了。小子，这时候竟然还敢分心，找死！最先冲到陈峰面前的一个小弟，见陈峰竟然还敢回过头去看苏梦，这种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举动，让得他心里面的怒火一下子就升腾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厉色，硕大的拳头直接就朝着陈峰的头部砸去。打死这狗日的！宋凯看着自己的小弟对着陈峰袭击而去，而陈峰这时候都没有回过头，就像是没有注意到有人要袭击他一样，这让他眼里露出了一丝兴奋的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陈峰被自己的小弟一拳打趴下的情景。他已经想好了，只要陈峰被打趴下，那他一定要走过去，狠狠地在陈峰的脸上踩上几脚，然后再吐一口口水，这样才能让他心里面的怒火稍微的降下去一点。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就在宋凯期待着自己的小弟能够一拳把陈峰打趴下去的时候，他却看到陈峰就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一样，轻轻躲避了一下，然后就直接躲开了小弟的攻击，随后直接陈峰一个肘击，直接就把那个小弟给打飞了出去。砰砰砰，一个肘击解决掉了最先攻击自己的人之后，陈峰却是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一声轻喝，犹如猛虎入羊群一样主动出击。宋凯都没有看清楚陈峰到底是怎么出手的，只听到几声闷响，他就看到了自己小弟一个接着一个飞了出去，摔在地上哀嚎了起来。这怎么可能？看着躺在地上的几个小弟，
宋凯的眼里顿时就浮现出了惊恐无比的神色，一脸的不敢置信。不仅仅是宋凯惊呆了，这里的事情已经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了。他们看着陈峰3两下就把5、6个人给干趴下了，不由得惊呼了起来。陈峰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惊呼，而是走到了宋凯的面前，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冷笑，道：“宋大少，现在轮到我和你好好算算账了。第87，你赔不赔？现在轮到我和你好好算算账了。”陈峰的话就像是极地刮来的寒风，冰冷刺骨，落在了宋凯的耳里，让得宋凯不由得心痛一寒，双腿竟然不由得自主地颤抖一下。宋凯被陈峰忽然爆发出来的强大战斗力给镇住了，心里面直接就对陈峰产生了畏惧之情。你想要干什么？宋凯看着陈峰向着自己走来，吓得双腿颤抖了一下，后退了一步，脸色惊恐地看着陈峰。我想干什么？你竟然敢砸老子的手机！所以我想要和你好好算算账。陈峰看着宋凯，眼里闪过了一丝冰冷的光芒。竟然敢砸自己手机，简直就是找死啊！最重要的是，这宋凯还打苏梦的主意，这就是陈峰最不能忍的。对于苏梦，陈峰已经彻底的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人，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打他的主意的，即使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不就是一个垃圾破手机，老子赔你就是了。宋凯一听到陈峰的话，心里面顿时就是松了一口气，原来只是因为自己砸了他的手机而已，一个破手机而已，赔你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赔你10个8个，老子也赔得起。一个垃圾破手机而已，你竟然敢说我的手机是垃圾手机！陈峰一听宋凯的话，却是脸色一冷，直接扬起巴掌对着宋凯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直接就把宋凯给一巴掌抽翻在了地上，而后对着捂着脸躺在地上的宋凯就是破口大骂了起来。你知道这手机对于我来说多么重要吗？我和这手机已经有感情了，你知不知道？你竟然敢说它是垃圾，你是不是想死？死！众人看着陈峰一巴掌就把宋凯给抽飞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面一阵龇牙，暗道这哥们真尼玛生猛啊，一言不合就是大耳刮子的，这尼玛真是霸道啊！陈峰，别冲动。苏梦此时心里面震惊无比，他想不到陈峰竟然这么厉害，竟然能够一个人把5、6个人都给抽飞了，这对于他来说冲击力可是很大的，和以前的陈峰在他心里面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以前的陈峰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厉害，不过对于陈峰这么厉害，苏梦心里面其实也是很高兴的，毕竟那个女孩不喜欢强大的男人。不过她现在心里面也是很担心，陈峰这样打宋凯，让她很是心惊胆战。毕竟对于怪怪孩子她来说，这种事情冲击太大了，她怕陈峰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有分寸。陈峰对着一脸担忧的苏梦笑了一下，让她放心。而后他就走向了宋凯，冷笑着看着捂着脸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宋凯道：宋大少，你砸了我用出了感情的手机，你打算怎么办啊？陈峰，你别太过分，不然老子和你没完。宋凯心在心里那是又惊又怒，听到陈峰的话，他先是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不过他很快就回过了神来，心里面感到一阵愤怒和耻辱。他堂堂宋大少竟然怕了陈峰，你想跟我没完是吧？陈峰一听宋凯的话，轻哼了一声，微眯起了眼睛看着他，玩味道：你打算怎么跟我没完啊？此时陈峰眼神就像是一头随时准备着扑杀猎物的猛兽一样，冰冷渗人。宋凯一看到陈峰的眼神，顿时就感觉自己浑身汗毛都要竖了起来，一股寒气从自己的脚板抵直脑门，一种无言的恐惧一下子就充斥了他的心头，后背竟然在一瞬间就被冷汗给打湿了。我一时间，宋凯双腿发抖，竟然都说不出话来了。你什么？陈峰看着宋凯，微扬起了脑袋，淡淡的说道。宋凯看着陈峰，心里面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感觉即使是他在面对自己的那个位高权重的爷爷的时候也不会这样，这种感觉让他都有种说不话来的感觉。我给你赔钱。宋凯他想不明白陈峰为什会给他一种这么恐怖的感觉，他现在已经不想和陈峰纠缠了，他只想赶紧打发掉陈峰。宋凯知道自己现在如果再和陈峰纠缠，他只会更加的丢人现脸。20万。陈峰一听宋凯的话，语气平静的说道：少于20万免谈。20万。一听陈峰的话，周围顿时响起了一大片倒抽冷气的声音，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陈峰。陈峰竟然直接开价20万，你这也太可怕了一点吧？你确定那真的是手机，而不是一块黄金吗？20万，你怎么不去抢？宋凯一听陈峰开价，也是惊呆了，
心里面一下子就被愤怒给填满了，一脸愤怒对着陈峰说道：“你这个手机最多也就6、7千的价格，你竟然开价20万，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吗？”宋凯现在很生气，麻蛋，见过心黑的，没见过这么心黑的。尼玛你一个破手机，你竟然要老子给你赔20万，你他妈的怎么不去上天啊？陈峰对于宋凯的反应一点也不在意，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宋凯道：“在我心里面，我的手机就值着这个价格，废话少说，你就说你赔不赔钱吧。”陈峰根本就没有任何心情和宋凯扯淡，他就这么眯起眼睛，定定地看着宋凯，眼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我赔你！宋凯一听陈峰的话，下意识的就想要骂娘，但是一看陈峰眼里的那一丝威严的光芒，他确实硬生生的将接下来的骂娘咽了回去，变成了赔，我赔你！宋凯死死咬着牙盯着陈峰，他现在心里面已经要把陈峰都给恨死了，他一点都不想赔钱给陈峰，但是现在形势比人弱，他也只能认栽，他现在只能先给钱度过眼前这一关再说。在所有的人惊爆眼球的注视之下，一脸便秘一样的宋凯直接就通过网银给陈峰转账了20万。众人看着这一幕，全都是目瞪口呆，他们想不到宋凯竟然真的给钱了，一个手机赔了20万，这事情简直就颠覆他们三观啊！第88宋凯要气吐血，一个手机赔了20万，这已经不是赔偿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坑人了。但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宋凯竟然乖乖的给陈峰赔钱了，一个铜板都不敢少，整整20万。宋凯现在心里面在滴血，他想嚎啕大哭，如果可以，宋凯也不想自己就这么被陈峰坑，但是他能怎么办？他也很绝望啊。宋凯怎么也想不到，陈峰身手竟然这妖牛逼，3下5除2，一个人就把他的小弟都给干趴下了，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爬得起来的。陈峰所表现出来的霸道狠辣，更是让宋凯心惊胆战。这也让宋凯知道了，如果他不让陈峰满意，陈峰肯定敢把他打断狗腿的。陈峰那冰冷的毫无感情得色彩的颜色让他对此深信不疑。秉承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信条，宋凯知道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麻利的给钱，先躲了这一劫再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虽然自己不是什么君子，但是也不一定要现在就和陈峰死磕，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反正他已经有了对付陈峰的办法了，现在忍一忍，等自己计划如期完成，那自己就可以狠狠地踩着陈峰的脸来羞辱他，让他跪在自己面前看着自己狠狠地玩他的女人，到时候自己一定爽得飞起。宋凯不停地在心里面安慰着自己，让自己心里面好受一点，不过这也只是让他稍微好受一点点而已。他堂堂宋大少，被人当众扇了几个耳光，又被赤裸裸地敲诈了20万，他怎么可能好受得了？如果他能够打得过陈峰的话，他现在已经把陈哥给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了。现在可以了吧？你让我赔钱，我已经赔给你了，今天这事情我认栽了，我们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宋凯看着陈峰一脸满意看着银行的到账信息，死死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对着陈峰说道。陈峰一听宋航的话，抬起头看了一眼咬牙切齿的他，轻哼一声道：“怎么，看起来你好像很不服气？”“没有，我很服气。”宋凯眉头一跳，心里面破口大骂：“老子要是服气就是见鬼了！”但是现在他蛋蛋捏在陈峰手里，他那里敢将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说出来啊？只能隐士挤出了一抹笑容，对着陈峰说道：“这事情是我得不到，所以我没有什么不服气的。”宋凯虽然在笑，但是谁都能看得出来，他的笑充满了尴尬和气愤，所以大家都知道这货心里面肯定是不服气的。陈峰自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不过他却是一点也不在意。这货服不服气又怎么样？他服气认栽了最好。如果他要是不服气，还想跟自己耍点什么花招，那自己一定让他肉体到灵魂都会变得服气的。陈峰看了一眼他，轻哼了一声，压根没有理会他，而是低下头去把自己的手机捡了起来，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只是刮花了一点，不由得笑道：“还没有摔坏，只是刮花了一点，去换个钢化膜就好了。”噗嗤！宋凯一听到陈峰的话，差点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妈个蛋的，你丫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坏，你竟然让我赔了20万，你特么的不是人！宋凯心里面顿时就是鬼火乱窜，他真是有种扑上去和陈峰决一死战的冲动。特么的这狗日的实在是太欺负人了！围观的吃瓜群众一听陈峰的话，也是一脸的无语，看着陈峰的眼神充满了崇拜之意。按道这哥们牛逼啊，别人只是摔了一下他的手机，而且手机屁事都没有，他竟然就坑了别人20万，这件事就是比抢银行来钱还快啊！更是有不少人看着宋凯的表情之中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神色。按道这白痴
还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逼啊！竟然就这么被人坑了20万啊！果然是钱多人傻啊！宋凯被周围那种看傻子一样看的眼神看得心里面怒火冲天，他自然知道这些人心里面肯定已经把他当成了煞笔冤大头了，但是他现在能说什么？只能忍受这种鄙视的眼神了。在这一刻，宋凯对于陈峰更是怨恨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对陈峰出手了。峰哥，我们来接你了。就在宋凯脸色涨红的瞪着陈峰开口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年轻人一脸恭敬的走到了陈峰的身边，小声的对着他说道。这个忽然出现的年轻人直接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齐刷刷的好几道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叫陈峰，峰哥，而且还是来接他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峰是什么身份？对于这个忽然出现的人，陈峰只是轻轻的嗯了一声。峰哥这边请。车子就停在路边，这个年轻人自然就是黑狼的手下飞机头了。飞机头一脸笑容的对着说道，这车子是老大刚买的，以后就是您的专车了，而我以后就是您的专职司机了，24小时随叫随到。飞机头现在对陈峰可谓是极尽讨好，他自从吃了陈峰赏赐给他的药丸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强悍了起码1倍，而且他的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竟然也是不治而愈了，这让的他心里面对陈峰是惊为天人啊。飞机头的这话一出，所有人立刻齐刷刷的朝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等他们看到路边停放的一辆崭新的宾利轿车的时候，都是不由自主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勒个去，竟然有人给陈峰送了一辆宾利车！宋凯也是一脸惊愕与不敢置信，看着那一辆崭新的宾利车，久久不回不过神来。竟然有人送你一辆宾利车，这不可能！宋凯很难接着这个事实，陈峰到底何德何能？别人凭什么送给他一辆宾利车？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陈峰听到宋凯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神色之色，看着他道：你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老子警告你，苏梦是我的女人，以后你离她远点，不然老子弄死你，我绝对说到做到。第89，宋凯在行动，我和你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宋凯听到陈峰的这充满了不屑与鄙视的一句话，让他脸上的肌肉不由得跳动了起来，心里面有着一团怒火在跳动，他感受到了浓浓的侮辱之意。然而陈峰可不会理会他怎么想的，他不屑地看了一眼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的宋凯之后，轻哼了一声，直接拉着苏梦就朝着停在路边的宾利车而去，只给宋凯留下了一个潇洒无比的背影。就这么在飞机头殷勤的服侍之下上了宾利车，然后宾利车慢悠悠地离去了。操！陈峰，老子和你不共戴天！宋凯看着那一辆宾利车远去，终于让忍不住了，脸色扭曲的大吼了起来，眼里愤怒的火焰在疯狂的涌动着，就像是一头暴怒的斗牛。宋凯从小到大都没有受到过今天这样的屈辱，这种被人当众羞辱，他却毫无反抗之力的感觉，让他憋屈愤怒，憋屈的有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他想要把陈峰给碎尸万段，把他挫骨扬灰，只有这样才能够解他心头之恨。凯哥，现在怎么办？一个小弟在陈峰走远了之后，终于战战赫赫地爬了起来，走到了宋凯的面前，小心翼翼地对着宋凯问道。这些小弟们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很震惊，他们跟了威风凛凛的宋凯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宋凯吃这么大的亏，以为都是宋凯踩着别人的脸羞辱别人，现在却是宋凯被人踩着脸羞辱，甚至还往他脸上吐口水了。你让老胡今天就开始行动。宋凯一听小弟的话，眼里闪过一丝疯狂的狠厉之色，语气阴冷的说道：我要让陈峰跪下来求我，我要把今天的耻辱千百倍的还给他。宋凯眼里已经被复仇的火焰给填满了，现在他只想着尽快找回面子，不然他宋凯一定会吃饭都吃不香的。以前狠陈峰都被陈峰压着，他也就只能忍着罢了，毕竟陈峰有着一个比他爹还要牛逼的爹，他即使再不服也只能憋着。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陈峰牛爹已经完蛋了，陈峰已经一无所有，而他依旧是那个宋大少。陈峰现在拿什么来和自己斗？真以为自己比较能打就能牛逼上天了？是，我立刻就让兄弟们开始行动。小弟们一听到宋凯的话，立刻就应了一声，眼里浮现出了一抹得意的神色，对着宋凯说道：只要这计划成功了，苏梦那就是100%是凯哥您的了。好好办，事成了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宋凯一听这小弟的话，不由得想到了苏梦那让人迷醉的脸蛋和高挑出众的身材，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一阵火热，心情也好了不少，对着小弟满意的点了点头。宋凯一开始吩咐，他的小弟们立刻就开始行动了起来。而这边陈峰则是和苏梦坐在舒适无比的宾利车上，
飞机头正在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子朝着苏梦家的方向而去。苏梦在陈峰的身边，此时他的脸蛋通红通红的，而且心脏也是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着。那个，你能放开我了吗？苏梦看着陈峰紧紧握着自己的小手的大手，语气有些无奈气恼的小声说道。自从上了车到现在，陈峰一直都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好几次想要挣脱，但是却被陈峰紧紧地握着，他根本就挣脱不了。而陈峰对于他的举动就像是没有发现一样，一直都是紧紧地握着。苏梦现在即使气愤，又是害羞，他还是第一次抱被一个男孩这样牵着手呢，感受着陈峰大手上传来的一阵阵温热的感觉，他的心脏就是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了起来。哦，好的。听到苏梦的话，陈峰知道自己不能够装傻了，立刻松开了苏梦的小手。现在陈峰心里面已经乐歪了，前世高中的时候，他可是没能碰到过苏梦的小手的，现在自己却做到了。握着苏梦柔弱无骨的小手的新鲜感，让他心里面爽歪歪。色狼，就知道占我便宜。哼！苏梦看着陈峰眼里的那一抹得意的神色，鼻子里发出了一声不满的轻哼声，狠狠地刮了陈峰一眼。嘿嘿，陈峰对于苏梦的白眼一点都不在意，反而是觉得苏梦翻白眼的举动异常可爱。苏梦对于陈峰这种厚脸皮也是很无奈，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好了。现在的陈峰给他一种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感觉。陈峰不仅是气质，就连行事风格在苏梦的眼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不过他发现他对于这种变化却是很乐意的。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呢！苏梦一想到陈峰竟然能够一个人就把宋凯的手下都给解决了，心里面很是吃惊，一脸疑惑地看着陈峰，好奇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厉害啊。陈峰一听苏梦的话，嘿嘿一笑说道：我以前只是低调而已。切，还低调呢？我以前怎么没看到你低调过一天？苏梦对于陈峰的说话很是不屑，这家以前就一个高调到了天上去的家伙，他竟然有脸说自己低调，真是臭不要脸。哈哈，原来我家梦梦每天都在关注我啊。陈峰一听苏梦的话，顿时就是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脸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谁关注你了？你别臭美了。梦一听陈峰的话，原本就是红红的脸蛋，唰的一下子就变得像是一块红布一样通红了起来，就连耳根子都红了，慌慌张张的否认。哈哈！陈峰看着苏梦的举动，哪里还看不出来？看到了苏梦以前真的是每天都在关注着他，这让他心里面不由得有些得意。看来哥我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呀。峰哥到了。就在苏梦手足无措的时候，宾利车慢慢的停了下来，前头一直装死人的飞机头小心翼翼的对着陈峰说道。苏梦一听到这话，立刻飞快的打开了车门，就像是逃难一样下了车。而陈峰看到这一幕，嘿嘿一笑，然后也直接跟着下了车。打铁要趁热，今天好不容易让自己和苏梦关系挑明了一下，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让这种关系变得亲密。第90你可以辅导我呀。陈峰直接跟着苏梦就下了车。梦梦等等我啊！一下车，陈峰就对着逃也似的想要走进自家小区的苏梦叫了起来。与此同时，他一溜烟的追了过去。苏梦一听到陈峰的话，脚步一下子就停了下来，转过头看着追了上来的陈峰：还有什么事情吗？苏梦见陈峰追了上来，大眼睛里浮现出了一抹惊讶之色，不知道陈峰还有什么事情了。现在他已经到了自己家的小区外了，这家伙还想干嘛？这混蛋该不会是真想要和自己约会吧？苏梦忽然想到之前陈峰和宋凯说的话，一想到这个，他的芳心陡然加速，扑通扑通的猛跳，心情也是变得慌乱了起来。如果陈峰真的要和自己去约会，自己该怎么办？是拒绝他呢，还是答应他呢？如果拒绝了他，会不会伤了他的心？苏梦在这一刻竟然忽然变得患得患失了起来，脑子里面一阵胡思乱想，看着一脸笑容的站在他面前的陈峰，一时间竟然有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那个，我确实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陈峰看着苏梦，笑着对他点了点头。真的有事情？该不会是……苏梦一听陈峰的话，想到自己的心里面的猜测，他心里面顿时就变得更加的慌乱了起来，连忙对着陈峰不停的摇着小脑袋。不行，不行，最起码现在不行。苏梦觉得陈峰一定是想要和自己约会。对于这个事情，苏梦心里面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时间就变得有些手足无措了起来，慌忙的拒绝陈峰。陈峰看着苏梦的反应，心里面不由得有些无语，无奈的对着他说道：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就这么着急拒绝了？你这让我很伤心啊。不行就是不行，
苏梦依旧是不停地摇着脑袋，坚定地拒绝陈峰的无理要求。你就不能听我说说我到底想要干什么再拒绝不行吗？难不成你认为我会提出什么很过分的要求不成？陈峰看着苏梦的，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有些哭笑不得。那你想要干什么？你真的不会提过过分的要求吧？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终于不那么慌张了，看着他问道：我想让你帮我补习功课。陈峰看着苏梦，一脸怀疑的看着自己的表情，心里面有些无语。难不成自己现在在苏梦的心里就是那种坏到冒泡的家伙吗？你想让我给你补习功课，不是要我跟你去约会？苏梦一听陈峰的话，吃惊的张大了嘴巴，俏丽的小脸上露出了惊讶无比的神色，就像是怀疑自己听错了一样，一脸惊疑的看着陈峰。和你去约会？原来你想和我去约会啊？我很乐意哦。陈峰一听苏梦的话，立刻就知道他之前在想的什么了，这让的他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定定的看着苏梦。谁想要和你去约会了？陈峰的话让的苏梦一下子就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进去。原来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多了，一想到自己竟然自作多情的想到了那一方面去，苏梦觉得自己的脸都丢尽了，骚的不行，有着尴尬到想死的冲动。他感觉自己的脸就像是火烧一样火辣辣的，他知道自己现在脸蛋一定跟快烧红的铁块一样了。哈哈，好了，不逗你了。陈峰看着苏梦脸红红的尴尬样子嘛，笑了一下之后立刻就转移了话题。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太过火，不然让苏梦受不了就不好了，所以他一脸认真的对着苏梦说道：我不是说了要和你考同一所大学吗？但是以我现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辅导员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辅导什么的都是假的。陈峰只不过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和苏梦更多的接触而已，以他现在的本事，一个高考开始轻而易举的让苏梦给自己辅导，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多的和苏梦单独相处，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好好的培养和苏梦的感情了。至于苏梦会不会答应自己，那只有试试才知道了。苏梦看着陈峰一脸认真的表情，大大的漂亮眼睛眨了眨，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陈峰。陈峰竟然主动让人辅导他，他是真的想要好好学习。虽然苏梦对于陈峰能够主动学好心里面很是乐意，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说到底，他心里面还是有些不相信陈峰真的会好好学习。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峰以前就是一个出了名的不爱学习的主，现在陈峰忽然想要学好，苏梦当然是100个疑惑了。怎么，你不愿意吗？陈峰看着苏梦的，笑着说道：当然，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你给我辅导，我可是给你付辅导费，1个小时100。陈峰知道现在的苏梦家里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而且苏梦性子太烈，自己要是给他钱他肯定是不会拿的，自己给他付工资的话就可以帮他一下。谁要你的钱啊？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其实苏梦心里面是很愿意帮陈峰补习的，不是为了陈峰给他的钱，而是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和陈峰上同一所大学，这是他幻想过无数次的事情。只是之前他也知道这只是自己幻想一下的事情罢了，以陈峰的成绩根本不可能和他考到同一所大学去。但是自从陈峰数学考了1个满分，还表现失了过目不忘的本事之后，苏梦就觉得这事情是有坑的。如果陈峰愿意认真学习，加上自己认真去帮他补习一下，他真的有可能考到和自己一样的学校，这是苏梦最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答不答应我呢？陈峰笑眯眯地看着苏梦，期待着他的回答。我每天放学后可以帮你补习1个小时。苏梦看着陈峰那吃定自己的眼神，心里面有些气恼，但是他却是无法拒绝陈峰，只能气哼哼地说道：你要是不好好学习的话，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第91到你家去补习吧。陈峰一听苏梦的话，心里面不由得一喜，自己的计划算是成功了。只要苏梦答应帮自己补习，那自己就可以每天都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件好事啊。陈峰相信，以自己对苏梦的熟悉程度，只要自己能够和苏梦单独相处，自己一定能够很快就把他给拿下的。至于苏梦说的到了大学之后才答应和自己交往的事情，陈峰压根就没放在心里。他有着绝对的信心，能够在高考之前就让苏梦答应和自己交往，能够得到梦梦你的辅导，我肯定会努力学习的。陈峰一脸笑容的对着苏梦拍着胸膛保证道：我不仅要好好学习，而且还要考一个好成绩，到时候和你上同一所大学，双宿双飞。谁要和你双宿双飞呢？臭不要脸！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狠狠地瞪了陈峰一眼，这个混蛋真是给点颜色他就开染房，真是讨厌死了。嘿嘿，陈峰嘿嘿一笑，
说道：“当然你蒙蒙你了，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不管你了？”苏梦被陈峰的厚脸皮无赖模样弄得好气又好笑，没好气的对着他说道：“你还真以为你一定能够和我上同一所大学了不成？如果你考不上，我可不会理你。”苏梦觉得自己必须要给陈峰一点压力才行，不能让这个家伙太过于得意了。要是考不上，我就花钱把自己砸进去。陈峰眉头一笑，一脸得意的说道：“反正你到哪一所大学，我就到哪里。反正我现在不缺钱。”你……苏梦嘴角抽搐了一下，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混蛋真是让人有些咬牙切齿，这混蛋说的话真是让人生气。哈哈，我跟你开玩笑的啦，我怎么可能会做这么 low 的事情呢？陈峰看着苏梦气羞羞的样子，哈哈一笑说道：“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考一个好成绩的，绝对能考进的你想要考的大学。”苏梦翻了翻白眼，他的目标可是魔都交通大学，是你想考就能考的吗？好了好了，既然已经愉快的决定了要考名校了，那我现在就开始努力。陈峰笑着对苏梦说道：“所以现在就请我的梦梦老师开始帮我辅导吧。”苏梦对于陈峰对自己的称呼已经懒得计较了，反正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说他都不会改口的，所以只能接受了。他对着陈峰点了点头道：“那你准备到哪里去补习？到你家里去吧。”陈峰想都没有想就脱口而出，上辈子他就是在苏梦那里让苏梦帮自己的补习的，不过那是苏梦已经因为家里的原因自己搬出去住了。不行，不能到我家里去。苏梦一听到陈峰竟然说到他家里去，立刻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陈峰，让陈峰到自己家里去，开什么玩笑？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家里又没人。陈峰见苏梦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自己，笑着说道：“难不成你还怕我对你做点什么不成？”苏梦家庭情况有些特殊，陈峰是很清楚的。他其实是离异家庭，他老爸3天2头不在家，而且每次回家都已经是大半夜了，他几乎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在家。不行就是不行。苏梦对于陈峰知道自己家的情况不奇怪，这家伙打自己的主意那么久了，自己家里的情况陈峰肯定打听过的，以他以前的本事，打听这些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想到自己孤男寡女的和陈峰在自己家里，苏梦怎么都接受不了。起码的矜持和保护意识苏梦肯定是有的，他怎么可能让陈峰这头大色狼轻易得逞？好吧好吧，我们换个地方也行。陈峰看着苏梦的小脸上一脸坚决的表情，笑着说道：“既然你不肯让我到你家去，那你到我家里去吧。你在逗我玩吗？”苏梦一听陈峰的话，斜着眼睛看着他，那小眼神里充满了鄙视之意，脸上也是一脸嫌弃。陈峰看着瞬间化身演艺少女苏梦的斜着眼的小表情，不由得呵呵一笑：“我没有逗你玩啊，我是非常认真的。”慢走不送。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直接就转身要走。哎，别走，别走！陈峰一看苏梦要走，知道自己不能再逗他了，赶紧拉住了他：“我只是在和你开玩笑的而已啦，看你急的。”虽然陈峰确实想要到苏梦家里去补习，但是现在他也只能说成是开玩笑了，不然妹子就要跟他急了。哼，放手！苏梦一下子甩开了陈峰的手，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小区对面街就有一间咖啡店，我们就到哪里去吧，这样离我家也近一点。”陈峰欣然答应，在哪里补习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和苏梦在一起。陈峰跟着苏梦一起来到了一家咖啡店，两人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去之后，陈峰主动给苏梦点了一杯咖啡。苏梦看着陈峰给自己点的咖啡，心里面很是惊讶，因为陈峰点的咖啡竟然就是他最喜欢的口味。不过他没有多想，让陈峰自己的课本拿出来之后，就开始给陈峰补习。他先是拿出了一套往年的高考试卷，让陈峰试着做，摸摸他的底子。陈峰二话没说，认真的做起了题目来。当陈峰把一张往年的英语高考试卷做完，苏梦对了一下答案之后，顿时就惊讶了，因为陈峰的底子竟然出乎他意料的好，整张试卷竟然有一大半都做到对了，真是让我意外啊！你的英语竟然能够及格？苏梦一脸惊讶的看着陈峰。陈峰以前的英语成绩他可是知道的，可以说是稀烂无比，但是现在陈峰竟然能够把试题做到一大半，这让的苏梦心里面很是高兴，因为这样陈峰能够考到好成绩的机会就更大了。这是当然的啦，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能够过目不忘的，以前只是不想学而已，我要是认真学习，清华北大那是分分钟的事情。陈峰一脸得意的看着苏梦说道，在自己女人面前装逼让他们崇拜自己，这种感觉陈峰最喜欢了。第92和苏梦的第一次独处。然而陈峰得意洋洋的说完之后，并没有迎来苏梦崇拜的眼神，反而是迎来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苏梦一听陈峰的话之后，
却是很不高兴地白了他一眼，然后直接用他的课本敲了一下陈峰的头顶。你这混蛋还得意了是吧？有着这么厉害的脑瓜子，也不知道好好学习，真是气死人了。苏梦对于陈峰浪费自己的天赋很是不满，他累死累活的学习才能保住现在的成绩，而陈峰明明只需要稍微用点功就能考得很好的，他却一点都不可努力。我错了，梦梦老师，为了梦梦老师，我现在就开始努力学习。陈峰笑嘻嘻地看着苏梦的说道。苏梦一听陈峰的话，心脏不争气地快了一拍，也有一些慌乱，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故意虎着脸让陈峰赶紧认真学习。陈峰也没有再让苏梦为难，乖乖地认真复习了起来。他很享受这种能够和苏梦独处的时光，上辈子苏梦也和他这样子独处过，不过那时候的自己充满了仇恨和自卑，没能好好的享受这种感觉。这次却是不一样了。1个小时之后，苏梦一脸见了鬼一样看着陈峰。老实说，你以前是不是在家里面请了家教？苏梦定定地看着陈峰，眼神之中有着浓浓的不敢置信之色。苏梦不吃惊也不行啊。苏梦发现陈峰的学习速度简直快得令人发指，很多内容他只要稍微讲解一下，陈峰竟然就能够掌握了，而且还能够举一反三的应用。而且陈峰这货居然半个小时内就把一本高3的英语书都给背了下来，这就有点把他给吓呆了。之前陈峰表现出了过目不忘的本事，但是那只是2张报纸的内容。苏梦虽然很震惊，但是还能够接受。但是陈峰半小时不到竟然就把一本英语课本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内容了。没有啊，这本英语书我还是第一次打开呢。陈峰看着苏梦的一脸吃惊表情，心里面很是得意，嘿嘿笑道，像我这么厉害的人，哪里用得着请什么家庭教师啊？哼，你就得意吧。苏梦一见陈峰那得意的表情，就觉得想要打这个家伙，真是太能装了。不过此时苏梦心里面更多的却是高兴，陈峰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能力，让他更加相信陈峰有能力考到和他同一所学校了。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苏梦不想给陈峰继续在自己面前显摆的机会，直接收拾起了自己的书本，然后直接就站了起来。陈峰点了点头，直接站了起来去付账，然后就和苏梦一起出了咖啡店。我自己可以回去了，你先回去吧。一出了咖啡店，苏梦立刻对着身边的陈峰说道。上一次陈峰送他回来被他老爸看到了，然后他就被他老爸八卦的问了大半天，所以他现在可不敢让自己老爸看到陈峰送自己回来了，不然他又要头疼了。我送你到小区门口。陈峰一脸坚定的说道。我没看到你安全到家，我不放心。好吧，随便你了。看着陈峰一脸固执的表情，苏梦嘴角抽了抽。随便你。苏梦知道自己的拒绝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干脆懒得多说，反正只是到小区门口而已。陈峰把苏梦送到了他家小区门口后，对着他说道，明天我顺路来接你上学怎么样？不需要，我自己坐公车就好了。苏梦摇摇头拒绝了陈峰。他现在和陈峰还不是男女关系，他怕会因此和出现什么不好的流言。既然苏梦不想，陈峰也没有强求。和苏梦告别后，他就直接上了一直等在路边的宾利车，然后直接就朝着在自己的紫竹林别墅方向而去。就在陈峰坐的宾利掉头离开的时候，苏梦小区大门之后，苏梦看着陈峰宾利车离去的背影，知道宾利车彻底的消失了之后，苏梦才转身朝着自家方向而去。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竟然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让陈峰这混蛋给占了这么大的便宜。苏梦一想到自己今天和陈峰所发生的一切，就觉得有种做梦的感觉。今天陈峰霸道强势的打破了2人之间的僵局，让得他既有一丝兴奋，又有一丝忐忑，心里面也是被一种酸酸甜甜的奇怪感觉充斥满了，让得他一时间竟然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一边胡思乱想着，苏梦一步步的回到了自己家。爸，你干嘛呢？苏梦刚回到自家门口，忽然发现自己老爸忽然慌慌张张的从房里跑了出来，脸色有些发白。一看到这情况，苏梦眉头顿时一皱，有些担忧的问道，爸，您没事吧？小梦你回来了啊？苏恒刚出门，一听到苏梦的话，竟然直接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将自己手里的东西给塞到了口袋里，然而一脸尴尬的神情对着苏梦说道，小梦啊，爸爸我有点急事，先出去了，你晚上不用给我留饭了。说完，苏恒脸色尴尬的对着苏梦一笑，而后直接就从苏梦的身边错身而过。苏梦看着自己老爸离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神色，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老爸肯定又要出去赌了。自从老爸和老妈离婚之后，老爸就一直沉迷赌博，整天都是和一大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现在
他根本就不去工作。要不是老妈一直给他生活费的话，他早就被饿死了吧。对于父亲，苏梦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把他劝回来的，但是苏恒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根本就不会听他的话。每次他一说，苏恒就会不停地点头同意，说再也不会去赌了。但是一转眼，苏恒就又出去了，完全就把苏梦的话当成了耳边风。久而久之，苏梦对于自己父亲也是无可奈何，心里面也是越来越压抑。要不是母亲一直在鼓励自己的话，苏梦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苏梦叹了一口气，然后进入了大门。第93药酒挺不错，哪买的？今天不仅是解决了目前的经济问题，而且还顺利的让自己和苏梦的关系更近了一步。这让的陈峰心里面很高兴。而当他打开系统面板，一看自己的装逼打脸值的时候，他顿时就更加的高兴了。85000多，他的装逼打脸值竟然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涨到了85000多。85000多的装逼打脸值，这可是够做很多事情的了。就算是全用来抽奖，他也能够抽8次了。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宝贵的装逼打脸值用来抽奖，他想存起来，然后在关键的时候用。现在他已经控制了黑狼一伙人了，他现在利用这些人来给自己收集肖展宇等人的情报，只要一得到有用的情报，他就会对肖展宇出手，把这些混蛋彻底打入18层地狱，为自己老子报仇。不过这些事情急不来，现在陈峰虽然身手已经很厉害了，但是面对能够无声无息的把鼎盛集团侵夺了的幕后黑手，陈峰觉得自己目前还搞不定他们。而且那个神秘莫测的南洋邪僧更是让陈峰忌惮，他现在完全没有南洋邪僧的情报，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如果贸然行动的话，敌暗我明的情况之下，陈峰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搞定他。不过陈峰有着绝对的自信，他相信只要给自己时间，他就能够变得足够强，到时候他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把这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狗东西一个个踩死。翌日，飞机头的准时出现在了陈峰家门口，把他接送到了学校。当陈峰准时的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全都对陈峰投来了惊讶无比的眼神。陈峰能够准时出现在教室，这可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的。早啊大家，陈峰对着同学打了一个招呼，目光不由自主的朝着苏梦座位的方向走去，眼神正好和他对视了上了，立刻就对着他咧嘴一笑。苏梦回了陈峰一个白眼，而后便低着头继续看书。对此陈峰也不在意，苏梦一直都这样。陈峰，我听说你昨天在学校外教训了一顿那个最近嚣张无比的宋凯。陈峰刚坐回到自己的位置，小胖立刻就一脸八卦的凑到了陈峰的身前，好奇无比的问道。没错，确实和他发生了一点矛盾，陈峰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哈哈，我听说陈峰你是为了苏梦才和那个家伙大生矛盾的吧？是不是真的啊？小胖一见陈峰承认，顿时就更加的好奇了起来。陈峰点了点头，这事情最先的起因还真是因为苏梦。卧槽，原来是英雄救美啊！苏梦，你难道不打算以身相许吗？小胖一听陈峰的话，立刻就一脸夸张的惊呼了一声，转过头对着苏梦叫道，现在像陈峰这种能够为了妹子挺身而出的男人已经不多了，你可要好好把握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苏梦这下子不能装作听不见了，抬起头来狠狠瞪了一眼小胖，脸色也是变得滴血一样通红，显然有些尴尬和难为情。好了好了，你们就不要调戏我家媳妇了。陈峰看着苏梦的样子，不由得呵呵一笑。哦，陈峰的话一出，整个教室都是静了一下，仿佛空气都凝滞了。下一刻，一声拖着长长尾音的哦就在教室里回荡了起来，一大群人都用一种以为身上的眼神在陈峰和苏梦身上看来看去。陈峰，苏梦简直就要疯了，他什么时候成了这家伙的媳妇了？这混蛋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苏梦现在真是恨不得把陈峰给打扁，这家伙简直就是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好了，开始上课了。而就在这时候，化学老师却是拿着课本走了过来，苏梦只能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陈峰，咬牙切齿地坐了下去。混蛋，等下看我收拾你，我让你做100份试卷。苏梦看着得意的陈峰，心里面暗暗发了狠。今天的陈峰再一次认真地听课，这让上课的老师很是惊奇了一把，而老康则是非常的欣慰。在课堂上为了陈峰几个问题，陈峰轻松地回答了之后，老康老怀大慰地说道，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一般的学生们都觉得老康今晚一定能够多吃2碗饭，睡得很香。波澜不惊却紧张无比的一天课程结束了。下课之后，学生们撒了欢一样离开。梦梦，等等我啊！陈峰发现苏梦一下课就立刻收拾好了东西，直接就离去。
他赶紧就追了上去，他还要让苏梦给他补习呢。苏梦清对于陈峰的话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直接就走出了教室。陈峰赶紧追了上去，最后就变成了2个人一起走出校门。苏梦虽然对于陈峰在学校里教自己教的那么亲密有些气恼，但是他却不可能不给陈峰补习的，所以最后只能妥协了。今天还是昨天那家咖啡店吗？陈峰笑眯眯地看着苏梦问道。苏梦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陈峰自然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直接就和苏梦朝着早就已经等在了不远处的宾利走去。哟，感情挺好的呀。就在陈峰和苏梦快要走到车边的时候，一个充满嘲讽的声音忽然传入了陈峰的耳中。一脸上还有着青肿痕迹的男生走了过来，一脸嘲弄地看着陈峰。这个人正是昨天被陈峰狠揍了一顿的宋凯。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陈峰一见宋凯这逗逼，脸上立刻就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上下打量一下他，淡淡的说道：脸不疼了？擦的什么药酒啊？效果不错呀，哪里买的？我也想去买一瓶来备用一下。打人不打脸，陈峰现在的行为无疑就是在打宋凯的脸了。昨天的事情是宋凯心里面最大的耻辱，现在陈峰的话就像是直接撕开了他的伤疤，然后往上面撒一把盐，让宋凯痛的脸色都扭曲了。宋凯脸色铁青，恨不得直接打死陈峰，不过他却忍住了这种冲动，冷冷地对着陈峰道：你现在嚣张吧，到时候有你后悔的。说完之后，宋凯眼神阴冷地看了一眼陈峰，然后目光又落到了一旁的苏梦身上，看着苏梦那娇俏的容颜和超越年龄的火爆身材，宋凯眼里闪过一抹一样的光芒，冷哼了一声，宋凯直接就走。第94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宋凯眼神阴冷地看了一眼陈峰，冷哼了一声之后，直接在小弟们的拥簇之下离去。陈峰看着这一幕，眼里闪过一丝冷光。这个宋凯的异常反应，让他心里面有了一丝警惕之心。不过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你最好不要搞什么鬼，要是把我惹毛了，你会死的。陈峰看着宋凯离去的背影，陈峰心里面冷笑了一下。对于这个宋凯，陈峰一直都没有放在眼里。如果他识趣的不来找自己麻烦还好，如果偏要不知死活的来招惹自己，那就不要怪他心狠手辣了。陈峰，你在说什么呢？就在陈峰盯着宋凯离去的方向的时候，苏梦忽然用手指头戳了戳陈峰的后背，一脸奇怪地对着他说道：哦，没有什么，我在说我家梦梦漂亮呢。陈峰回过头对着苏梦笑着说道。苏梦闻言翻了翻白眼，他现在已经习惯了陈峰的口花花了，也懒得和他计较。我们走吧，今天多补习半个小时，这样你就能更快地追上学习进度了。现在苏梦对于陈峰的学习能力充满了信心，他相信陈峰只要努力一下，肯定能够很快就追上其他学生的进度的。现在苏梦心里面充满了憧憬，憧憬着以后他和陈峰一起上大学的情景，一切听从梦梦老师安排。陈峰咧嘴一笑，对着苏梦点了点头。两人一起上了早已经等待已久的宾利车，然后两人就朝着昨天的那家咖啡厅而去，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边陈峰和苏梦一起去补习，而另一边宋凯也是紧锣密鼓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此时一家私人会所里，宋凯的面前，一个满脸胡渣的中年男人正一脸讨好地对着他说道：凯少，事情已经办好了，现在那老货已经把房子什么的都给抵押给我们了，而且还欠了我们一大笔债，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压力，那凯少你就能够抱得美人归了。办得不错，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宋凯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一左一右的搂着一个女人上下其手，听到眼前男人的话，满意的点了点头。能够凯少办事，那是我的荣幸。中年男人一听宋凯的话，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兴奋的笑容，然而对着宋凯说道：凯少你好好玩，我去让兄弟们加快的点动作。去吧。宋凯对着他点了点头，这个中年男人立刻就走了出去。苏梦，你既然选陈峰那个王八蛋，那就不要怪我了。陈峰，我要让你看着我在你面前玩你的女人。这个中年男人一走，宋凯眼里就露出了一抹狠厉的光芒，手上的力道不由得加大了几分，让觉得他身边的两个女人不由得痛呼了起来。昨天被陈峰当众羞辱，让的宋凯对于陈峰一下子就恨到了骨子里，恨不得把陈峰给挫骨扬灰了。现在更是直接就动用了下作的手段，一切都只为了报复陈峰。陈峰此时对于宋凯的事情并不清楚，他此时正在苏梦的指点之下复习着。你先把这些记下来，我去一趟洗手间。苏梦画出了一大段需要记忆的重点，然后就站了起来去洗手间。陈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苏梦一走，陈峰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那个已经喝了一小半的咖啡杯上，唰的一下，
陈峰的手里出现了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灵脑丸。出现陈峰手里的丹药，正是陈峰抽奖得来的灵脑丸。陈峰打算让苏梦也吃一颗。陈峰记得，苏梦上辈子的其实最想考上的大学是帝都大学，但是帝都大学哪里是那么容易考得上的？虽然他的成就在市一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顶尖一流，但是江城这个小旮旯城市，即使是一流的成绩，也不一定能够考得上帝都大学。所以陈峰打算帮苏梦一把，只要苏梦吃了灵脑丸，和自己一样有了过目不忘的本事，陈峰相信以苏梦现在的底子，一定能再轻而易举的考上帝都大学的。陈峰拿出灵脑丸，想要直接就放入苏梦的咖啡里。陈峰，你干嘛呢？然而就在陈峰想要把灵脑丸放入苏梦的咖啡杯里的时候，苏梦却忽然折返了回来，正好看到了陈峰要把灵脑丸放入他的咖啡杯里的一幕。梦梦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苏梦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让得陈峰吓了一跳，猛地收回了手，转过头看着此时正一脸狐疑的看着他的苏梦。我要是晚一点回来，某些人的某些龌龊的事情我还能够发现的了。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苏梦这时候看到了陈峰手里的那一枚药丸，脸色顿时微微一变，一股怒火从心里面升腾了起来。看着陈峰脸色也是变得有些冰冷了起来，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太让我失望了。一听苏梦的话，再看苏梦的脸色，陈峰哪能不知道苏梦的误会了自己了？这妹子肯定是以为自己是要给她下药呢。也不怪她，任何一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女孩，看到一个男人想要往自己的饮料里放药丸一类的东西，第一时间想到的都肯定不是好事情。梦梦你别误会。陈峰生怕苏梦误会，赶紧解释道，这是好东西，你是你想的那些东西。苏梦就这么定定地看着陈峰，不出声。他心里也是不愿意相信陈峰是那种人，所以他在听陈峰给他解释。梦梦，其实这个叫做灵脑丸，是一种吃了之后可以让人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的灵丹妙药。是陈峰站了起来，走到苏梦的身前，小声地对着他解释道，我现在能够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其实也是因为我吃了一枚灵脑丸。你当我傻瓜吗？苏梦一听陈峰的话，却是根本不相信，毕竟这事情听起来实在是太荒谬了。这世上有人能够吃一颗丹药就拥有过不忘的本事？开什么玩笑！如果真要那么厉害的丹药，那这丹药早就让人给抢疯了，早就轰动世界了。但是现在却没有人见识过这种丹药，这世上也不可能有这种丹药。第95震惊的苏梦，如果有人拿出来一颗来历不明的丹药跟你说，吃了它可以让你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你会信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拿出丹药的人一脸鄙视，就像是看傻逼一样看着他吧。虽然现在苏梦没有像看傻逼一样看着陈峰，但是他依旧是一脸不相信的，毕竟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梦梦，我说的是真的。陈峰看着苏梦一脸不信的看着自己，不得不小声解释道，这丹药是我从我师父那里得来的，我已经吃了一颗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啊。陈峰为了让苏梦相信自己，直接就把系统给说成了师傅了。你还有是个师傅？苏梦一听陈峰的话，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对，我师傅不仅教我武功，而且还给了我3枚灵脑丸，我已经吃了1颗了，现在还剩下2颗。说着，陈峰手里又忽然像是变魔法一样多出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小药丸。苏梦看着陈峰就像是变戏法一样忽然变出来一枚小药丸，惊讶的张大嘴了小嘴，一脸惊讶的看着陈峰，这是怎么回事？你还会变魔术？苏梦直接就把陈峰的行为当成了变魔术了。嘿嘿，我会的事情还多着呢。陈峰一脸得意的看苏梦说道，虽然他不会把系统的事情和任何人说，但是在苏梦面前表现出一些惊奇的手段还是可以的。苏梦看着陈峰得意的表情，不由得翻了翻白眼，只要你吃了这枚丹药，你就能够拥有和我一样过目不忘的能力了。给陈峰将一枚灵脑丸递给了苏梦。苏梦看着陈峰递过来的灵脑丸，犹豫了一下，并没有第一时间伸出去接。不是他不愿意相信陈峰，而是这事情实在太过于奇幻了，他不敢相信。陈峰看着苏梦的迟疑，微微一笑，对于苏梦的迟疑他很能理解。既然如此，陈峰只好亲自让苏梦打消疑虑了。他拿起一枚灵脑丸，直接放入了自己的口中。灵脑丸入口即化，变成了一股清香的液体，陈峰直接就咽了下去。啊，看到没有，我吃了，这真不是你想象的那些药物。陈峰一口吃掉之后，直接对着苏梦张了张嘴，让他看清自己已经把药丸给吃下去了，这样才能够让苏梦放心一点。这东西真的可以让我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吗？看着陈峰直接把药丸给吃了，他心里面顿时就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就能够证明陈峰不是那种人渣了。
千真万确，我就是骗谁也不会欺骗我家梦梦啊！陈峰看着苏梦的警惕之色消失了，不由一喜，立刻一把抓起苏梦的手，然后把灵脑丸直接放到了他的手心里。你要是不相信，现在就把它给吃了，这东西时刻是立即起效的，味道还不错呢。灵脑丸一入手，苏梦就感到自己掌心传来了一丝丝凉凉的感觉，而且她整个人都有了一种精神清明的感觉，有一种一天的劳累全都消失了的感觉。这让的苏梦心头一震，一脸不可思视的看着这枚丹药，很神奇对吧？陈峰看着苏梦脸上浮现出的震惊之色，嘿嘿一笑道，吃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加的神奇了。苏梦闻言抬起头看了陈峰一样，稍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陈峰，慢慢的把灵脑丸放入了嘴里。轰！灵脑丸一入口，立刻化作一道冰凉凉的清流，直接就滑入了他的喉咙。随后苏梦便感觉自己的脑子里仿佛传来了一阵轰鸣吱吱声，就像是一道惊雷在脑海里炸响了一样。霎时间，他便感觉自己的大脑瞬间变得无比清明了起来。这种感觉很奇妙，但是却让苏梦无比舒服。试一下。陈峰将一本语文课本拿了起来，递给了苏梦，笑着说道。苏梦下意识地接过陈峰递给他的书本，随便打开了一页，而后苏梦便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只是这么随意地看一眼，所有内容全都像是活过来了一样，不停地飞入他的脑海，毫无遗漏，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了下来。苏梦心里面翻起了惊天骇浪，不敢置信的他不停地翻动着书本，我真的能做到目不忘的了。几分钟之后，苏梦做梦一样喃喃自语道，虽然这事情难以置信，但是这却是事实，他真的能够看一遍就把那些内容全都给记下来，清晰无比，就像是自己面前就有一本书让他看一样。难道我还能够骗你不成？陈峰看着苏梦震惊的样子，哈哈一笑说道，这下子你相信了吧？你到底是什么人？苏梦看着陈峰，眼神之中充满了陌生的感觉。陈峰竟然能够拿出这种神奇的东西，让陈峰在苏梦心里面的形象一下子就变得神秘无比了起来。因为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一般的能够拿出来的。我是你男人啊！陈峰咧嘴一笑，哼。苏梦一听陈峰的回答，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他也没有深究，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隐私，有时候不能去深究，他只能期待陈峰以后主动和自己说了。苏梦兴致勃勃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然后拿起英语课本看了起来。越看苏梦越兴奋，因为他发现自己以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才能记下来的东西，现在只要看一眼就能记下来，而且他对于那些知识点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大脑也变得无比灵活了起来。陈峰看着兴致勃勃的苏梦，脸上露出了笑容，能够让苏梦高兴，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陈峰，我们一起考地都大学吧，如果你今年考不上，我就和你一起复读。忽然苏梦猛地抬起了头来，一脸兴奋地对着陈峰说道，眼里有着闪亮亮的星星。好！陈峰知道这是苏梦的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苏梦现在很高兴，对陈峰的露出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之后补习结束，陈峰把他送回去，苏梦的心情还是没有平复下来。就在苏梦哼着小曲在做饭的时候，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却忽然出现在了他家门口。一个穿着黑背心的男人走到门前，直接对着防盗门就是一脚。第96麻烦上门。穿着黑背心的男人狠狠的一脚踹在了苏梦家的防盗门之上，发出了砰的一声大响，直接就把正在厨房里做饭的苏梦吓了一大跳。怎么了？忽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吓了苏梦一大跳，他疑惑从厨房伸出脑袋朝着自己大门方向看去，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砰！然而就在苏梦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的时候，巨大的声响再一次从门口传来，这一次让苏梦知道是真的有人在踢他们家的大门了。难道老爸没带钥匙？老爸真的？苏梦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父亲，因为苏恒有时候在外面喝醉了回来，因为没有带钥匙就会砸门大叫让他出去开门。一想到有可能是自己老爸有发酒疯了，苏梦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擦了擦手就要去开门。然而就在这时候，苏梦却听到了门外传来了一阵叫嚣声，里面的人立刻给老子滚出来，老子来收房子了，快点滚出来！正准备出去开门的苏梦一听到这个声音，脸色顿时微微一变，手里的动作也不由得微微一僵，唰的转过头看向门口，妈个逼，快给老子滚出来开门，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就在苏梦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门外又传来了一阵叫嚣声，砰的一声，又是一脚踹在了门上，吓得苏梦脸色一白。到了现在，他哪里还能不知道
外面的人来者不善，到底怎么回事？苏梦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有人来砸他的家的门，而且还说什么收房子，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冷静下来，不能够慌了手脚。苏梦关了煤气炉，然后就朝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之后，轻轻打开了房门的一条缝，立刻就看清楚了外面的情况了。等他看到防盗门外好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在看着自己，不再吓得脸色一变，哈哈，果然有人在啊！正在叫嚣着的背心男，一看到苏梦打开门，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大笑了起来。哟呵，竟然还是一个漂亮妹子呢，哈哈！想不到苏恒那老货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实在看不出来啊！小妹妹，有没有兴趣陪哥哥我去玩玩啊？哥哥一定让你非常愉快的。背心男的话，立刻就让他的同伴们注意到了苏梦。等他们看到苏梦的时候，几个人脸上全都是不约而同的露出了一抹惊艳的神色，随即便是纷纷对着苏梦吹起了口哨来，轻佻无比。更有甚者，直接一脸垂涎的对着苏梦说起了污言秽语来。你们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踢我家门？苏梦顺手就给自家的防盗门铐上了一个锁头，然后便是皱着眉头看着门卫的人。这些人刚才提到了他老爸的名字，让他不得不在意。难不成这些人和自己父亲有什么关系？苏梦心里面出了一丝不安的感觉，想到自己父亲的荒唐样子，他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小妹妹，你可能搞错了什么事情。背心男一听苏梦的话，对着他嘿嘿一笑说道，我们可没有踢你家的门，因为这套房子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了，你老爸已经把这套房子抵押给我们了。什么？苏梦一听背心男的话，脸色顿时大变，一脸不敢置信的说道，这不可能，我爸根本就没有权利抵押这套房子，因为这套房子根本就不在我爸名下。苏梦知道自己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他妈留给他的，房产证上的名字写的也是他，根本就不是苏恒的。苏恒哪里来的资格抵押这套房子？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背心男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冷笑说道，你老子欠了我们大老板几百万，即使他把这套房子抵给我们了，依旧是欠着一大笔钱呢，怎么会这样？苏梦一听这话，顿时就有一种如遭雷击的感觉，自己那个混账老爸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吗？他竟然欠了人家几百万。苏梦这时候想起了自己老爸昨天慌慌张张的出去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回来，难道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吗？他到底是怎么欠了人家几百万的？快开门，这套房子现在已经属于我们了。背心男看着脸色大变的苏梦，冷笑一下说道，现在请你立刻离开。不可能，我爸没有权利抵押我的房子，你们更没有资格收房子。苏梦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他看着背心男说道，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不然我就要报警了。砰！苏梦的话刚说完，背心男直接一脚踹在了防盗门之上，坚固的防盗门都是颤抖了一下。苏梦也被吓得下意识后退了一步，脸色有些发白。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一个高中女生，面对几个凶神恶煞的大男人，还是会害怕的。操！你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是吧？老子让你开门你就开门，再唧唧歪歪老子弄你信不信？背心男狠狠地踢了一脚防盗门，一脸怒色地看着苏梦破口大骂，还想报警？兄弟们可都是在局里有关系的，你报警有用？在我们生气之前，你还是赶紧开门，不然我们生气了，后果可是很严重的。背心男身后的几个人一脸讥笑地看着苏梦，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肆无忌惮。苏梦看着这些人，心里面一阵慌乱，一时间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看着凶神恶煞的背心男，苏梦一咬牙，砰的一声，直接就把房门给关上了。锁上之后还把门梢给扣上。操！你个小婊竟然敢关门，快给老子开门！苏梦一下子就把门给关上了，让的背心男几个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就是暴怒了起来，狠狠的一脚踹在大门之上，破口大骂了起来。现在怎么办？怎么办？苏梦关好门之后，一脸惊慌之色，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而就在这时候，苏梦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个高大帅气的身影。这个身影一出现，苏梦忽然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第97苏梦的求救忽然出现在苏梦脑海里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陈峰。陈峰的身影一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苏梦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像是找到了精神支柱一样。苏梦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从手机里翻出了自己收藏了很久的一个手机号码，毫不犹豫地拨打了出去。这个号码正是陈峰手机号码，是苏梦以前帮老师整理学生档案的时候偷偷记下来的号码。他一直都记着这个号码，但是一直都没有打过，这是他第一次打陈峰的电话。嘟嘟嘟，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苏梦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出了一些汗水，她也不知道的自己为什么在这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峰。明明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直接报警是常识，但是苏梦却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别打了陈峰的手机。紫竹林别墅，陈峰正在自家的别墅花园里完完整整的施展了一遍凌波微步，感受着自己身体几乎和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陈峰只觉得畅快淋漓，现在我遇到强敌，即使打不过，应该也有了足够的自保之力了。对于凌波微步的玄妙，陈峰非常的满意，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身法。学会了凌波微步，最起码可以做到同阶无敌的地步，即使对上比自己强上一个层次的对手，打不过也能够轻易的脱身，不至于被人打死。呼，陈峰长呼了一口浊气，然后准备回去洗个澡。而就在这时候，陈峰忽然听到自己放在一旁凉亭石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谁给我打电话呢？陈峰一听到自己手机响了起来，立刻就走了过去。对于什么人现在打电话给他很是疑惑，毕竟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的人并不多。不过当他拿起手机看到手机上的名字的时候，脸上立刻就露出了惊讶无比的神色，竟然是苏梦。他打电话给我，莫非是有什么事情？陈峰对于苏梦给自己打电话还是很意外的，因为苏梦以前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现在却给他打了。看来两人的关系是真的大大的进步了，这让陈峰心里面很是高兴。陈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接通了电话。只是在接通的电话，听到对面传来的一句话，陈峰的脸色顿时一变。陈峰，救我！苏梦觉得等待陈峰接电话，从短短的这一小会儿，时间却是过得异常的慢。听着外面传来的砸门声，他心里面无比的紧张。电话一通，他就对着电话那头焦急的叫了出来：梦梦，发生什么事了？你还好吗？陈峰一接通电话，原本还想要口花花在电话这头调戏一下苏梦的，只是在听到他的话之后，心却是一下子就提了起来，焦急的问道。陈峰听得出苏梦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慌，而且他还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大响。现在苏梦那边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这让的陈峰一下子就坐不住了。有几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在砸我家大门。苏梦一听到陈峰的话，心里面的紧张一下子就变得轻了不少，立刻就焦急的把他那边的事情简单的跟陈峰说了出来。陈峰一听苏梦所说，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了起来，二话不说，他就直接一边和苏梦通着电话，一边迅速走到了车库，直接就开着飞机头停在他这里的那辆宾利，直接就冲出了紫竹林，狂暴的向着苏梦家的方向赶了过去。竟然有人敢欺负自家梦梦妹子，这是在找死啊！苏梦一脸温声安慰苏梦，让她不要害怕，一边快踩油门加速度提升到了最快，眼里闪过一丝寒光。陈峰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尽快赶到苏梦家里去才是正事。就在陈峰驾驶着宾利朝着苏梦家狂奔而来的时候，苏梦家大门外，背心男脸色铁青，愤怒的大骂道：妈拉个逼的，这大门真尼玛牢固，踹了那么久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杨哥，工具找回来了。就在背心男怒火冲天的时候，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直接就提着一把大斧子走了回来，一脸得意的对着背心男说道：只要有了这玩意，几下子就能够把这破门给劈开了。好，立刻把这破门给老子劈了。妈的，那个臭婊子竟然敢违抗老子的话，等下老子让他知道错，要不是老大让我不能碰他，老子一定把他给完了。背心男杨哥眼里闪过一丝怒火，指着大门让小弟动手。杨哥，我们虽然不能上他，但是却可以让他服侍一下我们兄弟啊。杨哥身后一个小弟一脸淫笑的对着他说道：这么漂亮的妹子，即使不能上，但是让他用手或者用嘴服侍一下我们，那也是销魂无比的事情啊。杨哥一听小弟的话，顿时就是眼前一亮，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淫荡的笑容，笑眯眯的说道：这确实是个好主意，等下哥几个一定要好好爽爽，我还没玩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然而就在杨哥得意洋洋的时候，他身后一脸色阴郁的男人却是看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老杨，你忘记了老大吩咐的要毫发无损的把他弄回去吗？难不成你想忤逆老大的命令？我想你应该是知道老大的手段的。一听到这个阴郁男人的话，杨哥脸色顿时微微一变，眼里闪过一丝怒火，知道自己这次是想多了，只能怒气冲冲的对着小弟怒骂道：快点把门给砸开啊，你他妈的还在磨叽什么呢？杨哥心里面很是不爽，但是他也知道阴郁男子说的不错，如果自己真的敢对那个女人下手的话，老大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不过他对此却是很不甘心，拿斧子的小弟被杨哥一声怒骂，哪里还敢犹豫，立刻举起斧子晃荡几下，直接就把防盗门给暴力的弄定了，然后
又3下5除2的把里面的大门给砸开了。然后几个男人立刻呼呼啦啦的冲进了苏梦家里。而此时，苏梦正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和陈峰通着电话。第98，我男朋友很厉害的。几个人一下子就冲进了苏梦的家里。那个小妞呢？杨哥一冲进苏梦家的客厅里，看了几眼没有看到苏梦，眉头一皱。杨哥，那个小妞肯定在这里面的，她能跑到哪里去？只要找一找就能把她给她出来了。提着斧子的小弟一脸笑容的对着杨哥说道：立刻把她给老子找出来，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让她好看。杨哥一听小弟的话，点了点头。小弟说的没有错，这套房子没有其他出口，而且这里还是5楼，他就不信那个妞还能跑了不成？他看了看几个紧闭的房门，眼里露出一丝冷笑，大声道：给老子一个一个房间的找。对于苏梦的不识相，浪费他的时间，杨哥心里面很是不爽。要不是因为老大交代了不能太过分，他一定要好好的玩玩那小妞。一想到苏梦那精致美丽的脸蛋，还有那远超同龄人的曼妙身材，杨哥心里面就不由得升腾起一团火，舔了舔嘴唇，眼里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兄弟们分头行动，一定要尽快把那小妞给找出来带走。我们已经弄出了不小的动静了，必须尽快完事。杨哥强压心痛的怒火，大声的说道。一听杨哥的话，几个小弟立刻行动了起来。苏梦家也只是100多平米的样子，他们相信很快就能够把苏梦给找出来了。苏梦的房间之中，苏梦听到外面的动静，脸色顿时大变。他知道那些人已经把破门而入了。陈峰，他们进来了，我怎么办？苏梦的声音有些发抖。一个女孩子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闯进自己家里的人，陌生男人，哪能不害怕？电话那头的陈峰一听苏梦的话，立刻大声安慰道：别怕，我马上就到了，很快的。如果可以，你现在找个地方躲一下，我马上就到了，你别怕。苏梦一听到陈峰的话，心里面虽然稍稍镇定了，应了一声陈峰之后，目光就在自己房间里看了一下，想要找个躲一下，希望能够拖到陈峰赶来。苏梦相信，只要陈峰赶来，那他就一定会安全的。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他却坚定不移的相信，现在陈峰在他心里就是最后的依靠。我到床底下躲一下，先挂电话了，你快点来。苏梦看了一下之后，眼神看到了自己的床底，小声对着陈峰说了一声，然后就要钻入床底之下。然而就在苏梦准备钻入床底的时候，砰的一声闷响，他的房门直接就被人从外面个一脚踹开了，门锁都被直接弄坏了。房门一被踹开，一个流里流气的混混立刻就看到了神色大变的苏梦。看到苏梦之后，他先是一愣，随后便是哈哈大笑了起来。杨哥，我找到了，那小妞在这里。这个小混混这么一叫，哗啦啦的，顿时就好几个人立刻走到了他的身后。几个人一看到苏梦，顿时就嘿嘿淫笑了起来，一脸玩味的看着苏梦。小美人，我看你能躲哪里去？杨哥直接就走进了房间，看到了苏梦，脸上露出一脸玩味的表情，看着苏梦，嘿嘿笑道：你可是浪费了大爷我不少时间啊，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一下你呢？杨哥的小弟们也是一脸淫笑的看着苏梦，看着苏梦那一张带着一丝惊慌的迷人小脸和那火爆的身材，这些人都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乖乖，这个小妞实在是太特么的诱人了，刚才没能看仔细，现在一看，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的。如果能够和这样的妹子睡一晚，那真是死而无憾了呀。杨哥，这个妞实在是太特么的诱人了，就这么看着她，我就已经浑身起火了。要不我们玩玩吧？提着斧子的尖嘴猴腮的小弟看着苏梦都要流口水了，双眼放光的说道：对，要不先让兄弟几个玩玩吧。麻蛋，这妞真是又嫩又漂亮，比电视上的那些大明星都要吸引人啊。杨哥，我们玩玩吧。其余人一听到猴脸小弟的话，也是双眼放光的附和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妞这次肯定是完蛋了，自己先玩玩肯定也没有什么事情。杨哥一听小弟们的话，也是一阵异动，看着苏梦的眼神就像是一头饿狼一样，舔了舔嘴唇，犹豫着是不是自己先玩玩。老杨，你想死别拉上我。就在所有人都一阵异动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却是再一次淡淡的开口了：这女人可是老大让我们带回去的，你要是动了她，你觉得老大会放过你吗？一听到这个声音，杨红立刻就回过了神来，这个女人是自己老大点名要带回去的，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她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妈的，这么漂亮的女人老子也不能玩，实在是不甘心啊。杨红心里面暗骂了一句，虽然很是不甘心，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现在绝不能犯糊涂，
不然会死得很惨。几个小弟此时也是一个机灵的清醒了过来，都知道自己无福享受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只能露出一脸郁闷之色，也不再叫嚣着要玩玩了。苏梦看着几个犹如饿狼一样看着自己的男人，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根本就是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不过她此时心里面还是比较镇定的，因为陈峰已经到了她家小区楼下了，她只要再拖延一下，陈峰就能够救她了。小美人，识相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杨红心里面很是不爽，一脸凶狠地对着苏梦说道。与此同时，他示意一个小弟朝着苏梦走了过去。你们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们别乱来了，我男朋友已经到楼下了，他很厉害的，如果你们敢乱来，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苏梦看着一个男人向着自己走过来，立刻就大声对着他们呵斥了起来。他不指望自己真能吓唬住这些人，他只想尽力拖延时间而已。第99，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听到苏梦的话，几个人都是愣了一下，随后便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脸不屑地看着苏梦。他们来之前可是调查过苏梦的，他们都知道苏梦根本就没有什么男朋友，现在这么只不过是想要吓唬他们罢了。不过他们是什么人？会被吓到吗？你男朋友很厉害，那方面很厉害啊。那个想要把苏梦控制住的小混混看着后退到了墙角跟的苏梦，嘿嘿一笑说道，要不你和我试试，我想我一定会比你男朋友厉害得多的。这话一出，其余几个小混混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脸玩味地看着苏梦，赤裸裸的眼神不停地在苏身上扫视着。虽然他们不能动苏梦，但是像现在这样用眼神占便宜他们还是可以的。所以几个人看着苏梦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欲望，一副恨不得把苏梦给吞下去的架势。你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即使苏梦再怎么纯洁，也是会被一些信息给冲击到的。他自然能够听得出这个一脸淫邪的家伙嘴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了，这让他心里面很是愤怒。看着苏梦气得脸颊发红，几个小混混们顿时就是更加起劲了。好了，别他妈给老子浪费时间了，快点把他带走。杨红看了一眼即使生气也是那么动人的苏梦，只觉得心里面憋闷无比，直接对着他小弟斥骂了起来。小弟一听杨红的话，哪里还敢犹豫，立刻就朝着苏梦走了过去。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要叫人了。苏梦看着这个长着一张马脸的小混混一脸淫笑的向着自己走来，顿时吓得往后躲，但是却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这让他焦急了起来，眼神飘向了门口，希望看到那个身影的出现。叫人？你叫啊，你倒是大声的叫啊，我倒是看看谁敢来管我们的事情。马脸小混混看着苏梦的花容失色的样子，心里面兴奋的不行，嘿嘿笑了起来，走到苏梦的面前，直接一把向着苏梦抓了过去。今天没人能够就得了你。小混混向着苏梦抓去，眼里有着炙热的火芒在跳动。虽然自己得不到眼前这个美少女，但是现在这样占便宜也是不错呀，毕竟抓个女人的以后难免会磕磕碰碰的嘛，到时候自己在她身上几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马脸小混混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了，其余的小混混们此时也是一脸羡慕的看着他，心里面暗自可惜杨哥为什么不让自己去抓这个妹子呢。马脸男一脸兴奋，然而就在他的手要碰到苏梦的时候，一道犹如九幽地狱之中传来的冰冷声音却是传入了他的耳中，今天确实没有人能够就得了你。与此同时，唰的一道寒光闪过，这马脸男的抓向苏梦的手掌直接就飞了起来，掉到了地上，鲜血一下子就喷涌而出了，直接向着早就吓得脸色发白的苏梦而去。不过就在这时候，一道鬼魅一般的身影忽然出现，轻而易举的就抱着苏梦夺了过去。啊！手掌被一刀削掉，马脸小混混啊的一声就惨叫了起来。这一幕发生的太过于突然，让的所有杨红等人都反应不过来。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马脸男的已经抱着鲜血淋漓的手掌都哪里哀嚎了，这让的他们所有人当时就是脸色大变，唰的一下朝着一个方向看去。梦，你没事吧？陈峰抱着苏梦，小声的对着脸色发白的他问道。自从接到苏梦的电话，陈峰就发了疯一样开着车看了过来，现在总算赶上了，这样的心里面不由得松了一口。苏梦呆呆的看着陈峰，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一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峰竟然犹如天神降临一样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保护了他。怎么了？被吓到了吗？陈峰看着苏梦愣愣的看着自己，就像是失了神一样，显然是受到了惊吓才会这样的，这让他心里面既是心疼又是愤怒。那些混蛋竟然暴力破门进来，如果自己来慢一点的话，以这些人的胆大包天，
陈峰简直不敢相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陈峰，呜呜，苏梦终于回过了神来，看着陈峰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己，他所伪装出来的坚强一下子就被击破了，直接抱着陈峰呜呜地哭了起来。好了好了，没事了，陈峰轻轻抱着苏梦，安慰了起来。与此同时，他转过头，看向了杨红等人，眼里有着浓烈的杀机。小子，你是什么人？竟敢妨碍老子办事？你是想死是吧？杨红脸色难看地看着陈峰，语气低沉地说道。陈峰的忽然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把他一个小弟的手掌给砍了，这让他心里面很是恼火，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样。如果不是还不清楚陈峰的实力，他现在已经冲上去把陈峰给砍死了。我是什么人，你还没有资格知道。陈峰看着这个穿着黑背心的男人，眼神冰冷。我只知道，你要是不想死，就立刻自废双腿，然后跪下来给我女朋友道歉。自废双腿？跪下给你女朋友道歉？陈峰这话一出，杨红等人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竟然让我跪下来给他道歉？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杨红被陈峰的话给气笑了，一脸不敢置信地看他，就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搞笑的笑话一样。这小子上了他的人，他还没有找这小子算账呢，他竟然就敢咋呼起来了。开玩笑？陈峰摇了摇头，一脸认真地说道，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乖乖按我说的做，不然我可是真的会杀了你的。卧槽，这小子疯了，他竟然是认真的。服了，老子是服了。他知道他是在跟谁说话吗？他竟然想要让杨哥给他下跪。陈峰的话彻底的让得杨红的小弟们炸锅了，他们全都是像是看煞笔一眼看着陈峰，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竟然想要杨哥的命，实在是异想天开啊。第100例手段，杨红几人都被陈峰的话给惊到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这个小子竟然想要他们这么多人给他跪下道歉，而且还要自废双腿，他把他当成了什么人了？自己这边可是有着6个人的，而且个个都是在刀尖上舔血的存在，现在他一个个黄毛小子竟然敢在他们面前说这种大话，这是嫌自己命长了吗？杨哥，让我来教训一下这个不开眼的小子，我已经好久没见过敢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的小子了。猴脸混混直接站了出来，拎着一个大斧子，一脸阴笑的看着陈峰，舔了舔嘴唇，嘿嘿笑道，这小子还以为他偷袭了我们兄弟，自己就很牛逼了，我必须要好话救救他做人才行。陈峰把想要对苏梦伸手的那个混混的手掌给砍了，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吓了他们一大跳，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镇定了下来了。在他们看来，陈峰只不过一趁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偷袭了他们罢了，换作是他们也能够做得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杨红看着这个猴脸男小子站了出来，轻轻的点了点头道，把他双腿打断就可以了。年轻人嘛，我们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相信他到床上躺个1年半载，一定会想明白什么事情是自己不可以做的。杨红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蝼蚁一样，充满了不屑。他可是道上大佬的得力手下，平时可是呼风唤雨的，对于陈峰这个不知道哪里蹦跶出来的无名小崽子，他是一点也不放在眼里的。陈峰看着这一幕，眼里闪过一丝冷光，看着他们，语气低沉的说道，你们这是放弃我给你们的机会了哥？如果不是苏梦就在自己怀里，陈峰根本就不会这些人多说任何一句，直接就会把这些人给废了。这些人暴力入室，就算是自己把他们给废了，他也是屁事没有。卧槽，还给们机会，这小子脑子一定有问题。陈峰一出，几个混混先是一愣，随后便是哈哈大笑了起来，就像是听到了什么最搞笑的笑话一样。陈峰的话在他们听来实在是太搞笑了，这小子到现在都没有好清楚形势吗？竟然还敢如此口出狂言，废了他！杨红冷笑了一声，直接就下了命令，小子，你爷爷我来教你做人了，乖乖站着别动。一听到杨红的话，猴脸小弟眼里闪过一丝厉色，直接就朝着陈峰冲了过去，2步冲到陈峰的面前，直接就用手里的斧头背朝着陈峰的肩膀砸了过去。这把斧头起码有3-4斤，一般人要是被这斧子砸到的话，骨头都会被直接给砸断。小心！被陈峰抱着的苏梦此时刚刚平静了一些，就看到这个猴脸男一脸狰狞的用斧子朝着他和陈峰砸来，顿时就吓得尖叫了起来。看着苏梦吓得脸色发白的尖叫，猴脸男眼里闪过一丝兴奋之色，眼睛都是红的。他感觉自己已经看到了陈峰被自己一斧子废掉，苏梦直接被吓晕过去的场景了。然而事实证明他想太多了。哼！陈峰看着这个小混混向着自己砸来，
鼻子里响起了一声轻哼声。就在斧子砸向自己的一瞬间，陈峰直接就抱起了苏梦，直接就发动了凌波微步。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下，陈峰抱着苏梦，身体就像是鬼魅一样，直接就躲开了猴子脸的攻击，直接出现在了他的后面。怎么回事？人呢？猴脸男只是觉得眼前一花，陈峰的身影一下子就像是在了自己的面前，而后他的攻击直接就落空了。惯性让得他身体直接踉跄的往前走了2步，才稳住了脚步。可见他这一次的力道有多大。如果父子砸在陈峰的身上的话，陈峰这一次不死也是伤筋断骨。人呢？消失了。踉踉跄跄的停住了脚步之后，猴子脸一脸惊骇之色。陈峰消失的实在是太诡异了，他都不知道陈峰倒是怎么消失不见的。猴子小心后面，后面，他在你后面。就在猴子脸惊骇的时候，他就听到了自己的伙伴的惊叫声。后面，猴子一听到同伴的叫声，心头一惊，豁然转头。这一转头，他就看到了一张噙着冷笑的脸正在看着他，而后他便看到这张脸的主人直接抬腿就朝着的太阳穴踢来。看着这一幕，猴子脸顿时脸色大变，惊恐无比，下意识的想要躲避，但是为时已晚。他刚想躲，陈峰的右脚已经直接踢在了他的头上。给老子去死吧！陈峰心里面冷哼一声，直接就是一脚狠狠地踢在了这个猴子脸的脑袋之上。砰！一声闷响，陈峰穿着运动鞋的脚直接踢在了猴子脸的太阳穴之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就让他发出了砰的一声闷响。啊！一声惨叫，猴子脸整个人直接就被巨大的力道踢得直接摔到了一旁，捂着脑袋哀嚎惨叫了起来。一丝丝的鼻血直接就从他的鼻子流了出来，身体不停的抽搐，就像是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一样，模样无比吓人。静！鸦雀无声。陈峰直接一脚就把猴子脸给废掉，直接就让的杨红和他的小弟们全都吓呆了，一脸真的看着陈峰。如果之前陈峰把他们的一个人废掉，他们还觉得这个是陈峰偷袭才成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现在陈峰当着他们面还抱着一个妹子，都能够以雷霆之势直接把他们的人给废了，这就是非常的不一般了。陈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哀嚎的猴子脸，直接就朝着他走了过去。在众人的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之前，陈峰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膝盖之上，咔嚓一声，直接就把他的腿给踩断了。啊！被陈峰一脚把腿给踩断，猴子脸啊的一声大叫，抽搐了2下，直接两眼一翻，晕死了过去。王八蛋，你干什么？杨红这时候终于从震惊之中回过了神来了，看着陈峰竟然当着他的面再次把他的一个小弟给废了，他顿时就变得暴怒了起来，犹如一头暴怒的野狼一样，死死地盯着陈峰。第101惊怒的杨红，陈峰竟然当着他的面把他的手下给废了，这让的杨红心里面非常的愤怒，这小子是完全不给他面子啊！对于被他的面子的人，杨红一向都是直接人道毁灭的。我说过，我要是动手了，你们很凄惨的。陈峰看着杨红一脸愤怒的样子，却是不屑地笑了笑，仰着下巴看着他淡淡的说道：现在你如果后悔了，那你可跪下来给我媳妇道歉，这样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对于这个敢对自己媳妇出手的人，陈峰心里面非常的恼怒，要不是因为苏梦就在自己身边，不能表现的他血腥，这个杨红已经被他手刃了。听着陈峰的话，再看着陈峰那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就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面对一只蝼蚁一样的姿态，杨红直接的自己心里面的怒火在汹涌，太阳穴不停的跳动，有种脑充血的感觉。妈的，嚣张，实在是太嚣张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小子。以他杨红在道上的身份，平时那些学生崽子哪个见到自己不是战战兢兢的，但是这个小子却不是，他不仅没有丝毫怕自己，甚至完全就不把他杨红放在眼里。牛逼，实在是牛逼。杨红眼里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死死地盯着陈峰。小子，你是我见过最能装逼的没有之一。装逼？不，像你这种杂鱼还不值得我在你面前装逼。陈峰一脸不屑地轻哼了一声，淡淡地说道：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屁。现在我给了你机会，你就要好好把握，不然等下你急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陈峰的语气平淡无比，神态也是风起云淡，就像是在说一件再平淡不过事的事情一样。但是他的这个姿态和语气，落在杨红等人的眼里却是逼味十足，是陈峰对他们赤裸裸的蔑视。卧槽，老子跪你麻痹，杨红何时被这样轻视过？
陈峰态度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屈辱和恼怒，再也忍受不住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老子不是你能招惹的！杨红一声怒吼，犹如一头猛虎被人撩拨的怒气勃发的斗牛，脸色狰狞无比，直接就朝着陈峰冲了过去。杨红知道自己今天要是不把这个装逼无极限的小子给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他以后吃饭都不会香的。看来你是铁了心不珍惜我给你的机会了。陈峰看着杨红朝着自己冲来，心里面没有丝毫的紧张，脸上反而是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神情，淡淡的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要替你老子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脑残儿子了。卧槽！杨红的小弟们听着陈峰的话，全都是露出了意见一样的表情，看着陈峰，心里面一阵的无语。这小子说什么？他竟然说要替杨哥他老教训杨哥？尼玛，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了？这种话竟然也能说出口？你不怕被杨哥直接打死吗？你真以为杨哥你什么心慈手软的人不成？杨哥，废了这个小子！妈的，这小子实在是太他娘的嚣张了！我真想弄死他，把他3条腿都打断，让他在床上躺个1年半载，不然猴子就亏大了。对于陈峰如此能装逼，杨红的小弟们也是恨得牙根痒痒的，大声让杨红把陈峰给废掉，不然这小子都嚣张到没边了。而此时却是有一个人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幕，这个人就是一直都是寡言少语、面色阴沉的男子，看着杨红向着陈峰袭去，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凝重之色。这小子不简单，这个人心里面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陈峰刚从展露的棘手，让他心里面暗暗吃惊，因为他竟然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陈峰的动作，这就非常可怕了。轻轻的摇了摇头，这个男人没有出手，也没有出声阻止杨红，而杨红此时已经被陈峰彻底的给激怒了，他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呀？他现在只想着将眼前这个小子给生撕了，竟然想要替我老子教训我，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杨红心里面怒火蓬勃，眼神阴厉的看着陈峰，坏老子好事，还在老子面前装逼，这次我要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说时迟那时快，杨红距离陈峰和苏梦也不过是3-5步的距离而已，眨眼间他就冲到了陈峰的面前，狞笑一下，直接一拳就朝着陈峰的脸上砸去。都说打人不打脸，但是杨红最喜欢的就是打人打脸了，因为这样可以给对上心理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他最喜欢看着那些不开眼的惹了自己的人被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像是一条可怜的哈巴狗一样跪在自己的面前乞怜了。呼！杨红的拳头以霸道无比的凌厉姿势向着陈峰袭来，拳头在空中挥过，直接就让的空气之中爆发出了一阵阵沉闷的声响，可见这一拳头的力量有多大。给老子跪下吧！杨红见自己一拳砸出，陈峰却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一样，定定地站在那里，心里面立刻升起了一抹不屑之意。不过如此，杨红一脸狰狞的笑容，拳头砸向了陈峰面门，然而下一刻他就笑不出了。呼！眼看他的拳头离陈峰只有1-2厘米，他的小弟都已经欢呼起来的时候，杨红却忽然发现眼前的人忽然不见了。对，不见了，就像是鬼魅一样，忽然消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杨红的拳头直接就打在了空气之上，这让得他心里面一阵惊骇，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了出来，瞬间直冲天灵盖。好好的人怎么就忽然消失了呢？这不科学啊！后面，杨红猛然惊醒，唰的一下回过了身，果然看到了正抱着苏梦，一脸不屑鄙夷的看着他。看着这一幕，杨红整个人都僵在了哪里。就你这点速度还想打倒我？你是不是想多了？陈峰看着一下子就呆在了哪里。杨红斜着眼看，一脸鄙视的看着他。第102，我有事，我先走了。看着抱着苏梦站在自己2步开外，一脸鄙视的看着自己的陈峰，杨红心里面翻起了惊天骇浪，他简直都不敢相信这一幕，他竟然连陈峰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自己后面的都不知道，看都看不清楚。陈峰就像是一个鬼魅一样，活生生的消失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他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他可是能够一个打10个都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的牛逼人物，现在竟然连陈峰的衣角都摸不到，这怎么可能？然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使他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也得认清事实。不仅是杨红懵逼了，他的小弟们也此时也像是一个个被捏了脖子的公鸭一样，话都说不出来了，脸上涨红的看着陈峰，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就你到底是什么人？杨红知道自己今天应该是踢到铁板了，脸色难看的看着陈峰，终于开始重视起陈峰来了。我是谁？你这杂鱼有什么资格知道？陈峰脸色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看着他，淡淡的说道：你，好，你有种
杨红被陈峰的话噎了一下，心里面膈应无比，脸色难看的看着陈峰，别以为速度快一点就能吃定我了，我杨红也不是软柿子，你随便就可以捏的。啪！杨红的话刚说完，陈峰脚下迈出了玄奥的步伐，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原地，眨眼间就出现在了杨红的面前。啪的一声，直接就是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直接把杨红整个人都给抽飞了出去。砰的一声，直接就撞在了墙上。杨哥！几个小弟看着杨红被陈峰一巴掌就给抽飞了出去，顿时就是脸色大变的惊叫了起来，想要冲过去扶杨红起来。然而陈峰回过头，眼神冷漠的扫视了一眼他们5个人，直接就是硬生生止住了脚步，不敢上前一步。几个人被陈峰的眼神一看，全都感觉自己浑身发冷，就像是掉入了冰窟一样。我就是看你软柿子，想捏就捏，你能怎么样？陈峰看着一张脸已经肿了一大半，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的杨红，语气不屑地对着他说道。陈峰的一巴掌让得杨红一阵眼冒金星，一口牙齿有一半都松了的感觉。一听到陈峰的话，他豁然地抬起头，一脸仇恨怨毒地看着陈峰，就像是在看一个杀父仇人一样。杨红现在心里面已经将陈峰恨到了骨子里了，他从来都没有到过今天这样的羞辱，他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打脸。怎么，你很不爽？陈峰看着杨红一脸怨毒地看着自己，冷笑了一下，敢对老子的女人下手，你就要做好承受我的怒火的准备。苏梦此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一样，现在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超乎了他的想象，他想不到陈峰竟然强大到了这个地步。而且苏梦发现自己现在听到陈峰说她是他的女人，心里面已经没有了抵触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欣喜。他大眼睛定定地看着陈峰那冷酷的脸，心里面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小子，你成功的惹怒我了。与苏梦的心情不同，此时的杨红却是恨不得直接把陈峰给千刀万剐了。他一脸怨毒地看着陈峰，我原本只是想要教训你一下的，现在我改变注意力，我要杀了你。杨红一脸狰狞，直接掏出了一把匕首，怒吼一声，再一次向着陈峰冲了过来。不自量力！哼！陈峰见这个杨红竟然还敢掏刀子，眼里顿时就闪过了一丝杀光。唰的一下，他的手里同样出现了一把寒光烁烁的匕首。这把匕首一出现，整个房间的气温就像是陡然间降低了几度一样。杨红的小弟们不由得缩了缩脖子，怎么回事？而那个一直盯着陈峰的沉默男子，看到忽然出现在陈峰手里的匕首，顿时就是瞳孔一缩，眼里闪过一丝惊骇之色。他可以肯定陈峰手里的匕首就是这么凭空出现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沉默男子眼里闪过了一丝深深的忌惮之色。这一刻，他萌生了退意。他知道自己今天碰到了可怕的人物，而就在下一刻，这个沉默男子眼看都差点给惊得掉了出来。嗖！只见陈峰手里的匕首出现之后，并没有等着杨红攻来，而是主动出击了。嗖的一下，他发动凌波微步，身形犹如鬼魅一样消失在了原地。在所有人都没有看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只听到铿锵传来，随后便是野杨红的惨叫声。当啷一声，杨红的匕首被削断成了2截，掉在了地面之上。与之相伴的还有一根大拇指，这是杨红的大拇指。就你这垃圾，还想对我动刀子，这不是在找死吗？陈峰的匕首轻轻架在了杨红的脖子上，脸色冰冷地看着整个人都僵住了的杨红，语气不屑地说道。1秒钟不到，陈峰不仅一刀把杨红的匕首给削断成了2截，还将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直接控制住了他的生死。不要杀我！杨红脸色一片苍白，眼里有种浓浓的恐惧之色，脖子上的传来的冰冷之感，让觉得他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即使被陈峰削掉了大拇指，剧痛无比，他也只能死死地咬着牙，连叫声都不敢发出来。他怕陈峰手一抖就把他给杀了，现在知道怕了。陈峰看着脸色苍白的杨红，鼻子里发出了一抹不屑的轻哼。老汪，救我！杨红不敢回答的陈峰的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那个一直沉默的男子，对着他求救了起来。杨红知道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这个男人了。兄弟，这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今日多有冒犯，还请原谅。那个，你慢慢收拾他，我有事，我先走了。然而让杨红目瞪口呆的是，这个男人不仅没有帮他，反而对着陈峰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要走。尼玛，这是什么情况？第103，你还是不是男人？这个被杨红叫做老汪的男人的话一出，杨红等人直接就懵逼了。尼玛，这是什么情况？我有事，
我先走了，这是要直接卖队友的节奏啊！就连陈峰对于这一情况也是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快就回过了味来。这个老汪看来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他和自己之间的差距，所以打算直接认怂了呀。陈峰一脸玩味地看着这个老汪，并没有第一时间说话，他倒要看看这个老汪能够整出什么幺蛾子来。老汪，你这是什么意思？杨红愣了一下之后，立刻就过了神来。老汪的话就像是狠狠地在他的脸上抽了一巴掌，抽得他心头起火，一下子就暴怒了，死死地瞪着老汪怒吼道：你他妈这是抛弃老子了？你还是不是男人？竟然就这么被他给吓到了？你还有没有一点骨气？杨红很愤怒，如果不是陈峰的匕首此时正抵着他的脖子，他一定会冲上去和这个老汪大战300回合。妈个鸡的，没有你这么卖队友的！杨红的小弟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老汪，就像是见了鬼一样。他们虽然知道杨哥和老汪虽然一直都有一些小矛盾，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汪竟然会在这时候直接就把杨哥给直接就卖了，卖的一点都不犹豫。老汪对于杨红的暴怒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个杨红就是自己找死，连敌人的底细都没有摸清楚就贸然出手，现在被陈峰摁在地上踩脸也是他自找的。这个大哥，这事情是我的不对，我这里给你道歉，还希望你能够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老汪无视杨红的愤怒，而是一脸笑容的对着陈峰说道：只要你能够放我一马，我一定会大哥您感恩戴德的。老汪的态度放得非常的低，就差跪地上给陈峰舔鞋子了。陈峰看着他的这副作态，却是没有说话，而是一脸玩味的看着。众人也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汪虎看着陈峰的样子，心里面忐忑无比，他与不知道自己这么做能不能逃过一劫。汪虎，你他妈不是男人，你竟然不战而屈！杨红见汪虎在陈峰面前竟然是这种毫不要脸的态度，气得浑身发抖，破口大骂了起来：亏你还有那么好的身手，现在竟然对一个毛头小子卑躬屈膝，你还有没有一点尊严？你还要不要脸？尊严？脸皮？汪虎一听杨红的话，却是对着他不屑一笑说道：男人就应该能屈能伸，如果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何来的尊严和脸皮？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可不是不要脸，我只是识时务而已，哪像你这种脑子里只有一根筋的傻逼。汪虎歪道理一堆堆的，听得杨红和他的手下们一个个愤怒无比。麻蛋，老子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自己不要脸就不要脸，竟然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无耻无耻，老子看错你了。杨红都被气得要说不出话来了，死死地瞪着汪虎，破口大骂。现在汪虎在他的眼里，要比现在用匕首抵在自己脖子上的陈峰更加的讨厌，恨不得直接把这个臭不要脸的王八蛋给宰了。汪虎不屑地瞥了一眼杨红，心里面冷笑了一下。对于这个到了现在还看不清楚形势的傻逼，他是懒得多说一句话的。他还不想死呢，他刚才一直都在观察着陈峰。陈峰虽然只是小露了几手，但是这几手却是把他给吓得亡魂皆冒，让他知道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和陈峰斗。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乖乖低头认怂，这样一来陈峰反而有可能放他一马。陈峰果断狠辣地废掉2个小弟的事情，让汪虎知道陈峰是有坑会干掉他们这些人的。他怕死，所以他不想冒险，直接就选择了认怂。大哥，你看可不可以放我一马？汪虎小心翼翼地对着陈峰问道。看着陈峰那一脸玩味的表情，汪虎心里面忐忑无比。说实话，他也不知道陈峰到底会不会放他一马，他现在也只是在赌。放过你。陈峰看着一脸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的汪虎，嘴角浮现出一抹笑容，这笑容看得汪虎心惊胆战。就在汪虎都要吓尿的时候，陈峰却是悠悠地说道：看在你如此识时务的份上，我可以饶你不死，谢大哥不杀之恩。汪虎一听陈峰的，顿时大喜，心里面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赌对了，连忙不停地对着陈峰道谢了起来。杨红正一脸愤怒地看着汪虎，听到这话，他的眼睛猛地就睁大了，一脸不可思议。汪虎就这么过关了？陈峰竟然就这么轻飘飘地放过了汪虎？尼玛的，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那个大哥，如果没有我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了？汪虎见陈峰说饶自己不死，还以为陈峰已经放过他了，所以他得意地瞥了一眼不识时务的杨红一眼，然后一脸讨好地对着陈峰问道。汪虎看傻逼一样看着杨红一眼，气得杨红脸都紫了，双眼也是跟要喷火一样，愤怒的不行。如果不是因为脖子上那一把稍微一用力就能要他小命的匕首存在，他一定要冲上去和汪虎站在一起，
陈峰看着汪虎一脸期待忐忑的表情，心里面却是冷笑了一下。对于这种见风使舵的人，其实他心里面还是很不喜欢的。不过如果敌人，那他还是喜欢的。但就是再喜欢他，也不可能让他安然无恙的离开。想离开啊，可以。陈峰脸上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笑眯眯地指着他身前的地面道：“不过，你需要先跪下来给我媳妇道歉，因为你吓到她了。”啊！要我跪下来道歉？汪虎一听陈峰的话，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凝滞了，直接就呆在了原地，呆愣愣地看着陈峰。哈哈，汪虎啊，汪虎，你以为你求饶他就会放过你了吗？现在傻逼了吧？杨红听了陈峰的也是愣了一下，随后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一脸得意地看着汪虎，那眼神之中充满了幸灾乐祸的表情。第104耸到底的汪虎。杨红现在觉得汪虎就是一个煞逼，竟然天真的以为只要他卑躬屈膝，别人就会放过他，结果现在却是依旧逃不掉给人跪下来的结果，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汪虎对于现在的这个结果也是懵逼了，他原本还以为自己已经过关了呢，但是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眼前这个不知底细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的打算就这么轻飘飘的放过自己，他的一切打算都成了镜花水月一般可笑。汪虎，现在你知道后悔了吧？这个王八蛋根本就没有打算轻易放过我们，你这样不要脸的求他，还不如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干死他呢，这样说不定我们还能够有一条活路。杨红看着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僵硬了的汪虎，就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大声地对着他说道：“我们几兄弟一起，说不定还有一战之力的。”杨红觉得只要他们几个联合起来，以汪虎的身手，他们还是有着不小的胜率的，因为他知道汪虎的身手非常的厉害，比自己厉害的多了。呵呵，你以为你们联合起来就能是我的对手了吗？天真。陈峰一听杨红的话，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不屑的光芒，握着匕首的手轻动了一下，杨红便感到自己喉咙的肌肤一阵刺痛，嫣红的鲜血一下子就渗透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脖子，脖子上穿的一阵刺痛，让得杨红脸色大变，但是他却没有就此屈服，而是愤怒的大叫了起来：“你还真以为你牛逼上天了不成？只要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分分钟弄死你！你能不能分分钟弄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我只要1秒钟就能让你身首异处。”陈峰听到杨红的色厉内荏的叫嚣声，冷笑了一下，唰的一下，一道细细的血痕立刻就出现在了杨红的脖子上，鲜血就像是细泉一样汩汩而流，甚是吓人。你干什么？你别乱来！杨红被陈峰的举动吓得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了起来，下意识的尖叫了起来。他一直都以为陈峰只是吓唬他一下而已，根本不可能下杀手的，但是现在陈峰的举动却是让他亡魂皆冒。现在你决定了吗？陈峰并没直接把杨红给抹脖子了，毕竟苏梦就在身边，他不可能当着苏梦的眼前杀人，自己还要在苏梦面前留一个好印象呢。一听到陈峰的话，汪虎一下子就回过了神来，眼里闪过了一丝挣扎之色。对于跪下给苏梦道歉，这事情还是让他很难以接受的，毕竟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哪里能轻易给人下跪呢？但是现在这情况却是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了。汪虎，你要还是一个男人就不能那么怂。杨红次已经把希望全都放到了汪虎的身上了，哪里能看汪虎跪了呢？所以他激动的大声对着汪虎喊道：“你怕他干毛线啊？难不成这个王八蛋还真敢杀了我们不成？我们可是胡老大的人，如果他敢动我们，胡老大绝对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虽然自己现在被陈峰控制住了，但是杨红可不认为陈峰真的敢要他的小命，毕竟他的身份放在那里，要是真弄了他的，陈峰可就是和胡老大不死不休了。陈峰任由杨红在那里大叫，他的眼神就是这么淡淡的看着汪虎，他倒要看看这个人怎么做。汪虎被陈峰那冷漠的眼神就这么看着，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就像是被一个荒古凶兽给盯上了一样，浑身难受。虽然陈峰的眼神看起来平平淡淡的，但是汪虎却能够感受到一抹杀意，这给了他强大的压力。汪虎的眼里有着剧烈的挣扎之意，显然他心里面也在做着强烈的挣扎。杨红看对这一幕，心里面焦急无比，不停对着汪虎大吼了起来的。他不希望汪虎认怂，因为汪虎一认怂，他就没有丝毫的翻盘的机会了。然而让汪虎绝望的是，在他怒目而视的情况之下，汪虎纠结了一下之后，直接就走到了陈峰和苏梦的面前，在几个小弟一脸震惊的眼神之下，扑通一声直接就跪倒在了地上，然后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抽在了自己的脸上。大哥大嫂，对不起，我有眼无珠冒犯了你们，还请你们大人大量放我一马。
汪虎自己用力抽了自己一巴掌之后，一脸诚恳地对着苏梦和陈峰求起了情来。真的跪了？尼玛，这汪虎是打算怂到底了？陈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里面也是有些惊讶。他想不到这个汪虎竟然这么的光棍，直接就跪了，而且还真的自己打自己耳刮子，打得毫不犹豫，啪的一声，直接就把自己半边脸都给打肿了，看得陈峰自己都觉得痛。苏梦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觉得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今天的事情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大的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看着王虎不停地扇着自己耳光，给自己道歉，求他原谅，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汪虎抽一巴掌自己，就向着陈峰还有苏梦求饶一次，而陈峰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声，而是就这么一脸冷然地看着他的举动而已。至于苏梦更是不会出声了，他既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自然是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陈峰出面了，他只要乖乖地站在陈峰身后就可以了。好了，你可以滚了。当汪虎抽了10几20巴掌，都已经把自己打成猪头的时候，陈峰终于出声了，冷冷地看着他道：以后眼睛给我擦亮点，不要招惹到我了，不然就没有这一次这么好说了。谢大哥的不杀之恩。汪虎一听到陈峰的话，心里面顿时就是一下，差点眼泪都要下来了。妈的，自己抽自己耳光，真不是一般的疼啊！汪虎，你不是男人，你一点骨气都没有。杨红现在简直就是要气死了，看着汪虎的眼神都要喷出火来了。我想不到我们的兄弟之中竟然有你这种软骨头，你看出了你有谁这么不要脸的？然而杨红愤怒的话刚说完，扑通扑通的几声，他的几个小弟却是直接就跪了。第105气死杨红。扑通扑通，杨红的话刚说完，他几个的手下却是直接跪倒了地上，直接啪啪啪的抽起了自己的耳光，对着陈峰求饶了起来。看着这一情况，杨红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呆滞了起来，双眼也是瞪得巨大。打脸！杨红的小弟现在的行为无疑是狠狠的在杨红的脸上狠狠的抽了一下，而且还是有的鞋底来抽的，抽得他晕头转向，直接就懵逼了。大哥大嫂，我错了，求你们放我一马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是傻逼，我脑子有坑，我不该招惹你们。大哥大嫂，你们两位看在我脑子有病的份上，就放我一次吧。几个小弟跪倒在了陈峰的面前之后，啪啪啪的不停的抽着自己的耳光，而且还不停的向着陈峰求情了起来，情形看起来滑稽无比。刚刚还嚣张无比的几个小混混，转眼间全都变成了磕头虫一样，磕头求饶。陈峰看着这一幕，心里也是有些惊愕的。丫的，老子还没有发威呢，你们这些渣渣竟然就全都给跪了，这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混蛋，你们都在干什么？杨红回过神来之后，双眼一下子就变得通红了起来，他死死地盯着几个跪在地上的小弟，也顾不上脖子上伤口的剧痛了，对着这些小弟就是破口大骂了起来。你们这是想要背叛胡老大吗？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回去会被胡老大扒了几门的皮？杨红感觉自己简直就要爆炸了，尼玛这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手下的人竟然全都不管他了，一个个都叛变。老子平时对你们不好吗？吃香的喝辣的，女人也不会少，都快把你们这些王八蛋当爷爷供起来了，现在你们竟然齐齐叛变于我，你特么的还有没有一点子良心？几个小弟一听杨红的话，不由得停了下来，哭丧着脸看着杨红说道：杨哥，我们现在这样子有可能会被胡老大教训，但是我们不跪就有可能挨刀啊。杨哥，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们不想做跟你一样的傻逼啊，杨哥。几个小弟们全都是一脸苦逼的对着他杨红说道，他们心里并不觉得自己的现在做的事情是错的，人嘛，趋吉避凶都是本能啊，人家老汪那么牛逼杠杠的人都给跪了，自己这个小虾米还不跪，那不是找死吗？不错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已经决定了要放你们一条生路了。陈峰听着几个小弟的话，直接就哈哈大笑了出来。如果自己的敌人都是这样的逗逼，那自己就好过多了，可是自己的敌人很多都是阴性毒辣的，你们耻辱耻辱！杨红一听小弟们的话，气得脸色一阵阵的发白，直接的脑子嗡嗡作响，最后眼前一花，喉咙一热，哇的一声，直接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然后他就直接两眼一翻，浑身抽搐了2下，直接就软软的滑倒了下去。气死了！这一情况让的陈峰惊愕了一下，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倒在了地上的杨红，心中很是无语。他想不到这个杨红竟然这么弱鸡，只是气了一下，竟然直接就给气死了。
汪虎眼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蹲下身子，探出手在杨红的鼻息监视了一下，脸色微微一变，震惊无比的说道：“他真的气死了。”汪虎心里面简直有一种荒谬无比的感觉，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杨红竟然就这么躺在这里了，而且还是被自己人给气死了。呵呵，看来不用脏我的手了。陈峰看着躺在地上死翘翘的杨红，却是不屑的笑了一下，就这种心理素质还混什么黑社会，简直笑掉大牙。汪虎一听陈峰的话，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苦笑之色，他也想不到这个杨红竟然这么逗逼，直接就被气死了。无数次听到对砍没被砍死，结果却被自己人给气死了，这简直就是笑话啊！陈峰，他真的死了吗？就在这时候，苏梦扯了一下陈峰的衣服，脸色发白的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杨红，手脚都有些发冷，竟然有人死在了他家里，这让他心里面恐惧无比，而且这事情还和他有关系。这只是个普通少女的她，一时间变得慌乱了起来。死了？不过你别怕，我不会让你有事的。陈峰看着一脸恐惧的苏梦，心里面不由得心疼无比。前世他没有遇到现在的事情，所以陈峰可以肯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自己造成蝴蝶效应造成的。陈峰直接把苏梦抱入了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部，安慰着犹如一只受惊的小鹌鹑一样有些发抖的苏梦。而苏梦却是没有任何的挣扎，而是任由陈峰抱着。现在他需要一个依靠，而那些小混混们这时候只能站在原地定定地看着，他们不敢走，也不敢出声，生怕打扰到陈峰。就连汪虎也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敢动。好了，我来处理一下事情。安慰了一下苏梦之后，陈峰松开了手，稍微镇定了下来的苏梦轻轻地点了点头。陈峰拿出了化骨散，直接撒到了杨红的身上，然后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下，杨红就连衣物都剩不下一点渣渣，直接就气化了。我的天，这到底是什么？汪虎一脸惊骇地看着杨红的尸体消失不见，心里面惊骇无比，就像是见了鬼一样看着陈峰，狠狠咽了咽口水。他现在越来越看不清陈峰的底细了。嗡嗡嗡！就在这时候，汪虎的手机震动了几下，随后便响起了手机铃声。汪虎下意识地拿出手机，一看手机上面的来电显示胡老大，汪虎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想要直接把电话给挂了。接！然而就在汪虎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陈峰的目光却是看向了他，用一种不可置疑的语气让他接电话。第106，把脖子洗干净了。汪虎很不想接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是他老板胡老大打来的。现在胡老大让他们办的事情他们全都搞砸了，就连杨红都死了。他正纠结着该怎么跟胡老大交代呢，结果现在胡老大就电话来了。汪虎不想接电话，但是这事情却是轮不到他做主。看着陈峰那冷然的眼神，汪虎心里面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的选择了，只能听从这个煞星的要求了，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陈峰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神奇手段，已经把他吓得不轻了，根本就不敢跟陈峰作对，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之后，直接就接通了电话。老大，您怎么给我打电话了？汪虎现在心里面忐忑无比，一想到胡老大的心狠手辣和牛逼本事，他心里面就有些发怂，就像是看到了自己回去之后被胡老大收拾的场景了。虽然这事情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都是因为忽然跳出来陈峰这么一个煞星，但是胡老大可不一定会听他的解释。汪虎，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我这边的贵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震得汪虎耳朵嗡嗡作响。胡老大，我这边出了一点意外。汪虎瞥了一眼陈峰，有些犹豫地说道，好像生怕陈峰会忽然发作把他弄死一样。显然他被陈峰的狠辣手段给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什么？出了意外？电话那头的胡老大一听汪虎的话，200多斤的身躯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脸色难看地对着汪虎吼道，你个废物东西，那没多人去抓一个小女生竟然还出意外，你他妈搞什么鬼？你们出发之前怎么跟老子保证的？杨红那个废物呢？胡老大对于汪虎没有办好事情非常的愤怒，这次事情可是一个贵公子让他办的，如果事情办好了，他就可是搭上对方的大船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有着无穷好处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事情却是没有办好。杨红，汪虎一听胡老大的话，犹豫了一下，道，杨红他已经死了。什么？杨红死了？胡老大一听汪虎的话，声音一下子就变大了几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红为什么会死？杨红虽然不是他手下最厉害的一批打手，但是也是精英了，现在忽然听到杨红死了，这让的胡老大很是难以置信。
杨红明明只是去抓一个毫无背景的高中女生，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呢？这事情也太不正常了一点吧。他被气死的，虽然这事情很是不可思议，但是汪虎觉得自己还是要如实报告给胡老大听才行，让他震惊一下。气死的，你这话什么意思？胡老大一听汪虎的话，整个人都呆了一下，随后便是一脸不可思议的问道：杨红是被气死的？尼玛，这是什么看情况？就是被气得吐血身亡了。汪虎嘴角抽搐了一下，心里面也有些发虚。其实杨红被气死，他也是有着很大的责任的。卧槽，不可能吧？假的吧？胡老大表示不相信。尼玛，这太不科学了。如果你说杨红和人对砍被砍死了，他倒是能够接受，但是你说什么被气得吐血身亡了，他确实不相信的。你当这是电视剧呢？这是怎的？千真万确。汪虎一脸认真的说道。这下子胡老大沉默了，他不认为汪虎有胆子敢拿自己开涮。既然汪虎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说明这事情是真的了。杨红是真的被气死了，谁做的？老子和他没完。过了好一会儿，胡老大才回过神来，咬了咬牙，一脸阴沉的说道。汪虎一听这话，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因为这事情就是他们几个做的呀。然而就在这时候，陈峰却是直接一把夺过了汪虎手里的手机，淡淡说道：我做的，你有什么指教吗？你是谁？忽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胡老大顿时一惊。汪虎呢？你和汪虎什么关系？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是要取你狗头的人就行了。陈峰冷笑了一下，淡淡的说道。取我狗头？胡老大一听这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眼里就露出了一抹凶光，哈哈笑道：有种，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还是得说一声你有种。你是这胡老大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敢说要取我狗头的人。呵呵，放心好了，这是你最后一听到的。陈峰冷笑了一下，你现在可以去洗干净脖子了，等下午就回去找你的。说完，陈峰直接就电话给挂了。现在看来，这个所谓的胡老大或许就是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了。对于这个敢对自己妹子下黑手的人，陈峰是不会让他活下去的。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苏梦够警惕，而且及时打电话给自己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操！而另一边，胡老大看着已经被挂掉的电话，脸色愤怒无比，直接就把手里的手机直接就砸在了地上，砰的一声，直接把手机给砸得四分五裂。有种，有种，老子等着你来！你要是不来是孙子！对于陈峰赤裸裸的威胁，胡老大心里面的怒火就像是被引爆了的火山一样，怎么也压抑不住。他对着门口大吼，让小弟们滚进来，开始通知他的精英打手，他要等着陈峰上门。胡老大怒发冲冠，而汪虎等人却是一脸震惊的看着陈峰，这位大神竟然想要去找胡老大的麻烦。尼玛，这是疯了的节奏吗？你知不知道胡老大有多可怕？胡老大手下可是有着无数打手的啊，那些打手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渣渣一样你可以轻易干趴下的。而且据传闻，胡老大手下有着一位神秘无比的武林高手，听着这个高手已经练出了内力，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付的。虽然大爷你很牛逼，但是你不可能比练出了内力的武林高手牛逼吧？第107，要么死，要么服从。汪虎等人觉得陈峰现在这是疯了的节奏，他竟然敢去挑战胡老大，这不是妥妥的找死的节奏吗？胡老大是谁？那可是江城道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你小子很能打是不错，但是人家胡老大的手下可是有一大群能打的呀，而且小道传闻胡老大的身边可是有着一个武林高手的。胡老大之所以有着现在的地位，都是因为他身边有着那个神秘高手。每当胡老大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神秘高手就会出现。不过对于这件事情，几个打手混混和汪虎都没有多说什么。在他们看来，陈峰既然要去送死，他们自然是不会阻止的，甚至他们还巴不得陈峰现在就被胡老大给乱刀砍死呢。现在他们很陈峰可不是一伙的。几个小弟相互看了一眼，而后一个人一脸讨好的看着陈峰说道：那个大哥，我们现在已经下跪道歉了，您老人家是不是可以放过我们了？这个家伙一说完，其余几个同样是一脸紧张的看着陈峰，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人敢不在陈峰允许之前离开，毕竟汪虎都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几个渣渣自然是不敢做的，他们可是很怕死的。要是这位爷一不高兴，直接把他的脖子一抹，他们那时哭都没有地方哭啊！放过你们！陈峰一听几个人的话，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目光在几人的身上打量了起来。他的目光看到谁，谁就是犹如被一把锋利的刀子刺在了肌肤一样，感到一阵的刺痛。
整个人都是不由得后退了一下。这种感觉让的几个小混混打手心里面一阵惊骇，他们想不到陈峰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眼神，即使是胡老大生气的时候，眼神也没有陈峰这个似笑非笑的等于眼神那么可怕。大哥，我们真的知错了，您就饶了我们一次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只要您饶了我们这一次，他们以后绝对不会找您的麻烦。最先开口的小混混一脸忐忑地看着陈峰，虽然陈峰之前说过了饶他们一命，但是他们真怕陈峰忽然翻脸。如果陈峰真的翻脸，那他们也是没有丝毫的办法的。他们可不认为自己几个渣渣能够和鬼魅一般的陈峰对着干，和陈峰作对，只会死得更惨。饶你们一条狗命可以。陈峰看着几个忐忑无比的打手，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几个打手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是如蒙大赦，激动无比，当场就对着陈峰咚咚的磕了几个响头，感谢陈峰。不过他们搞的还是太早了，死罪可免，活罪却不行。陈峰看着几个人激动无比的样子，心里面冷笑了一下，淡淡的说道：从现在开始，你们需要给我卖命。什么？让我们给你卖命？几个小混混一听陈峰的话，神色不由得一僵，猛地抬起头来，惊愕无比的看着陈峰。他们原本以为这事情已经就这么过去了，但是现在一看，显然不是这样啊。怎么？你们不愿意？陈峰看着几人吃惊的表情，他却是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不是，大哥。这个汪虎对于陈峰的要求也是很吃惊，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峰竟然提出了这么一个出乎他意料的要求，要他们给这个年轻人卖命。说实在的，这事情汪虎很难接受的了。他们现在迫于陈峰强大，他们打算认栽了，但是让他们给陈峰卖命，他们还是有些难以接受的。有什么问题？陈峰看着他，淡淡的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给我效命，要么去死，2选1。听到陈峰的话，汪虎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大哥，您是很牛逼，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给您效命，但是我现在在给胡老大效命，如果我转投到您的手下的话，那胡老大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对，老王说的没错，如果我们跟着您的话，那胡老大也不会放过我们的。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和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才是几个小弟最担心的地方。胡老大给他的阴影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根本就不敢答应陈峰。胡老大，放心，他活不过今天。陈峰看着他们几个淡淡的说道：想要动我的女人，我是不会放过他的。陈峰的语气虽然很平淡，但是却给人一种霸道坚定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样。汪虎几人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是脸色一僵，不知道陈峰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说这种话。你知道胡老大在江城到底什么地位吗？废话少说，一人吃一颗。陈峰懒得和这几个人多说废话，他直接就拿出了一瓶噬魂散，直接扔完了丧汪虎，让他一份分1颗。大哥，这个是什么啊？汪虎看到陈峰给他的东西，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这东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废话那么多干什么？不想活了吗？陈峰哪里有什么心思和他解释，脸色一沉，冷冷的呵斥道：如果谁想立刻就死，哪里可以不吃？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死无全尸。几个小弟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觉得浑身一阵发寒，腿肚子都不由自主的颤抖了一下，他们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机。显然陈峰说让他们死无全尸并不是开玩笑的，一想到杨红辉都不剩下的恐怖情景，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最后一咬牙，直接就将汪虎分到他们手里的小药丸直接就塞进了自己口里。噬魂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几个人吃了之后，立刻就经历了生不如死的折磨，直接倒在地上哀嚎惨叫了起来。那模样吓得苏梦和还没有吃的汪虎也是一阵阵的脸色发白，眼看差不多让他知道了噬魂散的恐怖了。陈峰立刻拿出临时解药让汪虎给他们服了下去，解药一下去，几个人立刻就好了，只是人人的脸色都是满满的恐惧后怕之色。刚才那种灵魂被灼烧的痛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髓里，稍微一想，他们就觉得身子情不自禁地发抖了起来。第108武林高手，我也是。汪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几个兄弟全都是一脸可怕的斑纹，就像是被人用力捏着蛋蛋一样，躺在地上哀嚎呻吟，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会死过去一样。那场面犹如地狱一般恐怖吓人。这一刻，汪虎对于陈峰更加的畏惧了，发自心底的畏惧。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年轻人，他强大而神秘。汪虎在庆幸自己之前还好识相，早早的认怂了。要是硬是要和陈峰作对，
自己现在是不是也是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了呢？不，或许全尸都没有了，肯定是被陈峰不知道用那种可怕的药粉，直接就把他给气化了。一想到这个，汪虎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事情太可怕了。几个打手吃了陈峰给的解药之后，终于好了，一个个有种地狱到了天堂的感觉，心有余悸地看着陈峰，眼神之中有种浓浓的恐惧之色。陈峰对于这些人眼里的恐惧之色非常的满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这些人知道了自己的厉害，他们才能够为自己所用。就算是这人心里再不服气，为了活命，也只能乖乖的听从自己的话。你也吃一颗。陈峰面无表情地看着汪虎，让他也吃一枚噬魂散。大哥，我要吃吗？不用了吧。汪虎一听陈峰的话，腿肚子不由得一抖，眼里闪过一丝惊恐之色，慌忙的后退了2步，一脸恐惧地看着陈峰。让你吃你就吃。陈峰眼神一凛，就像是一把刀子一样落在了汪虎的脸上。他之所以肯饶这些人一命，就是想要控制他们。不吃噬魂散怎么行？虽然陈峰认为自己即使不用噬魂散也能够控制这些人，但是为了避免麻烦，还是让他一人吃一颗好了。这样一来，他们想要背叛也不可能了，除非他们不怕死。咕咚！汪虎一听陈峰的话，咕咚的咽了一口口水，心里面苦涩无比。他现在真是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妈的，自己怎么就那么苦逼呢？竟然碰到了这么一个煞星，现在更是被逼着吃这种可怕的东西。刚才几个小混混的惨状可是让他记忆犹新的，想想就发毛。但是现在自己却要吃这种可怕的东西，汪虎心里不由得有些打鼓，脚步动了一下。他想跑路，他不想吃这种可怕的东西。你可以尝试着逃一下。陈峰看着汪虎有跑路的意思，脸上浮起一抹不屑的笑容，淡淡的说道：不过你要是逃不过我的追杀，那你就会比杨红死得更惨。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汪虎一听陈峰的话，嘴角抽搐了一下，心里面暗骂陈峰狗日的，这尼玛是在逼自己啊！老汪，你可不能丢下兄弟我们几个呀！而就在这时候，那几个吃过了噬魂散的打手混混们，却是直接把汪虎围了起来，脸色不善地看着他。卧槽！汪虎见到这一幕，差点就忍不住骂娘了。这些混蛋，这是要拖他下水啊！这一情况，也让得汪虎知道自己想要开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他现在要是想跑，不说陈峰，就连几个打手也不会放过他的。很简单的道理，他们都已经吃了噬魂散了，汪虎和他们是一伙的，怎么可以不吃呢？俗话说有难同当嘛。几个人都是虎视眈眈的看着汪虎，快速的进入了角色，成为了陈峰的忠实狗腿子。哈哈，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逃跑呢？能够为您效力，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汪虎心里面恨得牙根痒痒，但是脸上却是一副笑容，笑的就像是一朵狗尾巴花一样灿烂。哼，那就好。陈峰看着汪虎的样子，他也知道这个汪虎心里面肯定是不会甘心的，但是他却不会在意，只要噬魂散一吃，你不甘心也得甘心。陈峰直接就把噬魂散塞到了他汪虎的手里，让他吃。汪虎拿着陈峰给他的噬魂散，脸色纠结，颤抖着手把噬魂散塞入了嘴里。啊，让我去死吧，杀了我吧！噬魂散一发作，汪虎立刻就躺在地上不停的打滚哀嚎，那声音真是凄惨无比。几个打手看着这一幕，都是情不自禁的颤抖了一下，想起了刚才那种让他们生不如死的可怕感觉。过了好一会儿，陈峰觉得这个汪虎大概知道这是魂散的可怕了，才给了他的一枚阶段性解药，让一个混混给他喂了下去。吃了解药之后，汪虎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如果你们不想以后天天受到这种折磨的话，就乖乖的听从我的命令。陈峰看着惊魂未定的汪虎，淡淡的说道：我们一定到大哥唯命是从，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几个小弟们一听陈峰的话，直接就跪了，对着陈峰大喊了起来。他们是再也不想体验这种感觉了，那还不如直接一刀把他们给杀了。陈峰看着几人恭恭敬敬的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这几个人不咋地，但是现在给自己打下手还是可以的，加上黑狼那一帮人，自己手下也算是有一帮能砍能杀的小弟了。胡老大在哪里？你们现在立刻带我过去。陈峰现在就想要把胡老大给弄死了，敢对苏梦下手，不管他是谁，陈峰都要把他狗头给打爆。大哥，你真的要去找胡老大？陈峰的话一出，汪虎脸上的神色一下子急了。他现在可不想陈峰去找胡老大，他怕陈峰被胡老大给弄死了。不是他真的忠心于陈峰了，而是陈峰一死，就没人能够解释魂散的毒了。现在可以说他和陈峰的小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了。
他绝对不想看着陈峰完蛋的。当然，陈峰要是彻底的帮他解了噬魂散的毒，陈峰死不死和他都没有关系了。怎么？你有意见？陈峰看了汪虎一眼。不，我不敢有意见。汪虎哪里敢有意见？他一脸焦急地说道：胡老大的手下高手众多，甚至可能有着武林高手坐镇，所以我们不能够轻举妄动。武林高手？陈峰闻言呵呵一笑，我也是武林高手。第109豆腐渣工程，我也是武林高手。汪虎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是无语了。大哥，咋能不吹牛逼吗？大哥，可能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汪虎觉得陈峰一定是没有理解自己所说的武林高手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存在，所以他一脸认真的对着陈峰说道：我说的武林高手可不是那种练散打跆拳道这些花拳绣腿的人，我说的武林高手是那种修习中华古武术的牛逼人物，他们可都是修炼出了内力真气的，一巴掌能够把一块石碑都给我震碎那种。内力真气？陈峰这下子倒是有好奇了，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那些能够飞檐走壁的人？汪虎一看陈峰的样子，还以为陈峰真的怕了，心里面松了一口气。他是真怕陈峰真的不知死活，直接就贸然挑战胡老大，那样会死得很惨的。陈峰死了，他们也会很惨的。对，就是那种能够飞檐走壁、开碑裂石的牛逼人物。汪虎对着陈峰猛地点头，虽然我也承认大哥您很牛逼，但是我觉得您和那些人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去找胡老大的好，不然就有可能自投罗网了。之前陈峰可是让胡老大洗干净脖子等着的。汪虎知道，以胡老大的性子，现在肯定是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陈峰送上门来呢。飞檐走壁，开碑裂石，这很厉害。然而让汪虎愕然的是，陈峰听了他的话之后，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笑容，淡淡的说道：这些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雕虫小技罢了。一听陈峰的话，汪虎觉得自己的耳朵一定是出了问题了。飞檐走壁对于普通人来说可是只存在影视作品之中的啊，是大高手啊。但是现在这样牛逼的事情到了陈峰嘴里却成了雕虫小技，这就让的汪虎难以接受了。哥，我承认你很牛逼，你一个能够打我10个，但是你再牛逼你也不能够飞檐走壁，对不对？所以咱能不吹牛逼了吗？咱能好好说话吗？大哥，咱好好说话。汪虎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神色，他觉得陈峰是在吹牛逼，但是他却不敢当面说出来，所以这就尴尬了。你认为我在吹牛逼？陈峰看着汪虎的样子，哪里能不知道这货心里面在想什么，脸上露出了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他。没有的事情。大哥您这样牛逼，怎么可能会是在吹牛呢？汪虎心里说，你不吹牛，这世上就没有人吹牛了，但是嘴上却是说着另一番话。呵呵。陈峰看了一眼他，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看来自己需要好好震慑一番这小子才行了呀，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的牛逼。正好自己昨天网上抽到了2本技能书，现在正好可以用得上了。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陈峰走到了墙角边上，二话不说，直接抬起右手，食指直接往墙上一戳，嗤的一声，食指直接就在墙上戳出来了一个大洞，就像是在戳豆腐渣一样。死！汪虎等人原本还一脸疑惑的想要看看陈峰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当他们看到陈峰直接用食指在墙上戳出来一个洞的时候，顿时就是狠狠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看都快要瞪得掉出来了。卧槽，真的假的？我的天，这墙一定是假的吧？这是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都没这么夸张啊！几个小弟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神惊骇的看着陈峰，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汪虎从震惊之中回过神了，猛地朝着陈峰冲了过去。这事情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他不相信。只是当他走过去一看，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被陈峰用手指头戳出来的洞，并且用拳头砸了砸墙壁之后，他就不得不相信这事情是真的。大哥，我哥你跪了！汪虎一脸扑通一声，直接就给陈峰跪了，激动无比的抱着陈峰的大腿。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太夸张了，实在是太夸张了。不仅仅是汪虎等人，就连苏梦也是捂着小嘴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陈峰。这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了，太让人震撼了，直接用手指头在坚硬无比墙上戳出来一个洞，这已经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了吧？难不成陈峰是怪物不成？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啊。陈峰看着众人崇拜的眼神，心里面得意无比，直接又用手指在墙上戳了一个洞，淡淡的说道：
就是这么轻轻一戳就可以了。噗！陈峰回答，让得汪虎等人齐齐吐血。麻蛋，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就这么轻轻一戳就可以了？你真当我读书少就可以随便欺负啊？要是真的可以这么容易的话，我们还会这么震惊吗？陈峰此时脑海里不停地响起装逼成功的提示声，装逼打脸值哗啦啦的往上涨，这让得他心里面美滋滋的。这一波比装的实在。大哥，难不成您是传说中的鼓舞者？汪虎强压心头的震惊，看着陈峰一脸惊讶地问道。传闻但凡是鼓舞者，都是修炼强大的功法，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的牛逼本事。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是鼓舞者的话，那这事情也就可以接受了。鼓舞者？陈峰闻言摇了摇头，淡淡的说道，我不是什么鼓舞者，我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而已。普通高中生？老子信你就是见了鬼了。汪虎对于陈峰的回答，那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相信的。陈峰的回答在他看来只不过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而已。不过既然陈峰不回答，他自然也不好多说问了。好了，废话少说，现在你可以带我去找那什么胡老大了吧？陈峰懒得和汪虎多说了，他现在只想着把那胡老大的狗头给打爆，一脸不凡的催促道。胡老大的现在应该在他的大本营里，如果大哥你想找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汪虎听到陈峰的话，稍微一咬牙，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事情他是逃不掉了，只能咬牙答应陈峰了。不过陈峰所表现出来的牛逼本事，还是让他心里面松了一口气。D110拿女儿当赌注的父亲，如果可是，汪虎是一点也不想和胡老大的作对的，因为他知道胡老大有多么的可怕。胡老大在江城那可是黑白通吃的牛逼的人物，自己去和他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现在事情却是由不得他做主，即使他再怎么不想，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陈峰这个大煞星逼着他上。他现在被陈峰逼着吃下了噬魂散，只能任由陈峰摆布了。不过看了陈峰一手指头就把墙壁给戳出来一个大洞之后，他心里面却是镇定了不少。在他看来，陈峰绝对是传说中的牛逼鼓舞者，既然有这么一尊大神坐镇，那他就没有什么好担心了得了。所以他直接就把他知道的关于胡老大的事情一股脑的说给了陈峰听。胡老大现在应该就在他的大本营里，我听说他今天要接待一个贵客。汪虎竹筒倒豆子一样对着陈峰说道，如果我们现在过去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陈峰闻言点了点头，听了汪虎的话之后，他对于这个胡老大有了一些了解。总之这人就是道上的一个大哥，而且还是背景关系很硬的那种牛逼人物，手下小弟无数，产业也非常大，什么夜场赌场酒店都有经营。我爸在哪里？他怎么样了？听了汪虎的话之后，苏梦却是忽然出声问了起来。你爸？陈峰到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还没有弄清楚的呢，现在一听苏梦的话，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讶之色。这事情怎么还牵扯到了苏梦的父亲了？你爸他现在还被关在胡老大的肠子里。汪虎有些忐忑地说道，因为苏梦的老爸就是被他关起来的，他怕苏梦一个火气直接就让陈峰把自己给灭了，所以连忙说道，你爸现在其实很会，只是欠了大堆债而已。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了，这事情既然牵扯到了苏梦的父亲，陈峰自然是让汪虎把事情都给说清楚了。陈峰既然已经让自己把事情说清楚了，汪虎哪里敢犹豫，立刻就是一五一十的把事情都给说清楚了。而当汪虎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苏梦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了起来，气得脸色都有些发白了。而陈峰则是微的眯起了眼睛。事情很简单，就是苏梦的父亲被朋友邀请去赌场玩几把，然后输的底裤都没有了，和大多数赌徒一样，输了钱之后，苏恒不甘心，想要回本，然后就找赌场的人借钱了，然后又输了一个精光，输红了眼的苏恒想要回本，直接把房子都给抵押了出去，向赌场的人借钱。毫无意外，最后还是输了。到了最后，已经彻底红了眼的苏恒，在有心人的怂恿之下，竟然丧心病狂的用自己的女儿当起了抵押，向赌场借了1000万。最终的结果就是这1000万也输了。到了最后，苏恒才回过了神来，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已经输光了一切，而且还欠下了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赌场的人可不管你还不还得起，他们只要钱。既然苏恒还不起，那只好抓他女儿苏梦了。陈峰对于这个事情很是愤怒，因为这和前世的悲剧何其相似。前世苏恒就是因为烂赌，被刘振强设计的诡计给陷了进去，最后苏梦为了来救他，从而被逼着答应嫁给刘振强。陈峰原本以为这辈子刘振强父子被他给玩完了，这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苏恒到头来还是要坑自己女儿一把，竟然用自己女儿来做赌注，这人简直就是垃圾到了极点。
苏梦的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绝望的神色。他想不到苏恒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以前他只觉得自己的父亲很不像样，但是起码还有一点底线。但是现在苏恒做的事情，却让他心里面一下子就绝望了。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陈峰看着苏梦眼里的悲伤之色，只觉得心痛无比，赶紧轻声安慰了起来。他已经发过誓了，这辈子绝不让任何一个人伤害到这个天使一般的女孩。现在这个胡老大已经成功的让他起了杀心了。我相信你。苏梦看着陈峰一脸关心的神色，只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在这一刻，他才知道陈峰在他心里面竟然占据了这么大的位置。有了陈峰的这一句话，他的心一下子就镇定了下来。带路陈峰安慰了一下苏梦之后，冷着脸对汪虎说道：我倒要去会会那什么狗屁胡老大，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手遮天，竟然还敢算计我女人。陈峰知道这事情其实苏恒被有心人蛊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这个幕后黑手是谁自然就不用说了，肯定和这个胡老大脱不了干系。好，汪虎看着陈峰冷着一张脸，哪里还敢犹豫啊，立刻就在前面带起了头。另外几个小弟也是麻溜的在前面给陈峰开路。汪虎几人走在前面，陈峰牵着苏梦的手跟在后面，很快就下了楼。你会不会开车？下了楼，陈峰对着汪虎问道。会的。汪虎忙不迭的点头。开车。陈峰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宾利，然后直接把钥匙给了他，让他给自己开车。宾利，大哥果然不是普通人啊，难道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汪虎看着陈峰指着的车子，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讶之色，心里面对于陈峰的身份猜疑更加的深了。陈峰的年纪一看就不大，但是却能够开得起几百万的车子，显然家世不简单，鬼怪不得这么厉害呢。这下子汪虎心里面对于陈峰的敬畏更加的深了。不过要是让他知道这车是别人送给陈峰的，他会是一个什么表情？汪虎不敢迟疑多想，小跑着朝着宾利车走了过去，把车子开了过来，然后恭恭敬敬地给陈峰和苏梦打开车门。然两人上了车之后，从迅速回到驾驶座，启动了车子，驶出了小区。而剩下的那几个小弟则是直接上了他们开来的面包车，赶紧跟了上去。第111胡老大，江城君来悦娱乐会所，这是江城最大的娱乐会所之一，名声赫赫的萧金窟。据说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提供不了的服务。关于君来乐会所的老板有着很多传闻，但是却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这个会所的真正幕后老板是谁。只是所有人都知道，即使经历了无数次扫黄打黑，这家娱乐会所依旧是屹立不倒，可见他背后老板的权势之大。君来乐会所地下2层，一间装饰的金碧辉煌的包厢里，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条拇指粗细的大金链的光头中年男人，正脸色阴沉地坐在柔软的大沙发之上，眼神阴郁地看着眼前一个战战赫赫的西装年轻男人。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光头男人狠狠地吸了一口手里的雪茄，语气冰冷地对着西装男子说道，他的眼里有着明显的火光在跳动。胡老大能不火吗？他叱咤江城的胡老大，竟然被人威胁说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他要是不火，那就是见鬼了。自从他混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之后，就再也没有受到过如此侮辱了。没错，陈峰的威胁在心狠手辣脾气暴躁的胡老大看来，就是在侮辱他。如果不把那小子给千刀万剐的了，他是绝对不能消得了这口气的。老板，我们试着联系了几次杨红，绝对都没有联系得上。看来杨红是真的被人除掉了。西装男语气谨慎地对着胡老大说道，他现在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胡老大的怒火，所以他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让的胡老大一生气，直接就把火气撒到他的身上。砰！胡老大一听西装男的话，猛一脚将身前的一张茶几给踢翻了。有种，竟然敢对我胡老大的人下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胡老大现在恨不得直接把陈峰给弄死，但是现在他都不知道陈峰的底细，所以也只能想想而已。所以他强忍着怒气道，汪虎联系上了没有？那个女人抓来没有？虽然汪虎知道抓到那个人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但是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毕竟这件事情是他恩主的儿子拜托自己办的事情，如果这点事情他都办不好的话，他会很丢脸的。没有联系上。汪虎他们电话虽然打得通，但是却没有人接电话。西装男如实禀报道，废物东西，回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胡老大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两个高手去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高中女生，不仅没有把人带回来，甚至还死了一个，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不过胡老大也知道自己现在即使再怎么生气也没有用，所以他也只能够强忍住自己的火气，对着西装男吩咐道，你让手下的兄弟注意警戒，不要让人有了可乘之机。还有，
接着派人去把那个苏恒的女儿给我抓来的，告诉他，如果他不来，那他老子就死定了。胡老大虽然并不认为那个在电话里威胁自己的小子会真的来，但是生性谨慎的他还是让小弟们严防死守，只要那小子一出现，他一定要亲自把他给送去极乐世界。是，我这就办。西装男一听胡老大话，立刻应了一声，就出包厢去办事。而就在这个西装男一出包厢，门口立刻就匆匆忙忙的走进了一个年轻男人。这个年轻男人一走到胡老大的身前，立刻对着他说道：“大哥，宋少来了，小凯来了。”胡老大一听到这个年轻的人的话，立刻就站了起来，说道：“小凯在哪里？”“就在天字号包厢。”年轻人回答道。天字号包厢一直都是留给胡老大非常看重的客人的。胡老大一听在天字号包厢，立刻满意的点了点头，直接就走出了包厢，来到了天字号包厢门口，敲了敲门之后就走了进去。一进门，胡老大立刻就换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对着一个正大马金刀的坐在一张巨大的如沙发上的年轻人笑着说道：“小凯，你可算有时间来你胡叔叔这里玩了，我都以为你不认我这个叔了呢。”这个坐在沙发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宋凯。宋凯一看到胡老大进来，立刻站了起来，笑着迎了上去：“看胡叔你说的，我这不是不好意思打扰胡叔你吗？你毕竟也是一个的人了。”哈哈，坐。胡老大一脸笑容的让宋凯坐下，然后转过头对着一个美女服务员呵斥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给宋少服务？”“好的。”这个服务员被胡老大一声呵斥顿时吓得脸色一白，立刻跑到了宋凯的身后，开始给他揉肩。宋凯享受着这个美女服务柔软的小手给自己服务，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心头一阵荡漾。最后他赶紧站起来，直接一把将美女服务员给抱了起来：“来，到哥哥怀里来。”面对宋凯忽如其来的动作，这个美女服务员吓得顿时就是惊呼了起来。然而这时候胡老大却是颜色阴沉的看了他一眼，他立刻就吓得闭上了嘴巴，只是眼里却有种浓浓的委屈之色，敢怒不敢言。对于这一情况，宋凯心里面很是得意，对着怀里的美女服务员，最后甚至把手了。服务员的身子颤抖了起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却不敢出声，只能死死咬着嘴唇，忍受着屈辱。胡老大看着眼前这一幕，就像是没有看见一样，对于被宋凯把玩这个美女服务员，心里毫不在意。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被他用一些手段逼着在这里工作的而已，和货物差不多。对了，胡叔，我拜托你帮我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苏梦抓来了吗？宋凯一只手不顾怀里女人的感受，狠狠地在一边一脸期待地对着胡老大问道：“那个女人是我一定要得到的。”一想到苏梦，想到苏梦那天使脸庞和魔鬼身材，还有那犹如幽莲一样的气质，宋凯眼里就有着浓浓的邪火在跳动，他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第112宋凯的野望。宋凯对于苏梦早就已经觊觎已久，以前只是因为他知道陈峰也在追苏梦，且那时陈峰如日中天，他不敢和陈峰明着争而已。现在陈峰已经失势了，宋凯他的胆子一下子就肥了起来，开始谋划着对苏梦下手了，而且对苏梦下手还能够彻底把陈峰踩在脚底之下，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箭双雕，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不止一次幻想这能够把当着陈峰的面玩苏梦，把这个一直和自己作对的王八蛋的尊严都给踩到泥土里去。而现在他看到了这个希望，他觉得自己可以得到苏梦了，而且不仅仅是能够得到苏梦，他还能做借着这一次机会彻底的把陈峰给打击的一蹶不振。只要有胡老大帮忙，宋凯觉得这事情一定是十拿九稳的，他的一帮狗头军师给他出的主意，他觉得一定能够成功。小凯你放心，这事情你胡叔我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抱得美人归好了。这种事情我们的人早就轻车熟路了。胡老大一听宋凯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笑着对他说道，只是他这一丝笑容里有着一丝尴尬，毕竟这事情出了一些意外，现在苏梦并没有落到他们的手里，不过他也没有太在意，行动之前他就已经调查清楚了，苏梦只不过是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只要他一出手，苏梦肯等是跑不掉的，而且他也不认为电话里那个小子能够坏自己的好事。在这江城的1亩3分地之上，能够和他胡老大作对的人可不多，那些人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绝对不包括电话里那个无名小子。哈哈，那我就要多谢胡叔你了，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让胡叔你白忙活的。宋凯并没有注意到胡老大脸上的那一抹尴尬之色，听到胡老大的保证之后，顿时就是哈哈大笑了起来，双手用力的在怀里的美女的身上揉捏，最后就像是忍受不住了一样，直接就把妹子抱了起来。那个胡叔，借你休息室一用，
服务员妹子被宋凯猛地抱了来，顿时就是吓得脸色大变，用力挣扎了起来，一不小心指甲一下子就划到了宋凯的脸上，直接就让的宋凯小白脸上出现了一道红印。宋凯痛呼一声，最后直接挣脱了宋凯，想要跑，但是却被一个一直站在胡老大身后的壮汉一下子就拉住了。啪！这个妹子的举动让的宋凯觉得自己丢了面子，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了起来，走过去反手就是一巴掌，直接抽在了这个妹子的脸上，直接让的妹子的脸上出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你个臭婊子，竟然抓老子！宋凯狠狠地扇了一巴掌这个妹子之后，直接就扯着她的头发，直接一把就把她给扯了过来，脸色铁青的怒吼道：老子想玩你那是你的福气，给脸不要脸是吧？信不信老子弄死你？宋凯心里面愤怒无比，竟然被一个服务员给抓破了脸，这对于他来说简直请举出耻辱。他的脸昨天被陈峰狠抽了几巴掌，现在才刚刚消肿下去，结果又被人给抓了，这让他很是抓狂。他的小白脸可是金贵无比的，现在却接连受伤。服务员妹子被这一巴掌直接就给打得懵了，等到宋凯扯他的头发的时候，他才回过了神来，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顿时就吓得脸色惊恐哭了起来，不停地对着宋凯求饶。但是宋凯依旧一点也没有放过他的意思，直接就把这几天受到的窝囊气全都给撒到了这个可怜的服务员身上。怕怕有事两巴掌直接就把服务员妹子抽得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对于这一切，一旁的胡老大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任由宋凯在哪里虐待自己的服务员妹子。对于他来说，这个服务员妹子就和一条母狗没有什么区别，他只不过是因为家里欠了他大笔钱之后，直接卖给了自己的东西而已。别说宋凯只是打几下了，就算是宋凯现在当场把这个妹子凌辱了，他也不会在意多说任何一句。胡说，借我休息室一用，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开眼臭婊子。宋凯狠狠地虐待了一番这个服务员妹子之后，感觉自己火气出的差不多了，一脸邪笑地对着胡老大说道：哈哈，没问题，你好好玩。胡老大一听宋凯的话，不由得哈哈一笑，对着他说道：如果不够，我可是让人给你再送2个新到的妹子去，这感情好。宋凯一听胡老大的话，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直接就把早已经梨花带雨的服务员妹子拖了起来，朝着包厢的一间休息室走去，完全不管妹子的挣扎和求饶。这个妹子越是求饶，宋凯反而是越觉得兴奋，得意的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让人去把今天早上新来的2个小妹带过来给小凯送去。胡老大直接对着一个小弟说道。这个小弟一听上老大的话，不敢有任何的犹豫，立刻就去办。胡老大身后的几个小弟看着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幕，眼底深处都有一丝不忍之色，他们都觉得宋凯实在是有些残忍了。不过他们心里面虽然对于宋凯有些不喜，但是他们也只能够在心里面想想罢了。宋凯的身份放在那里，他们自然是不敢多说什么的。胡老大看着宋凯拖着服务员进入了包厢的休息室，脸上的神色很是平静。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做了，所以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很快的，休息室里就响起了宋凯嚣张的笑声和服务员的哭泣求饶声。一听到这个声音，胡老大笑了一下，对着身边的兄弟说道：都到门外去守着，随时听候小凯的命令。几个手下立刻就应了一声，跟在胡老大的身后走出了包厢。而就在这时候，陈峰的宾利车已经在汪虎的亲自驾驶之下，出现在了君来乐的停车场外。第113汪虎归心。汪虎驾驶着陈峰的宾利进入了君来乐的停车场，立刻就有服务员注意到了这边。虽然平时不乏豪车到君来乐，但是对于江城这个3线城市来说，能开得起宾利的人还是非常的少的。停车场的小弟一看到陈峰宾利车进入停车场，立刻就走了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而当宾利车停稳，一个人飞快地从驾驶座上走了下来的时候，这个小弟顿时惊讶了起来。虎哥，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服务员一下子就认出了汪虎，因为汪虎正是这个君来乐会所的负责安保的人。这个小弟看着汪虎走下来之后，麻利无比的走到了后面，大开大了车门，随后一脸恭敬的对着车里面的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便看到一个年轻人就从车上走了下来。这人是谁？竟然让虎哥这么恭敬？难不成是那个大佬家的公子哥吗？服务员小弟看着陈峰从车上走了下来之后，汪虎一直都是一脸讨好的笑容，这让的他一下子就惊讶和无比了起来，看着陈峰的眼神也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色。嘎吱，这时候跟在宾利车后面的一辆面包车也停了下来，几个跟着汪虎一起出去的小弟立刻就从车上走了下来，然后在服务员小弟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之下，这几个小弟一脸恭敬地走到了陈峰的面前。
大声叫道：“峰哥！峰哥！哪里来的峰哥？没见过呀！”服务员小弟看着几个有些眼熟的小弟一起叫陈峰峰哥，心里面的惊讶疑惑顿时就是更浓了。他走了过去，对着汪虎笑着说道：“虎哥，您回来了呀？”对于这个过来的搭话的小弟，汪虎却是正眼都没有看一下，而已笑着对陈峰说道：“峰哥，胡老大那个鳖孙子就在这里面。他平时就是没有什么事情，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这里面的。鳖孙子？虎哥竟然敢说胡老大是鳖孙子？我没有听错吧？”服务员小弟对于汪虎无视自己虽然有些尴尬，但是也不敢有什么想法。只是当他听到汪虎说的话的时候，脸色却是陡然大变，一脸惊惶地看着汪虎：“虎哥，您刚才说了什么？您是在开玩笑吗？”汪虎一听到这个服务员的话，立刻就转头看向了他，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开玩笑？我开什么玩笑？”汪虎对于眼前这个服务员有些眼熟，所以他才有兴趣和说话。如果换一个人，他铁定是鸟都不鸟的。没看到老子在和峰哥说话吗？虎哥，您刚才说胡老板是鳖孙子？服务员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汪虎，在这军来乐，竟然还有人敢骂胡老大？你妈，你确定你是想死了吗？胡老大可是这里的土皇帝，面对他谁都是心惊胆战的，可没有几个人敢骂的。我说错了吗？汪虎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服务员，淡淡地说道：“他胡老大就是一个鳖孙子，我骂错了吗？”听着汪虎的话，再看着他那一脸嚣张的情，服务员呆立当场，他的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了。这虎哥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尼玛的，你这是在找死啊！你这话要是传到了胡老大的耳中，你丫的不死也脱层皮啊！陈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却是呵呵一笑。对于我汪虎这么做的原因，他可是很清楚的。这是在内投名状啊！现在他给陈峰效命，已经算得上背叛了胡老大了。现在他的小命已经完全的捏在了陈峰的手里了。他现在唯一的选择，那就是死命的讨好的陈峰了，要不然只能两头不讨好。在回来的这半个小时内，汪虎已经想明白的了，他现在只有死死的抱着陈峰大腿，才有可能活下去。现在要是陈峰也抛弃他的话，以胡老大的性格，一定会把他给弄死的。虽然陈峰并没有把汪虎放在眼里，但是对于一个这么识相的小弟，他当时很满意的，所以陈峰决定赏他一点狗粮，让他更卖力的给自己咬人，把这个吃了。可是让你身体素质里立竿见影的增强1倍以上，而且还能让你体内一些器械性的暗伤痊愈。陈峰直接把一枚强身健体丸给了汪虎，淡淡的说道：“现在立刻吃掉，等下替我干架。”峰哥，你说的是真的？汪虎看着陈峰给自己的药丸，眼里露出了一抹不敢置信的神色。吃了之后立刻就变强1倍，有没有这么夸张？你是想要质疑我？陈峰见这个小弟竟然敢怀疑自己，顿时就是不高兴了。没有，我怎么敢质疑峰哥您呢？汪虎一看陈峰的脸色不好，顿时吓得差点就尿了，哪里还敢多说，直接就把手里的药丸给一口吃了。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他也不认为陈峰现在是想要整自己。如果陈峰看自己不顺眼，只要不给自己施魂散的解药，自己就得完蛋，根本用不着搞这么多的花样。一口吃掉药丸之后，汪虎立刻感到自己的身体之中爆发出了一阵难以言喻的感觉，燥热无比，丹田之中一股汹涌的澎湃的力量在汹涌，就像是随时要破铁出一样。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汪虎清晰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的变化，脸上露出了惊骇无比神色，心中掀起了一阵阵的惊天骇浪。难道峰哥并没有忽悠自己？这小小的药丸真的能够让自己身体素质增强好几倍？这一刻，汪虎激动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自己这一次可就真的是撞大运了。体内的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汪虎便发现体内的那一股燥热消失了。不过这一股燥热虽然消失了，但是他却感觉到自己身体在这一刻充满了蓬勃的力量。现在汪虎感觉自己能够斩天斩地斩神仙。呼！汪虎一拳挥出，拳头和空气摩擦，直接发出了一阵阵的呼呼声，甚是骇人。谢峰哥，我汪虎从今往后甘愿为峰哥肝脑涂地，效命一辈子。在众人惊掉下巴的眼神之下，汪虎直接扑通一声，直接就跪在了陈峰的面前。第114打到你生活不能自理。汪虎直接当众就陈峰跪了，这一情况让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特别是那个服务于小弟，直接就是懵逼了，一脸惊骇的看着这一幕，就像是见了鬼一样。我的老天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尼玛，这个虎哥是疯了吗？他竟然大庭广众之下直接给一个差不多可以做他儿子的年轻人下跪，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跪得心甘情愿。这世界变化太大，
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节奏了。而那几个吃了噬魂散的小弟们，对于这情况先是愣了一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过来，直接扑通扑通的跪倒在了陈峰的面前，大声高呼了起来：峰哥，我也愿意为您肝脑涂漆赴汤蹈火，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几个小弟们纷纷对着陈峰表忠心，就像是生怕陈峰感觉不到他们的忠心一样。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一脸渴望的看着陈峰，就像是一只饿极了狗在盼着主人给他们喂食一样。他们之所以这么积极，自然是为了得到陈峰给汪虎的那种强身健体丸了。汪虎吃了之后，立刻就变得更强了，这简直就是神药啊！像他们这种整天打打杀杀的人，自然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强的，因为只有自己变强了，才有可能活得下去，活得更潇洒。而现在，这一切眼前这个峰哥就可以给他们，只要陈峰能够让他们变强，别说什么给陈峰跪了，就是陈峰让他们脱了裤子在街上裸奔，他们也毫不犹豫。我觉得我现在一定是在做梦。小弟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自己今天一定是没有睡醒，看到的都是错觉，要不然这种如此荒谬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并不是他在做梦。陈峰看着跪地上就差爬过来给自己磕头的几个小混混，眼里露出了一丝笑容，对于自己的这一手很是满意。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很容易就能够燃人对自己唯命是从。你们都想要健体丸对吗？陈峰嘴角露出了一丝恶魔一般的笑容，笑眯眯地看着几人，手里出现了白玉小瓶子，抛了抛道：我这里还有这整整一整瓶呢，想要？几个小混混一看陈峰手里的东西，眼里顿时就爆发出了强烈无比的渴望之色，就像是饿狼见到了鲜美的血肉一样，狠狠地咽了咽口水，恨不得直接扑上来将陈峰手里的东西给抢走一样。陈峰看着这些人的眼里那浓浓的渴望之色，心里面很是满意。你们想要就好，想要是吧？没问题。陈峰微微一笑道：只要等下你们的表现让我满意了，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人一颗。只要你们好好替我做事，我还有大把的好东西可以给你们。不仅仅是我现在手里的这个东西，我还有这能够让你们脱胎换骨的好东西。陈峰直接就给这几个人画起了大饼，而且还是看得见的大饼，这直接就把这几个人全都给刺激的嗷嗷大叫了起来，全都大嚷着要给陈峰卖命。这一情况让得一旁的人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峰见情况差不多了，鸡血也打得足足的了，就对着汪虎说道：带我去见胡老大。好的，峰哥，我这就带你去。汪虎现在对陈峰那真是五体投地了，这个年轻人不仅自己牛逼，而且还有着让别人牛逼的本事，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大足够大方，像健体丸这样牛逼的东西，竟然能够毫不犹豫地打赏给了他，让他的实力直接提上了1倍。对于这种对小弟大方而且还如此牛逼的小弟，汪虎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去卖命。与其去给那个阴狠诡异、喜怒无常的胡老大卖命，点不如给眼前这个大爷卖命呢，这样起码能够卖出个好价钱。陈峰对着汪虎点了点头，他也是能够看出来这个汪虎算是彻底的效忠于他了，这让他很满意。他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好好干，只要你够努力，我能让你达到我现在这个实力。谢峰哥。汪虎一听陈峰的话，眼里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差点又要给陈峰给跪了。而其他的小弟们一听陈峰的话，全都对汪虎羡慕无比，看着汪虎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嫉妒之色。与此同时，他们心里面也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得到陈峰的赏识。峰哥，我想胡老大那瘪犊子现在应该就在地下的赌场里，我们直接从暗门就入赌场去找他就可以了。汪虎对着陈峰说了一句，然后直接就走到前面给为陈峰当起了带路党。陈峰跟着汪虎直接就朝着军来乐的暗门走去，几个小弟不敢犹豫，立刻呼啦啦的朝着陈峰跟了过去。那个停车场的服务小弟看着陈峰等人呼啦啦的离去，呆立在原地，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尼玛呀，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然而陈峰等人却不会理会他一个无名小卒的。此时汪虎已经带着陈峰和苏梦来到了暗门之前了，而当他们一来到这里，立刻就有5、6个西装墨镜，一副老子不是好人的壮汉立刻为了上来。老虎，听说你去出任务了？一个额头有着一道蜈蚣一样的狰狞的伤疤的壮汉走到了汪虎的面前，满脸笑容的对着他说道：听说是去抓一个叫做苏梦的小娘们，怎么样，抓到了没有？咦，难不成就是这个小美人？这时候这个壮汉的眼神落到了汪虎身后的苏梦的身上，眼里露出了一抹惊艳之色，竟然直接吹起了一个口哨。
对着苏梦咧嘴一笑，满口大黄牙清晰可见。啪！就在这时候，一个响亮的巴掌直接就抽在了这个壮汉的脸上，直接就把这个身高足有1.9米的壮汉直接就抽翻在地。而后汪虎一脚踩着他的脑袋，脸色阴沉盯着他，冷冷地说道：狗东西，你竟然敢骂我嫂子是小婊子，信不信老子打到你生活不能自理。第115，我要为峰哥冲锋陷阵。死！这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的一幕，直接就让的壮汉身后另外5个打手顿时就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汪虎。卖狗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汪虎竟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一出手就是那么狠，直接就动手打脸。看着被汪虎一脚踩着脸的壮汉，其余几个打手一时间都没有回过神来，显然他们背着忽然发生的事情给吓到了。陈峰和苏梦看着这一幕，脸上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不过此时陈峰心里面对于汪虎还是挺满意的，他刚才听到这个让竟然敢骂苏梦是小婊子，在那一刻他心里面也是愤怒的。他正想出手教训这个家伙呢，结果自己的小弟却是如此的懂事，直接就替自己出手了，教训这个嘴臭的家伙了。懂得维护老大，这样的小弟才是好样的。汪虎，老子跟你没完，我要杀了你！被汪虎一巴掌抽翻在地，然后又被踩了一脚，壮汉顿时就像是一头被点燃了尾巴的猛兽一样，立刻就狂躁了起来，一巴掌拍开汪虎的脚，猛地从地面上跳了起来，一双赤红的牛眼死死瞪着汪虎，如遇视人。老韩，冷静一下。不过就在这个人要冲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几个人立刻就回过了神来，一把拉住了他，让他冷静一下。放开我，老子要杀了他！被叫做老韩的壮汉被几个同伴拉住，当时就是愤怒的大吼了起来：妈的，这个王八蛋竟然敢打老子的脸，我要和他不死不休！几个人死死地摁住老韩，不让他冲动。其中一个人瘦小的男人站了出来，脸色阴沉地看着汪虎。汪虎，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对老韩出手？这人是在想明白，这个汪虎为什么忽然对老韩出手。两人虽然平时也会闹一些闹墩，但是完全达不到现在这种程度啊。为什么？因为他侮辱了我嫂子。汪虎一听这话，却是冷笑了一下，任何敢侮辱我峰哥和嫂子的人，我汪虎就要抽到他生活不能自理。峰哥，嫂子。一听汪虎的话，几个打手脸色一变，看着汪虎的眼神之中充满了疑惑之色。汪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峰哥？什么嫂子？你特么的都在说一些什么？瘦小男人看着汪虎，一脸疑惑地问道。对于汪虎的话，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从今往后，峰哥就是我汪虎唯一的老大了，而峰哥的女人则我的嫂子，任何和峰哥嫂子过不去的人就是我的敌人。老韩这傻逼敢骂我嫂子，老子就要抽他！汪虎脑袋一样，看着瘦小男人，一脸认真地说道：妈的，汪虎你想死是不是？你竟然想要背叛胡老大！几个打手一听汪虎的话，顿时就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了，立刻就一脸愤怒地看着他，咬牙切齿的破口大骂了起来。胡老大，谁认识那种瘪三啊？我现在只认峰哥，只有峰哥这种人杰才值得我效忠。汪虎对于几个打手的指责不屑一笑，弄死他！汪虎大逆不道的话给了几个打手极大的震撼。不过一回过神来之后，几个人顿时就是愤怒了起来，看着汪虎的眼神简直都能够喷出火来了。汪虎的背叛让得他们心里面恨不得直接把汪虎给撕碎，特别是被汪虎打了一巴掌踩了一脚的老韩，更是怒吼一声，直接就朝着汪虎冲了过来。砰！然而就像是一座小铁塔一样的老韩刚冲到汪虎的面前，想要对汪虎出手，却是直接就被一个大脚板踩在了脸上，整个人直接就倒飞了出去，砰的一声直接就砸在了墙上。渣渣们，尝尝老子的厉害吧！汪虎一脚就把这个老韩一脚踢飞之后，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狂喜之色，大大叫一声，直接就冲了出去，毫无畏惧的一打5，砰砰砰！然而让人惊呆眼球的是，汪虎一打5并没有出现丝毫的颓势，反而是猛虎入羊群，大开大合，直接就把5个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砰砰砰的几声，几个人全都被汪虎一脚踢得撞在了墙上，惨叫了一声之后，直接就爬不起来了。呼，爽啊！看着到了5个瘫软在地上爬不起来的几个人，汪虎长呼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了狂喜的神色。他发现吃了健体丸之后，他的实力起码提升了2、3个档次。如果是之前，他想要打赢这5个壮汉，自己肯定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是现在他却能摧枯拉朽一般，直接就把几个人打趴下了。
王虎，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瘦小男人嘴角有着一丝血迹，脸色发白的躺在地上，看着汪虎，眼里有着一抹惊骇之色。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汪虎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变得这么的厉害了。以前自己可是能够和他打得难分难舍的，现在却是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切都是峰哥的恩赐。汪虎一听这瘦小男人的话，嘿嘿一笑道：就因为峰哥的一枚丹药，我的实力起码提升了3倍。众人一听汪虎的话，脸色齐齐一变，眼里露出了惊骇之色，甚至有人直接惊呼不可能，一枚丹药就能让人变强2、3倍，这怎么可能啊？难不成你以为你那是仙丹不成？和胡老大手下的不幸不同，现在已经成为了陈峰的手下的几个打手，此时却是用狂热无比眼神看着陈峰。这丹药实在是太牛逼了，虎哥真的变强了2、3倍，我也要得到这种丹药。一个小弟狂热地看着陈峰，就像是看神仙一样，心里面大吼道：我要为峰哥冲锋陷阵，我要得到峰哥的赏赐，我要变强。其余几个小弟心里面现在和这个小弟都是大同小异，在这一刻，他们对于陈峰的忠心程度直接就达到了 max。 汪虎，你背叛胡老大，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老韩眼神之中蕴含着浓浓的怒火，死死地盯着汪虎，咬牙切齿地说道。第116清新脱俗的砸场子。汪虎一听老韩的话，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淡淡的说道：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汪虎现在对于陈峰那可是充满了信心，一个能够拿出剑体丸这种闻所未闻的神药的人，怎么可能会怕一个道上的人？汪虎现在心里面已经给胡老大判了死刑了，对手几个已经没有战斗力的打手，汪虎已经不放在眼里了，直接无视愤怒的老韩，转过头直接对着陈峰说道：峰哥，我们走吧，我知道胡老大的在哪里，我们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说着，汪虎直接把一个暗门打开了，然后他直接走了进去，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危险之后，他才对着门外的陈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陈峰进来。陈峰拉着苏梦的手，直接就走了进去。此时苏梦的心里面是复杂无比的，这一切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因他而起的，陈峰是被他牵扯进来的。陈峰此时无法得知苏梦的心思，他牵着苏梦的手走了进去。一进入这个暗门，就发现里面是一段光线昏暗的长长通道。陈峰跟着汪虎走了进去，等汪虎带着陈峰走到一扇巨大的金属前，汪虎立刻就打开了大门，众人就进了大门，然后七拐八拐的走了一段路，随后陈峰便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的景象也是大变了。赌场，一个巨大的赌进入了陈峰的眼帘。此时赌场人声鼎沸，给东赌红了眼的人家在破口大骂，各种赌博机器应有尽有，这里竟然是个赌场。陈峰对于这里情况有些惊讶，这个君来月会所他以前也是来玩过的，也知道这个会所背后的人不简单，但是却不知道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地下赌场。峰哥，这边走。胡老大应该就在天字号包厢边上的办公室里，汪虎小声地对着陈峰说道。他想着带着陈峰悄无声息去找到胡老大，然后把事情给解决了。然而陈峰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今晚可是要把胡老大给干掉的，这么好的装逼机会，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呢？这可是海量的装逼打脸值啊！他不仅要把苏梦的父亲揪出来，他还要闹一个大的。当然，既然他想要把胡老大干掉，这事情即使他想要低调也是不可能的。峰哥，汪虎见陈峰没有理会自己，心里面有些奇怪，不得不小心的再叫了一声，而陈峰依旧没有理会他，他的目光在周围看了周围几眼，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灭火器之上，这嘴角露出一丝笑容，直接就朝着灭火器走了过去。在汪虎等人奇怪的眼神之下，直接提起了6公斤重的灭火器。峰哥这是要干嘛呢？汪虎等人看着陈峰提起了灭火器，心里面不由得一阵奇怪，不知道他到底想要搞什么鬼。而陈峰则是拎着灭火器径直走到了一台有人正在玩着的赌博机前，直接举起了灭火器。轰！陈峰举起灭火器，直接轰的一声，直接把灭火器轰的一声就砸在了赌博机的屏幕之上，一下子就把显示屏砸得4分5裂。啊！几个正在玩着赌博机的人直接被忽如其来的情况给吓住了，直接就大叫了起来。而陈峰压根就不理会他们，砸了一台赌博机之后，又向着下一台走了过去，哐当一声又给砸了，然后又向着下一台走了过去。这一情况直接就让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一时间惊叫声此起彼伏，整个场面顿时就乱作了一团。一些胆小的女人直接就被吓得啊呀大叫。我去！
汪虎几人看着陈峰拎着灭火器不停地砸着赌博机，不由得有些目瞪口呆的感觉。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心里面还有着一丝兴奋。他们觉得陈峰现在的举动实在是太帅气了，霸道凌厉。像这种地下赌场，肯定是不会缺少看场子的人员的。哗啦啦，这边的情况立刻就引起了安保人员的注意。10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打手呼啦啦的就冲了过来，直接就把陈峰给围住了。一个一看就是头目的保安脸色铁青的站了出来，颜色阴沉的看着陈峰：“小子，你在干什么？”这是几个凶神恶煞的保安打手一出现，混乱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这时候他们的目光才落到了肇事者陈峰身上。等他们看到年纪轻轻的陈峰的时候，顿时就惊讶了起来。我的天，这是谁家的孩子，竟然在这里闹事？有人对于陈峰的胆大妄为感到吃惊。这小子完蛋了，这里可是胡老大的地盘，他竟然敢来砸胡老大的场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有人对于陈峰不知死活的行为感到可笑。唉，这年纪轻轻的就惹出这么大的事情，他完蛋了。有人摇摇头，眼神怜悯的看着陈峰。在这些吃瓜群众看来，陈峰这一次死定了，即使不死也残，竟然敢来砸胡老大的场子，没人能够救得了他。之前有一个道上老大的儿子，就是因为来胡老大这里闹事，结果直接被胡老大打断3条腿扔了出去。那个儿子被废掉的大佬因为愤怒，直接就和胡老大血拼了起来，最后的结果却是被胡老大砍死了。这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胡老大这里闹事了。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现在竟然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来了。小子，老子在问你话，为什么要砸机器？李汉眼神阴郁地看着陈峰，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拿下陈峰，因为陈峰此时身上有着一股让他捉摸不透的气息。为什么要砸机器？陈峰看着这个保安头子，呵呵一笑，淡淡的说道：“你这话问的真没有技术含量，我这么做自然是为了做好事啊。赌博机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祸害，我砸了它，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好事。”噗！陈峰话让的众人直接就是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大哥您牛逼，砸场子都让您说的这么清新脱俗。第117砸你几台破机器咋了？陈峰的话让的所有人都有无语极了。人才啊，这是人才啊！你丫的砸人家场子都能够扯出这么一个清新脱俗的理由来，老子实在是服了你。大写的服，你这么溜你爸妈知道吗？所有人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按道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敢这样在胡老大的场子里胡闹，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难道你不知道上一个这么做的人，现在坟头草豆已经3尺高了吗？无语过后，这些人看向陈峰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怜悯了起来。在他们看来，陈峰这一次死定了，没有人能够在这里闹了事情之后还能够安然无恙的。汪虎等几个人也是目瞪口呆的看着陈峰，他们现在对于陈峰真是要五体投地了。老大就是老大，脑回路到要比他们这些渣渣牛逼霸气，黑的能够说成白的。不过和那些吃瓜群众不一样的是，汪虎等人却不觉得陈峰会有什么事情，他们可是知道自己老大的牛逼的，这可是一手指头能把墙壁戳出一个窟窿的神人。砸你个场子怎么了？砸你场子那是看得起你。陈峰现在就是把胡老大狗头打爆了，汪虎等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汪虎等人对于陈峰是敬佩无比，然而保安头子却是不这么认为的。听了陈峰的话之后，他的嘴角狠狠地抽搐了一下，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冷冽无比了起来，心里面怒火在升腾。装逼！尼玛这实在是太特么能装逼了！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装逼的混账，必须要打到他生活不能自理才行。小子，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保安头子眼神冰冷地盯着陈峰，冷冷地说道。后果？陈峰一脸奇怪地看着他，淡淡地说道，我就奇了怪了，老子不就是砸你几台破机器吗？能有什么后果？陈峰这话说的理所当然，底气十足，就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而然他这态度在保安头子看来，已经是完全的不把眼前的他们放在眼里了，是赤裸裸的蔑视他们，蔑视胡老大。周围的人听了陈峰霸气无比的话，也是一阵阵的倒抽凉气。虽然觉得陈峰这是在作死，但是他们还是忍不住给陈峰点了一个赞。这小哥虽然有些二愣子，但是敢在面不改色的说出这种话来，还是很牛逼的。反正多给他们一个胆子，他们也是不敢说这些话的。把他给拿下！陈峰嚣张的态度彻底的把保安头子给激怒了，他一挥手直接就对着手下的小弟大喝了一声，让他们把眼前这无法无天的臭小子给拿下。王冲，你好大的威风啊！
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却是忽然响了起来，让的保安头子手下的人一下子就停了下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不少听到这个声音的人，也在同一时刻纷纷转头朝着这个方向看了过去，便看到一个面色阴郁的男人一步步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汪虎。一看到这个人，保安头子王冲眼里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讶之色。你怎么出去了？不是说你给老板出任务去了吗？这个忽然出来的人，自然是汪虎了。汪虎走了出来，看着王冲，嘴角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淡淡的说道：没错，我确实是出任务去了。王冲看到汪虎嘴角那一抹笑容，眉头不由得轻轻皱了一下，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而是一脸疑惑的看着汪虎道：汪虎，你想干什么？你这是想要多管闲事？你负责的区域可不是这里。汪虎和这个王冲其实都是君来乐会所的安保负责人之一，只是两人负责的范围不一样。王冲还不知道汪虎已经投到了陈峰一边了，所以现在一看汪虎站出来，还以为汪虎是想要掺和这件事情，这样的王冲心里面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老子可没有兴趣管你的事。对于王冲的话，汪虎却是不屑一笑。那你是什么意思？王冲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不好看了，皱着眉头看着汪虎，既然不想掺和这事情，你站出来干什么？你都要对我老大动手了，我这个做小弟的再不出来能说得过去吗？汪虎不屑地瞥了一眼王冲，淡淡的说道：你老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冲一听汪虎的话，顿时就是一惊，这王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老大不就是胡老大吗？我什么时候要到胡老大动手了？我脑子有病也不好做这种傻逼事情吧。然在下一刻，王冲的眼睛都要差点看掉了出来了。只见这个汪虎直接走到了陈峰的面前，立刻换上了一副讨好无比的笑容，对着陈峰说道：峰哥，您刚才实在是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帅呆了，实在是我辈楷模呀。啊！汪虎的这话直接惊掉了一地的下巴。难道汪虎口中的老大就是这个年轻人？这尼玛到底是什么情况？人群之中其实已经有人认出了汪虎了，知道这个汪虎乃是胡老大身边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现在看着一个明明就是胡老大的身边的人，竟然夸一个砸胡老大场子的人干得好，这样的众人一时间的都回不过神来，他们觉得这事情实在是太过于戏剧性了，一点都不真实。一时间，这些人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变了，变得充满了好奇和惊讶。之前他们只是觉得陈峰可能是一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但是现在一个在胡老大身边明显有着不小的地位的汪虎，却对着这个年轻人一脸讨好，让他们对陈峰的看法一下子就变了。难不成这个年轻人真的有着什么牛逼的来头？这时候，不少人开始猜测起了陈峰的身份来了，他们都好奇陈峰到底是什么人。与那些看热闹的赌徒不一样的是，王冲此时心里面震惊无比。汪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老大就是他？难不成你这要背叛胡老大？胡老大？那是什么玩意儿？老子不认识。汪虎一听王冲的话，却是脑袋一昂，骄傲无比的说道：现在我只认一个大哥，那就是陈峰峰哥，至于那什么狗屁胡老大，老子不认识。第118词乃拜峰哥所赐，那什么狗屁胡老大，老子不认，老子现在只认峰哥。一旦激起千层浪，汪虎的话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块巨石，直接就让的整个场面都变得沸腾了起来了。所有不明情况的人都是一脸惊骇的看着汪虎，眼里慢慢的真实之色。这是什么意思？这王虎是当场宣布要背叛胡老大吗？他怎么想的？他怎么敢这么做？汪虎身为胡老大的身边的人，难道他不知道胡老大对于叛徒是多么的痛恨吗？他怎么敢这么做？他不怕死不成？汪虎，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王冲也是被汪虎的话给镇住了，好一会儿之后才回过神了，一脸不敢置信的看着汪虎，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了，这个汪虎是不是疯了？他竟然敢当众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这完完全全就是在作死啊！他哪里来的雄心豹子，胆敢说出这样的新话来？虎哥，疯了吗？这种话怎么可以乱说？虎哥，你可不要糊涂，说这种话会被老大收拾的。虎哥，你是不是喝多了？王冲身后的几个安保打手此时也是回过了神来，一脸焦急地对着汪虎劝了起来。他们这一刻都觉得汪虎一定是喝多了，不然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混账话来？平时的汪虎可不会是这样莽撞的。糊涂？老子可没有糊涂，老子现在清醒着呢。汪虎不屑地看了一眼王冲，淡淡一脸不屑地说道：老子现在做的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只有跟着峰哥才有未来。至于胡老大那傻逼，还是赶紧去死吧。汪虎现在已经彻底的豁出去了，他很清楚陈峰和胡老大
绝对是不死不休的。他现在把胡老大得罪的越狠，他在陈峰那里的印象也就越好。而且有着陈峰做后台，他也不怕胡老大能够拿他怎么样。5个吃了噬魂散的小弟们看着眼前这一情况，几人相互看了几眼之后，都知道现在买是他们表态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也是不约而同的站了出来。虎哥说的没有错，现在只有跟着峰哥才有未来。几个人都站到了陈峰的身后，大声的说道：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峰哥小弟了，谁要是想动峰哥一根汗毛，老子就和他不共戴天。你们好，你们好样的。又有几个有些眼熟，一看原本就是的胡老大的手下的人站了出来，旗帜鲜明的表示倒向了陈峰，这让的王冲气的脸都青了。你们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们会为你们的愚蠢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的。汪虎，别废话了，快把这几个杂鱼给我收拾了。陈峰对于小弟们的表现很是满意，笑着把紧张兮兮的苏梦拉了过来，然后对着汪虎说道：把他们解决了，我还要去取胡老大的狗头呢，不知道他洗干净脖子了没有。我的个，原来你是要来取胡老大的狗头的，怪不得你一来就这么大阵仗的砸场子呢。对于陈峰的嚣张言论，众人已经无力吐槽了。不过听到陈峰说要取胡老大的狗头，他们心里面还是很惊悚的。尼玛，不管这哥们能不能成事，单单是这份勇气就甩无数人8条街了。小子你找死！王冲听着陈峰的话，气得脖子都涨红了，怒吼一声：拿下这小子，老子要打断他狗腿！然而他一动，汪虎的身形却是一脸讥笑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直接拦住了他。我说了，想要动我峰哥，你就要从我身上踏过去才行。汪虎，你铁了心要和我作对了是吧？王冲见到汪虎拦着自己，脸色顿时就像是被喂了一口热翔一样，难看无比，咬牙切齿的看着汪虎。而汪虎回应他的却是一个拳头。汪虎直接一拳向着王冲的鼻子砸去，又快又狠。王冲想不到汪虎竟然一言不合就对自己动手，看到汪虎一拳向着自己打来，他是又惊又怒，本能的想要躲避，但是现在的汪虎早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汪虎了，他的出拳速度奇快无比，王冲根本就躲不及，直接被汪虎砰的一拳直接砸在了鼻子上，鼻子被汪虎狠狠的砸了一拳，王冲整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一瞬间就是鼻血横流。汪虎！王冲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通红了，怒吼一声，直接朝着汪虎扑了过来。他现在只想把汪虎直接撕碎。切！汪虎现在可是自信心爆棚的，看着这个王冲向着自己冲来，却是不屑的笑了一起，腿上一发力，整个人立刻就朝着王冲冲了出去。两人直接就缠斗在了一起，砰砰砰的连着过了几招。就在众人都认为汪虎和王冲会打得难分难舍的时候，却听见轰的一声，一道人影直接飞了出去，直接砸在了一台赌博机上，然后就软绵绵的滑落到地面上。等众人看清楚这个人的时候，顿时就是不由得大惊失色了起来。这个人不是汪虎，而是王冲。王哥！王冲的手下看到王冲被汪虎打飞，顿时就是大惊失色，立刻朝着汪虎冲了上去，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嗨！王冲被几个手下扶了起来之后，艰难的咳嗽了2声，嘴角出现了一丝血丝，一脸惊慌的看着汪虎：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自己竟然在汪虎手下走不了10招就被汪虎打得吐血倒地，这情况让的王冲简直不敢置信。要知道上星期那次冲突，他可是把汪虎吊起来打的，现在才过去1个星期，汪虎竟然就反过来把他吊起来打，这种事情实在是让王冲难以接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追随峰哥的原因了，因为峰哥随便一枚丹药就让我身体素质增强了2-3倍。汪虎看着王冲一脸震惊的表情，以前他就看着王冲不爽了，一直想要干这丫的一顿，只是一直都打不过他，只能够忍着了。现在好了，自己终于可是虐这小子了，而这一切都是拜峰哥所赐。汪虎的话，全场哗然，不可能，绝不可能！王冲更是激动的大吼了起来。第119对峰哥来说，没什么不可能，一枚丹药就让一个人的身体素质直接增强了2-3倍，开什么玩笑？这世上有这妖牛逼的丹药？对于汪虎的话，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这妖牛逼的丹药的话，早就轰动世界了，哪里还会默默无闻？王冲作为一个练武之人，他是很清楚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强度想要变强2-3倍是多么的困难，即使是想要增强1倍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现在汪虎却说他只要一枚丹药，他就变强了2-3倍。如果变强那么容易的话，他还需要每天都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锻炼？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的。王冲对于这个事实难以接受。虽然汪虎确实是变强了，但是王冲宁愿相信汪虎这货以前一直都在藏拙，也不愿意相信汪虎是因为吃了一枚丹药忽然变得那么强的，因为这样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妈个鸡的，老子每天辛辛苦苦的锻炼，竟然比不上你随随便便吃一枚丹药，老子不服啊！不可能！汪虎看着王冲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却是呵呵一笑道：“对于风哥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汪虎现在对于陈峰可谓是有着近乎盲目的崇拜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陈峰做不到的。看着汪虎那一脸认真的表情，所有人都有些不可思议了，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陈峰的身上。难道这个年轻人真的那么牛逼？他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拿得出让人一下子变强2、3倍的神药？咦，这个年轻人怎么有些眼熟？人群之中，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看着陈峰的身影，忽然发出了惊讶的声音：“你也这么觉得吗？我也一直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眼熟呢，好像在哪里见过呀。”秃顶中年男人一开口，他身边的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立刻就出声附和了起来，一双差不多已经眯成了一条线的眼缝直勾勾地盯着陈峰。他怎么看陈峰都觉得有些眼熟的样子，只是一时间没想起来到底在哪里见过陈峰。这两人的话一下子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不少人的目光一下子就集中到了他们的身上。现场的人都很好奇这个嚣张的不像话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而被众人的目光一看，那个有些秃顶的男人顿时一个机灵，脑海里迅速就出现了一道灵光，一拍秃头恍然大悟道：“我想起来了，这个年轻人是陈破的独子。我以前参加乙给慈善晚会的时候，见陈破介绍过他。陈破的独子，难不成是那个鼎盛集团的陈破？”秃顶男人的话一出，不少人立刻露出了恍惚的神色，仔细一看陈峰，他们立刻就从陈峰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那个曾经在江城叱咤风云的陈破的影子。原来是陈破的儿子，怪不得那么嚣张呢。能够来君来乐里玩的人，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人。对于陈破，不少人都是有所了解的。对于陈破家里那个败家子，不少人也是有所耳闻的。不对啊，陈破不是已经完蛋了吗？那他儿子怎么还这么嚣张？这是不怕死的节奏吗？很快，一些对于鼎盛集团比较关注的人，立刻想到了事情的关键，那就是鼎盛集团现在已经易主了，就连陈破都已经跑路了。如此一来，陈峰岂不是已经成了一个丧家之犬了？一个丧家之犬竟然还敢来胡老大这里嚣张！一时间，整个场面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了。不少人看着陈峰的眼神也是变得玩味了起来，他们觉得这是下子事情变得有些有意思了。一个家里老子已经失势了的败家子，然还敢来这里闹事，这简直就是找死啊！现在这些人对于汪虎的话那是更加的不信了。一个老子已经失势了的败家子，怎么可能拿得出能够让人实力暴增的灵丹妙药？他要是有这本事，他老子陈破还会被赶出鼎城集团？周围人的声音，王冲自然也是听得清楚的。他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就变得玩味了起来了，转头看向了陈峰，嗤笑道：“我原本还以为是哪路大神要来砸场子呢，原来只不过是一只丧家之犬罢了，还敢叫嚣着和胡老大作对，简直笑死人了！就算是你老子陈破没有出事之前，也不敢说这话吧？”陈峰一听王冲这话，眼里闪过一丝冷光，就这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心里面却是冷哼了一声：“汪虎啊汪虎，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呀！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废物败家子，选择了背叛胡老大。”哼！王冲看了一眼陈峰之后，转过头看向了汪虎，一脸讥讽地说道：“还一枚丹药就能让你变强2、3倍，你怎么不说直接能够让你长生不老呢？”哈哈！现在王冲越来越觉得汪虎所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什么狗屁的神丹妙药，一切都只不过是汪虎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胡说八道罢了。叮咚，系统任务。就在这时候，陈峰忽然听到自己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宿主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与嘲讽。身为装逼打脸系统的宿主，面对他人的质疑嘲讽，理应用实力360度吊打对方任务，打脸现场所有质疑与看不起宿主的人，完成任务将获得神秘奖励。啊，又有任务了！脑海里忽然响起的声音，让得陈峰微微一愣，随即便是大喜。任务好啊，有任务就有奖励，不就是打脸这些渣渣吗？简单。陈峰眼里闪过一丝笑容，他扫视了一眼那些认出了自己身份之后一脸讥讽看着自己的那些人，心里面冷哼了一声：渣渣们竟然看不起老子，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牛逼！你觉得一枚丹药就让一个人身体素质瞬间变强2、3倍不可能？既然系统都已经发布任务了，
陈峰自然是要站出来了，他一脸讥讽地看着王冲，淡淡的说道：“第120幸运的方阳。”陈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敢站出来，这让的王冲有些惊讶。按道这小子是不是傻？这时候你站出来，不就是出来找不自在的吗？我自然是不相信的。王冲虽然不知道陈峰为什么这时候还看出来找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鄙视陈峰。他一脸讥讽看着陈峰说道：“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真有这样牛逼的本事，你老子还好被人整得那么惨。”一听王冲的话，不少人都是轻轻的点点头。王冲说的没有错，如果陈峰真的有那么牛逼的，那他老子陈破还会被人整得连江城都待不下去了。哼，峰哥以前只是不想表现得太过于锋芒毕露而已，低调你懂不懂？高手都是低调的。汪虎也想不到陈峰竟然是那个名声赫赫的陈破的儿子，不过他现在也不在乎陈峰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只要知道陈峰牛逼到可是上天就可以了。他的变强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直接站了出来维护陈峰，一脸不爽地看着王冲道：“就是我们峰哥只是低调而已，峰哥的强大可不是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可以理解的。”另外几个小弟这时候也是大声地替陈峰声援了起来，他们现在已经彻底的和陈峰绑在一起了，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看到有人看不起自己老大的，所以几人对着那些对陈峰指指点点的人怒目而瞪。能够来这里消费的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人，这些人一被这些小弟们一瞪，立刻就不开心了，如不是自持身份，这些人早就破口大骂了起来了。陈峰看着自己的小弟们拼命的维护自己，心里面很是满意，他就喜欢这种小弟。你不相信是吧？陈峰看着一脸不屑的看着自己的王冲，脸上露出了一抹讥笑。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让你亲眼见证一下什么叫做奇迹。什么意思？让我亲眼见证奇迹？什么鬼？王冲一听陈峰的话，不由得微微一愣，不知道陈峰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峰瞥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从系统的空间背包里取出了一碰健体丸。看着陈峰手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小玉瓶子，不少人脸上顿时便露出了吃惊神色，因为他们没有看见陈峰有任何动作，但是他手里此时却是忽然出现了一个小瓶子。而陈峰的手下们看着忽然出现在陈峰手里的那个小玉瓶子，眼看一下子就红了，呼吸也一下子变得急促了起来，死死地盯着那个瓶子，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渴望之色，就像是一个饥渴无比的男人忽然看错一个被扒得光溜溜的大美女一样，一副恨不得直接扑上去的样子。陈峰没有理会众人的吃惊神色，他对着一个瘦小的小弟招了招手。这个小弟看到陈峰对着自招手，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狂喜之色，立刻就朝着陈峰小跑了过来。峰哥，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陈峰看着这个一脸激动的小弟，笑着问道。方阳，大哥我叫方阳，您可以叫我杨子。这个小弟连忙回答道。杨子是吧？陈峰点了点头，直接倒出了2枚散发着沁人心扉药香的健体丸。健体丸一出现，空气之中立刻就弥漫起了一股馨香，众人一闻到这股馨香，顿时感觉浑身一震，小声惊呼了起来。我的天，这是怎回事？这种想起闻一口竟然让我有一种血液流速加快的感觉，我感觉我的一下子就变得精神了不少，一天的劳累好像也消失了一样，实在是太不可思了。难不成他说的都是真的？这真的是什么灵丹妙药？那些闻到了药香的人一下子就炸锅了，心里面震撼无比，看着陈峰手里的丹药，眼里满满都是不敢置信之色。对于众人那人的反应，陈峰心里只是不屑轻哼了一声，直接就把健体丸递给了方阳，笑着说道：你吃了这2枚丹药，让这群土包子知道什么是灵丹妙药。是。方阳捧着陈峰给他的健体丸，激动的手都在发抖，他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够这么好运的直接得到健体丸这种神奇的东西。一听陈峰的话，毫不犹豫，直接就将2枚健体丸扔进了嘴里。健体丸一个人最多可以吃5颗，吃了5颗健体丸之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能够增强5到10倍的身体素质，可是说直接就让普通人直接就变得强大了起来了。咕咚，2枚健体丸直接落入了方阳的肚子里，化作澎湃的力量，立刻开始强化起了他的身体来。强大的药力在身体里面乱闯，冲击得方阳直接就忍不住啊的一声大叫了起来。随后他身体便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见方阳的原本瘦小的身体竟然慢慢的变得强壮了起来，原本枯瘦的胳膊在这一刻直接就变得粗壮了起来，红耳头肌蹭蹭蹭的变大，最后竟然连身高像是长高了一点一样。我了个大槽！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尼玛，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一定是幻觉吧？对，这一定是幻觉。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过于惊悚了，以至于让得不少人都以为自己发生了幻觉了。他们情不自禁狠狠捏了自己一把，剧烈的疼痛却立刻就让他们知道了自己并不是在做梦，这让得他们顿时就倒抽了一口凉气。呼，只是1分钟左右，已经完事了。方阳长长的呼了一口气，眼里闪过一丝金光，整个人的气势都仿佛大变了一眼，不再像是刚才那样枯瘦的，给人一种阴霾的感觉。现在的他便充满了男子气息。峰哥，你的大恩大德，小弟我没齿难忘。我在此发誓，我方阳将终生替峰哥您卖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方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强压心头的兴奋，一脸认真严肃地对着陈峰说道：很好。陈峰对此很满意，指着王冲说道：你现在就去让他见识一下我是不是在吹牛逼。第121举手之劳罢了。方阳现在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洪荒之力，有种找人大战300回合的冲动。一听到陈峰的话，他顿时就是眼前一亮，一脸兴奋地说道：好的，峰哥，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瘪三。说着，方阳一步迈出，直接一步走到了王冲的面前，看着这个平日里在他面前高高在上的男人，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的神色。自己终于有机会能够报仇了呀！以前这个王冲就仗着自己身份，一直欺凌自己这些底层的小弟，只要是自己出一点点的小错，就会被王冲往死里揍，拼命的克扣他们的收入。而自己因为身份的原因，一直都只能敢怒不敢言。要不是因为汪虎等人的看不过去了帮自己一把，自己指不定多凄惨呢。而现在峰哥的帮忙之下，他终于有了可以报复王冲的机会了。这样的方阳对于陈峰可谓是感恩戴德，对于自己之前对于的嫂子的不敬，他真是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刮子，竟然做出如此混账的事情来。方阳，你想干什么？王冲此时已经从震惊之中回过了神来了，听到方阳的话，再看到他走了过来，他的脸色顿时一变，眼神阴冷地看着他。干什么？然是干你娘了！方阳把指关节捏得啪啪作响，狞笑了一下，老子今天要把你以前欺负我的仇连本带利的报了。哼，别以为你们装神弄鬼就能够吓唬到我了。王冲一听方阳的话，眼睛一眯，直接站直了身子，冷冷地看着方阳。难不成你这废物真以为你身体素质变强了就是我的对手？呼！方阳根本就不和王冲多说一句话，只见他猛地一发力，直接就朝着王冲扑了上去，拳头直接就朝着王冲砸了上去，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什么？王冲虽然表现得很不屑，但是他的神经一直都是绷得紧紧的。现在见方阳猛地朝着自己扑过来，而且那速度奇快无比，这让得他心里面顿时就惊叫了起来。这个方阳速度怎么这么快？以前一直拿方阳这些人逗闷子，王冲自然知道方阳到底是什么货色的。以前的方阳，他一个人打10个都不带喘气的。方阳的动作在他的眼里也是慢得跟蜗牛差不多的货色，但是在这一刻，方阳的速度就像是一头扑食的猎豹一样，迅疾无比。方阳的速度太快了，快得出乎王冲的意料。即使他在发现方阳动的一瞬间已经开始规避了，但是还是晚了。方阳一脸狞笑的冲到了他的身前，硕大的拳头轰的一声直接砸到了他的脸上。啊！王冲一声惨叫，整个人直接被方阳一砸的往后退了好几步才止住了颓势。只是此时他已经是鼻血横流了。今天我要替峰哥教教你这傻逼怎么做人。一击得手，方阳心里面也是很吃惊，很兴奋。他兴奋的大叫一声，直接趁势追击，嗷嗷直叫的朝着王冲扑了上去。老子要杀了你！被一个平日里随意欺凌的杂鱼当众打脸，这让得恶王冲一下子就暴怒了起来，怒吼了一声，立刻开始了反击。砰砰砰，两人站直打在了一起，一阵阵的肉体打击声发出，让得人一阵阵的牙酸。这种声音听着就觉得痛。挨打的其实多数都是方阳，因为他并没有练过武，所有架势都是毫无法，一直都被王冲攻击到，他却很少打得到王冲。但是此时的方阳却像是疯了一样，仗着自己的肉体的强悍，不要命一样往王冲身上扑。砰！方阳被王冲狠狠的一拳砸在了头上，但是他却像是没有感觉一样，怒吼了一声，直接一把抱住了王冲的手臂，然后直接把他给抡了起来，轰的一声砸到了地面之上。死！看着方阳竟然直接把王冲抡麻袋一样砸到了地上，王冲的手下们顿时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不敢置信的惊呼了起来，看着方阳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惊骇。这怎么可能？方阳这个有名的弱鸡，竟然把他的队长直接给干趴下了！尼玛，这不是做梦吧？实在是太不科学了！难不成方阳吃的那2颗丹药真的那么牛逼？一想到这个，
这些人不由得咽了咽口水，眼神也变得火热了起来。如果他们能够得到这种丹药，那他们岂不是要比方阳还要牛逼了？至于那些顾客们，此时看着陈峰的眼神也是充满了渴望的眼神。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了起来，能够让自己身体素质一下子变强那么多的药，谁不想要？即使他们不打架，但是想要潇洒也需要一个好身体，不是？特别是那些不缺钱的主，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的。如果能够得到一枚丹药的话，那他们这些问题就有极大的可能治好。怎么可能？这不科学！你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王冲此时已经被方阳摁在了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他一脸惊骇地看着被他打得鼻青脸肿却依旧生龙活虎的方阳，语气艰难地说道：他王冲可是跆拳道黑带水准的高手，但是现在却被方阳这个根本没有学过功夫的人给干掉了，这让他心里面很难以接受。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拿出来的那小小的2枚丹药。这一刻，王冲心里面对于那神奇的小药丸充满了好奇与渴望。如果自己也能够得到一枚，那自己能够变得多强？不可能，不就是随便让身体素质提升过3-5倍而已吗？有什么不可能的？举手之劳罢了。陈峰居高临下的看着王冲，轻哼了一声，一脸不以为然的说道：卧槽！一听陈峰的话，王冲顿时就觉得自己有一句妈卖批的必须当讲。妈卖批的？什么叫做不就是随便让身体素质提升个3-5倍而已吗？什么叫做举手之劳？你他妈的不装逼能死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装逼很容易挨打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素质提升一点都是一件辛苦无比的事情，锻炼饮食作息什么的都需要严苛控制。但是在这小王八蛋的嘴里，这些事情却成了吃饭喝水一样的简单事情。第122脑壳真硬，如果可以，王冲现在就想把陈峰给打死。丫的，这小子尼玛的真他妈会装逼！但是王冲知道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就不要说一旁虎视眈眈的汪虎了，现在他即使连方阳都干不过，怎么动陈峰？这一刻，王冲心里面绝望了。你个方阳吃的那个倒是什么东西？王冲很不甘心，所以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输的。为什么方阳一个菜鸡，吃了2枚小药丸之后就能够变身不死小强一样，硬是把自己给干败了？方阳这货刚才和他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路数和法，但是这货硬是凭借着自己的那沙包一样抗坐的身体，硬扛着他的攻击，以一种悍不畏死的粗暴方式，硬是把他给干倒了。这就让王冲很难受了。王冲觉得自己真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而且他就是那个秀才，方阳这厮就是那个不讲理的兵，硬生生把他这个跆拳道黑带给干趴下了。健体丸，有着小弟在自己前面帮自己冲锋陷阵，所以陈峰现在心情大好，难得的对着王冲解释了一句：健体丸，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以前没听说过这种神奇的丹药？王冲一听陈峰的话，脑子里面立刻在搜寻关于健体丸的记忆，但是却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忆，这让的王冲知道自己以前并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东西。而这一次，陈峰却没有那么好心去跟他解释这个了。峰哥，怎么处置他？方阳此时虽然被王冲打得鼻青脸肿的，但是他的心情却是兴奋无比的。他何曾想过，自己竟然也有一天能够把王冲这厮摁在地上狠狠地揍，打晕。陈峰毫不在意地说道：你要干什么？别乱来！王冲见陈峰竟然要把自己给打晕，这让他一下子就惊怒了起来，不停地挣扎，但是却被方阳死死地摁住，根本就挣脱不了。咚！方阳直接一拳砸在了王冲的脑袋之上，但是并没有能够把他砸晕过去，反而是痛得他嗷的一声大叫了起来。脑壳真特么硬！见自己一拳没有把王冲给打晕过去，方阳一脸不满地嘀咕了一声，咚的一声又在王冲的脑袋上狠狠地砸了一拳，但是这一次依旧是没有能够把王冲给砸晕过去。方阳这下子恼火了，咚咚咚又是连续砸了几下王冲的脑袋，但是不知道方阳这小子是技术不到位还是咋地，这个王冲硬是没有晕过去，反而是被砸得嗷嗷大叫。陈峰等人看着方阳不停地在砸王冲的脑袋，依旧是没有把他给砸晕过去，当时就无语了。不少人看着这一幕，都在心里面替王冲感到可怜，那么大的一个拳头砸在脑子上，看着就疼啊！方阳，老子操你妈！王冲都已经要疯了，他被方阳一下接着一下的砸脑袋，只感觉现在自己的脑袋一阵嗡嗡作响，头都要裂开了，眼前也是一阵阵的惊心在晃。我还真就不信了，你很抗揍是吧？方阳见自己连续砸了10几下都没把王冲给弄晕过去，顿时气得的不行，丢人，实在太丢人了。
摁着人揍都揍不晕，简直丢人丢到太平洋了呀！方阳的眼睛落在了一旁被陈峰扔在地上的灭火器，眼里顿时闪过一丝光亮，直接伸出一只手将灭火器给拿了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砸不晕。死！众人一看方阳竟然将一个灭火器拿了过来，而且好像还要用这个灭火器来砸王冲，顿时就是倒吸一口凉气。你想做什么？王冲看着这一幕，眼里立刻就出现了惊恐之色，就连语气都变得颤抖了起来。尼玛，这混蛋竟然想要用这玩意砸我！天噜了，这么一瓶子下来，老子还能活吗？然而方阳却是一语不发，直接就举起了灭火器。不要！王冲看到这一幕，顿时就惊恐无比的大叫了起来，随后一翻眼白，脑袋一歪，竟然直接昏死了个过去。这厮被方阳揍了这么久都没有晕过去，现在却是被活生生的吓晕了过去。这混蛋吓晕了。方阳看到王冲竟然晕了过去，脸上的神色也是不由得愣了一下，随后便是不屑的呸了一口：丫的，我还以为你多硬气呢，结果就这鸟样。无语。陈峰看着这一幕也是有些无语，这个王冲是来搞笑的吧？对于他一开始来搞笑的。好了，别理这逗逼了，现在给我去把胡老大给我找出来。整个赌场非常大，而且还是分2层的，这里发生的一点骚乱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毕竟在这里每天都有输红眼的人闹出点小事，然而就被安保人员收拾了。好的，峰哥。汪虎等人一脸羡慕地看着方阳，按道这小子真是好运气，竟然就这么得到了2枚健体丸。不过一听到陈峰的话，他们却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立刻就准备去找胡老大。至于王冲的那一大群手下，此时都只是一脸忌惮地看着陈峰等人而已，连一个站出来的人都没有。王冲被打败，而且还是被方阳打败，这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击，让他们一时间都不敢轻举妄动了。汪虎等人屁颠颠地走到前面去给陈峰开路，陈峰牵着苏梦的手就要走，而就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却是笑眯眯地走到了陈峰身边，对着他叫道：陈少，等一下。自从自家老子失势以后，陈峰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叫自己陈少了，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陈少，陈峰不由得停下了脚步，朝着来人看了过去。这是个眼窝深陷，脸色蜡黄，满脸病容的中年男人，一看就是那种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人。你有什么事？陈峰看了几眼这个男人，发现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对于这个陌生男人叫停自己有些疑惑。那个陈少，你那个健体丸不知道可不可以卖一颗给我？病态中年男人一脸期盼地看着陈峰问道，眼神之中有着浓浓的渴望之色。这货想要买健体丸？陈峰一听这个男人的话，心头微微一动。健体丸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他可以在商城系统杂项里面大量的购买，100-200点装逼打脸值就可以买一大瓶。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些丹药奖励给自己的小弟？你想买健体丸？陈峰一脸意外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他想不到这个男人竟然看上了他的健体丸，这让他觉得自己的财运来了。那个，我也想买，我也要，我想要1瓶。这时候，周围不少人立刻就是恍然大悟，脸上纷纷露出了激动的神色，朝着陈峰围了过来，激动地对着陈峰大叫了起来。刚才他们亲眼看着方阳吃了2枚健体丸之后，直接就变成了超人，这让得他们心里面震惊无比，知道陈峰手里的健体丸是一种千金难求的好东西了。如果能够得到1枚健体丸，那就相当于他们直接就得到了一副强壮的身体了。一副强壮的身体，对无数人来都是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陈少，先卖我1颗，不，2颗，3颗，我要3颗健体丸。病态中年男人一脸激动地对着陈峰叫道，好像生怕买不到一样，竟然激动到直接要去拉陈峰的胳膊。其余的人也是一脸激动地朝着陈峰这里挤了过来。健体丸对于这些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个个都生怕自己慢了一步抢不到，毕竟这妖牛逼的东西，他们可不觉得陈峰会有很多。都别激动。陈峰看着众人激动的样子，却是呵呵一笑说道，健体丸我可以卖给你们，多少钱1枚？一听到陈峰说可以卖给他们，这些人顿时就激动了。20万1枚，不二价。陈峰眼里闪过一丝奸商一样的光芒，笑眯眯地说道，第123式我求着你卖20万，不二价。一听到这个价格，周围顿时就响起一阵阵的倒吸凉气的声音。病态中年男人等人眼睛直接就是一下子瞪得像灯泡巨大，一脸惊惶地看着陈峰。20万1颗健体丸，我的天，这价格是不是太恐怖了一点？
就连汪虎还有方阳几个小弟也是一脸惊骇的看着陈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丫的，他们竟然就这么把20万给吃了，特别是方阳，差点给吓得直接一屁股坐地上了。他吃了2颗健体丸，那不就是直接吃了40万？现在即使把他给卖了，也不值40万啊！陈少，这价格太夸张了吧？病态中年男人好一会儿才从陈峰开出的天价之中回过了神来，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满之色。虽然你的健体丸确实很厉害，但是再怎么厉害也不值这个价格吧？就是20万1颗，你怎么不去抢钱？抢银行都没有这么夸张吧？20万1颗实在是太黑心了。其他那些想要买1颗健体丸的人也是一脸激愤地看着陈峰，他们都觉得陈峰开出来的价格实在是太过于夸张黑心了。一枚小小的健体丸竟然要20万，你丫的这已经不是在抢钱那么简单了啊！原本他们都以为陈峰最多也就是3、5千1颗也就罢了，但是现在陈峰张口就是20万，直接就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远超他们的想象。我的东西，我想开什么价格都是我的事情。陈峰看着群情激愤的人，却是耸了耸肩膀，一脸无所谓的说道：如果你们认为太贵，那就别买啊，难不成我还求着你们买我的健体丸不成？我还懒得和你们墨迹呢。现在这情况完全就是他陈峰卖方的市场，这些人要么就接受自己的天价，要么滚蛋，没有其他选择可以做。说完，陈峰直接就要走，表现的一点犹豫的都没有。而陈峰这一表现，完全就让的这些人急了，他可真的想要买健体丸的。现在陈峰毫不犹豫的直接就要走，这让他们如何能不急呢？陈少留步！病态中年男人一脸焦急的拉住了陈峰。这些人里面，他应该是最急着要买健体丸的人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好，而这健体丸可以帮他治好身体。怎么？难道你想要我求着你们买我的健体丸不成？陈峰看着这个急得都已经冒汗的病态中年男人，嘴角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眯着眼睛看着他淡淡的说道：陈少，你看你这话说的，现在不是你求我们买健体丸。中年男人被陈峰的眼神看着浑身不舒服，一脸苦笑的对着陈峰道：现在是我在求着你卖，只是这价格实在是太贵了一点。中年男人觉得20万实在是太贵了，毕竟那只是一颗花生米大小的药丸，看起来毫不起眼。东西20万很贵。陈峰听到他的话却是轻哼了一声，嗤笑道：20万能够还你一个健健康康的强壮身体，你觉得很贵？你现在拿20万到医院去，他们能够让你变得健健康康吗？陈峰一眼就能够看得出，这个张男人的身体问题多多，平时肯定是离不开药物的。这种平时一直被药物折磨着的人，是最知道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的宝贵了，所以他才在第一时间找陈峰。健体丸虽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功效，但是它却能够大幅度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让人拥有极强的抗病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而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可以让人自愈很多小毛病。医院不行。中年男人一听陈峰的话，不由得言语一滞。陈峰说的没有错，即使他花费20万到医院去，他也没有办法变得健健康康的。医院不行，我这健体丸可以。陈峰下巴一扬，一脸傲然地看着他，淡淡的说道：你现在还觉得20万很贵吗？不贵。中年男人下意识的回答。很好，20万1颗，你要还是不要？要是不要就赶紧让开，别妨碍我时间。陈峰淡淡一笑，心里面很是高兴，就这么忽悠上了一个。20万还是太贵，不要听他的忽悠。没错，这小子实在是太黑心了，20万不能要。除了这种中年男人之外，其余的人依旧是大声声讨这陈峰，大骂陈峰是黑心奸商，一枚小小的药丸竟然要卖20万。然而让这些人不敢置信的是，中年男人狠狠地咬了咬牙之后，却是大声对着陈峰说道：我买，我3颗，60万，我要买3颗。这话一出，一片哗然，众人都是一脸吃惊的看着这个中年男人，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冤大头一样。在他们看来，这个中年男人确实是一个冤大头。健体丸虽然看起来很牛逼，但是也远远不值这个价格啊。更是有好几个和这个中年男人有些交情的人站了出来劝阻他，让他不要冲动，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但是这个中年男人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要买。陈峰对于这个中年男人的态度很是满意，也没有废话，直接就将手里还剩下3颗健体丸的小玉瓶子直接就递给了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激动无比的接过了小玉瓶子，从瓶子里倒出了一枚健体丸。看着小小一枚健体丸，这个中年男人激动的身子都在颤抖。这一枚小小的药丸之上，可是寄存了他能够健康强壮的迫切愿望的。毫不犹豫，
中年男人直接就把一颗健体丸直接就塞入了嘴里，健体丸一入口，直接就化作了一道暖流，直接就入了他的喉咙，随后流入胃里，最后化作了一股难以名状的能量在身体之中爆炸，顷刻之间就充斥了四肢百骸，定时滋润强化他的身体。我的天，你看他的脸！那些人一见中年男人直接把健体丸给吃了，目光就没有从他身上离开过。他们想要看看这个冤大头买这个健体丸到底值不值，只是才看了没一会儿，他们顿时就是惊呼了起来，眼里闪烁着惊骇的神色，就像看到了神迹一样。第124爱买不买的。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眼神之下，只见这个服用了健体丸的中年男人面容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他那病态蜡黄的脸色正在迅速的变化着，一抹红润的光泽迅速出现在了他的脸上，随后迅速扩散，最后他的整张脸都变成了健康的红润之色。与之同时，更让这些人惊骇的是，中年男子满是黑眼圈的深陷眼眶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迅速的变化着，黑眼眶不见了，凹陷的眼眶也是满满的变得饱满了起来，整个人的容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也导致了中年男子的气质也随着发生了巨变，不再像是之前那样给人一种病怏怏有气无力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阳刚威武的男子气息。我的天，这家伙竟然这么有男人味！周围不少饥渴的少妇看着迅速发生变化的中年男人，心里面惊呼了起来，眼里爆发出了饿狼一样的幽幽绿光，大有恨不得直接扑上去的感觉。这怎么可能？而那些男人看着这一幕则是一脸的不敢置信，他们之前虽然已经见识过了一次健体丸的威力了，但是现在再看一次，依旧是觉得震撼不已。好爽，我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我感觉我现在充满了活力，有种一拳能够打死一头牛的感觉。好一会儿，健体丸的感终于挥发完了，沉迷于身体被滋养的快感之中的中年男人醒了过来，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灿烂无比的笑容，大有仰天狂笑的感觉。那只是你的错觉，你现在最多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水准，不可能打得死牛。陈峰听到他的话笑了一下说道，你的身体底子太差了，现在一枚健体丸最多也就是让你身体变得健康而已，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一听到陈峰的话，这个中年男人非但没有任何不满的感觉，反而对着陈峰一脸感激的说道，如果没有陈少你的这个健体丸，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过40岁，现在你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再造之恩啊，一切都是生意，你给我钱，我给你健康。陈峰对此却只是淡淡一笑，并不鞠躬，不过他心里面还是很爽的，这种被人感谢的感觉确实不错，既能赚大钱，还能让人家对于感恩戴德，那就更加的不错了。陈少，我们也要买健体丸，我要1颗，我现在就给你转账，我要5颗，我要5颗，我要1瓶，不，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老子不缺钱。亲眼看着中年男人的变化，这些人再也坐不住了。之前方阳的事情他们或许还可以觉得这是一个托，但是现在中年男人的事情已经可以完完全全的证明这健体丸是真的神奇无比了，这简直就是可是让人脱胎换骨的存在啊。一时间一大群人直接就疯狂了，不停地挥舞着钞票对陈峰大叫买买买。一些刚过来不清楚情况的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一阵阵的吃惊。一个王冲的手下看着这一幕，眼里金光闪烁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方阳等人，看到他们都是一脸警惕地守在陈峰的身边之后，他一个闪身悄悄地离开了这里。陈峰虽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面前，但是他当时注意到了这个小弟的离去的，就连汪虎也发现了。汪虎想等于上去追，但是却被陈峰一个闪身制止了。这个小弟不用想就是去和胡老大报信了。对于这事，陈峰是乐于见到的，这样一来还免得他去找胡老大呢。陈峰没有去管这个厉害打手，他的目光扫视了一番激动无比的众人，眼里露出了奸商才有的光芒，笑眯眯地说道，你们都想要健体丸是吧？这些人一听到陈峰的话，立刻就大声地应了起来，纷纷大叫着自己要多少，1颗2个3颗的。有些大土豪直接就大吼着陈峰有多少他们就要多少手。像健体丸这种好东西，在他们看来买多少都是不会亏本的，他们用不了也可是转手卖出去，大赚他一笔。30万1颗。陈峰看着兴奋的人，呵呵一笑说道，健体丸现在30万1颗。什么？一听陈峰的话，整个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陈峰。30万？我没听错吧？你丫的刚刚不是说了20万的吗？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30万了？就连苏梦也是吃惊的张大了嘴巴，一脸惊讶的看着陈峰，眨了眨可爱的大眼睛，眼里有着满满的惊讶之色。
你刚才不是说了20万吗？你卖给他的也是20万，现在怎么变成30万了？你在逗我们玩吗？惊了一下之后，人群顿时就是爆炸了，一大群人一脸愤懑地看着陈峰，脸的气歪了。20万那是之前的价格，现在我涨价了不行吗？陈峰看着一群愤懑的人，却是嗤笑了一声，之前我20万卖给你们，你们自己不要，不会抓住机会，关我什么事情？陈峰说的理直气壮，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就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样。陈峰很淡定，但是那些想要购买的人却是不能够淡定的了。妈的蛋啊，你小子的心是黑的吧？坐地起价也不是你这个样子的。尼玛，2分钟前你丫还是20万呢，这才2分钟过去，你丫直接就变成了30万。尼特的抢银行你都没有这夸张的吧？大家都对陈峰这个价格难以接受，这简直就是拿刀子割他们的肉啊！所以一大群人纷纷对着陈峰口诛笔伐了起来，让陈峰赶紧降价。但是陈峰会屈服吗？显然不会啊！现在所有主动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上，他不想卖这些人能咋地？30万，不讲价，爱买不买，你们再逼逼个没完，我只就是50万一颗了。陈峰一脸不耐烦地看着这些人，完完全全就是店大欺客的典型，那样子气的众人牙根痒痒，恨不得直接就把陈峰给打死。第125日入豆金，30万，不讲价。陈峰现在是铁了心要狠狠宰这些人一刀了，反正他的健体丸是不会愁买，既然能够坑一顿来军来月找乐子的土豪一顿，他自然是很乐意的。大兄弟，你这个价格实在是有些夸张了，能不能便宜一点？20万一颗，我要10颗，我只有200万的现金可以用，一个20出头，浑身上下都是名牌的年轻人，一脸蛋疼地对着陈峰说道：人要讲信用，我既然说了30万，那自然就是30万了。陈峰看了一眼这个一看就是富二代的年轻人，笑眯眯地说道：狗屁的信用，你丫的之前还说20万呢，你现在怎么变成了30万？众人对陈峰的话等于很是不以为然，心里面暗骂这小子真是臭不要脸。不过他们也只是能够在心里面对陈峰臭骂一下罢了，他们现在根本就拿陈峰没有任何的办法。健体丸是陈峰的，自然是他想卖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了，人家又没有逼你买，完全就是自由交易原则。年轻人一脸纠结，他只觉得自己的一阵的蛋疼，暗暗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如果刚才他早点出手的话，那他就可以买10颗健体丸了。年轻人现在是真的很想要健体丸的，因为他家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好，如果能买几颗健体丸给他服用的话，老爷子的身体一定能够大有好转的。我要6颗。年轻人一想到老爷子最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最后一咬牙，直接对着陈峰说道：30万一颗，我要6颗，现在就给你转庄，报一下账号吧。哗然，见到这个年轻人真的一口气就要买6颗，不要人顿时就是一阵哗然，一脸惊叹地看着他。按道这个年轻人就是豪气啊，你有200万现金可以用对吧？陈峰一听这小子的话，嘴角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笑容，只是这笑容怎么看都是奸商看着待宰的肥羊的笑容。对，年轻人不知道陈峰什么意思，但还是点了点头。你把200万给我，我可以给你7颗健体丸，算是给你打个折了。陈峰嘿嘿笑道。一听陈峰的话，众人不由得翻了翻白眼，按道这厮是要把这个年轻人最后一丝油水都给榨干了才行啊。好，让人惊奇的是，年轻人一听陈峰的话之后，却是满脸笑容，非常干脆的答应了。毕竟这事情在他看来，完完全全就是好事，就这么省了10万块。其实，如果身上的钱够的话，年轻人还想要多买一些的。毕竟健体丸这种好东西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现在用不上，也完全可以留着以后用。就算是以后拿出去高价转卖了，也可以赚一笔啊。陈峰再次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之下，拿出了一瓶健体丸，然后直接倒出了7颗健体丸，扔给了年轻人。年轻人一得到健体丸，立刻如获至宝一样的捧在了手里。陈峰看他这样子，干脆直接给了他一个小瓶子，让他装起来。装好了之后，这个年轻人立刻爽快的给陈峰转账了200万，而且还是及时到账的。陈峰一听手机的信息声，拿出来一看到，发现自己的账号里又多了200万，顿时就是眉开眼笑的对着他说道：合作愉快，如果以后还想要可以来找我。听到陈峰这话，年轻人自然是一阵兴奋了，立刻表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合作的。随后他就兴冲冲的拿着健体丸离开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把这种神奇的药丸给自己老爷子吃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年轻人出手之后，
不少人也是忍不住诱惑了。虽然30万价格实在是高的离谱，但是一想到健体丸那逆天的功效，他们只能狠狠的一咬牙，直接就下手了。丫的，大不了以后少来君来乐消费就是了。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1颗、2颗、3、5颗，能够来君来乐赌场潇洒的，自然虽然并不一定都是土豪级别的，但肯定不是缺钱的主。30、50万虽然有些肉痛，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拿得出手的。不少人都对陈峰购买了健体丸。最先出手的中年男人看着一大群人一脸肉痛的花30万购买一颗健体丸，他心里面都已经乐开花了。按道你们这群傻叉，之前还敢笑老子是冤大头大傻逼，现在你们成傻逼了吧？这一会儿可就相当于老子赚了30万了。10分钟之后，陈峰看着自己手机里银行发来的信息，嘴角都要了歪了。丫的，什么叫做日进斗金？老子现在就是日进斗金啊！加上之前2个人260万，这短短的10几分钟之内，陈峰卖健体丸就赚了1160万。也就是在年轻人之后，他又卖出去30万一颗的健体丸30颗，这才是赚钱的恶感觉啊！以前想要卖木材什么的，简直弱爆了呀！陈峰心里面不由得感慨了起来。系统就是给力，让自己轻而易举的赚到了大笔的钱财。现在系统的功能还没有全部开放呢，就已经让如此牛逼了。如果等系统的功能全都开放了，那自己以后岂不是要上天？峰哥真是太牛逼了，我算是长见识了，这赚钱速度都要比得上比尔盖茨了吧？陈峰的几个小弟看着陈峰的半个小时不到狂卷1000多万，心里面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纷纷赞叹自己聪明，在关键的时候倒向了峰哥，没有和峰哥作对。而方阳和汪虎此时都感觉自己有些晕乎了，特别是方阳，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峰给他吃的那2颗健体丸竟然那么贵，一想到自己一口吃掉了60万，方阳就觉得一阵眩晕，心里面对于陈峰也是敬佩无比，能够面不改色把这种值钱的东西赏赐给小弟，这种老大去哪里找？苏梦下意识地握了握陈峰的手，此时的陈峰在他眼里已经变得即使耀眼又是陌生了起来，不过他心里面却是满满的自豪感，毕竟没有几个女孩子不喜欢自己的男人强大的。第126神秘奖励，陈峰感觉对了苏梦主动握紧了自己的手，这让的他心里面很是高兴，看来苏梦已经彻底的在心里接受了自己了吧。陈峰觉得今天就是自己的幸运日，不仅让赚了大钱，而且也让自己喜欢的妹子更加的认同自己，真是情场商场都得意啊。然而让陈峰更加惊喜的却是系统忽然响起来的提示音，叮咚，恭喜宿主成功装逼打脸，名利双收，完成系统任务，获得神秘奖励，奖励礼包已发送到系统空间，请宿主查收。陈峰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完成任务了，奖励给了我什么好东西？一听到这个声音，陈峰心头顿时就是一喜，迫不及待的就用精神力查看起了系统空间。而当他的精神力一进入系统空间，立刻就在系统空间里看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大礼包。一看到这个大礼包，陈峰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他没有犹豫，立刻就打开了礼包。礼包一打开，陈峰便发现一本技能书立刻就从礼包里飘了出来，仙医圣手。一看到这本技能书，陈峰的呼吸一下子就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了，因为这东西一看就不是凡物。仙医啊，能普通到哪里去？陈峰立刻毫不犹豫地看起了技能书的介绍来，不看不要紧。这一看陈峰差点就激动地跳了起来了，尼玛，这根本就不能说是一本技能书的，这是一本经验书啊！据介绍，这本书乃是一位以医入道，最后飞升了的仙医一辈子的经验和知识集合本，只要使用了这一本经验书，陈峰立刻就能够获得那位仙医所有的医学和修行经验了。当然，这里面只是有关于医学和修炼方面的内容而已，不会影响陈峰的人格的。由此可见，这一份神秘奖励到底有多么丰厚了。别的不说，单单是能够完全获得这个仙医的医学技艺和经验，他就能够成为一大神医圣手，更别提修炼方面的事情了。使用，陈峰心情激动，毫不犹豫地直接使用了仙医圣手技能书。之间技能书化作一道金光没入了他的脑海里，轰隆隆的一阵犹如闷雷一样的声响在陈峰脑海里炸响，海量的只是疯狂地涌入陈峰的脑海，顷刻直接就变成了他的知识，就像是篆刻在了灵魂上一样，想忘记都忘记不了。陈峰，你怎么了？一直在陈峰身边的苏梦忽然感到了陈峰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整个人的气质好像在这一刻都变得充满了飘渺空灵了起来，给人一种看着远处云海里的俊峰一样的感觉。而一切
都是因为陈峰使用了仙医圣手之后的变化，让得他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丝仙气。没事，陈峰消化技能输的只是花费了短短的一点时间而已。苏梦一出声，他就回过了神来了，笑着对苏梦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我们现在去找我爸爸。我有点担心他。苏梦看着陈峰没事，自然也就放下了心来。不过一想到自己那个混账老爸，他的眼里却是浮现出了难过的神色。陈峰点了点头，点着汪虎点了点头，示意了一下，让他前面带路。汪虎自然了解陈峰的意思，立刻就屁颠屁颠的走到了前面去带路。而就在这时候，那个悄悄的离开的小弟，再就已经满头大汗的冲到了胡老大的面前了。干什么？谁让你在这里跑动的？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一个站在胡老大门前的保镖，一看到这个小弟气喘吁吁的冲到他面前，顿时就是脸色看看的轻喝了一句：“不好了，李哥，有人在赌场内闹事。”这个小弟被这个站在门口的保镖斥骂了一句，却并没有害怕，反而是一脸焦急的对着保镖说道：“赌场那里来了几个人，砸了赌场的赌博机。我是来找老大的，有人闹事，你去找负责这事情的人啊。你来这里干什么？”保镖一听这小子的话，脸色顿时更加不好看了。这点破事你就来找老大？你想死是吧？赌场里有人小打小闹的闹事，在李崇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稀奇的时刻，直接让打手们上去教他们做人就好了。损得着为了这点屁事就来找老大？不是的，李哥，那些闹事的人很厉害，就连王冲队长都已经让他们给干掉了。而且那个年轻人扬言要把胡老大脑壳子敲碎。保安看着一脸愤怒的李崇，赶紧把事情迅速给说了一下。什么？难道是那个小子真要来了？李崇一听这个保安打手的话，脸色顿时一变，想起了之前胡老大交代的事情，那个在电话里威胁要取胡老大狗头的人真来了，而且还是来势汹汹，已经直接就把王冲给干掉了。李崇猛地转过身，直接一把推开了胡老大办公室的大门，直接冲了进去，大叫道：“老大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要来取你狗头了，有人要来取你狗头了！”保安打手一听到这个李崇的大喊的话，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抹怪异的神色。办公室内，胡老大原本正站在办公桌前，恭恭敬敬的在给一个坐在他的老板椅上一脸傲然的老者倒着茶。忽然听到李崇的大叫声，吓得他手都抖了一下，脸上的神色一下子就变得愤怒了起来，直接抄起桌面上的一个茶杯，直接就差这李崇的砸了过去。李崇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不远处，却是直接迎面飞来了一个茶杯，砰的一声，茶杯直接就砸在了他的脸上，砸得他嗷的一声大叫，捂着鼻子蹲到了地上，鼻子都被砸出血来了。混账东西，你骂谁呢？你活腻歪了吧？胡老大被李崇吓了一大跳，砸了他一下之后还是不解气，直接就上了上去，对着抱头蹲在地上的李崇就是一脚。这小子竟然敢大嚷大叫的骂自己是狗，这胆子真是肥到没边了，真以为自己脾气好是吧？第127童老，李崇抱着脑袋，就连躲一下都不敢。现在他就是神经再怎么大条，也是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大哥，我错了。李崇抱着头认由胡老大狠踹。与此同时，他还不停地解释道：“我并不是要骂你，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说要来找您麻烦的小子来了。现在胡老大正在气头上呢，哪里听他的解释？”即使李崇不听的解释，他还是一个劲的猛踢李崇，把他踢得嗷嗷大叫。即使李崇再怎么解释，他也不听。小胡，够了！就在胡老大踢得正爽的时候，坐在胡老大椅子的上一直都没有出声的老者，却是慢悠悠的说了一句。一听到这个老者说话，正在气头上的胡老大一下子就不生气了，停下了踢李崇的动作，一脸笑容的走到了老者的跟前，一脸讨好的笑道：“童老，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老见笑了。”胡老大对于这个老者，完完全全就是一副乖宝宝的表情。他不乖也不行啊，因为他目前的一切可都是靠着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老者得来的。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位老者的话，哪里会有他胡老大的今天？被胡老大叫做童老的老者，看着胡老大的恭恭敬敬的表现，眼里闪过了一丝满意的神色。目前来说，对于他扶植的这一枚棋子，他还是很满意的，每个月都能给他上供不少好处，让他可以醉心武道。到底是什么事情？童老端起热茶，轻轻的抿了一口，眼睑眨动了一下，目光落在了龇牙咧嘴的李崇身上，淡淡的问道：“混账东西，没听到童老在问你话吗？竟敢在童老面前大吼大叫，要是说不出点话来，老子削死你！”胡老大一见李崇竟然听了童老的话之后没有反应过来，立刻就对着他骂了起来，心里面对于这个脑子缺根筋的混蛋很是无语。一听到胡老大的话，李崇顿时一个机灵，立刻想到了自己
自己所谓何事而来。老大，那个在电话里威胁您的小子来了。李崇一脸紧张地对着胡老大说道，听说他已经在赌场里开始砸场子了。那小子真来了？胡老大一听这话，眉头顿时就是一皱，心里面很是有些意外，想不到陈峰竟然真的杀过来了。脸色有些阴沉，胡老大看着李崇，王冲呢？他不是负责赌场的秩序吗？现在有人闹事了，难道他还不知吗？听说王冲被那小子干掉了，李崇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神色，说道。对于这结果，他也是很无语。王冲虽然在胡老大手下不算是很厉害的角色，但是也不应该这么快就被干掉才对啊。什么？被干掉了？胡老大一听李崇的话，脸色一僵，有些不可思议。王冲手下可是有着10多号的人的，全都被干掉了？不可能吧？对于这个结果，胡老大有些难以接受。那小子有毒不成？这么快就把自己2个精英手下给干掉了？好吧，那个杨红好像是被气死的，不能作数。但是王冲和他的10几号手下现在被干掉了，他确实有些不解了。10几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干了，你确定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胡老大的脸色变得阴沉了起来。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是门外那个小弟跟我说的。你想知道具体情况，需要让他进来才行。李崇对于事情也是懵逼的，让他进来。胡老大脸色阴沉，李崇立刻一溜烟的跑了出去，直接把那个小弟给叫了进来，让他把事情和胡老大说清楚。小弟进来之后，战战赫赫的把事情给他所看到的事情都给说了出来。汪虎竟然叛变了，他怎么敢怎么做？胡老大听了小弟的话之后，顿时愤怒的怒吼了起来，眼里都要喷出火来了。如果汪虎在这里的话，说不定他已经掏出枪来把汪虎给崩了。李崇对于汪虎的背叛也是很震惊，更震惊的是，汪虎这货背叛了胡老大之后，竟然还敢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里。难道他不知道胡老大的可怕吗？刚才你说一个年轻人拿出了一种吃了之后可以直接让人身体素质变强2、3倍的丹药，叫做什么健体丸？就在胡老大愤怒无比的时候，一直坐在胡老大老板椅上就像是一个世外高人一样的童老，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在胡老大等人都没有看清楚他的影子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了那个小弟的面前，一直枯瘦的手掌直接抓住了小弟的肩膀，语气有些急促的问道：痛痛痛！这个小弟被童老枯瘦的手掌一抓肩膀，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铁钳用力钳住了一样。童老见到这个小弟的反应，就知道自己激动了，赶紧松开手，不过他眼里却是掩藏着一抹激动的神色，继续对着小弟问道：你说的话可是真的？童老，怎么了？对于童老的反应，胡老大吓了一大跳，他可从来没有见过童老这样呢。看着童老眼里那一抹激动的神色，胡老大心里面还是吃惊，这可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童老眼里看到这种神色呢。是什么让的童老竟然如此激动？健体丸又是啥子东西，竟然能够让童老这么激动？是的，小弟虽然不知道童老的身份，但是一看这老者能够胡老大一脸恭敬，他就知道这个老人身份不简单，所以他也是变得紧张了起来，生怕自己说错话，有些忐忑。那个年轻人拿出了一种小药丸，直接就让的方阳直接变强了好几倍，就连王冲队长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没有吃那小药丸之前，方阳连我都打不过。死！一听小弟的话，胡老大和李崇顿时就是倒吸一口凉气。真的假的？这世上真有这样牛逼的神药？该不会是那种只能再让人爆发一次然后就嗝屁的东西吧？胡老大对于小弟说的话很是怀疑，毕竟这听起来太尼玛不科学了。第128峰哥，让你滚出去！不是的。小弟小心翼翼地看着胡老大等人的神色变化，咽了咽一口口水，一脸心惊地说道：那个家伙的药好像并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还是永久有用的。那个方阳整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竟然有如此神奇之物。胡老大这下子不能淡定了，他不认为这个小弟有胆子忽悠他玩。既然如此，他说的事情就是真的了。对方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拿出这么厉害的东西了？这一刻，胡老大心里面不由得升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隐隐有着心惊肉跳的感觉，这是一种出乎本能的危险感觉。不过他一看身边的童老之后，他的这种感觉却是慢慢的消失了。胡老大觉得只要有童老在，自己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胡老大一直都认为，在这个江城没有任何人是童老的对手，自己即使是拿着枪也不是童老的对手。胡老大不知道童老听了小弟的话之后，他的心里面已经掀起了惊天骇浪了，而且眼里还有着浓浓的贪婪之色在闪烁着。这东西我要定了，如果那小子不是去的话，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童老眼里闪过一丝厉芒，心里面有些兴奋，说不定得到了那什么剑体丸，我就能够突破到暗境的境界了。小胡，我们出去迎接一下客人。童老虽然心里面很是兴奋，但是为了在胡老大的面前维护威严，他将自己的兴奋压制了下来，一脸淡然地对着胡老大说道。胡老大一听童老的话，哪里敢有什么异议，立刻就答应了童老，亲自走在前面要去给童老开门。轰！然而还没等胡老大有所动作呢，门口处却是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只见他办公室的大门轰的一声巨响，直接就被人从外面直接就给踢开来，巨大的木门直接就被踢烂了。这一情况让得胡老大脸色顿时骤变，那个混账东西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敢踢他胡老大的门，不想活了吗？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小弟？胡老大，你爷爷我来找你了，快点滚出来受死！就在胡老大正想发火骂人的时候，一个嚣张无比的声音却从门外传了进来，随后便看到汪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汪虎，胡老大一看到汪虎的身影，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眼里闪过一丝冷光，冷冷地看着汪虎，看来你是真的背叛了我了。汪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听到胡老大的话，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背叛你？不，老子我没有背叛你，我只是弃暗投明而已。因为跟着你这种煞笔，迟早会不得好死的，只有跟着峰哥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胡老大听了王虎的话，眼神不由得变得更加的阴沉了。这个汪虎真是嚣张的不得了啊，这才多久，竟然已经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汪虎，你个狗东西，竟然敢背叛老大！李崇看着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而且还对着胡老大大放厥词的汪虎心里面很是震惊，他简直不敢想象以前在胡老大面前表现得温顺无比的汪虎，竟然变成了这样子，这态度变化也太大了一点吧。呵呵，我只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而已。汪虎斜视了一眼李崇，眯着眼睛道：李崇，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如果你现在立刻把胡老大拿下，弃暗投明的投靠峰哥的话，你还能够有一条活路，不然你就完蛋了。李崇，杀了他！胡老大看着汪虎完全无视自己，直接就在自己面前想要策反自己的手下，气得头冒青烟，直接对着李崇怒吼了起来。是！李崇一听到胡老大的话，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朝着汪虎冲了上去，悍然出手。汪虎，你既然发敢背叛老大，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李崇眼里闪烁着一抹杀机，眨眼间就冲到了汪虎的面前，擒拿手直接就向着王虎的要害而去。哼！汪虎看着李崇向着自己冲来，心里面不屑地轻哼了一声。轰！只见汪虎动了一下，李崇整个人立刻就像是一枚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就倒飞了出去。轰的一声，直接就撞在了一个成人高的巨大陶瓷花瓶之上，直接就把花瓶给撞到了，砰的一声，直接碎成了一地。而李崇则是像是一只大虾一样，弓着身子，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呻吟了起来。胡老大看着这一幕，直接就惊呆了。尼玛，这是什么情况？李崇被汪虎一招就给秒了？开什么玩笑？这一定是拿错剧本了吧？李崇可是要比汪虎的身手厉害不少的，现在怎么直接就被汪虎给直接秒了？哼，不堪一击！汪虎看着躺在地上的李崇，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神色，淡淡的说道。汪虎这话落在胡老大的耳里却是刺耳无比。汪虎，你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厉害了？胡老大震惊过后就是一脸阴沉的看着汪虎，语气之中含着浓浓煞气，盯着汪虎的眼神都在冒着寒气。这当然是拜峰哥所赐了。汪虎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表情，脑袋一昂，淡淡的说道：峰哥，难道你真是吃了那什么健体丸才变得这么厉害的？胡老大一听汪虎的话，眼睛不由得瞪大了几分。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汪虎却是懒得和这司机歪，他一脸不耐烦的看着胡老大喝骂道：峰哥在外面等着你这白痴呢，赶紧滚出去见峰哥，要是让峰哥等得不耐烦了，老子弄死你！你！胡老大一听汪虎的话，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被人喂了一口热翔一样的难看表情，心里面顿时就气得要爆炸了。汪虎这个以前在他面前狗一样的东西，现在竟然在他的面前如此嚣张，让他心里面就像是火山爆发了一样，气得头发都要立起来了。小胡，出去见见来访的客人。就在胡老大气的想要直接就拔枪把汪虎给崩了的时候，一直都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的童老终于悠悠的开口了。第129过来，跪这儿。胡老大虽然心里面很是愤怒，但是童老的话他却是不得不听。听到童老的话，他只能强压心头的愤怒，对着童老说道：好的童老。汪虎一直都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童老的身上，
现在看着胡老大竟然对这个老者这么言听计从，心里面不由得惊了一下，目光不由自主地放在了童老的身上。这人是谁？竟然让的胡老大竟然这么听话。汪虎看着童老，心里面很是吃惊。对于这个童老，他没有任何的印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人。难道这个老人就是那个传说中胡老大背后的神秘人物？汪虎一想到这个，眼里就有了一丝担忧之色。其实对于那个传说之中的人，汪虎还是非常的忌惮的。如果不是有着陈峰做后盾，他是万万不敢和胡老大的作对的。只是汪虎自己看了一眼童老之后，心里对于自己的猜测却是有些不敢肯定。因为这个童老看起来丝毫不起眼，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罢了，完全不像是一个高手的样子。唰！忽然，汪虎发现童老的目光一下子就和自己的目光对视上了。而就这么一对视，汪虎忽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和一条阴冷的毒蛇对视上了一样，有着心惊肉跳的感觉。这人不简单。汪虎心跳一下子就变得快了不少。胡老大见汪虎被童老的眼神一看就脸色大变，顿时就冷笑了起来。汪虎，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有童老帮我，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最终只有死的份。哼！一听胡老大的话，汪虎立刻就回过了神来，哼了一声，脸色恢复了淡然，一脸淡然地对着胡老大说道：到底谁是跳梁小丑还不一定呢，请吧。汪虎现在已经恢复了镇定了，因为他想到了陈峰。一想到陈峰各种牛逼到不行的本事，他就觉得自己压根不需要害怕，自己干不过这个童老。咱不是还有牛逼刚刚的峰哥吗？汪虎相信，只要峰哥出马，这什么童老肯定就像是土鸡瓦狗一样不堪一击。汪虎一脸傲人地对着门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不耐烦地说道：胡老大，我劝你还是快点，要是峰哥等得不耐烦了，你会很凄惨的。峰哥现在就在外面的大厅里等着你呢。胡老大被汪虎的嚣张态度弄得鬼火直冒，但是因为童老在身边，他也只能够忍了，对着童老说道：童老，我们走吧。童老面无表情地看了汪虎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朝着门口走了出去。而胡老大则是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汪虎看了胡老大愤怒的背影一眼，不屑地轻哼了一声，也是跟了上去。童老和胡老大一出了办公室的大门，脸色顿时就微变了起来。此时办公室外的过道之上，竟然隔几步就躺着一个胡老大的手下。这些人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连爬起来的再做不到，有些更是直接就昏迷了过去了。汪虎一看到这些，胡老大立刻就转过头，一脸铁青地看着汪虎。呵呵，这些胡老大的小弟自然是被汪虎放倒的了。对于胡老大的愤怒，他却是不以为然，浑然不惧。胡老大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脸上的肌肉也在抽动，显然是怒到了极致了。走！童老看了几眼地上的人之后，淡淡的对着胡老大说了一句，然后直接向着大厅的方向走去。胡老大只能阴冷的瞪了汪虎一眼，跟了上去。一路上隔三差五的就是一个躺在地上呻吟的小弟。童老熟视无睹，但是胡老大却是气得怒火汹涌，汪虎则是一脸不以为然。很快，胡老大和童老就来到了大厅。一到大厅，胡老大便发现大厅此时的气氛诡异无比。他的一大群手下正愤怒地围着在一张沙发之前，和几个站在沙发前的人对峙着。而这几个人的面前，横七竖八的倒着7、8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胡老大看着这一幕，眼神一凛，目光立刻就朝着沙发上看去，立刻就看到了一个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的身边还坐着一个脸色有些紧张的漂亮女孩子。不用说，这两人自然是陈峰和苏梦了。这是怎么回事？胡老大眉目含怒，沉声说了一句：老大，您可算来了，这个小子是来砸场子的。胡老大一出声，他的手下立刻就听到了。一个身份比较高的小弟立刻走到了胡老大面前，一脸愤怒地指着陈峰说道：这小子的策反了我们的人，并且伤了我们不少兄弟，就连汪虎那王八蛋也叛变了。胡老大一听这小弟的话，脸色变得更难看，但是并没有出声，而是眼神阴郁地看着陈峰。峰哥，这家伙就是胡老大了。这时候，汪虎回到了陈峰面前，指着胡老大对着陈峰说道。陈峰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胡老大了，一听汪虎的话，点了点头，抖动了一下翘起来了的2郎腿，喝了一口方阳给他弄来的饮品，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胡老大，开口道：你就是胡老大，之前和我通电话那个？胡老大看着陈峰的动作神态，听着陈峰那满满不屑意味的语气，心里面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了上来了，眯着眼睛看着陈峰，
没错，我就是胡老大。你是什么人？胡老大对于陈峰并不熟悉。你是胡老大就好。陈峰听了胡老大的话，轻轻的点了点头，轻轻的靠在了沙发上，指了指他前面的地面道：过来，跪这儿，过来，跪这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听陈峰的话，胡老大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陈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脸疑惑的看着他，暗道这小子在说什么呢？就连胡老大手下的那些人也是一脸疑惑的看着陈峰，他们一时间也不知道陈峰到底想要说什么。第130，谁跟你开玩笑？胡老大听了陈峰的话之后，眉头不由得轻轻皱了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汪虎一听胡老大的话，立刻就是一脸看白痴一样的表情，看着胡老大大骂道：峰哥让你过来跪下，你没听懂吗？轰！听到汪虎这么一说，不仅是胡老大听懂了，他的小弟们也是一下子就听懂了。听懂了之后，他们顿时轰的一声就炸锅了，所有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这小子说了什么？他竟然让胡老大到他面前去跪下！我的天，这小子是疯了吗？他怎么敢说这话？然而让他们惊骇的是，陈峰还真就敢这么说了。陈峰再次指了指自己前面的地面，霸气无比的对着胡老大说道：过来跪这儿，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陈峰的语气和态度充满了霸道和嚣张的味道，听得胡老大和他的小弟们一阵目瞪口呆。胡老大挖了挖自己的耳朵，他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这个玩笑可不好笑。他胡老大是什么人？他可是江城黑白两道都能够呼风唤雨的牛逼人物，但是现在这个小子却让他给他下跪。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让你立刻滚过来跪好了。然而陈峰听了他的话，却是唰的一下站了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息猛地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猛虎一样摄人的目光死死地看着胡老大，语气冰冷无比，大喝了一句。陈峰忽然爆发，让得胡老大的等人吓了一大跳，特别是感受到陈峰身上爆发出来的那种可怕的气势，他们更是有一种两股战战的感觉，这让得胡老大的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他想不到一个年轻人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气势。胡老大的那些小弟也是被陈峰给镇住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过一回过神了之后，他们就愤怒了，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盘，现在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却敢在他们这里大放厥词，这对于平时已经作威作福惯了得了他们来说，简直不能忍。这些回过神来的胡老大的打手小弟们立刻就对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全都是一副恨不得冲上去直接把陈峰给撕碎的样子。但是他们一看一脸凶狠地站在陈峰面前汪虎和几个小弟，他们又只能偃旗息鼓了。之前陈峰为了有人能帮自己在前面吸引火力，好让自己好好装逼，他直接给了5个小弟一人2枚剑体丸让他们吃了下去。一人2枚剑体丸，这些小弟们战斗力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一路上把那些胡老大的手下打得哭爹叫娘，现在个个都是斗志昂然。这些小弟们吃了陈峰的剑体丸之后，已经直接成了陈峰的脑残粉了，对陈峰感恩戴德，一个个红着眼睛，犹如一头头的饿狼一样守护着陈峰。现在任何人想要对陈峰下手，都必须要从他们的身上踏过才有可能了。闭嘴！再敢骂峰哥一句，老子弄死你！方阳脸色狰狞的对着他对面一个一脸愤怒的骂陈峰的打手喝骂了一句，眼睛都是红的，就像是一头随时都有可能扑出去的饿狼一样。这个小弟被方阳这种疯狂的眼神一看，顿时吓得后退了一步，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惧之色，直接就不敢说话了。胡老大看着眼前的情况，脸色难看无比，他很是愤怒，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被人给打上门来。但是现在事情真实的发生了，又让他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一双阴霾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我数3声，你要是还不过来跪下，我让你生不如死。陈峰看着胡老大，微微地扬起下巴，斜视着他淡淡地说道。他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是落在其他人的耳中却是犹如雷霆一样震耳欲聋，霸道不容置疑。1，陈峰面无表情开始数数，胡老大眼里闪过一丝不屑狰狞的狠厉的光芒。作为一个大佬，他何时被人这样威胁过？陈峰对他的威胁，仍让得他心里面的怒火就像是火山爆发，一闪汹涌澎湃。2，陈峰可不会管胡老大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就像是一个催命的阎王爷一样，嘴唇动了一下，轻轻地吐出了一个数字。这一刻，整个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凝固了起来，安静的落针可闻。不管是胡老大的手下还是陈峰的手下，都是紧张无比的看着眼前的情况。今天的事情实在是让他们大开眼界，胡老大竟然被人逼着下跪。3，
陈峰可不管这些人怎么想，在3字出口之后，他的眼神顿时一凛，唰的一下就消失在了原地。既然这胡老大给脸不要脸，那就不要怪心狠手辣了。唰的一下，陈峰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原地，犹如一头猛虎一样，直接朝着胡老大扑了过去。鬼魅一般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胡老大的面前，直接一把朝着他的脖子抓了过去。童老救我！胡老大发现看着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的陈峰，顿时就吓尿了，吓得嗷的一声就大叫了起来。嗖！胡老大一出声，一直站在胡老大身边，饶有兴趣地看着陈峰的童老终于出手了。只见他一个闪身出现在了胡老大的身前，枯瘦的手掌猛地抬起，一掌向着陈峰拍了出去。这个忽然出手的老者让得陈峰心头一惊，因为他从这个人攻击之中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遇到高手了，陈峰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遇到高人了。不过他却没有丝毫的混乱，原本向着胡老抓去的手掌立刻变成拳头，直接一拳对着童老轰了出去。砰！陈峰的拳头直接和童老的拳头撞击在了一起，砰的一声闷响，陈峰和童老皆是同时后退了好几步。这一击谁都没有占到便宜，也没有吃亏。陈峰后退了好几步，并没有再次出手，而是惊讶地看向了童老。这个老人给了他一种和以前遇到的人不一样的感觉，他的身体之中好像蕴含着一股磅礴强大的力量。第131线上丹药和女人，饶你不死，竟然能够接我随意一招，有点意思。童老后退了好几步之后，一脸惊讶地看着陈峰，心里面有些吃惊。他想不到陈峰小小年纪竟然能和他对上一招，要知道他可不是什么普通人来的，他童卿可是一个明镜大成的武者，一个明镜武者可是能够轻松打小学生一样吊打各种跆拳道黑带高手的。不过童卿心里面也只是稍微惊讶一下而已，并没有把陈峰放在眼里，因为他刚才就连1%的力量都没有用上，他自认为只有他用1成力量直接就能够把陈峰给轰杀。作为一个纵横江城的明镜大成武者，童卿有着这个自信。陈峰，你没事吧？苏梦见陈峰竟然被击退了，不由得大惊，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陈峰被击退呢，这让得他很是心惊。就连汪虎等人也是一阵心惊，难道峰哥不是这个老头的对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危险了，他们现在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可都是押宝在了陈峰的身上的，如果陈峰不是这个老头的对手，他们就死定了。不过这个想法只是在汪虎等人心里面一闪而过就消失了。无他，他们想到了陈峰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神奇本事，他们对于陈峰有着绝对的信心。一个能够一手指头在墙上戳出来一个大洞，而且还能够一枚丹药就让人变强的牛逼人物，会是一个没有一些底牌的人吗？我没有。是陈峰看着苏梦一脸担忧的表情，笑着安慰了一声道：你家男人可是很厉害的，这些阿猫阿狗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呢？苏梦听到陈峰的话，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红晕，俏生生的白了一眼这家伙，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调戏自己呢，真是太讨厌了。不过苏梦却发现自己现在对于陈峰的这些话却没有了以前那种抵触厌恶的感觉，有的只是淡淡的羞涩和难以为情。陈峰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站了出来保护他，让他彻底的接受了陈峰。阿猫阿狗。童卿一听陈峰的话，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冷光，目光在陈峰的身上扫视了一眼。现在的年轻人当真是狂妄无比，真当自己有几分本事就能够无视天下英雄了。陈峰听到他的话，转过头看向童卿，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光芒，不以为然的说道：我倒是没有小看天下英雄的意思，但是对于你这种阿猫阿狗还真是没有放在眼里。陈峰虽然对于这个童卿的身手有些惊讶，但是他还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自己现在可是掌握了凌波微步和一阳指2大杀招，怎么可能会把这个童卿放在眼里？就算自己力量比不过他，但是凭借着凌波微步身法和一阳指的攻击，陈峰却有着十足的把握把这个老家伙给干掉。如果他识趣点不和自己作对还好，如果他只不知死活的和自己作对，那陈峰不介意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混蛋，你竟然敢说童老是阿猫阿狗！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愤怒，怒道：童老可是明镜大成的古武者高手，你竟然敢说他是阿猫阿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常年接触童老，胡老大知道古武者分为明镜、暗镜、化镜等等级，而童老就是一个明镜大成的古武者，是在江城这1亩3分地上最强大的古武者之一。而现在陈峰竟然说这样的强者是阿猫阿狗，这让胡老大觉得陈峰已经不是能够用狂妄来形容的了，是一个没脑子的疯子了。童卿听到陈峰的话，
眼里闪过了一丝冰冷的光芒。强者是不可以侮辱的，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一个不能被侮辱的强者。而现在陈峰竟然敢说他这个明镜大成的强者是阿猫阿狗，让他心里面隐隐有了一团怒火在跳动。原本我看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本事不容易，想着只要你丹药就放你走的，但是你的不敬让我改变了主意了。一股强大的气势慢慢的从童青的身上爆发了出来，一股骇人的压迫感从他身上向着四周散发了出去，让得他靠近他的几个人骇然的后退好几步，一脸惊惧的看着童青。我的天，好可怕的气势！胡老大也被童青身上忽然散发出来的可怕气势给吓到了，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一脸惊骇的看着气势不断攀升的童青。这就是鼓舞者的可怕吗？我感觉我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胡老大的手下也是一脸惊恐的看着忽然气势大变的童青，倒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脸色都有些发白。现在的童青给他们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连汪虎等人也是倒吸一口凉气，眼里有着惊骇之色。汪虎一直听说胡老大身后有着强者坐镇，以前半信半疑，现在他终于相信了。整个现场此时也就只有陈峰一个人还能够面不改色了。童青对于众人惊恐敬佩的眼神很是满意，因为这是他强大的证明。他眯起了眼睛看着陈峰，微微扬起了脑袋，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对着陈峰说道：立刻把你身手所有剑体丸都献给，然后把这个小女娃献给老夫享受享受，我饶你不死。童青的姿态高高在上，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一个君王在看着一个奴隶一样，一副能够对陈峰予取予夺的架势。显然童青虽然惊讶于陈峰的能够和他对了一招，但是依旧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此时看着陈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只蝼蚁一样。苏梦一听童青的话，脸色不由得一白，眼里闪过一丝惊恐之色，下意识地紧紧握住了陈峰的手。感受到苏梦的紧张，陈峰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了他的略微冰凉的小手，让他可以稍微镇定。老东西，今天你必死无疑。陈峰抬起头，眼睑微微眯了起来，一丝杀意从他的眼底闪过，定定地看着童青，用一种冰冷的毫无感情的语气对着童青慢慢地吐出了一句杀意森然的话：第132，立刻自杀，留你全尸。童青这个老东西的话彻底把陈峰给激怒了。如果这老货只是说了前半句，他最多也是不屑一笑罢了，但是这老东西后半句却说让他把苏梦献给他，直接卷，让得陈峰心里面的怒火一下子升腾了起来。苏梦是他这辈子最不可触碰的逆鳞之一，谁要是敢拿他搞事情，陈峰不介意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他知道自己到底做了多么不该做的事情。童青高高在上的看着陈峰，对于陈峰的愤怒毫不在意，在他的眼里，陈峰根本就不算什么东西，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这个敢对自己不敬的小子。小子，童老让你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然后乖乖的把身边的小美人送过来给童老好好享受一番，你听到没有？你要是敢违抗童老的命令，一定会死得很惨的。胡老大此时却是一脸兴奋，眼神得意的看着陈峰，嘿嘿冷笑了起来。小子，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闹事，老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胡老大看着陈峰，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死人一眼，在他的眼里，陈峰已经完蛋了，因为童老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眼前这小子不死也是残废，听到没有？快点把你身上东西交出来，然后把你的女人脱光光了给童老送过去。哈哈，这妹子水灵，童老一定会玩得很爽的。能得到童老的灵性，那是这女人的福气，大把的女人想要得到童老的宠幸都得不到呢。嘿嘿，胡老大的话一出，他的小弟立刻就附和了起来，不怀好意的眼神不停地在陈峰几人身上扫视着，特别是在苏梦的身上扫视着。看着苏梦那清纯俏丽的脸盘和窈窕的身材，这些人眼里闪烁着火热的光芒。这妹子真尼玛漂亮，如果自己能够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陪一晚上，那真是死也是值得了呀。这些小弟们心里面有着各种肮脏的想法，对于童老也是一阵的羡慕，因为在他们看来，童老马上就能够慢慢的品尝这个极品美女了。看着苏梦的眼神各种垂涎，而看着陈峰的眼神却是充满了怜悯与讥讽。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要被一个老头强占，简直就是废物。陈峰的眼神就像是玄冰一样的冰冷的，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人，一个也别想跑。陈峰已经给这些人判了死刑了，他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参与这件事件的人。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立刻把你身上所有的剑体丸和你身边的小美人献给我，我可以饶你不死。童青眼里闪过一丝光芒，犹如一条毒蛇，一丝死死盯着陈峰，语气冰冷的说道。
童青现在对于陈峰手里的健体丸非常的感兴趣。原本对于李崇等人汇报关于健体丸的事情，他还不相信的，但是现在见到了汪虎之后，他对于这件事可却是相信了起来了。这小子手上真的有着能够让人实力暴增的好东西，这对于童青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能够突破明境进入暗境境界的契机。明境和暗境直接就是两个层次存在，如果他能够进入暗境境界，那他的江湖地位将会大大提升，到时候他就敢说他江城无敌。童青的身上只是散发着强大的压迫感，眼神也是可怕无比。他这阴森森的话语一出，汪虎等人的脸色就是变得有些苍白。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过这样可怕的气势，竟然有一种下要跪下去的冲动。至于苏梦更是浑身的紧绷了起来，眼里有着淡又无比的神色。如果不是因为陈峰就在他的身边，他觉得自己现在或许站稳都难了。毕竟他只是一个没经历过什么事情的学生女孩。陈峰这边的人气势大减，胡老大那边的人却是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这一切都因为童青的存在，童青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让得他们都为振奋。刚才被汪虎、方阳等人一顿暴揍，让得他们心里面很是憋屈的，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现在终于能够扬眉吐气了，他们能不高兴吗？陈峰冷冷地看了童青一眼，在自己面前装逼。对于这种在自己面前装逼的人，陈峰最喜欢直接把他打成傻逼了。轮装逼，我才是宗师级的，我也给你一个机会。陈峰嘴角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仰着下巴斜视着童青，淡淡的说道：现在立刻自杀，我留你一个全尸。死！现在自杀，我留你一个全尸。陈峰的话一出，现场顿时就响起了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一大群人一脸震惊的看着陈峰，眼里闪过了震惊的神色。老天爷，我是不是听错了？这小子说了什么？他竟然让童老自杀，然后给他留一个全尸。胡老大看着陈峰昂首站立的样子，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麻蛋，他原本觉得童老让陈峰献上宝贝和女人就已经算是很霸道装逼了，但是现在一和陈峰比，简直就是弱爆了呀！峰哥霸气威武，老东西，峰哥让你立刻自杀，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一点抹脖子，等着过年呢！汪虎等人回过神来之后，却是兴奋的大叫了起来：丫的，这才是我们的老大啊！对这老货一点也不怂，直接就抽了回去，找死！童青一听陈峰的话，原本还想着装告人的他顿时就怒了，眼里出现了浓浓的杀机，身形嗖的一下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着，直接就朝着陈峰冲了出去。小子，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就成全你！童青的眨眼间就出现在了陈峰的面前，满是老人般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狠辣的笑容。你死了之后，我还要狠狠地玩你的女人，等我玩腻了之后，我就把她赏给手下的人一起玩，我想他们一定会乐疯的。童青这话一出，胡老大的那些手下眼里顿时就露出了一脸兴奋的表情，就连眼看都变红了，心脏扑通通的剧烈跳动。难道他们也能享受一下这种天仙一样美丽的美女吗？第133恐怖的童老。童青眨眼间就出现在陈峰面前，嘴角露出了残忍的狞笑，一只枯瘦的手掌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利刃一样，直接就朝着陈峰胸口扎了上去。童青已经不打算和陈峰多说了，他只想迅速把陈峰这个敢对他一个明镜大成鼓舞者不敬的小子给解决掉，然后把他身上的灵丹妙药都给抢过来，然后让自己的实力得到一个大的提升。至于陈峰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的丹药，会不会是一些大家族的子弟，他是一点也不在意的。像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做过几次了，其中也有不少大家族的子弟给他杀了，也不在乎多干一次了。大不了东西得手之后，他就直接离开此地。天下之大，他童青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童青这一次直接就下了杀手，他丹田之中的内力调动了起来，让他的攻击充满了破坏力，手掌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刺刀一样，直取陈峰的心门。峰哥小心！汪虎等人看到童青悍然出手，都是忍不住的大声惊呼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焦虑之色，害怕陈峰因为童青悍然袭击而吃亏。老不死的，竟然一出手就是杀招！陈峰能够清楚地感觉得到童青手刀所蕴含的可怕力量，眼里闪过一丝杀意。陈峰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就在童青发动攻击一瞬间，他的神经就已经快绷紧了起来了。他一手把苏梦搂入了怀里，脚下迈动了一个步伐，只见他带着苏梦，直接以一个诡异无比的动作，两个人的身体直接横飘了出去。呼！陈峰和苏梦飘出去的一瞬间，童青的手掌贴着陈峰的肩膀呲了过去，枯瘦的手掌距离陈峰的肩膀只有1厘米都不到的距离。如果陈峰稍微慢上一点点的话，童青的手掌
肯定就是直接刺到陈峰的胸口了。太好了，峰哥牛逼！汪虎等人看着陈峰使用灵步微波，轻而易举地躲过了童青的攻击，都是忍不住激动了起来。看来咱们峰哥还是很牛逼的呀！一击不成，童青并没有立刻就接着攻击，反而停在了原地，眯起了眼睛，一脸惊讶地看着陈峰，有点本事，怪不得那么嚣张呢。对于陈峰能够轻易躲开他的攻击，童青心里面还是有些惊讶的。虽然他不是擅长速度的鼓舞者，但是怎么说，他也是一个修炼内力的鼓舞者。他的袭击，一般人都不可能躲得过去的。但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在他的袭击之下，抱着一个小美人，竟然还能够从容躲过他的攻击，这就让他不得不重视了起来了。我嚣张自然是因为我有本事。陈峰抱着惊魂未定的苏梦，嘴角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笑容，看着童青语气不屑地说道：倒是你这老货很让我失望，现在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像你这种杂鱼也出来蹦跶装逼了？陈峰的语气和神态充满了不屑与鄙视，看着童青的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坨垃圾一样。小子，你竟然敢骂童老是杂鱼，你找死是不是？童老可是江城牌的上号的武道高手，你竟然敢说童老是垃圾，你小子罪该万死！胡老大原本还在震惊陈峰能够躲过童老的攻击呢，一听到陈峰喜的话，顿时就气得一蹦3尺高，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了起来。童青在他的心里就是无敌的存在，是他崇拜的人。胡老大看着的别人骂童老，胡老大一开枪，他那些马仔们自然也是会立刻帮衬了，他们也是纷纷对着陈峰破口大骂，一副要把陈峰给扒皮抽筋的架势。童青看着众人的反应，却是轻轻的抬起手，示意小弟们安静下来。我童青纵横江城几十年，你还是第一个敢骂我是杂鱼的人。童青的眼神就像是冰刀一样冰冷锋利，死死的盯着陈峰。你很有胆气，但同时也是很无知。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鹰爪童青鹰爪功的厉害。嗖！童青一说完，只见他脚步一动，嗖的一声，直接就朝着陈峰扑了过来，屈指成爪，直接就向着陈峰的喉咙抓来。能死我童青的鹰爪功之下，也是你上辈子修来福分了。直取陈峰的喉咙，童青眼里闪烁着残忍嗜血的光芒，心底里面也有着兴奋。陈峰小小年纪就拥有如此身手，对童青心里面有着不小的冲击。陈峰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武道天才，而对于扼杀天才，他是最喜欢不过的了。啊！苏梦看着童青那犹如鹰爪一般的枯瘦爪子向着陈峰抓来，吓得惊叫一声，直接闭上了眼睛，紧紧地抱着陈峰。哼！陈峰看着童青袭来，却是轻哼了一声，心里面没有丝毫的慌张，立刻发动了灵步微步身法。就在童青就要攻击到自己的前一刻，抱着苏梦一个羚羊挂角一般玄妙的闪避，轻而易举地躲过了童青的攻击。砰！陈峰躲过了童青的攻击，童青却是没有办法，瞬间就收力。只见他的鹰爪直接砰的一声，直接抓在了陈峰身后的赌博机之上。砰的一声，赌博机那厚厚的硬木外壳直接就被童青的鹰爪功直接抓出了一个大洞。死！围观的人看到童青竟然直接一爪子把那厚厚的赌博机外壳给抓破了，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面大叫了一声卧槽！那硬木外壳，即使用刀子砍都要砍好久才能够把它给砍来一个大洞吧？现在童青已经一爪子直接给抓出来一个大洞，这还是人吗？然而下一刻，这些人更是差点惊得眼珠子都掉出来了。童青一击不中，这一次他没有丝毫停顿，怒喝一声，再一次向着陈峰扑了上去，一爪子向着陈峰抓了过去。陈峰自然是不可能让这老东西摸到自己的，只见他抱着苏梦，就像是一条灵活无比的鱿鱼一样，身子往边上一滑，直接躲过了童青的攻击。童青的爪子直接一爪子抓在他身后一根柱子上，唰的一下，柱子之上直接就被抓出来几道深深的抓海，触目惊心。第134，老年痴呆了吧你？童青施展了他的绝技鹰爪功，唰的一下，直接就在柱子上留下来3道深浅不一的抓痕，让的一众人顿时就是倒吸了一阵凉气，惊骇的瞪大了眼睛，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卧槽，好恐怖！童来竟然这么厉害，好可怕！这一爪子要是抓到人身上，那绝对是有死无生啊！胡老大的小弟们好一会儿之后，终于回过了神来了，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狂喜的神色，激动的满脸通红，看着童青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神一样。这种只在影视作品之上看到的可怕功夫，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让得他们心情无比振奋。看着汪虎等人的眼神也是不由得变得幸灾乐祸了起来。童老这样牛逼，这些傻逼竟然还敢背叛，这次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只要有童老在，
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扳倒我胡老大，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我军来乐放肆。胡老大此时眼里也是满满的兴奋之色，心情更是激动无比。他终于又可以看到童老出手，看着童老那威风凛凛的身姿，他就觉得热血沸腾。童老，废了这个小子，竟然敢看不起童老年，必须要给他一个血的教训。胡老大对着童老大吼了一声，看着再一次躲过了童青一次攻击的陈峰，他眼里闪过一丝不屑的光芒。小子，跟老子斗，老子弄不死你！然而胡老大不知道的是，他是此时很兴奋高兴，觉得陈峰已经完蛋了，童青的心情却像是被泰迪毙了一样难受，有一种发狂的感觉。10招了，已经10招了，他竟然连陈峰的衣角都没有摸到。在童青看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不可能的事情却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他的面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小子的身法为什么那么厉害？童青的脸色已经慢慢的变得非常的难看了，他眼里有着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竟然追不上陈峰的速度，而且还是一个抱着一个妹子的陈峰。这么多招下来，他一直都是在做无用功，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陈峰轻而易举的躲了过去。这小子简直就像是一条滑不溜秋的泥鳅一样，无论他怎么攻击陈峰，从那个刁钻的角度去进攻陈峰，都是被陈峰轻而易举的躲了过去。这种有种浑身蛮力，但是却只能打空气的感觉，让的童青心里面很是难受憋屈。老东西，就凭你这蜗牛一样的速度，还想收拾我？你是不是老年痴呆症犯了？陈峰抱着苏梦，脚下踩着凌波微步，巧妙地躲过了童青的含怒一击之后，站怎在远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讥讽笑容，看着童青嘲弄道。童青正因为拿陈峰没有办法而愤怒呢，现在一听陈峰的话，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了，咬牙切齿地看着陈峰，小子别张狂，看老夫如何收拾你！童青一声怒喝，直接拿出了真本事，内力疯狂翻涌，整个人的气势陡然就是暴增了一大截，红着眼直接向着陈峰扑了过去。这一次他的速度直接快了不少，现在童青已经被陈峰给彻底的逼急了，他已经不打算保留实力了，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眼前这个小子给解决掉，否然他的脸面会丢尽的。他一个明镜大成鼓舞者，竟然奈何不了一个高中生，这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他肯定没有脸在江城混下去了。为了把这种耻辱洗掉，他需要陈峰的鲜血。呼！童青一脸狰狞，双眼犹如发狂的疯狗一样血红血红的，眨眼间就出现在了陈峰的面前。小子去死吧！童青冲到陈峰面前之后，发出了一声犹如恶鬼一样的厉笑，鹰爪直取陈峰的喉咙，想要直接把陈峰的喉咙给找断。这一次的速度起码要比之前快了近1倍。看着像是没有反应过来的陈峰，童青眼底深处出现了解恨的感觉。刚在他对陈峰攻击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攻击到陈峰，让他觉得陈峰是在戏耍他，这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羞辱感。死吧！童青感觉自己的鹰爪这一次一定能够抓破陈峰的喉咙，让他鲜血狂喷，随后死不瞑目，而自己却可以得到他身上的丹药，还有他抱着的那个小美人了。然而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唰！当童青的手划破陈峰的喉咙的时候，他却没有感觉到利爪划破血肉的触感，也没有看到鲜血淋漓的场面。残影！童青瞬间就知道自己划破只不过是一个残影罢了。他并没有碰到陈峰，而是直接抓在了陈峰后面的赌博机之上，直接就将一台赌博机给屏幕给砸烂了。怎么回事？人呢？这一情况让的童青心头大骇，这种情况让他心神震撼。这个年轻人的速度到底快到了什么地步？他全力爆发的一击，竟然还是没有碰到他。人在这儿呢！就在童青惊骇的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却是从他后面响了起来。唰！一听到这个声音，童青立刻就像是触电了一样，唰的一下，猛地回过头，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单手搂着一个女孩，一脸讥讽地看着他。不是那个让他气得牙根痒痒的陈峰，还有谁？这怎么可能？童青一看到陈峰，眼睛瞳孔猛地一缩，脸上露出了一抹惊骇之色。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后的？然而还没有等他弄明白陈峰到底是在吗出现在他身后呢，他却看到陈峰直接就扬起了巴掌，直接就想着自己抽了过来。不，一看到陈峰的动作，经常抽胡老大的他就知道陈峰是要干什么了，这让他的立刻就惊叫了起来。他知道陈峰想要抽自己耳光，身体本能的想要躲避，他绝不能让陈峰抽中自己耳光，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尊严全失，以后在小弟们的面前也是好威严扫地，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即使他想要躲避，也是全然来不及了。
第135，不服打到你服。啪！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下，陈峰的巴掌啪的一声直接就抽在了童青的脸上，而后他们便看到童青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直接就倒飞了出去。砰！陈峰这一巴掌直接就把童青抽飞出了2-3米，砰的一声直接就砸在了胡老大的几个手下身上，砸的几个小弟嗷嗷大叫。童老原本一直都在期待着童青一巴掌把陈峰给呼死的胡老大，看着童青被陈峰一巴掌给抽飞了出去，一双眼一下子就瞪得牛眼一眼巨大了起来，整个人都呆滞了一下。2秒钟之后，胡老大才回过了神来，脸色大变的朝着童青的方向冲了过去。童老，童老，您没事吧？胡老大快速冲到了童青的身边，慌慌张张的去把童青给扶了起来，一脸惊慌的问道。童青被一巴掌抽飞，这事情对于胡老大的冲击无比巨大，也让他无比惊慌。难道童老也不是那个小子的对手吗？那个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宋凯那个臭小子到底给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可怕的存在？滚开！童青从地上站了起来，怒吼着一把将过来扶他的胡老大给推开，眼神喷火的看着不远处正一脸不屑的看着他的陈峰。你竟然敢打我脸！童青的半边脸都已经肿了起来了，耳朵也是嗡嗡作响，就连大牙都松了几颗。童青感觉自己的心里的怒火就像是一个滚烫的油锅一样，正在剧烈的翻滚着，像是要把它融化了一样。他童青竟然被人打脸了，而且还是被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小子给打了脸了。这种事情童青以前想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这事情却是活生生的发生了，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无时无刻都在告诉他被人打脸了。然而童青刚说完话，他就发现一个一脸冷笑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他还没有反应的过来的时候，对着他的脸又是一巴掌，啪的一声，有一次把他给抽飞了出去。砰！这一次童青砰的一声直接就砸在了胡老大的身上，砸得胡老大嗷嗷直叫。这一次童青却不需要别人扶了，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直接就跳了起来。打你脸又怎么样？陈峰看着站了起来的童青，他一脸不屑地说道，我就是要打你脸了，不服吗？这一次陈峰打的是童青的另一边脸，直接让他两边脸都肿了起来，甚至连2颗大牙都让陈峰给打掉了。童青的嘴里立刻就出现来大量的鲜血。小畜生，老夫要杀了你！又被陈峰抽了一巴掌，童青直接就暴走了，他就像是一头暴怒的猛兽一样，直接就朝着陈峰冲了过来，一跺地面，整个人就俩是一头猎豹一样向着陈峰窜了出去，接连被人扇了2个耳光，但是自己却连别人的衣角都没有摸到。童青从都没有吃过如此大亏，童青血红双眼，冲到了陈峰的身前，再一次向着陈峰发动了攻。想杀我？你想多了。陈峰看着冲到自己面前的童青，眼里闪过了一抹不屑的光芒。他现在已经大概摸清楚这个童青的实力了，这老东西实力量应该和自己不相上下，但是速度和身法和学会了凌波微步的自己一比就什么都不是了。陈峰的身子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当时就是这个一个小幅度的移动，却是直接就躲过了童青的攻击，让的童青这一击又打在了空气之上。啪！陈峰轻易地躲过了他的这一击之后，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反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直接就抽在了童青的脸上。混蛋！又被抽了一巴掌，童青愤怒地大吼了起来。陈峰的这一巴掌力道没有之前的大，但是他依旧觉得火辣辣的痛，脸痛心更痛。啪！然而还没等童青愤怒地回过神来，陈峰又一巴掌直接就抽在了他的脸上，直接就把他抽得一个踉跄。好！童青疯了，怒吼着朝着陈峰扑了上去。啪！然而迎接他的还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挨了一巴掌。童青心里面更加的愤怒，接着朝着陈峰冲了上去。然而命运还是一样的，啪啪啪啪，童青没冲上来一次，就被陈峰抽一巴掌。我的妈呀！胡老大脸色惊骇的看着这一幕，连话都说不出口了。他心目之中的无敌童老，现在竟然被人耍猴一样，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抽着耳光，而童老就连人家的衣角都没摸到，这世界太疯狂。胡老大觉得自己跟不上节奏了。我勒个去！峰哥，我你跪了！汪虎看着吊打小学生一样吊打童青的陈峰，眼里的崇拜之色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方阳几人也是一脸呆滞的看着这一幕，心里面既是兴奋又是庆幸，庆幸自己现在已经是峰哥的狗腿子了。我不服！我不服！啪的又挨了一巴掌，童青眼睛已经红的街头红灯一样了，他心里面既是愤怒又说憋屈，对着陈峰怒吼了起来。狗日的，你有种和我堂堂正正的打一架，
这样子仗着自己的身法耍无赖算什么英雄？一巴掌一巴掌的被陈峰抽，但是自己确实连陈峰的衣角都没有摸到。这种单方面挨虐的感觉，让的童青有种崩溃的感觉。陈峰看着2步外，一张脸已经不成人形了的童青，甩了甩有些酸麻的手掌，一脸不屑的看着他：“你不服是吧？无耻小儿，有着和老夫堂堂正正的一架，你这有耍无赖，我童青不服！”童青看着陈峰那一脸不屑的表情，气得浑身都在发抖。今天是他几十年以来最憋屈的一天了，他竟然被人单方面吊打，堂堂正正打一架，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陈峰对于童青的话不屑一笑：“你不服是吧？那我就打到你服为止。老夫即使是和你给无耻小儿同归于尽，也不会服。”童青听陈峰说要打到自己服为止，头顶都气得冒烟了。我童青铁骨铮铮，岂会对你一个黄口小儿屈服？第136，我服，我服了，不服打到你服为止。听了陈峰的这句话，童青现在既憋屈又愤怒。他一个明镜大成的鼓舞者，竟然被一个高中生吊着打，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头哈士奇强行毙了一样，让得他想要仰天狂笑。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碰到一下陈峰，即使不能够一巴掌把这个小子打死也没事，他只想要能够碰到一下陈峰就好了。不然这种一直被动挨打的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憋屈的他想要爆炸。我和你拼了！童青怎么可能让陈峰把自己打到服气？他怒吼了一声，再一次朝着陈峰冲了上去，就像是一头被人激怒了的疯狗一样，只想把陈峰给撕碎。然而童青想的还是太美了，啪！迎接他的还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啪的一声，直接把他的抽得晕头转向。小畜生，老夫和你不死不休！又是陈峰的衣角都没有摸到，就被陈峰抽了一巴掌。童青暴怒无比，愤怒的浑身带走的颤抖，啪！然而他的愤怒无济于事，啪的一声，他的脸上又是挨了一巴掌。我就问你，你服不服？陈峰抽了他一巴掌之后，满脸笑容的看着童青，语气不屑的说道：“你要是不服，我就抽到你服为止。畜生，老夫即使死也不会服你的，有种你正面和老夫大战一场！”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让得童青暴跳如雷。二爹嗡嗡作响的他，听到陈峰的话，不由得怒吼了起来：“不服？那就好！”陈峰一听这童青的怒吼，嘴角露出了一抹冷冽的笑容：“我倒要看看你这骨头有多硬！”啪！服不服？不服！啪！服不服？不服！啪！陈峰一点就像在戏耍一样，狠狠地抽了一巴掌童青之后，就会戏谑地问他一句服不服。只有童青一说不服，他反手就是一巴掌。不服是吧？那就打到你服为止。看着陈峰抽一巴掌问一句，童青怒吼连连的场景，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一脸呆滞地看着。汪虎等人对于这情况，心里面却是兴奋激动无比，忍不住心里面给陈峰点了个赞。峰哥就是牛逼，把一个鼓舞者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而胡老大等人则是如丧考妣一样，眼里有着浓浓的恐惧之色。怎么可能？童老竟然打不过这个小子？怎么会这样？胡老大一脸绝望地看着陈峰，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抽在童青的脸上，眼里有着浓浓的惊骇光芒。童老在他心里面就是无敌的存在，但是现在他心里无敌的童老却被人耍猴一样的在戏耍，这让他有一种世界崩溃的感觉，这太不真实了。与此同时，胡老大心里面也是一阵阵的惶恐，现在他所有的希望都童老的身上的，如果童老被陈峰打败的话，那他怎么办？他可不认为陈峰会轻易的放过他。老家伙，你服气了吗？陈峰看着被自己一巴掌抽飞之后又站了起来的童青，一脸讥讽的说道：“我时间多的是，如果你还不服气的话，我可以陪你好好玩玩。”陈峰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在戏耍羞辱这个童青了，如果他想要解决他的话，那是分分钟的事情罢了。不过这个老东西竟然敢让自己把苏梦献给他，这就触了他的逆鳞了，所以陈峰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就放过他的，他要好好的折磨一下这狗东西，让他知道自己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打主意的。童青早已面目全非，满满的一嘴牙齿已经被陈峰打掉了10多颗，他的胸膛此时剧烈的在起伏着，心里面怒火在燃烧。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再吃出击，而是深深的看了一眼陈峰之后，转身就朝着一个通道的方向冲了过去。一看到刚才还硬气无比童青竟然直接就跑路，胡老大等人顿时就傻眼了，脸上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童老竟然跑路了，这事情他可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现在却活生生的发生在了他的面前，颠覆了他的三观。
逃！没错，童青就是在逃。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童青知道自己这一次踢到铁板了，他根本就不是陈峰的对手，他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陈峰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所以为了活命，他选择跑路。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实在是太邪乎了。童青此时心里面既感到愤怒，又感到一阵耻辱。他竟然被一个20岁都没有的年轻人给打得抱头鼠窜，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耻辱。先暂时撤退，等我弄清楚情况之后再回来找这个小子报仇。直接就对他的女人下手，先奸后杀，我一定要让他为今天所做之事付出代价。童青的眼里满是怨毒的光芒，心里面想着逃跑之后一定要回来报仇。不过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童青想逃，陈峰就会让他逃吗？显然不会啊。老东西，你想去哪里啊？我还没玩够呢。童青刚跑出几步，他却看到自己身前忽然出现了一道身影。与此同时，一道充满了讥讽的声音也是悠悠地传入了他的耳中。什么？陈峰的身影忽然出现在童青的面前，让得童青心里面顿时就是大惊，眼里闪过了一道惊骇的光芒。他简直不敢相信，陈峰的速度竟然这么快，直接就拦到了他的面前。这怎么可能？这家伙是怪物吗？速度怎么那么快啊？他到底修炼了什么身法？童青毫不犹豫，立刻就掉头，要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但是就这时候，一个大脚却是狠狠的一脚踢在了他的后背之后，轰的一声，童青的身体就像是一枚炮弹一样，直接就射到了墙上，然后又掉到了地上。嗨，童青艰难的站了起来，咳嗽了2声，他就感觉自己的5脏6腑都要移位了，一阵阵的剧痛。陈峰走了过来，一脸讥讽的看着他。我服，我服了。童青看着一脸讥讽的看着他的陈峰，狠狠的咬了咬嘴唇，满脸憋屈的看着陈峰，咬牙切齿的说道：我童青服了。第137求饶也要死。服了，我童青服了。饱含着无尽屈辱和憋屈，童青咬牙说出了这话，听在胡老大的耳中，就像是惊天霹雳一样，让得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了起来。完了，胡老大的身子轻轻的发抖了起来。童青是他最后的依仗，但是现在童青却被陈峰给收拾了。童青知道自己今天是阴沟里翻船了，他根本就不是陈峰的对手。虽然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陈峰却用耳光硬生生的让他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我服了。童青低下了桀骜的头颅。服了？你不是铁骨铮铮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陈峰看着童青这样子，眼里不由得闪过一抹不屑的光芒，讥笑道：这就是你所谓的铁骨铮铮？搞笑。陈峰的语气之中充满了讥讽与嘲笑，一脸鄙视的看着童青。哈哈，好一个铁骨铮铮，笑死我了，还铁骨铮铮呢，我看只不过是一个见风使舵的逗逼而已。如果他能够说是铁骨铮铮，那我岂不是顶天立地了？陈峰的小弟们听到陈峰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看着童青的眼神充满了鄙夷与嘲笑，一句接着一句刺耳无比的话从他们的嘴里吐了出来。就连胡老大的那些手下看着童青的眼神也变了味道，现在的童青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不是那个让人畏惧的鼓舞者了，而是成了一条毫无尊严的败犬。咯，边上的人鄙视的神色和刺耳的话，让得童青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死死捏着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身子也是气得发抖。这些狗东西竟然敢嘲讽老夫，事后老夫一个也不会放过你们。深深吸了一口气，勉强把自己心中的憋屈和愤怒压了下去。童青红着眼看着陈峰，年轻人你很厉害，出乎我意料的厉害，今天这事情我童青认栽了。说吧，你想怎么样才能放过我？童青知道陈峰是不可能轻易的放过自己的，所以他也没有多说废话，直接让陈峰开条件，只要你能够放过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陈峰听到童青的话，眼里闪过一丝讥讽的冷笑。既然如此，你自杀吧，只要你自杀了，我就可以原谅你了。什么？童青一听陈峰的话，脸色顿时大变。你认真的？童青心里面很是愤怒。对，我是认真的，只要你自杀了，我可以留你个全尸。陈峰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你不觉得你这样欺人太甚了吗？年轻人，做人留一下，日后好相见。童青眼神愤怒的看着陈峰，虽然这事情是老夫有错在先，但是老夫也罪不至死吧。不好意思，我可没有和你日后相见的想法。陈峰听了童青的话，却是不屑的一笑，淡淡的说道，所以你还是快点动手自杀吧。这个童青一开始就对自己下杀手，
陈峰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他？他脑子可没有坑，这个童青必须死。童青的一听陈峰的话，神色一僵，小子，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童青眼神怨毒地盯着陈峰，声音恼火地说道，虽然你很厉害，但是想要取我性命，你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童青心里面憋屈愤怒，他何曾被人如此逼迫过？你如果还想留个全尸，最好立刻自杀。陈峰对于童青的威胁不以为然，冷冷地说道，要是我动手了，你会死得很惨的。陈峰的语气冰冷，丝毫不像是在说笑。汪虎等人听了陈峰的话，心里面不由得大为惊叹，暗道峰哥就是牛逼霸气，一个鼓舞者在他的面前依旧是一只蝼蚁一样，就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童青死死地盯着陈峰，眼里闪烁着怨毒的光芒。陈峰的逼迫让他心里面愤怒无比，但是现在愤怒也是无济于事的。童青不想死。童青的目光瞥到了陈峰身后不远处七亿个身影之上，小子，你真不打算放过我一马？童青语气含怒地盯着陈峰，陈峰已经是铁了心要干掉他了，怎么可能会放过他？所以他微微扬起脑袋，一脸不耐烦地对着他道，你到底去不去死？你在浪费老子的时间，老子可是要亲自动手了。你……陈峰那完全蔑视自己的装逼神态，让得童青的请得爆炸。既然你不给老子活路，那就不要怪老子心狠手辣了。狂妄小儿，老夫今天要和你同归于尽。童青看着陈峰，眼眸之中闪烁过了一丝疯狂的神色，怒吼了一声，直接就朝着陈峰扑了上来。和我同归于尽？陈峰听了他的话，却是不屑一笑，看着童青向着自己扑来，却是丝毫都没有惊慌之色。而就在他扑向自己的一瞬间，凌波微步发动，巧妙的一个侧身，童青直接就从他的身前扑了个过去。小子，你这戏一定会后悔的。陈峰一个巧妙的身法躲过了童青的攻击，这一次童青确实没有任何的恼怒，眼里反而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直接朝着身前扑了过去，速度达到了他的最快。苏梦在童青的面前，苏梦正站在汪虎的等人保护之后，这次童青的目标并不是陈峰，而是苏梦。不好，他的目标是这边。汪虎等人正在保护着苏梦，等他发现童青向着他们的方向扑过来的时候，他的脸色顿时大变。汪虎一下子就知道了童青的目标，他愤怒大吼道，保护嫂子，保护嫂子。汪虎知道童青这个无耻的家伙一定是因为无法打败陈峰，现在想要对苏梦下手，一次了要挟陈峰。方阳等几个小弟也是迅速的反应了过来，迅速的冲到了苏梦的面前，准备保护苏梦。哼，一帮废物还想要拦住老夫，简直是痴人说梦。童青对于汪虎等人的反应速度有些惊讶，但是心里面却是完全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干不过陈峰，但是对付这些杂鱼，他还是不需要费吹灰之力的。第138，我可不认为这个是误会。童青现在已经认清现实了，他知道自己现在根本就不是陈峰的对手，所以他已经放弃和陈峰硬碰硬了。他的目标直接就转向了苏梦，只有他能够把苏梦给抓住，他才能够让陈峰投鼠忌器，这样一来他才能够脱身。所以他对陈峰的攻击只是佯攻而已。等陈峰刚躲开他的攻击的，他就直接朝着苏梦的方向冲了过去。汪虎等人童青冲过来，自然是大惊，他们不可能看着苏梦被童青碰到的，所以他们几个人立刻就是如临大敌一样防御了起来。要是苏梦在他们面前出了事情，先不说陈峰会不会放过他们，就是他们也接受不了。峰哥对他们恩情那么大，他们怎么可能看着嫂子出事呢？不自量力的杂鱼。童青见汪虎等人想要拦住自己，心里面不屑地冷哼了一声，身形未有丝毫的放慢，眨眼间就冲到了汪虎的面前，冷哼一声，直接就是一掌对着汪虎拍了出去。坏老夫好事，给老夫去死吧，老东西，老子和你拼了！汪虎见童青向着自己出后，怒吼了一声，直接一拳就想着童青砸了出去，想要拦下童青。不过童青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名进大成的鼓舞者，他虽然打不过陈峰，但是像汪虎这种普通人力里很厉害的人，在他眼里却是一点也不够看的。汪虎一拳砸出，童青眼底闪过一丝厉色，身形一闪，直接就躲了过去。随后他的巴掌砰的一声，直接就拍到了汪虎的胸口上，一股巨力传来，汪虎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就像是被一个大锥子狠狠地捶了一下一样，整个人直接就被捶得飞了出去，轰的一声栽在了地上，哇的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一片。哼！童青一拳把汪虎给解决掉，心里面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随后抬一扫，直接又把冲过来的方阳直接给一掌拍飞。
直接就把方阳身后几个想要冲上来的小弟也一并给砸倒在地，眨眼就把几个小弟给撂翻之后，童清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管其他的事情，他狰狞的目光放在了此时已经吓得连连后退的苏梦身上。过来！童清一下子冲到了苏梦的面前，一只枯槁的手掌直接就向着苏梦抓过了过去。啊！陈峰救我！苏梦见童清一脸狰狞了的向着自己抓来，眼里不由得浮现出了惊恐的神色，下意识的叫出了陈峰的名字。叫吧，你再怎么叫也是没有用的。童清看着苏梦惊恐的眼神，心里面不由得兴奋了起来，他就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向着自己飘来一样，只要抓到苏梦，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够从这里逃掉的。只要能够逃掉，他以后就能有无数种办法一报今日之耻。童清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眼里的神色就像是一只厉鬼一样狰狞疯狂。陈峰把他吊起来打，已经让得童清心态爆炸了，他现在差不多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了。童清的手掌是直接向着苏梦的脖子抓去的。啊！看着童清那可怕的手掌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已经退到了角落的苏梦的小脸一下子就变得发白了起来，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完蛋了！苏梦觉得自己这一次完蛋了，童清的举动太过与突然也太过迅速了。苏梦不认为陈峰这一次还能够来得及救自己。结节！童清心里面发出了得意的怪笑声，他觉得自己赌对了。然而下一刻，童清便是感觉一阵毛骨悚然，他的抓向苏梦的手硬生生的在距离苏梦只有2-3厘米的时候停了下来，整个人都僵硬在了原地，浑身冷汗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你再动一下，我保证你要伸手一触，一道冰冷的声音一传入了童清的耳中，就像是阎王爷的催命符一样，让得他如坠冰窟。咕咚！童清狠狠地咽了咽口水，喉结的滚动让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脖子正被一把利刃抵着，只要这个利刃轻轻一划，他将会命归黄泉。那个，别冲动！童清艰难地转过头，脖子稍微动一下，他就感觉自己的脖子被划破了皮，鲜红的鲜血流淌了下来。但是他此时已经顾得不那么多了，他脸上硬是挤出了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着陈峰说道。陈峰脸上一脸的玩味笑容，看着他淡淡的说道：你想要对我媳妇下手？不是，误会，这是一个误会。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童清即使是鼓舞者也是瑟瑟发抖了起来，他一脸紧张的看着陈峰。小兄弟，你误会了，这只是一个误会，我并没有想要对你女人下手。童清现在心里既是愤怒又是憋屈无奈，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不会说这种这么跌份的话。但是现在陈峰刀子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了，已经轮不到他多说什么。他知道，如果他还想活下去，现在只好向陈峰求情。什么尊严，什么面子的，现在对于他来说都是狗屁。如果死都死了，这些对于他来说就不值一文了。他童清还有优渥的生活可以享有，还有大把的妹子可以玩，他不想死。误会？老子可不认为这是一个误会。陈峰听了他之后，却是怒哼了一声，直接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之上，咔嚓一声，直接把他的膝盖给踢断碎了。童清啊的一声惨叫，整个人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嗷呜！童清被陈峰一脚把膝盖骨给踢断了，立刻躺在地上嗷嗷大叫了起来。看着陈峰狠辣的手段，胡老大等人顿时就吓得脸色发白，而汪虎等人却是兴奋无比。汪虎、方阳两人被童清一人一掌打得吐血，已经恨不得杀了童清。现在看着童清被陈峰收拾，他们自然是感觉振奋人心的。你过来！陈峰看了躺在地上抱着膝盖痛苦呻吟的童清一眼之后，目光却投向了不远处脸色发白、瑟瑟发抖的看着这一切的胡老大，让他过来。第139胡老大的选择。胡老大此时正想着要不要偷偷开溜呢，童清被陈峰吊着打，他就知道自己今天算是没有丝毫的胜算了。现在只有赶紧趁着陈峰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赶紧跑路是最正确的选择。然而让胡老大差点没有吓死的是，陈峰竟然注意到了他，而且还让他过去，这就让他们欲哭无泪了。童老已经玩到了，他怎么可能还和陈峰斗得了？我让你过来，你们听到？陈峰看着胡老大脸色发白，一脸惊恐的看着自己，脸色不善的说道：你再磨叽一下，信不信我让你死得很惨？一听到陈峰赤裸裸的威胁，胡老大哪里还敢犹豫，立刻向着陈峰方向跑了过来。由于过于惊慌，他刚跑出2步，一个趔趄，直接就是砰的一声摔了一个狗啃泥。然而即使摔了一个狗啃泥，胡老大也是一点也不敢迟疑，也不顾上疼痛了，直接就是连滚带爬的朝着陈峰而去。爬到陈峰的面前置之后，他已经变得狼狈无比，
一头冷汗，而且脸色也是白纸一样惨白无比。大哥，您有什么吩咐吗？胡老大脸色惨白地看着陈峰，慌慌张张地问道。现在他的心情惊慌无比，陈峰所表现出来的狠辣，让他感到胆寒。现在陈峰已经把童老收拾了，他已经没有丝毫可以和陈峰作对的资本了。想活命吗？陈峰看着这个前倨后恭的胡老大，眼里露出了一抹魔鬼一样的笑容，笑眯眯地对着他说道：想活命吗？想啊。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就像是看到了一丝曙光一样，差点就惊呼了起来，的对着陈峰不停地点头。想，我想活命。如果能够活着，有几个人会想死？像胡老大这种平时有权有势的人，那就是更加的想要活命了。想活命是吧？那好，杀了他。陈峰看着胡老大一脸激动的样子，却是冷笑一下，却是直接把手里匕首扔给了他。直接躺在地上的童青道：只要你杀了他，我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什么？你让我杀了童老？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傻眼了。他知道陈峰不会那么容易的放过他，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陈峰竟然会让他干这种事情。杀了童老，这事情他以前可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先不说童老那一身恐怖的本事，单单是童老对他的帮助，他也不可能去想着杀童老啊。大哥，可不可以换个条件？胡老大一脸惊恐忐忑地看着陈峰。只要不是杀童老，大哥您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就算是你想要我的全部财产，我也可以一并奉上。你认为你有的选择吗？陈峰看着胡老大，淡淡的说道：现在你只有按我说的去做，或者死这两个选项。哈哈，小畜生，你竟然想让小胡杀我！童青一只膝盖被陈峰一脚踢碎，这让得他痛的脸都抽搐了起来。听到陈峰的话之后，却是冷笑了起来。小胡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你认为他有可能会杀我？你认为他下得了杀手？他就算是自己去死，也不可能下得了手杀我。胡老大一听童青的话，脸色微变，咬了咬牙，但是却没有说话。是吗？这么自信？陈峰转头看向一脸狰狞的看着自己的童青，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淡淡的说道：你真以为有人愿意为了你去死？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小胡却是一定愿意为了我去死的。童青的语气有些得意，看来他对于胡老大还是相当的有信心啊。哼！陈峰对此却是轻哼了一声，这么老的人了，竟然还这么天真，看来是脑子练武练坏了。既然这老虎这么有自信，那就让他看看现实到底有多么的残酷吧。懒得多看童青一眼，陈峰直接转过了头，看向了胡老大。童青看着陈峰转过头，眼里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陈峰的反应在他眼里就是陈峰无言以对的表现，他对于胡老大那可是有着十足的信心的。胡老大这些面在他的调教之下，对他可谓是怕到骨子里了。童青可不认为胡老大有胆子对自己出手，他一个眼神就能让胡老大吓尿。陈峰的目光落到了胡老大的身上，他说：你可以为了他去死，你觉得呢？陈峰一脸玩味地看着胡老大，机会只有一次，你如果不能好好的把握，那只有去死了。胡老大听了陈峰的话，眼里实现了挣扎的神色，他不想死，他真的不想死。我杀了他，你真的可以饶我不死吗？胡老大心里面挣扎了一下之后，死死地盯着陈峰，你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是不是可以饶我一命？胡勇，你什么意思？胡老大这话一出，原本还想看着陈峰出丑的童青脸色顿时大变，目光一下子就看向了胡老大，怒吼道：难不成你想要对我动手？胡老大没有理会愤怒的童青，眼里闪过了一丝果决之色，看着陈峰，他只想知道陈峰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至于童青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已经不想去管了，他只想着自己能够活下去。对于他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童青虽然让他发迹了，但是他不觉得这些能够让自己替他去死。陈峰看着胡老大的反应，脸上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点了点头。好。胡老大七一看到陈峰点头，立刻就捡起了陈峰丢到地面上的匕首，站了起来，直接就向着童青走去。众人一看胡老大这样子，脸上都是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这是怎么回事？童青不是说了胡老大就算是死也不会对他出手的吗？现在怎么直接就出手了？这情况不太对啊！胡勇，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童青见胡老大竟然要对他出手，心里面简直震惊无比，震惊过后就是无尽的愤怒，对着陈峰怒吼了起来：你竟然想要对我出手，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当初老子救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着感恩戴德的？
第140，我还没活够。童青很愤怒，胡老大一直都被他视为自己圈养的狗，从来都不认为这条狗会有胆子咬自己。但是现在这情况好像有点不对，他好像养了一条疯狗，现在这条疯狗已经对他露出了狰狞的獠牙。胡老大的眼里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拿起陈峰的匕首，他一步步地向着童青走了过去。听着童青愤怒的话，他心里面挣扎了一下，但是这一丝挣扎很快就消失了。他想活下去，他不想死，所以他必须要按照陈峰说的来做。胡勇，你真的要对我下手？童青气得浑身都在颤抖，愤怒无比地看着胡老大一步步向着自己走来，怒吼道：难不成忘记了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恩情了？胡老大听着童青的话，脸上的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童老，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我没有忘记，但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有活够，而你已经一把大年纪了，早就活够了，所以还请你去死吧，请你去死吧。听着胡老大的话，童青的差点直接被气死。什么叫做我一大把年纪了活够了？老子还没有活够好不好？陈峰听着胡老大的话也是有些无语，这家伙说的话还真是够无耻呢，这种不要脸的话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说出口来，这就是你说的他愿意替你去死？陈峰脸上满是不屑的笑容，看着童青笑了一声，讥讽道：我怎么感觉情况和你说的不一样？童青听了陈峰的话，只觉得自己的脸一阵阵的火辣辣的，心里面也是羞愤无比。这种刚吹了牛逼就被人当场打脸，而且还是被自己的猪队友打了脸的感觉，实在是让他郁闷到想死。小子你卑鄙，无耻之尤！童青咬牙切齿地看着陈峰，眼里都要能够喷出火焰来了，恨不得站起来把陈峰给撕碎。但是现在这事情他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对付陈峰，因为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老东西去死吧！胡老大来到了胡老大的面前，狠狠一咬牙，直接一刀向着他捅了出去，速度又快又狠，噗嗤的一声，直接扎入了童青的胸口，锋利无比的匕首直接透体而出。啊！被利刃破体，剧痛传来，童青啊的一声就大叫了起来。你！童青双眼死死地盯着胡老大，眼里满满的都是怨毒之色。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我会不会不得好死我不知道，但是还请你先去死吧。胡老大双眼通红，满满的疯狂之色，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他也已经没有的选择了，狠狠的一扭匕首，去死吧！噗嗤，锋利的匕首直接就把童青的心脏给刺破了，他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吐了出来，捂着心口直挺挺的倒了下去，身体抽搐了2下之后直接断气了。一个在江城道上威名赫赫的鼓舞者，就这么憋屈无比的死在了自己一手扶起来的一条狗的手上。看着倒在地上的童青，周围一下子就变得安静了下来。胡老大的手下们脸色发白，一脸惊骇的看着这一幕，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胡老大竟然为了自己的小命，直接就把童老给杀了。胡老大看了2眼躺在地上的童青，眼里没有丝毫的愧疚之色，就像是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转过头看向了陈峰，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现在你可以放我一马了吧？陈峰听了胡老大的话之后，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之后，轻哼了一声，并没有说话。就这么放他一马？怎么可能？看着陈峰的反应，胡老大的心情一下子就紧张无比了起来。你可是说了饶我一命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胡老大现在是真怕陈峰说话不算数，如果陈峰不打算放过他的话，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只能等死了。就刘同清这个鼓舞者都不是陈峰的对手，他怎么可能是陈峰的对手？陈峰听到胡老大的话，面无表情的在他身上扫视了一下。胡老大被陈峰的眼神一看便觉得像是被一头猛虎盯上了一样，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耸立了起来，心里面紧张无比。现在他的生死全都被陈峰掌握在手里，只要陈峰一个不开心他就完蛋了。陈峰看着一脸紧张的胡老大，眼里闪过一丝不屑的神色，撇了撇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过头看着已经躺在了地上的童青。胡老大看着陈峰这样子一下子就急了，尼玛，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有没有放我一马啊？大哥您倒是说一句啊，你这样让我很绝望啊。陈峰既没有说放过他，也没有说要弄死他，这让胡老大就像是一只热锅盖上的蚂蚁一样，急得不行，心里面也很忐忑。他很想揪着陈峰的脖子，问问他到底想要怎么样。尼特的想要我生或者死你也要吱一声，你这样子一句话也不说是个什么意思啊？胡老大心里面忐忑焦急，额头上的冷汗都要下来了，但是他也不敢和陈峰避避，
只能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陈峰。然而，陈峰却是没有理会他。陈峰直接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瓶子，然后将一些白色的粉末倒到了童青的身上。只是一会儿，童青的尸体一下子就被气化了。胡老大看着童青的尸体一下子在他的眼皮底子下消失不见了，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惊恐的神色，猛地后退了好几步，吓得脸色都发白了。不仅仅是他，除了汪虎等几个见过这一情况的人之外，其余的人都被这一情况直接吓得懵逼了，脸色发白的看着陈峰，就像是在看一个恶魔一样。我说过让他死无全尸，那就是死无全尸。陈峰看着童青的就连尸体都消失了之后，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转过头笑眯眯看着胡老大。胡老大一听陈峰这阴森森的话，顿时就是大腿一软，差点就给陈峰跪了。不过就在他想要下跪的时候，他身后却是传来了一个兴奋的声音：胡叔，你那个服务员妹子实在是太棒了，我都要爽翻天了。第141得意的宋凯。宋凯现在真可谓是神清气爽，走路都觉得自己能够飘起来了。红光满面的从天字号包厢里走了出来的他，一看到胡老大之后就兴奋的朝着胡老大走了过来。胡叔，不得不说你这里的妹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那个服务员妹子竟然还是个厨，爽死我了。红光满面的宋凯一看到胡老大就兴奋的朝着他走了过来，对于其他人直接就是熟视无睹。小凯，胡老大看着宋凯走过来之后，脸色不由得微微一变，心里面升起了一丝恼怒的感觉。今天这事情不就是因为这小子而起的吗？要不是因为宋凯的话，胡老大怎么可能会对苏梦出手？如果他不出手，又怎么会惹到陈峰这个煞星？一瞬间，胡老大就想明白了这事情的因果关系，他的眼里的神色也是慢慢的变得阴了起来，看着宋凯的神色也是变得有些不善了起来。宋凯现在正嗨得不行呢，对于胡老大的神色变化，他一时间都没有注意到。他一脸得意的对着胡老大说道：胡叔，下次如果你这里还有新来的妹子，一定要留给我，我就喜欢这种了。刚才那个服务员求饶的样子，真是让我兴奋的不行。那个服务员妹子直接被宋凯拖入了休息室里，虽然他尽力反抗，但是在这里他根本就无法反抗的宋凯，最后只能惨遭毒手。胡叔，你的脸色怎么有些不好看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宋凯兴致冲冲的说完之后，终于发现胡老大的色有些不好了，这让得他心里面不免有些奇怪。胡老大可是从来都没有在他的面前甩过脸色的，现在这是怎么了？宋凯心里面不由得有些疑惑，这时候才开始注意到，现在这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啊。现场不仅狼藉一片，而且气氛也是很凝重啊。陈峰，你个王八蛋怎么在这里？忽然，宋凯的目光看到了他面前的一个人，这一看直接就让得他脸色大变的惊叫了起来。随后等他看到苏梦之后，眼里更是充满了惊愕，这是怎么回事？陈峰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胡老大为了给自己报仇，直接就把陈峰一个抓来了？一想到这个，宋凯心里顿时就是兴奋了。他对于陈峰可谓是狠得咬牙切齿的，做梦都想着把陈峰给干掉，但是这事情却一直都只能想想，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陈峰的对手。而现在陈峰却是已经直接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且当时在胡老大的地盘里，这让的宋凯心里面顿时就兴奋了。胡叔，就是这小子，我跟你说要对付的人就是这小子。宋凯眼里一下子就布满了浓浓的兴奋之色，指着陈峰大声对着胡老大说道：胡叔，快点把这小子抓起来，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就是我想要的妹子。宋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胡老大看着宋凯一脸兴奋的样子，嘴角抽搐了一下，尽力忍耐着自己的火气，语气严肃地对着他说道：他是什么人？宋凯对于胡老大的反应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没有太过于在意，他一脸兴奋地对着胡老大说道：这小子是鼎盛集团陈破的儿子，不过现在陈破已经完蛋了，所以他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算的小屌丝而已。宋凯对于现在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而且他又没有打算去了解，他现在只想着胡老大尽快帮他把陈峰给拿下，然后他要就狠狠地羞辱陈峰，最后还要当着陈峰的面玩苏梦。陈峰，你竟然会出现在这里，真是出乎本少的意料啊！宋凯眼里闪烁着得意的光芒，看着陈峰冷笑道：今天我要把以前对我的侮辱全数奉还给你，我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让你求生，你能求死不成？陈峰听到宋凯的话，眼里闪过一丝冷光，对于这个跳梁小丑，他一直都没有放在眼里，但是现在看着这事情和这小子脱不了关系啊。上辈子对苏梦下手的并不是这小子，这一辈子因为自己的蝴蝶效应，让的这小竟然有了雄心豹子胆
对苏梦下手了。宋凯的眼神怨毒地看了陈峰一眼之后，慢慢地看向了陈峰申苏梦身上。看着苏梦那窈窕的身材和精致绝伦的脸庞，宋凯不由得舔了舔嘴唇。即使刚才泄了火，现在他依旧是觉得自己的体内的火气也是起来了。苏梦，你竟然选择陈峰这垃圾，实在是让我失望。宋凯看着苏梦，脸上露出了一丝贪婪之色。不过，你注定是我的女人。苏梦一听宋凯的话，俏脸之上浮现出了一道愤怒神色，看着宋凯的眼神充满了厌恶之色。不过，他也懒得宋凯，而是直接躲到了陈峰身后。现在的宋凯，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脑子有病的家伙，也不看看现在都是什么情况了，他竟然还说这些话，真是幼稚的可以。宋凯看着苏梦对陈峰如此亲密，眼里闪过了一丝嫉妒的光芒。他堂堂宋大少都得不到苏梦的青睐，陈峰一个一无是处的破家子弟，凭什么能够得到苏梦的爱慕？臭娘们，给脸不要脸是吧？等下老子让你个哭着求饶！宋凯心里面很是恼火，胡说，帮我把这小子给废了，然后把这个女人给我抓到休息室了。宋凯看着苏梦对陈峰亲昵很是不爽，再也忍不住了，一直陈峰对着胡老大说道：只要胡叔你替我搞定了这小子，我以后一定有重谢。宋凯之中，陈峰眼里有着一抹得意之色，他知道陈峰很厉害，但是现在是在他胡叔的地盘之上，他觉得陈峰就算是再厉害也得跪。你是认真的吗？然而让宋凯意外的是，胡老大听了他的话之后，并没有直接就照做，而一脸色难看的看着他问道：你真的想要让我废掉他？这王八蛋以前一直和我作对，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报仇。宋凯一脸认真的说道。我认真你麻痹。然而让宋凯懵逼的是，胡老大听了他的话之后，并没有帮他收拾陈峰，而是一脸怒容的抬起手对着他就是一巴掌。第142悲剧宋凯。啪！一脸愤怒的胡老大抬起手对着宋凯的脸就是狠狠的一巴掌，啪的一声，直接就把宋凯给抽的直接就倒在了地上。把宋凯一巴掌打倒在地之后，胡老大并没就此罢休，只见他直接冲上去，对着宋凯就是一脚，狠狠地踹在他的后背之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就把宋凯的身体直接就踢出去了好几米远，砰的直接就砸在了墙上。狗东西，你竟然敢想要废掉峰哥，老子先废了你个龟孙子！一脚把宋凯踢到墙上之后，胡老大又是一脸愤怒朝着宋凯冲了过去，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一边踢一边破口大骂。胡老大现在心里面可谓是气得不行，妈的，宋凯这煞笔竟然给自己惹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简直就是想要害死自己啊！要不是因为宋凯，他胡勇怎么可能会惹上陈峰？陈峰这种恐怖的存在，是他可以招惹的吗？宋凯想死也就算了，现在竟然把他胡老大自己也给拉坑里了，这样的胡老大对于宋凯一下子就恨死了，心里面不停的怒骂宋凯没脑子，竟然敢去惹一个比童老还要牛逼的存在，简直就是寿星公吃砒霜啊！胡老大对于宋凯的招呼一点也没有留情，怎么狠怎么来，大脚丫子不停的往宋凯的身上踢，宋凯只能捂着脑袋躺在地上嗷嗷大叫。这忽如其来的一幕，看着陈峰一伙人也是有些吃惊了起来，看着宋凯挨踢，他们都觉得有些疼，这个胡老大还真是下了狠手了呀！我去，胡老大还真是下得去手啊！汪虎看着胡老大不停的咆哮着狠踹宋凯，他有些目瞪口呆。宋凯他是见过的，胡老大以前对于宋凯那可是和和气气，有求必应的，但是现在却把宋凯当成了球一样在地上狠踢。胡叔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你疯了吗？宋凯被胡老大一顿招呼，痛得嗷嗷大叫的同时也是愤怒无比，他现在心里面是懵逼的，他都不知道自己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胡老大忽然发疯打他？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我疯了？你以这个傻逼疯了还差不多。胡老大狠狠地在宋凯的屁股之上踢了一脚之后，怒等于怒吼道：你个狗东西，竟然给老子挖坑！你想死也不要带上老子，老子还没活够呢，我给你挖坑！宋凯听了胡老大这话，真是既愤怒又不解和冤枉。他什么时候给胡老大挖坑了？他什么时候想要害死胡老大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啊！尼玛，这是冤枉啊！宋凯直接的自己简直比窦娥还要冤枉，真是欲哭无泪啊！然而让他更加震惊的是，胡老大狠狠地踢了几脚之后，竟然扑通一下直接跪倒在了陈峰的面前，大声说道：大哥，这事情都是因宋凯这个脑残而起的，我之前对于这事情并不知情，我一直都没给想过要害你们的，我是冤枉的，还请大哥你放我一马吧！啊！胡老大
一下子就跪到了陈峰的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求情，直接就让的胡老大的一伙小弟们直接就懵逼了，一脸惊愕的看着胡老大，就简直比见到胡老大对童青出手还要震惊。而早就已经被踢得鼻青脸肿的宋凯，一看到这事情也是一脸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看所看到的东西。胡老大竟然给陈峰下跪求情，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一幕对于宋凯的冲击无比巨大，就像是一枚炸弹在他的心里面爆炸了一样，直接就把他给炸懵逼了。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胡老大为什么要给陈峰下跪。胡叔，你真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给一个废物下跪？宋凯艰难的从地上站了起来，一脸愤怒的对着胡老大说道：你还有没有一点尊严了？竟然给陈峰这个废物下跪求情，我看不起你！胡老大一听宋凯的话，眼神之中立刻就浮现起了一抹愤怒，猛地站了起来，直接就冲到了宋凯的面前，狠狠的一脚就对着宋凯的脸上踹了上去。狗东西，你骂谁是废物呢？陈少这妖牛逼的人，你竟然敢说他是废物！胡老大狠狠地踢了宋凯一脚之后，破口大骂道：你个不开眼的白痴东西，竟然连陈少都敢惹，老子打死你个脑残坑爹货！胡老大觉得自己今天之所以会陷入这种境地，一切都是因为宋凯这白痴造成的，他现在就连小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所以他现在对宋凯真是恨死了，恨不得直接把这个祸害给千刀万剐了。砰砰砰，怒不可遏的胡老大对着宋凯又是几脚，直接把宋凯踢得哭爹叫娘。那疯狂静看的众人都是一阵倒吸凉气，按道这个胡老大现在真是恨死宋凯了呀。陈峰向着两人走了过去，看着陈峰走了过来，胡老大立刻就停了下来。陈少，这事情我真的是事先不知道的，这事情都是宋凯这王八蛋自己联系我的手下做的。胡老大一脸紧张地对着陈峰说道。胡老大现在只想着把这事情和自己撇开关系，他真怕陈峰一怒之下直接把他和宋凯给一起干掉了，那他就亏大了。其实胡老大说的还真没有错，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知道的还真不多。不过陈峰会听他的说的话吗？显然不会啊。陈峰淡淡的瞥了一眼他之后，便直接移开了目光，没有多看他一眼，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此时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宋凯的身上，眼里闪过一丝杀光。看着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小子了，你胆子很肥啊。陈峰蹲下身子，看着宋凯冷笑道：还想废了我，真是牛逼到天上了呀。你想怎么样？宋凯现在已经知道事情已经不是他可以掌控了的了，这让他心里面恐惧无比，看着陈峰那冰冷的眼神，更是有种如坠冰窟的感觉。第143，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事情变化的太快，宋凯感觉自己已经跟不上节奏了。原本他还得意的以为自己今天一定能够把陈峰给踩到脚底下去，狠狠的羞辱，然后再利用苏梦的父亲威胁苏梦跟成为自己的女人，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不仅把以前让自己丢尽面子的仇家给报复了，还成功的抱得美人归。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不仅没有把陈峰给踩到脚底下去，也没有让得到苏梦这个他垂涎已久的美女，反而是再一次被陈峰给踩了脚底下去了。这让的宋凯有种想要委屈的大哭的冲动。现在一看到陈峰冷冷的盯着自己，宋凯心里面立刻就出现了浓浓的恐惧之情，语气都有些发抖。我警告你陈峰，你千万不要乱来，不然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爸可是宋氏集团的当家人，我爷爷也是大领导，你要敢对我做点什么的话，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的。啪！宋凯这话刚说完，他的脸上就被狠狠地抽了一巴掌，直接把他2颗牙齿都给打断了。抽他耳光的人并不是陈峰，而是胡老大。狗东西，你竟然敢威胁陈少，信不信老子一巴掌呼死你？胡老大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之后，对着他怒骂道：废物东西，陈少也是你能够威胁的吗？还想让陈少不得好死？我现在就让你不得好死！骂完之后，胡老大对着宋凯又是一脚，狠狠地踹到了他的肚子上，痛得宋凯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只能相像是一只大虾一样捂着肚子在地上抽搐着。你干什么？陈峰见到胡老大动作，眉头不得轻轻一皱，语气不悦地对着他说道。看着陈峰脸色不好，胡老大差点就吓尿了，一脸慌张地对着陈峰说道：陈少，我看这小子对您出口不逊，所以替您教训他一下。说完之后，胡老大忐忑无比地看着陈峰，生怕陈峰发火，现在他小命就捏在陈峰的手里，所以他对于陈峰那真是怕到骨子里了。替我教训他，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代替我？陈峰看着胡老大那忐忑的脸色，眯起了眼睛，一脸淡然地看着他，淡淡的说道。
陈峰的语气虽然听起来不像是生气了，但是胡老大却是听得心惊胆战，吓得直接就跪了。陈少宁教训的是我不自量力了，像我这种废物，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替陈少做主，我该死，我不该自作主张。说着，胡老大直接就给自己来了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他自己的脸上，直接就抽出来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显然这货一点也没有对自己手软。我去，这胡老大对自己也是够狠的呀。方阳看着胡老大狠狠地给自己抽了一个耳光，不由得一阵的龇牙。看着胡老大脸上那个清晰的巴掌印，他都觉得痛。这还不是因为我们峰哥太牛逼了，把这混蛋吓得够呛。汪虎饶有兴致看着胡老大不停地给自己抽耳光的举动，嘿嘿笑道。其余几个小弟一听汪虎的话，都是非常认同的点了点头。胡老大之所以这么做，完全都是因为他已经被陈峰给吓尿了。陈峰轻飘飘的话，就让的南疆道上威风凛凛的胡老大像是一条哈巴狗一样，一边打着自己的耳光，一边求饶。这让的陈峰新收的几个手下都觉得心潮澎湃，看着陈峰眼神充满了崇拜之色。有着这么厉害的大哥，他们以后想不飞黄腾达都难吧。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都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好好的给陈峰做狗。以后陈峰只要随便提携一下他们就能够一飞冲天了。一边去，别在这里辣我眼睛。陈峰看着胡老大跪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抽着自己的耳光求饶，不由得有些无语，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滚到一边去。是，我这就滚。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心里面不由得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有着想哭的感觉。大爷啊，您终于舍得开口了，您要是再不开口，那我自己就把我自己的脸给抽烂了呀。胡老大麻溜的滚到了一边。陈峰看着躺在地上的宋凯，眼里闪过一丝玩味的神色。你说我该怎么收拾你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宋凯而起，陈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小子的。宋凯此时只感觉自己像是要死一样了，浑身剧痛，一张小白脸也早就被胡老大给打成了猪头了。宋凯现在心里面已经恨死了陈峰和胡老大等人了。他堂堂宋家大少，平时走到哪里都是威风八面地，但是现在却因为胡老大的反水，从而落得现在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陈峰，有种你就弄死我！宋凯听到陈峰的话，艰难地抬起头，用怨毒无比的眼神看着陈峰。只要今天我活着离开这里，我就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胡老大一听到宋凯竟然还敢叫嚣，差点又忍不住跳出来，直接把宋凯给打死。妈的，你个狗东西，自己想死就麻利的找根吊绳上吊去啊！你在这里叫嚣，那不是想要害死我吗？不过看了一眼陈峰之后，胡老大还是忍住了的冲动。现在陈峰已经让他滚了，他可不敢在陈峰没有开口之前出声让教训宋凯，让我生不如死。陈峰一听宋凯这话，眼里不由得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光芒，冷笑着说道：现在看来你应该没有这个机会了。陈峰转过头对着胡老大说道：废了他。啊！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不由得呆了一下。陈少，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废了他？陈峰重复了一次。这一次胡老大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了，陈峰是让自己废了宋凯。这下子胡老大麻瓜了，宋凯可不是同亲那种孤家寡人，宋凯他可是宋氏集团的太子爷的，自己要是把宋凯给废了，那就是彻底的得罪了宋家了。宋家在江城的能量可是非常恐怖的，他要是把宋凯给废了，宋家能放过他？虽然以他自己在江城的势力，宋家肯定要不了他的命，但是他肯定也不好过的。第144，要么服从，要么死。一时间，胡老大陷入了无比纠结的境地了。说实在的，他是真的不想对宋凯出手。如果他只是打伤宋凯，那还有回旋的余地。要是他把宋凯给废了，那他就是和宋家彻底的死磕了。如果真的和宋家死磕，他可不觉得自己真的能够磕得过宋家的。对宋凯下死手，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的不划算的事情。但是现在事情还能轮得到他自己来做主吗？胡老大看着陈峰面无表情的看着自己，眼里露出了一抹苦涩。他现在真想骂娘，他这是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吧？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惹到了这么一个大煞星了呢？宋凯眼神之中满满的怨毒之色，他看着陈峰，语气之中带着一抹嘲讽：你竟然想要胡老大废了我，真是搞笑！哈哈！宋凯哈哈的笑了起来，笑得无比得意。你笑什么？陈峰对于宋凯忽然发笑，有些莫名其妙。这小子都已经死到临头，竟然还笑，脑子有坑不成？胡勇这王八蛋，要是怎么可能有胆子废了我？他要是敢废了我，那就永远别想在江城混了。宋凯狞笑了一下，看着陈峰嗤笑道：
你竟然让他对我下手，真是莫名的搞笑。他要敢对我出手，那就是见了鬼了。他要是有那个胆子，我宋凯名字倒着念。别看他胡勇威风凛凛，但是在我们宋家面前，他就是一条狗而已。如果我们宋家想收拾他，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而已。宋凯眼里闪过一丝鄙夷之色，看着胡老大，胡勇你个王八蛋，给我记着了，今天这事情没完，我家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就等着蹲大狱吧，你完蛋了。胡老大听了宋凯的话，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了起来，眼里闪过一丝恼怒之色，咬了咬牙，看着宋凯的眼神变得不善了起来。是吗？我怎么不觉得你们宋家有那么厉害呢？陈峰看着宋凯得意的样子，却是不屑一笑。宋家在江城算是一个大家族，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如果陈破没有出事的，单单一个鼎盛集团就可以和宋家刚正面了。哼，你要是不把我宋家放在眼里，那你就对我动手啊！你看宋家会不会把你打入18层地狱？宋凯眼里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他现在已经是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陈峰看了一眼他，不屑地撇了撇嘴，转过头对着胡老大说道：你不是想要我放你一条小命吗？现在只要你把这家伙给我废了，我就饶你不死。你之前不说我杀了童青就饶我一命的吗？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顿时就是一脸苦逼。怎么不愿意？陈峰才懒得和他讲道理呢，斜视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让其他人做，我想其他人为了活命，应该很乐意做这事情的。胡老大看着陈峰的表情，心里很是纠结。陈少，能不能换个条件？胡老大真的不想和宋家彻底决裂，他还想好好的在江城混下去呢。你认为你还有资格和我讲条件？陈峰的眼神一下就变得有些冰冷了起来，冷冷的看着胡老大说道：要么服从，要么死。陈峰已经决定了，让这个胡老大给自己背锅，让他帮自己吸收宋家的火力。现在他还要集中注意力对付那些隐藏在暗中的对手，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对付宋家，但是他也不想着放过宋凯，所以只好让胡老大这个倒霉蛋来做这些事情了。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抹苦笑之色，他知道自己这是没有办法拒绝了。好，我做。胡老大狠狠的一咬牙，然后直接就走到了宋凯的面前。胡勇，你想干什么？原本很100%的认为胡老大一定不敢对自己出手，陈峰说废了自己只是吓唬自己而已的宋凯，一看到胡老大竟然答应了陈峰，顿时就是吓得脸色大变了起来，对着胡老大大吼了起来：你可是和我爸认识的，你竟然要听这混蛋的话对我出手！胡老大看着宋凯一脸愤怒的样子，眼里闪过了一丝厉色，这事情要怪只能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了。胡老大一想到这一切都是个眼前这个小子惹的祸事，他心里面不由得对宋凯怨恨了起来。原本他过得好好的，就因为这小子借自己的人去做实事，从而招惹来了陈峰，让他遭受了无妄之灾。你千不该万不该惹到陈少。胡老大眼里闪过，脸色慢慢的变得冰冷了起来，看着宋凯冷冷的说道：我也不要命，只是让你这辈子都躺在床上过他。说着，胡老大从身边的一个小弟的手里拿过了一根棒球棍。不要！宋凯看着胡老大拿过一根棒球棍，顿时就吓尿了。他知道胡老大现在这是要玩真的了，是真的要把他废掉啊！这让的他一下子就恐惧了起来。胡叔，你不能这么对我，你和我爸关系那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不要废了我！一瞬间，宋凯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了起来，直接爬了起来，对着胡老大哀求了起来。看着宋凯那可怜样子，胡老大神色却是不为所动。对我求饶是没用的，陈少要我废了你，我只能照办了。宋凯一听到胡老大这话，立刻就反应了过来，一下子扑到了陈峰面前。峰哥，我错了，我不该不知死活的对您出手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饶我一次吧，峰哥，饶我一回吧，饶你一回。陈峰看着死狗一样趴在自己面前的求饶的宋凯，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如果我们现在换个位置，你会饶我吗？不会。宋凯心里面立刻就冒出了这个想法，脸色也是微微一变，眼里更是闪过一丝怨毒之色。如果今天能够安然离开，他还会想尽办法报复陈峰。陈峰一直都盯着他的脸色，自然是注意到他的神色变化。宋凯眼里的那一丝怨毒之色，他看得一清二楚，冷笑了一下，他冷漠地对胡老大说道：动手。第145发狠的胡老大，陈峰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圣母婊，他可不会因为宋凯的求饶就轻易的放过他。他厌恶的看了一样不停的求饶的宋凯之后，立刻对着胡老大招呼了一声，然他赶紧动手。胡老大一看陈峰的眼神，
哪里还敢犹豫？一咬牙，扬起棒球棍，狠狠的一下，直接砸在了宋凯的腿上，咔嚓一声，直接把宋凯的一条腿直接就给打断了。嗷呜！被胡老大一棍子砸断了腿了，宋凯痛苦的哀嚎了起来。然而胡老大并没有就此罢休，抬起手对着他又是一棍子砸在了他的另一条腿之上，咔嚓一声，直接把他的另一条腿也给打断了。狗东西，让你招惹陈少，陈少的女人也是能够打主意的吗？老子打死你个狗东西！胡老大一边打还一边对着宋凯大骂了起来，心里面也是一阵的恼火。今天就是因为这白痴，害得自己也是跟着躺枪。越想胡老大就觉得越生气，要不是因为这家伙的话，他怎么可能回去招惹陈峰？火气愈大，胡老大下手也就越狠，手里的棒球棍不停地朝着宋凯的身上砸去。陈峰冷眼看着胡老大不停地砸着宋凯，没有任何言语。上辈子所经历的事情，让他对于眼前的事情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感触了。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出现的忌事的话，苏梦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不敢想象的事情。上辈子苏梦就是被那对贱人父子逼迫，不得不答应嫁给他人，让得陈峰对于现在这种事情充满了怨恨。苏梦看着眼前的事情，吓得脸色发白。今天的事情给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不过看着陈峰那宽厚的后背，他却是稍稍的震惊了下来，心里面也不觉得那么害怕了。他悄悄地朝着陈峰走了过去。现在他只想着靠近陈峰，因为只有陈峰才能给他安全感。至于汪虎等人看着胡老大打宋凯，心里面的唯一想法就是打得好，这王八蛋竟然敢对自己嫂子和峰哥下手，打死也是活该。胡老大一想到自己是被拖累的，他就越打就是越生气，手里的棒球棍死命地往宋凯的身上招呼而去，最后直接把宋凯打得动不了了。呸！害人害己的废物东西！眼见宋凯已经自己大的躺在地上动都动不了了，气喘吁吁的胡老大才停了下来，一脸不屑地呸了一口之后，对着宋凯的胯下狠狠的就是一脚。啪！一声麦某东东西碎裂的声音响起，宋凯抽搐了一下，翻翻白眼，直接脑袋一歪就躺在那里不动了。死！汪虎等人一听这个声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直接的胯下一阵冷风吹过，不由得夹了夹腿，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看着宋凯的眼神不由得一阵的怜悯。这小子要绝后了吧？刚才那声肯定就是蛋蛋碎了的声音，没有错了。这下子宋凯真的是废了，以后估计只能够在床上躺着了吧？陈少，我已经把这小子给废了，以后他应该就是一个废人了。胡老大把宋凯的蛋蛋给踢爆了之后，一脸紧张地对着陈峰说道。说话的时候，他还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陈峰的脸色，看陈峰是不是不开心什么的。现在胡老大最担心的就是陈峰忽然变卦了，如果陈峰再一次刷他的话，他真的就是连死的心都有了。陈峰看着胡老大一脸紧张的样子，心里面有些好笑，看着自己的雷霆一般的狠辣手段已经把这个家伙给吓成神经质了，现在对自己说话都是小心翼翼得了。不过这正是陈峰想要的效果，对于这种垃圾就应该让他彻底的畏惧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轻易的控制他们为自己所用。没错，陈峰打算让这个胡老大为自己所用。陈峰现在的仇家可不少，现在又把宋凯给废了，可以下想象接下来宋家肯定会恨死自己的，他们肯定会派人来对付自己，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帮手的话，肯定会很麻烦的。陈峰现在已经在萧展宇的身边安排了一个黑狼，可以帮自己监视萧展宇。黑狼的一大群手下现在也是为自己马首是瞻，但是这些人现在都不能亮出来，是留着关键时候用的。而他为了对着宋家的人，肯定不能是黑狼等人的。而现在胡老大肯定11给不错的傀儡，虽然陈峰看不起胡老大这些人，但是现在这些人还是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少助力的。陈峰心里面思绪万千，但是脸上却是面无表情的看着胡老大。陈少，现在可以让我走了吗？胡老大看着陈峰面无表情的看着他，吓得心脏都是扑通扑通的猛跳，小心翼翼的对着陈峰问道。他现在最想的事情就是离陈峰远远的，最后这辈子也不要见到这个杀星了。至于报仇什么，还是拉几把刀吧。他胡老大有钱有势，他还想好好享受呢，不想死那么早。走，你要去哪里？陈峰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看着胡老大说道。你得罪了我就想这么走了，哪有那么容易？胡老大一听陈峰的话，差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爷，我的大爷，没有这么欺负人的，你让我干嘛我已经乖乖的听你得了，为此我还彻底的把宋家给得罪了，您老人家还想要我怎么样？陈少，您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您就给我一个痛快吧。
胡老大一脸死爹妈一样的悲伤表情看着陈峰，你要是想让我死，那就给我个痛快吧，我已经绝望了。胡老大觉得自己委屈的就像是一个200斤的孩子，被陈峰玩弄在股掌之中，只要陈峰一不高兴，就能够把他捏成渣渣。胡老大一脸委屈绝望的样子，让得汪虎等人差点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暗道陈峰真是牛逼到天上了，把一个道上的大佬当成猴子一样戏耍，而且对方就连呲一下牙都不敢。我要你我当狗。陈峰看着胡老大一脸绝望的表情，呵呵一笑道，我需要你当我手下的一条疯狗，一条我让你咬谁你就咬谁的疯狗。第146我不给你，你就不能要，当一条你让咬谁就咬谁的疯狗。胡老大想过陈峰会提出的各种条件，但是他还真没有想过陈峰竟然会提出这个条件，让他胡老大去做狗。胡老大的脸上一下子就露出了为难的表情。他胡老大是什么人？他可是资产亿万，手下有着上百打手的大佬级别人物，在江城也是有头有脸的。除了暴力部门他敢不敢去招惹之外，他怕过谁？但是现在陈峰却让他这么一个牛逼的人物去给他做狗，这就让的胡老大很难接受了。毕竟没有人愿意做狗不是？陈少，这事情有点强人所难了吧？胡老大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对着陈峰说道，您可不可以换个条件呢？